这么好的 VR 技术就用来看樱花国的动作艺术片。水蓝星，华国。出租屋内，叶天摘下 VR 头盔，狠狠批判过后，忍不住吐槽：穿越到水蓝星几天，他已经接受了穿越的事实。水蓝星和地球有着高度的文明相似性，而这里还有着高速发展的科技，有着强大的 VR 技术。叶天原本就是一个游戏动漫迷，穿越过后还成为了一家游戏公司的老板，看起来是达成理想的局面。然而，在他想着用这种 VR 技术好好体验一下地球的各类游戏大作时，打开各大游戏商店，却瞬间傻了眼。这个世界虽然有着发达的 VR 科技，有着虚拟头盔等设备，就能体验到无与伦比的亲身体验，游戏行业却相当贫瘠。那些游戏大作在这里通通没有，哪怕是各大主播们都基本只能每天联盟穿越吃鸡来回播。其他大厂开发的所谓 3A 游戏，在这里也都全是贴图游戏，各种建模用的都是公模，动不动还会穿模，游戏体验极为差劲。唉，真是可惜这么好的 VR 技术了。叶天叹息一声，这个世界的游戏动漫行业全都贫瘠，原本游戏制作不行，大不了他自己来开发，反正他在这是个游戏公司的老板。但事实却是，他这家游戏公司马上就要倒闭了。游戏制作可是相当烧钱的，小厂根本没办法和那些大厂斗。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加班加点，自己带头亲自上开发出一款不错的游戏，直接被那些大厂跟风模仿，被游戏平台各种吸血抽成，根本做不下去。连他手下的骨干员工们现在都走得走散的散。看起来他是一家游戏公司的老板，实际上他现在就是个光杆司令。叶天看了看自己狭小的出租屋，再这么下去，这出租屋他都不一定租得起了。难道好不容易穿越，在这个世界只能这么混下去吗？叶天感觉有些不甘心，但不得不说，确实难搞。水蓝星各行各业都很成熟，只有游戏动漫电视剧这种文娱行业贫瘠，而无论制作游戏还是动漫，亦或是拍电视剧，都不是他一个人能搞定的活，也都相当烧钱。偏偏文娱行业中的小说这方面却很成熟，弄得他想当个文超都没法当。股市和房产的规律早都过了他熟知的阶段，也根本没法适用。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出去打工了。正当叶天觉得当前的局势简直是地狱开局的时候，叮！神级游戏制作系统绑定主人成功。神级游戏制作系统确认自己不是幻听之后，叶天不禁有些兴奋。果然天不亡他。花了一些时间，叶天了解了一下系统的功能。主人可将所看过任何影像文娱作品自动转化为游戏，包括但不限于动漫、电视剧、电影。主人无需记得全部情节，知晓影像文娱作品名字便会自动提取制作。游戏制作需消耗一定的人气值，玩家玩游戏或观看主播直播视频会提供人气值。游戏制作系统将全方面优化主人所制作游戏之最大值，包括但不限于建模、场景、互动、游戏宣传、CG。主人可自行截取全部游戏画面进行制作。游戏制作完成自动上架主人指定游戏商店，税后分成自动打入主人绑定银行卡，收入合法清晰可查。本系统承诺绝不会伤害主人，无任何惩罚机制，主人可随时自由选择解绑令本系统离去。新手大礼包奖励游戏试玩版，以帮助主人提升人气值，主人可自行选择。叶天了解完这系统的能力，不得不说，这系统可太对他胃口了。神级游戏制作系统将影像文娱作品转换成游戏，这不正是他这个游戏动漫迷所需要的吗？系统的自由度也很高。叶天查看了一下，他现在可以选择解绑系统，让系统离去。新手大礼包还是待选状态，究竟要选什么，同样是由他自己来定。叶天现在自然不会让系统离开，将所看过任何影像文娱作品自动转化为游戏。叶天心中思考起来，不是一时想不到好的影像文娱作品，而是选择实在太多了。封神的动漫、电视剧、电影不知道有多少，真要他选择的话，还真有些犯了选择困难症。在心中筛选的时候，叶天忽然闪过几句话：机甲是男人的浪漫，帅是一辈子的事，特摄才是男人的浪漫。男人啊，他至死是少年，谁还没个机甲梦呢？帅气的特摄也相当帅气，同样都是男人的浪漫。而如果既能兼顾机甲，又能兼顾特摄的话，叶天的脑海中有了一个合适的选择：超兽武装。超兽武装可是当初许多人公认的国漫巅峰，即便是放在后世也能引起巨大影响。而且这部动漫几乎没有任何短板，或许最大的硬伤是人物建模有些拉垮，但通过游戏制作系统，恰好可以将建模、场景等都进行极致的优化，不是恰好合适吗？决定了，就超兽武装。而且叶天的嘴角忍不住微微勾起，选择制作超兽武装
也可以让玩家们好好体会一下，什么叫打又打不过，说也说不过的感觉。想到这里，叶天就感觉有些恶趣味。制作超兽武装正式版所需人气值3000万，好家伙，这正式版需要的人气值是真不少。好在他可以领取一个相应的试玩版礼包，累积人气值。叶天自然选择领取制作超兽武装的试玩版。叮，新手大礼包领取，超兽武装 V2 全息试玩版制作成功。第2章超兽武装，呆小妹被震妈了。超兽武装 V2 全息试玩版秒制作完成，不愧是神级游戏制作系统，确实给力。叶天查看了一下，由于是试玩版，流程并不算很长，最后的结束是在玄义子释放圆空灭之后。不错，钓鱼邀请术这个名场面，嗨嗨，圆空灭也包含在试玩版里，吸引玩家们入坑绝对足够了。试玩版制作完成，叶天已经可以自由选择将其发布在哪个游戏平台。叶天准备将其发布在蒸汽平台，不过要发布游戏的话，现在还缺一样东西，游戏宣传 CG。 游戏宣传 CG 做得好，可是能起到至关重要的效果。不知道多少玩家都是因为一款游戏的宣传 CG 而入坑，在游戏圈因此也有着用心做 CG 用胶做游戏的说法。很多公司都会花重金将 CG 做好，将玩家们骗进来，游戏本体却做得很糊弄，足以看出 CG 的重要性。既然制作了骚化武装，嗨嗨，超兽武装，宣传 CG 又怎么能不整点骚化呢？游戏 CG 要制作什么？叶天已经完全有数了。花了一些时间，叶天截取了他想要的画面，利用神级游戏制作系统制作成 CG。 观看了一遍之后，感觉很是满意，选择了和游戏一起发布在蒸汽平台。之后他就舒舒服服地选择睡大觉。宣传对于一款跨时代的游戏而言，宣传是不存在的，单靠玩家们的自来水都能让游戏火起来。重点是他现在也没钱宣传啊。虎鱼 TV 被粉丝们戏称为老女人的呆小妹正在直播打着联盟。联盟这款游戏不提建模怎么样，竞技性还是不错的。在这个世界各种游戏建模场景打斗都跟不上的大背景下，竞技类游戏自然受到主播们的偏爱。就是我去，兄弟们，这个姐简直有毒啊，明明我能杀了她的，怎么最后死的是我？呆小妹看到自己的屏幕黑了，忍不住激动的吐槽，她玩的是匹配，这把恰好还是和对面的中单双杰大战，明明之前都拿到优势了，结果这一波愣是被对方秀的反杀了，简直吐了呀。直播间的观众们一片欢乐之色。666，老女人破防了，玩同样的英雄装备，领先单挑都被虐，证明菜是真的菜。不知为什么，老女人刚才的表情让我莫名想到了月轮。哈哈，月轮好惨，都这时候了，没必要鞭尸月轮了吧？老女人这儿童节真是名不虚传。直播间一片弹幕刷过，几乎都在欢乐的说呆小妹菜的抠脚。呆小妹只感觉破大防，在此时也为自己据理力争。喂，这不关我的事好不好？刚才我被一个胖胖的近战兵挡了视线，不然我就杀了那个杰了。没错，联盟这款游戏在水蓝星的竞技性是不错，但 V2 状态下第一视角的联盟可就有些别扭了，有时候还会被小兵、被野怪、被大树、被山体挡住视线，简直难受的一批。这种竞技游戏还是第三视角好一点，第一视角玩起来都有种无尽战区的感觉。哈哈，老女人别狡辩了，说你菜就是真的菜。胖胖的近战兵，你礼貌吗？老女人，换款游戏吧，你今天都连跪这么多把了，我们实在不想看你那托索。儿童节提款机了，我赞同，俺也一样。呆小妹看到直播间观众们都说让她换游戏玩，正好这局队友全部逆风，都点投降了。呆小妹也点点头，好，那咱们接下来播吃鸡。此言一出，直播间的弹幕顿时更多了。吃鸡？那不是从一个菜坑又跳进另一个菜坑了吗？吃鸡在老女人你手里是枪战游戏吗？那是跳伞游戏。呆小妹，行吧，那给大家去蒸汽平台找一款游戏来玩玩，让你们看看真正的技术是什么样。呆小妹打开蒸汽平台，在蒸汽平台中查找着，一眼看去她都感觉十分无聊。由于水蓝星的游戏产业发展不行，关于游戏的上新也是好长时间才会上新一款，这么看过去都是老面孔，连点开的欲望都没有。咦，超兽武装，这是新游戏？呆小妹在最新入库里看到了超兽武装这款游戏。叶天也沾了水蓝星游戏产业发展不行的光，由于没什么新游戏发布，最新入库里超兽武装就在明晃晃的位置，很容易被注意到。我去，这游戏竟然有340个 G， 这也太夸张了吧！呆小妹一看就惊到了，
仅仅只是试玩版就有340个 G， 这是直接把正式版放上来了，看起来又不像。毕竟这游戏是免费的，试玩版免费吸引玩家他理解，正式版要是免费就真是疯了。呆小妹戴好 VR 头盔，点进宣传 CG 观看，下一秒，呆小妹顿时就感觉自己整个人悬空了。我去，这是在星空中。呆小妹感觉整个人麻了，她现在竟然处于星空中，面前依旧是水蓝星，但在某一刻，水蓝星直接分开，化为了7个星球，7星连珠，这也太帅了吧！呆小妹感觉惊呆了，同时感觉双腿都有些打颤。其他游戏身处星空中的也不是没有，但因为没有一点真实感，感觉就在地面上没区别。但这款游戏不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他觉得自己真的身处星空一样。下一刻，画面一转，一个坐在王座上的男人，明明有着无双的霸气，但那身影却给人一种孤寂的感觉。当我到达高处，便发觉自己总是孤独，无人同我说话，孤寂的严冬令我发抖。我在高处究竟意欲何为？当你经过7重的孤独，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我们的世界也由此而生。呆小妹和直播间的观众感觉浑身巨震，这一切简直太震撼了。下一刻，他们看到这个男人正背对着他们，和谁在说话。你所看到的世界是不真实的，也是不完整的，因为你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从现在起，你应该学会闭上眼睛看世界。闭上眼睛看世界。画面再转，一个看似处于沙漠的荒凉之地，身穿战甲的身影出现在所有人的眼前。人的欲望就如同高山滚石一般，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如果你长时间盯着深渊，深渊也会凝视你。你们没有错，我们也没有错，只是我们比较强大，所以规则也由我们来定。呆小妹早就感觉人麻了，这些话细品之下，好有人生哲理，哲理的同时又充满着霸气。画面再转，一个英姿飒爽的身影穿着一身蝎甲。如果我是弱者，那么请消灭我，否则我必让你灭亡。或许灵魂的本性就是嗜血，复仇只不过是给嗜血一个理由罢了。天空中飞翔着身穿符甲的身影，我们飞翔得越高，在那些不能飞的人的眼里就越显得渺小。强战胜弱本就是天道，我并不想逆天而行。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公平，就算有，也是强者通过武力向弱者证明的。呆小妹和整个直播间的观众早已数次震撼。紧接着是一个身穿尸甲的中年男人，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部下战死沙场，而我自己一个人逃跑。我要和风耀决一死战。最后画面之中，同样是这个男人毅然决然地挡在那个王座男人身前。狮王，快闪开，你会死的。这个男人彻底倒下。冥王，我欠夫人的命，还了。身穿尸甲的男人随风消逝。冥王凝视狮王消逝之处许久。宣传 CG 结束了。呆小妹甚至第一时间都没意识到宣传 CG 已经结束，整个人还处于屏住呼吸的状态。她和直播间所有的观众们都处在了深深的震撼之中。第3章，平行宇宙。上来的话题就这么高端吗？超兽武装的宣传 CG 结束了。呆小妹和直播间的观众们都处在了深深的震撼之中，全都没有回神。过了一会儿，呆小妹才反应过来，我去，兄弟们，这是游戏，也太牛逼了吧！请把刘币打在公屏上。呆小妹这么一说，直播间的弹幕里简直是一排接一排的刘币。刘币，超兽武装刘币，我从没有看过这么震撼的游戏 CG。重点是这游戏竟然还是免费的，就算是用心做 CG 用脚做游戏单，这个 CG 都值啊！超兽武装刘币破音。呆小妹都这么说了，直播间哪能不刷着刘币？不是刷给他的，而是刷给超兽武装的。这么震撼的游戏，谁能拒绝？呆小妹也早已经迫不及待了。兄弟们，我们这就来玩玩这超兽武装试试。呆小妹兴奋想要玩的时候，忽然愣了一下。兄弟们，我刚才看游戏 CG 太投入了，好像忘记点下载游戏了。直播间观众们，老女人，你竟然忘记下载游戏了，我特喵，正是你是一点都不干，只顾着看你那游戏 CG， 刚才不点开下超兽武装。虽然那游戏 CG 确实吸引人吧，但咱们是不是下载游戏才是正事？快点火速下载游戏，别逼我跪下来求你。呆小妹看到这种状况也有些尴尬，她自己心中都在懊恼，她现在更想第一时间玩上，可谁让她忘记下载了呢？好在水蓝星的科技很发达，呆小妹住的地方网速算不上顶尖，但也是飞快，下载340G 的游戏大小，花费的时间不会太长。只是平时过得很快的时间，在此刻都显得度日如年。游戏正在下着呢，要不我给大家唱个歌，跳个舞？大家想听什么？直播间的弹幕纷纷开始刷屏了。
唱歌跳舞？老女人，你比得上超兽武装？谁要看你唱歌跳舞？我们要看超兽武装。别不务正业，超兽武装下载好了，先直播超兽武装。就是，先直播超兽武装，不然取关了，别逼我跪下来求你。楼上的兄弟前面逼格拉满，就是不加最后一句话就更好了。看到直播间观众们都齐齐刷着先播超兽武装，还有说他不务正业的。呆小妹只想表示，你们变了，一款游戏就让你们变了。好吧，超兽武装确实香。焦急的等待之后，下载好游戏。呆小妹戴着虚拟头盔，穿好体感衣，进入了游戏之中。一进场就是一幕让人身临其境的画面，一个乌龟模样，眉毛是白色的站立老龟，沿着台阶走了上去，似乎身处一个密室，扭动了一个机关。10万年，终于还是来了。声音之中透着一股沧桑感。呆小妹和直播间的观众们一看就惊呆了，这建模，这配音，这画面，这场景，还有这身临其境的沉浸式感觉，简直帅呆了呀！没想到除了宣传 CG 之外，只是进游戏的过场 CG 都能有这种效果，简直帅到炸脸。而让呆小妹与直播间观众们更惊呆的还在后面，这老龟的画面他们还没完全沉浸体会够。下一刻，画面一转，转到了星空之中，一艘帅气又霸气的战舰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之中。战舰之上有着很多穿着灰黑衣服的战士，明显一个个的都是训练有素。目标找到了没有？回将军，没有。加大信号搜索强度。在一番搜索之后，将军找到了微弱的信号。在哪里？第一平行宇宙，水蓝星。这将军一听，直接让整艘战舰前进，消失在星空之中。所有人看到这一幕只感觉更加兴奋，这一幕实在太真实了，尤其是刚才那帅气逼人的战舰，这种满满的机甲科技感让观众们更加兴奋。果然，机甲才是男人的浪漫。兄弟们，这游戏太牛逼了，我一定要好好玩一下。呆小妹在此刻激动到不行。这时候也出了游戏提示，请选择游戏角色，角色1，角色2，是否是有默认昵称？是否。角色1，火灵飞，角色2，苗条俊。玩家若选择否，可自行设置昵称。角色一旦选定，无法更改。呆小妹看到了提示，火灵飞，苗条俊，这个火灵飞的昵称还挺好听的，听起来就帅气。兄弟们，那咱们就直接用默认昵称了，就选他，火灵飞。呆小妹就喜欢这种帅气型的，直接选择了火灵飞。下一刻，戴着虚拟头盔的他，意识完全进入了这个火灵飞的角色之中。火灵飞，火灵飞！呆小妹迷迷糊糊听到有人在呼唤自己，这是有人在叫她。睁开眼一看，发现她此刻正在课堂之上。我去，兄弟们，我怎么在课堂上？这不应该是机甲大背景的游戏吗？呆小妹有些傻眼，没想到进游戏后是都市背景，还是在课堂上。直播间的观众们也纷纷一懵，卧槽，这怎么回事？不会是挂羊头卖狗肉吧？难道又是一款用心做 CG、用脚做游戏的厂家？可别啊！我对超兽武装可是寄予厚望，可别这么玩我啊！这特喵可别像我之前那次相亲似的，妥妥的遇到照片。楼上的兄弟似乎有故事，细说，我有酒。直播间的观众们此刻也有些炸锅，也确实，超兽武装开局的这一幕剧情和观众们心中所想的完全不同。课堂上的老教师一下神色就冷了。火灵飞，在我的课堂上不仅睡觉，竟然还说些奇奇怪怪的话，一会儿回答不出问题，我就罚你留堂。呆小妹瞬间就惊了，我去，这个游戏 NPC 智能化程度这么高，我在和直播间的兄弟们说话，他竟然都以为是我在课堂上说话。呆小妹还是第一次玩到这样的游戏，而老教授的神色更冷了。玩家呆小妹使用默认昵称火灵飞，与鬼教授好感度降为一般，还有好感度机制。呆小妹更加震撼，鬼教授生气地问着，我问你，什么是平行宇宙？呆小妹瞬间就傻了，平行宇宙？上来的话题就这么高端吗？他知道个锤子的平行宇宙。第4章专门做了游戏 CG， 人气值爆了。呆小妹直接懵了，她哪里知道什么平行宇宙？看到呆小妹这一脸懵逼的表情，直播间的观众们感觉笑到不行。666，老女人懵逼了。哈哈，估计老女人是万万没想到，来到游戏中还得先回答问题。平行宇宙这话题对于老女人看来是有些高端了。笑死，刚才呆小妹如果不是惹了鬼教授的话，说不准鬼教授还不会让她回答问题。这下老女人可要出大糗了。不用问，观众们哪个都不相信呆小妹能回答上平行宇宙这样的问题。而就在此时，教室的窗户之外
此时到来了一个身穿粉色衣裙的绝美身影，天宇。呆小妹在这一刻仿佛瞬间请神上身一样。根据广义相对论，我们所存在的这个宇宙的外面，还存在着其他和我们互相平行的宇宙，这些宇宙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比如说，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可能存在着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呆小妹在说这一切的时候，全班同学全都转了过来，惊讶地看着她。一旁的苗条俊更是整个人都看傻了，连棒棒糖都吓掉了。呆小妹仍在侃侃而谈，可惜我们平时是无法穿越这些平行宇宙的，除非通过虫洞，但根据广义相对论，所以通过虫洞来旅行几乎是不可能的。鬼教授都感觉一脸懵，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要知道，平行宇宙的概念现在还没有被人类所证实啊。呆小妹在此时好像请神结束，也回归了正常。我去，说的对，我是怎么知道的？直播间的观众在此刻都彻底炸了。卧槽，老女人竟然回答上来了，惊了，这绝对不是我认识的老女人。特喵，老女人这么深藏不露，连平行宇宙都知道。我看应该是因为游戏设定吧，大家注意到窗户外面那个女生没有，从那个女生一来，老女人就答上来了。当然注意到了，那个粉红短裙女生也太好看了吧，老婆，这就是我老婆。直播间的观众们完全震惊，呆小妹竟然能答上来。同时也有细心的观众注意到了天宇的到来，好像真的是天宇一到来，呆小妹就答上来了。当然更多的观众只是在磕天宇的颜值和身材，毕竟在神级游戏制作系统的优化之下，天宇的建模可是栩栩如生，秒杀不知多少女神角色。主人获得来自呆小妹直播间人气值加66666。叶天收到了系统提示，这么一会儿人气值就增加了接近7万，看来已经有主播开始直播起超兽武装了。叶天点进呆小妹的直播间一看，果然呆小妹现在正在直播超兽武装。看剧情节点根本还没前进多少，就让她获得这么多人气值。别看制作完整版的超兽武装需要的人气值很多，以这种速度不用多久她就能将完整版的超兽武装制作出来。况且现在还只有呆小妹一名主播在直播，要是许多主播一起直播，一起为她产羊毛呢，简直贼香。叶天现在也没其他事情，索性看起了呆小妹的直播。玩家呆小妹使用默认昵称火灵飞，与鬼教授好感度升为良好。鬼教授干咳2声，嗨嗨，答得不错，以后不许在课堂上睡觉，听到了吗？好感度这就升上来了，不愧是我呀。呆小妹暗自得意。老师放心。鬼教授点了点头，去讲台上继续讲课了。旁边的小胖墩对呆小妹竖了一个大拇指，按他接纳的游戏资料，这个好像是他的死党苗条俊。呆小妹心中暗自庆幸，幸好刚才没选苗条俊，不然可就毁了。呆小妹也注意到直播间观众们的弹幕，看到窗户外走过去的天宇，呆小妹感觉都看呆了。太好看了吧，同为女人，她都感觉天宇美得无可挑剔。她是谁？呆小妹问着一旁的苗条俊。苗条俊回答，好像是隔壁班新转来的女生。看有观众在说是刚才这个女生一来，她就回答上了平行宇宙的问题。呆小妹想着这女生很可能是引发剧情的关键，正好现在快下课了，一会儿她就准备去拦住这女生问问。在呆小妹上课的时候，此时画面中闪过游戏 CG， 那豪华霸气的战舰正在星空中驰骋。报告，即将进入第一平行宇宙，全速进入目标地点。是。整艘战舰跨越进了第一平行宇宙。观众们看到这一幕直接就愣住了。卧槽，这不是之前游戏宣传 CG 中的战舰吗？看来真的存在。怎么看这都不是用心做 CG， 用脚做游戏啊，开局在都市背景可能是有深意的。没错，第一平行宇宙，平行宇宙，我感觉这就是伏笔。说得对，不然刚才老教授问平行宇宙的概念做什么，这一定就是游戏公司故意留下的伏笔。之前我错怪超兽武装了，好像一部宏伟巨制正在逐渐展开。老女人，人家战舰都追过来了，可能就是来揍你的，你还不快跑？呆小妹看到弹幕感觉有些莫名其妙。什么战舰？我怎么不知道？观众们更加懵了一下。我靠，不是吧，刚才那段 CG 老女人竟然看不到？难道玩家只能看到眼前的视角？好像也没错，毕竟我们玩的只是角色本身。那难道这些 CG 是游戏官方为了我们这些看直播的观众在特意额外制作的？这游戏也实在太牛逼了吧。推断出这一切之后，观众们只感觉满满的震撼。考虑到看直播的观众又额外做了游戏 CG， 这家公司这款超兽武装游戏简直良心啊。
主人获得来自呆小妹直播间人气值加66666。主人获得来自呆小妹直播间人气值加99999。叶天在此刻收获的人气值更是瞬间暴增。第5章，脚踩风药，呆小妹飘了。呆小妹经过直播间的观众们提醒，才知道这游戏还有直播专属第3视角 CG。现在有战舰正往这边开过来，不会真的是来对付他的吧？呆小妹有些紧张，好在现在马上就下课了。下课之后，呆小妹急忙去找刚才的天宇。如果那个女孩子一出现，她就回答上了平行宇宙的问题，说明她才是问题的关键。火灵飞，你刚才是怎么能回答上平行宇宙那么难的问题的？而且还说的那么真实，就像亲身经历过一样。呆小妹刚想说她是突然神上身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回答上的时候，改口装了一波。嗨嗨，那还用说，当然是我学识渊博，博览群书，早就将平行宇宙的知识搞懂了。直播间的观众们一听都撇撇嘴，好家伙，老女人这么就装起来了。快看，胖墩！呆小妹此刻发现了目标。苗条俊有些不满，请叫我的全名，苗条俊。两人顺着目光看过去，穿着粉红色短裙，绝美的天宇从远处走了过去。呆小妹在这一刻都看呆了，实在太美了吧。呆小妹对比了一下天宇，还下意识地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哦，自己现在使用的是男角色，那没事了。直播间的观众们更是想要嗷嗷叫，卧槽，太好看了，这也实在太好看了吧。奈何本人没文化，一句卧槽走天下。这游戏就冲着建模我也必玩啊，以后这就是我老婆了。哈哈，原来这个胖墩就叫苗条俊啊，幸好老女人没选这角色，与名字也差距太远了。笑死，刚才老女人看到这女生之后，还下意识低头看了看胸口，估计是快破防了。哈哈，对 A 的老女人在这一刻彻底破防了吧。呆小妹看到弹幕只感觉气得郁闷，她哪里是对 A 了？虽然她确实不大，但明明是 B 好不好？正在呆小妹和身旁的苗条俊看着天宇移不开目光的时候，哎呀，后方不知从哪里扔来一颗篮球，将苗条俊和呆小妹两个人都打到了。苗条俊气冲冲地转过身，是谁？是谁乱扔篮球的？一位蓝发少年有些不好意思，对不起，是我。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吗？哪有像你们这样乱扔篮球的？旁边一位大长腿女生说了一句，是我们乱扔篮球吗？也不看看你们站在哪里啊。呆小妹和苗条俊抬头一看，才发现两人追逐着天宇的时候，不知什么时候站在篮球框的底下了。你们站在篮球框的底下，想要不被砸中好像都很难啊。长腿女生说着，又向篮球框投掷了一颗篮球。呆小妹直接伸手将篮球接住，篮球可不是你们这么打的。长腿女生打量了呆小妹一眼，哦，你想比试一下吗？那你们就一起上吧。呆小妹显得很自信，她在现实中和小团团一起经常玩篮球，篮球技术难道还打不赢这些 NPC 少年少女？长腿女生几人对视一眼，纷纷做好了防御姿态，防备着呆小妹的进攻。呆小妹直接带球，一个完美的过人，侧身过了最初拦她的叶凌云几人，又直接将球从胯下过了泰雷。接下来的龙茧也没能封锁住他。嘿，看好了，最后的风药不仅没有拦住他，反而成为了他的跳板，直接让他踩了一脚肩膀，完成了一个完美的扣篮。怎么样，兄弟们？就问你们这波流不流币？戴小妹此刻瞬间就飘了，直播间在这一刻也沸腾了起来。666，老女人这波可以啊！可恶啊，真的让老女人装到了。没想到老女人的篮球技术这么好，确实有点流币的。这么多人都没拦住呆小妹，老女人这波可以吹一辈子了。直播间的弹幕也在瞬间刷屏，呆小妹的礼物都瞬间多了不少，这让呆小妹更加有些飘。龙简等人都感觉有些莫名其妙。兄弟们，这波流不流币？这是在和他们说话，他们也只当是呆小妹在和他们说话了。不错不错，确实是个灌篮高手啊，不如交个朋友吧，我叫龙简。呆小妹很飘的一扬她额前的头发，下次吧，等你们能防住我的时候再说。呆小妹将手中的篮球扔了回去，转身和苗条俊离开。她还要去找刚才那个女生呢，她看起来有些狂啊，不过她倒也确实有几分本事。叶凌云和泰雷等人都对呆小妹评价着。风耀看着呆小妹的背影，有种生气的感觉，尤其是他刚才还被呆小妹踩了一脚肩膀，才让其完成了扣篮。这一脚我会还给他的。玩家呆小妹使用默认昵称火灵飞，与风耀好感度降为一般。呆小妹在这时候收到了游戏提示，风耀，风耀是哪个？她听到了风耀所说的要将这一脚还给他的话，
哦，看来被他踩肩膀的那个就是风耀了。兄弟们，刚才被我踩肩膀那个风耀还说要将那一脚还给我，不是和你们吹牛逼，就我的技术，他一辈子都别想还回这一脚了。叶天此时也正在看呆小妹的直播，看到这一幕，嘴角不禁微微勾起。风耀这辈子都没机会还回这一脚。风耀不仅还回了这一脚，甚至还回的是一脚。如果呆小妹的技术真的能打过战神风耀的话，那或许还能将这一切改变。就在呆小妹控制火灵飞在篮球场上装了个逼，两人追逐着天宇而去的时候，呆小妹直播间的观众们也越来越多。但凡看过超兽武装开局 CG 的，几乎都是点进来就出不去了，实在太帅了。在许多人看来，简直是跨时代的游戏。在看呆小妹直播的时候，有谁友还将超兽武装的宣传 CG 录了下来，分段发在了抖音上。毫无疑问，抖音上的点赞量瞬间就被完全引爆，眨眼之间便突破了100万赞。第6章，抖音热度引爆。呆小妹，我推断出主线了。抖音上有呆小妹直播间的观众将超兽武装的宣传 CG 录下来，发到上面之后，瞬间就让刷到这条抖音的网友们完全麻了。当我到达高处，便发觉自己总是孤独，无人同我说话，孤寂的严冬令我发抖。我在高处究竟意欲何为？当你经过7重的孤独，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我们的世界也由此而生。那炫酷的效果，身临其境的场景，王座之上那人所展露出的霸气与孤寂，完美到极致的建模，让网友们一个个的都看呆了。卧槽，这是什么游戏？也太牛逼了吧！这建模，这效果，确定是水蓝星的游戏。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视频，我确实给这视频跪了。超兽武装，只是这游戏的宣传 CG 就做得这么燃，效果这么好。我靠，这游戏在蒸汽平台是吧？我马上就下载试玩版下来玩玩。可恶啊，为什么他们我现在在上班玩不了？带小妹现在在直播室吧，摸鱼去直播间看看去。现在但凡能玩游戏的，几乎都是瞬间去下载游戏准备游玩。正在上班等打工人情况玩不了游戏的，都纷纷选择摸鱼看起了直播。而那些想下载游戏的，一看足足有着340G 这么大之后，也齐齐有些傻了眼。看到一时半会儿下不完游戏，在下游戏的同时，同样也先进去了呆小妹的直播间，观看呆小妹玩超兽武装。这让呆小妹直播间的播放量瞬间就达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游戏画面之中，呆小妹和苗条俊正悄悄跟着天宇。咦，按游戏资料，这里不应该是学校后山吗？他好端端的来后山做什么？呆小妹有些想不通。按游戏资料，后山一直是荒凉无人的，这女生为什么好端端的来这里？苗条俊感到莫名其妙。火灵飞，什么游戏资料？你说话怎么神神叨叨的？观众们见状都轻嘶一口气，这些 NPC 的智能化程度也太高了吧！先前的鬼教授是这样，现在一直陪在呆小妹身边的苗条俊也是这样，完全能够根据玩家所说的任何话做出相应的反应，简直都不像 NPC， 像是活生生的人一样。嗨嗨，没什么，胖墩，我们2个跟上他。呆小妹和苗条俊跟上了天宇。后山这一路上，天宇好几次回头，呆小妹和苗条俊都适时的躲了起来。呆小妹自认为自己没有被发现，不愧是我呀，隐匿能力满分。看到呆小妹的这种玩法，直播间的观众们瞬间就感觉笑到不行。666，老女人这玩法有痴汉那位了，哈哈，人家女 NPC 一回头，老女人就躲起来，要不要这么猥琐？笑死，怎么看都是妥妥的在违刑人家一样。画面已经有了，老女人后山痴汉 Abby， 楼上的兄弟，虽然我知道这是你编的，但我还是想说，种子来一发，好人一生平安。呆小妹的这种尾随玩法，让观众们感觉简直要笑死。确实是玩的要多猥琐有多猥琐的感觉。呆小妹见状心中也有些郁闷，我玩的猥琐，这只是我想先摸清剧情主线需要我做什么而已。等需要我冲出去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冲出去。呆小妹有些不服气的说着，一旁的苗条俊更加莫名其妙。火灵飞今天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一直神神叨叨的？站住！正在此时，一个全身黑衣的人影拦住了天宇。玄一子在哪里？黑衣人说着，天宇却并没有回应。赶紧把东西交出来！你不要逼我出手！苗条俊看到这一幕，火灵飞，好像有坏人在打劫啊！呆小妹想了想，忽然眼睛一亮，这个女生的出现明显和剧情主线有关系。现在在后山又出现了这么一个黑衣人打劫，难道是剧情主线让我英雄救美？呆小妹越想越感觉有可能，不然何必给他多安排苗条俊这一个队友呢？
2个打1个，无论如何都不会输吧？哈哈，真是天助我也！看我来一波英雄救美！苗条俊有些担心。火灵飞，你不害怕吗？怕。胖墩，我们可是2个人，就我们2个人还打不赢这么一个1 cosplay 的。苗条俊想了想，好像也有道理。呆小妹计划了一下行动，既然鬼教授包括那个风药都有好感度的增减，说明这游戏肯定有好感度机制。既然面前这女生和主线有关，那就要尽可能的提高好感度才行。胖墩，你记住，一会儿我们冲出去，你就用你臃肿的身材和笨拙的身法来衬托我的英俊潇洒。呆小妹越发感觉，安排苗条俊这个 NPC 肯定就是让他接下来英雄救美的，不只是能充当一个帮手和战斗力，而且体型还臃肿，相比这么帅气的自己能起到很好的衬托作用。怎么看都是让自己英雄救美。哈哈，不愧是我呀，哪怕没有明确的主线，都让我自己推断了出来，简直机智。呆小妹只感觉越来越飘，认定了这段情节就是让自己英雄救美。请叫我苗条俊。苗条俊略有些不满地说了一句。这时候呆小妹已经冲了出去，苗条俊也跟着冲了出去。嘿呀嘿！呆小妹摆了几个自认为好看的 pose， 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欺负良家美女。看我火灵飞来好好的教训你。对面的黑衣人一时间并无所动。呆小妹来到天宇的身边，别怕，姑娘，我叫火灵飞，我们是一个学校的，正好经过这，我是绝不会让这个坏人欺负你的。呆小妹自认为说的大义凛然，不过，怎么这好感度还没涨？那还是等赶走了这坏人再说吧。呆小妹转身看着这黑衣人，你赶快给我滚！苗条俊也在一旁帮腔，没错，不想被我们狂扁，那就快滚！黑衣人还真的向后退了几步。正当呆小妹以为对方肯定这就要被吓走的时候，啪啪啪，黑衣人拍了几下手掌，瞬间又有4个手下出现在他的身边。呆小妹，第7章，凤羽武装与天宇的好感度提升。看到这黑衣人又叫了4个人，呆小妹瞬间傻眼。说话的他和胖墩2个人2对1呢，怎么现在直接变成5对2了？这还打个锤子打？加上天宇倒是能5对3，但天宇这样的弱女子也没什么战斗力吧？我去，兄弟们，这简直有毒啊！说好的英雄救美呢？对面打不过就摇人是什么鬼？这游戏不按套路出牌啊！呆小妹瞬间就感觉心态崩了，而直播间的观众们在这一刻简直感觉彻底笑喷。哈哈，人家直接摇人了，老女人懵逼了。666，本以为2对1，结果是5对2。哈哈，老女人不是说好英雄救美吗？快上啊！没错，不就是5个人吗？老女人，你直播联盟时口口声声说的1打5呢？冲冲冲，拿出你的托尔索尔同杰的勇气，绝对能干服对方。直播间一片欢乐的气氛，还有观众建议呆小妹上去1打5的。呆小妹看了只想表示，你们这是嫌我死得不够快啊！黑衣人的4个手下在此时直接冲了上来，救命啊！呆小妹的表现极为真实，这时候不喊救命，什么时候喊救命？而被他认为是弱女子的天宇，此时却冲了上去，一脚就踢翻了一个黑衣人手下，随后展现出了高超的身手。这黑衣人的4个手下加起来竟然都不是他的对手。呆小妹在此刻看呆了，直播间的观众们现在更是看呆了。卧槽，这女 NPC 竟然这么强！这身手，这手势，怕不是华国功夫吧？超兽武装里竟然还融入了华国功夫，这也太牛了！什么女 NPC， 说话注意点，这是我老婆。我老婆打的也太精彩了，特喵就是这裙子是反重力裙子吗？某盾看了都得气死。哈哈，老女人之前不是口口声声说推断出了主线吗？现在看来好像可不是什么英雄救美啊！看到这4个黑衣人手下加起来都不是天宇一个人的对手，直播间的观众们齐齐都在拍手叫好，尤其是天宇的动作之中明显还融入了华国功夫，这让观众们更是感觉超兽武装简直就是跨时代的大制作呀！呆小妹也早已看懵了，现在来看好像确实不是什么英雄救美的情节，哪怕真要论的话，好像也偏向于美女救英雄啊！这游戏怎么根本不按套路出牌？呆小妹感觉心态有些崩，4个黑衣人手下都完全奈何不了天宇之后，手上都出现了双刃。我去，这哪是来打劫的，这是变态杀人魔吧？呆小妹一看就麻了，以为人家是青铜，以为人家只是玩 cosplay 的，没想到人家是王者！救命啊！我去，没法玩了，救命啊！苗条俊先喊了救命之后，呆小妹也紧跟着喊了起来。而天宇面对手上有了武器的黑衣人手下，武装！
天宇在此刻直接进行了武装，进入了武装形态。凤羽武装，呆小妹睁大双眼，这么帅！直播间的观众们更是全都被吸引了注意力。我靠，铠甲出来了！这身铠甲好帅，有种特摄的感觉了。铠甲都出来了，帅气的机甲还会远吗？我就说超兽武装不会是一款简单校园背景游戏的，先前的那些一定是铺垫。老婆加油，干掉他们！这套凤羽武装实在太帅了。武装状态的天宇和这4个黑衣人手下打了起来。这4个黑衣人手下即便有着武器，全都打不过天宇，一个个的都被天宇打倒了。而在打倒最后一个黑衣人手下之后，天宇没有防备之下，被那个从未出手的黑衣人一脚踢倒。竟敢打我老婆，这黑衣人不想活了吗？老女人上啊，去抱我老婆去！弹幕中有观众在刷，呆小妹只想说一句：上？她怎么上？靠树枝去和这些黑衣人硬拼吗？那还拼个锤子！从未出手的黑衣人在此时进行了武装，他竟然也有着一身偏金色的铠甲，正是冥界狮王的手下金狮。天宇和金狮打了起来，被金狮击倒一次之后，又反过来将金狮击倒，双方打得有来有回，看起来分不出高下。然而这时候，那些刚才倒下的冥界战士们在此刻一个个复活站了起来，并且身上都进行了简单的武装，一个个的逼近了天宇。呆小妹见状看不下去了，太无耻了，你们竟然以多欺负人少！话音刚落，2个武装状态的手下看向了2人，呆小妹瞬间就怂了。苗条俊更是急忙说了一句：没事，你们还是以多欺负人少吧。而呆小妹和苗条俊还有天宇很快还是被这些冥界的人全都围上了。呆小妹只感觉双腿都有些打颤的感觉，只觉得这游戏也太不按套路出牌了。不过在这时候还是强撑着站了出来。美女，你先走吧，我来拦住他们。不管怎么样， NPC 的好感度还是很重要的。天宇有些诧异的看了呆小妹一眼。一开始呆小妹和苗条俊2个人面对金狮一个人的时候，以为能稳稳的占据上风而站出来表现，他并不意外。没想到这时候呆小妹还能选择站出来。要知道这种情况呆小妹留下断后的话，简直是必死无疑。不愧是师傅让我寻找的人。玩家呆小妹使用默认昵称火灵飞，与天宇好感度提升为良好。好感度这就上升了，果然他的这番操作还是有用的。赶紧把东西交出来！金狮步步紧逼。而这时候天宇按下了一个通讯状的仪器，远处传来摩托车的轰鸣声。金狮四下没有看到摩托车，忽然从自己的身后传来摩托车声，本能的一个后空翻躲过了这次撞击。而他的手下们可就没这么幸运了，一个个的全都被撞飞了出去。快上车！天宇载着呆小妹还有苗条俊冲出了重围。金狮看着几人的背影，握紧了铠甲之手，你们逃不掉的。第8章玄义子出现，超兽武装。天宇载着呆小妹还有苗条俊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有金狮的手下想要阻拦，全都被凤羽闪翅撞了出去，根本拦不住凤羽闪翅的威力。呆小妹在这个过程中也感觉越来越兴奋，这实在是太刺激了，别趁机占便宜。天宇娇喝了一声。在呆小妹和苗条俊逃命的时候，呆小妹一直搂着他的腰，呆小妹只感觉莫名其妙，我是女的，占你什么便宜？天宇，苗条俊。呆小妹意识到自己现在使用的火灵飞是男角色。嘿嘿，我的意思是，我现在要承担这2个人的重量，还要免得身后这个胖墩掉下去，当然要抱紧一点。呆小妹扯了个理由圆了过去。天宇的好感度之前已经升为了良好，在此时也选择默认了。一路甩开追兵，来到一个废弃的房子面前时，天宇才停了下来。呆小妹和苗条俊也随之下车。天宇用手上的设备一控制，凤羽闪驰就自己向着远处奔驰而去。呆小妹看得眸子大亮，我靠，这摩托车这么帅的吗？都不需要自己控制的。呆小妹感到十分惊奇，看了看远处的天宇，这位女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天宇直接背过身去，如果你想问我叫什么名字，可以免了。嗨，我怎么会问这么没品的问题？呆小妹嘴上说着，心中也有些得意。你的名字我早就知道了，不就是叫天宇吗？之前有游戏好感度提示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如果你想问我多大年龄，也免了。那不能，我怎么会问这个没品的问题？天宇仍旧背着身。如果你想问任何关于我的问题，全都免了。呆小妹直接说着，我想问的问题并不是关于你，而是关于我的。哦，关于你的。天宇终于转过身，那你想问什么？直播间的观众们看着这一幕，我靠，老女人看起来挺会撩的呀。
学到了，学到了，果然只有女人才最了解女人。天宇想预判老女人的操作，都说想问任何关于她的事都免了，老女人还能弯道超车，这特喵的，看超兽武装直播还能看到撩妹教学。呆小妹现在这番操作，让观众们一个个的都纷纷表示学到了。呆小妹直接拿出了一张照片，我想问问这张照片是从哪里来的？天宇找了一下照片，还给我。呆小妹有些得意，嘿嘿，其实青春期的女生会喜欢上男生是很正常的事，尤其是像我这样这么优秀又英俊潇洒的男生。呆小妹感到有些飘了，即便之前那英雄救美的主线她没判断对，那天宇一定在心中喜欢他是没错的，不然的话，天宇为什么会有他的照片呢？果然他这个游戏角色是相当有魅力的。哦，你以为我喜欢你？不然呢？承认吧，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在呆小妹得意的时候，天宇在她手上这张照片上轻轻一点，我去，手上这张照片瞬间着火，吓得呆小妹立刻扔了。天宇看了看两人，随后直接走进了面前这个破败的房子里。呆小妹和苗条俊打量着这里，看来这里就是他的家了。苗条俊四下看了看，住在这里，看来他家一定很穷啊。呆小妹和苗条俊趴在门边，想要听听里面有没有什么声音传来的时候，这时候大门突然打开了，差点让两人摔进去。你们两个不想进来坐坐吗？天宇发出了邀请。苗条俊看了看屋里的环境，不用了吧，我们就不打扰。呆小妹瞬间瞪了苗条俊一眼。天宇很明显就是与主线强相关的剧情人物，怎么能在这时不打扰？苗条俊瞬间改口，嗨嗨，我是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打扰了。苗条俊耸的真实，这一幕又让观众们笑到不行。呆小妹和苗条俊和天宇进了屋子之后，发现这里面的氛围更让人有些毛毛的，一些墨绿色的瓶子不知道装着什么，还有些老鼠在四处的跑来跑去，这里该不会是间鬼屋吧？苗条俊感觉有些害怕。怕什么？我倒觉得这里的装修挺别致的。呆小妹和苗条俊跟着天宇上了楼。师傅，他们来了。天宇对着远处的一个身影微微一躬身。天宇，你确定没人跟踪你？没有。天宇回答。呆小妹也在天宇和他这师傅对方中寻找重要信息。师傅，一定是一位前辈高人。苗条俊也点头，说不定他所在的就是武林世家呀。两人走上楼梯。呆小妹想着自己在武侠剧中看过的手势，装模作样的抱拳。前辈，今日突然来访，实在冒昧。面前的身影却哈哈笑了几声，哈哈，不用假正经了。面前的身影转过身，面貌竟然是一个眉毛是白色，能直立行走，口吐人言的老龟。鬼呀！苗条俊瞬间就吓傻了。呆小妹倒是没什么反应。这一幕看得天宇都很是好奇。哦，你不害怕吗？怕。呆小妹只想表示怕个锤子怕，要是她第一次见面前，这老龟或许会害怕，但之前开局的游戏 CG 里，这老龟不是都已经出现过了吗？她当然不害怕。嗨嗨，当然不害怕。天宇你一看就身手不凡，师傅一定是一位前辈高人。再说今天我们都已经遭到那些武装黑衣人的攻击了，见到前辈这副样子也没什么奇怪的。呆小妹扯了个理由圆过去。苗条俊在一旁睁大了眼睛，不是吧，火灵飞，你真不害怕？玩家呆小妹使用默认昵称火灵飞，与天宇好感度提升为赏识。玩家呆小妹使用默认昵称火灵飞，与玄义子好感度提升为赏识。看到好感度都上了一个台阶，呆小妹心中更不慌了。这种好感度，玄义子和天宇总不会害他吧？玄义子点点头。火灵飞，看来你确实不愧为超兽战士。一旁的苗条俊可没看过什么游戏 CG， 在此时只想逃跑。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苗条俊刚一转身，包布，一个粉红色会飞的小家伙做出了一个大鬼脸，将苗条俊瞬间就吓坏了。哇，妖精啊！苗条俊直接一个没站稳栽在地上。天宇看到栽在地上的苗条俊，没想到这个超兽战士这么胆小，真让人失望。反倒是一旁的火灵飞似乎心性不凡的样子。天宇此时对呆小妹已经完全是赏识的好感度。苗条俊狼狈地爬了起来，现在想要跑是没戏了，只能站在火灵飞的身边。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把我们骗到这里？玄义子没有回答。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玄义子挥舞着他的手杖，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时代早已有了。苗条俊感觉一阵头大，疯了疯了！
他一定是疯了。玄义子看着两人，难道你们都忘了永恒轮回了吗？玄义子拿着手杖，远远的对着呆小妹的方向一点。呆小妹的脑海中瞬间就出现了一幅画面，这幅画面也呈现到了游戏画面中。不仅有她像天宇那样用铠甲武装自身的模样，还有直接变成强大的机甲状态，霸气无匹的模样。我去，好帅！在他接收到的画面中，这种状态叫做超兽武装。第9章幻天诀，人气值暴增。呆小妹看到这所谓超兽武装的样子，瞬间就被震撼到，这也太帅了吧！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更是瞬间炸了。卧槽，这就是超兽武装，太帅了！果然啊，机甲才是男人的浪漫，这样子简直帅爆了！我就说嘛，看起来水蓝星现在只是过渡，以后超兽武装的情节展开会更加过瘾。哈哈，不得不说，老女人玩的可以啊，将天宇和玄义子的好感度都培养起来了。没有人觉得那个叫做包布的会飞的小家伙很可爱吗？好想抱一个养。确实，我简直快被萌化了，哥的少女心啊！超兽武装的形态一出，让呆小妹直播间的气氛瞬间炸了。实在是因为超兽武装的形态实在帅爆了，这种强大的机甲形态，而且明显还有着变形的能力，不知吸引到了多少观众。果然，机甲才是男人的浪漫。同时，之前扮鬼脸吓到苗条俊的包布，也将很多观众的内心几乎要萌化，不仅吸引到了男观众，还有女观众。超兽武装这款游戏简直就是男女通杀。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呆小妹在此刻也有些呆滞，这些游戏资料不应该是她自己进游戏的时候接纳的那些才对吗？怎么面前这个 NPC 竟然还能让她回忆起这样的画面？玄义子没有直接回答。10万年前，我们曾并肩作战。玄义子拉动机关，随后一个发着亮光的盒子出现在了他的手上。玄义子将其交给呆小妹。火灵飞，你还记得这个吗？呆小妹一看，她哪里会记得这是什么东西？不过看到这盒子有个开关，下意识的就按了下去。随后一股能量冲天起，快关上！玄义子急忙开口。天宇瞬间就夺过盒子，将其关上。然而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画面之中也闪过了一段游戏 CG 报告，发现玄冥之池。金狮接到指令之后，通知狮王已经发现玄冥之池，全速进入目标地点。玄义子他们所在的房子里，包布正焦急地飞来飞去。包布，苗条俊有些懵，他在说什么？天宇回答，他在说我们大祸临头了。啊，大祸临头！呆小妹傻眼了，难道我刚才打开的是潘多拉魔盒？我去，有没有游戏进度？我独当再来一次，我不打开了。游戏进度呢？怎么找不到？呆小妹现在想要习惯性的独当重来，下次一定不打开这盒子了。结果找了半天，愣是找不到读取存档的地方在哪。观众们看到这一幕，一个个的也简直感觉要笑死。666，老女人急了，哈哈，让你乱开盒子，这下傻眼了吧？笑死我了！人家这位玄义子大师只是问老女人你认不认识，可没让你打开啊！哈哈，这下自己的错误自己承担吧，感觉凉凉的局面，怕是老女人在这里就要 game over 了吧？观众们一个个的笑喷。玄义子直接问呆小妹认不认识这盒子，结果呆小妹直接将其打开了，尤其那包布还说着什么大祸临头的话，看来这一次老女人怕是要凉了。苗条俊现在更感觉要崩溃，他先是被玄义子和包布吓到，后面又听包布说什么大祸临头，连这个飞来飞去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包布都这么说，那肯定大祸临头了。惨了，刚才一定是放出了什么妖魔鬼怪，我们赶快逃命吧！苗条俊一路跑下来，打开门准备逃命的那一刻，大门被一脚踢开，连带着苗条俊也被踢了回来。一看，原来是之前那些武装的黑衣人们又到了，快掩护师傅逃走！天宇冲了过来，对付那些黑衣人。武装，天宇进入了凤羽武装的形态。这些金狮手下冥界的普通武装士兵自然不可能是天宇的对手，但对方胜在人多，一时半会儿还是纠缠住了天宇。火灵飞，我们快逃吧！苗条俊现在只想逃，但小妹却有些不甘心。喂，胖墩，我们两个就这么袖手旁观，不应该上去帮忙吗？苗条俊只感觉大无语。帮忙？那也得帮的了才行啊！正在两人说着话的时候，一位老婆婆经过。那些被击飞的冥界士兵向着老婆婆倒飞过来的时候，竟然根本伤不到这位老婆婆，直接就化作虚影穿了过去。这一幕让两人更感觉惊奇。天宇花了一些时间，将金狮的这些手下们都暂时解决，
而这时候金狮出现，两人又打了起来。呆小妹和苗条俊在此时帮不上忙，急忙找到了刚才那位老婆婆。老婆婆，面前这一切你什么都看不到吗？我看得到啊，他们不是在追逐打架吗？呆小妹一听就一愣，难道是她想多了？这位老婆婆也能看到面前这一幕？那边的两只老鼠不是在那打架吗？打好半天了啊！呆小妹一看，发现下水道那边还真有两只老鼠在打架，顿时就有些无语了。好吧，看来这位老婆婆真的看不到天宇和那些金狮手下们大战的一幕。观众们也感觉要笑死。这一波呀，这一波纯属是跨服聊天了，属于是。天宇和金狮打了起来，两人基本平分秋色。啊！天宇一个不注意被金狮踢倒，这时候直接召唤了他的凤羽闪翅摩托车，又将金狮撞倒。凤羽闪驰，天宇娇喝一声，他的凤羽闪翅摩托车在此时产生了变形，直接变成了一个飞行器，完美的契合在他的身上。天宇飞上了天空，而冥界的这些士兵们也有飞行装置，在此时都飞上天空，围住了天宇。来到空中，天宇看到这些冥界士兵毫无惧色，天空之中可是他的主场。幻天绝，强大的异能量激荡，天宇将这些冥界士兵们直接一个个的全都尽数解决。金狮见状也飞了上去，然而在天空中他也同样不是天宇的对手，最后直接被天宇一脚从天空中重重的踢了下来。呆小妹直播间的气氛在这时候早就炸裂了。卧槽，好帅，这特喵也太帅了，我靠，还有大招，一下秒一群，确实帅，不愧是我老婆啊，简直太强了。哈哈，放大招都放得这么帅，不愧是我老婆。谁说这是你们老婆？这是我老婆，诸位拔剑吧。燃起来了，燃起来了，这不比勃然。直播间的观众们一个个的无比兴奋，叶天的人气值也在此时此刻来了一波大丰收。主人获得来自呆小妹直播间人气值加9999，主人获得来自呆小妹直播间人气值加99999，主人获得来自张三等玩家人气值加66666，主人获得来自李四等玩家人气值加88888。显然现在不只是正在看呆小妹直播的观众们，很多玩家也已经亲自玩起了超兽武装，为叶天瞬间就贡献了一大波人气值。就在呆小妹和苗条俊以为天宇解决了金狮，终于化解了这次危险的时候，快要坠落到地面的金狮直接被一个身影接住，将金狮放在地上后，这道身影霸气无匹的站了起来。呆小妹远远看去，都感觉从这个男人的身上传来了一股强大的压迫感。冥界冥王的部分，冥界四大护法之一金狮的直属上司狮王。狮王一个起跳，直接来到了天宇身后的建筑上。天宇都明显一惊，很明显的没有反应过来，下一刻才随之转身。狮王并没有在此刻出手偷袭天宇，你不是我的对手，叫你师傅出来。天宇不信邪，向着狮王冲了过去。哈！然而他的一拳轻而易举的就被狮王接住，随后将他远远的掷了出来。天宇刚稳住身形，狮王已经来到了他的上方。天宇本以为天空是他的主场，可以发动反击的时候，啊！狮王重重的一击，天宇直接坠落到地上。狮王的声音霸气无匹，我再说一次，叫你的师傅出来。第10章，带小妹，我这就阵亡了。狮王超兽，虎鱼直播间卡爆了，我靠，我老婆天宇竟然被打了。天宇连一招都抗不下来，这反派 BOSS 也太强大了吧。老女人快上啊，快点上去救天宇。特喵，要是我老婆挂了，老女人你这号直接重开吧。话说玄义子呢，看天宇的师傅深不可测的样子，徒弟都被打了，怎么还不出来？看到天宇连狮王一招都撑不下来，观众们在对狮王的实力感到心惊之余，更是齐齐在心疼老婆。但小妹在这时候也早就傻眼了，帮？这特喵让我怎么帮啊？不是，我不是主角吗？怎么感觉在当观众？呆小妹只觉得直播间的观众们是观众，她到现在不等于也是观众吗？怎么一点忙都帮不上？不行，她必须想办法帮忙才行。玄义子在此时从房中走了出来，狮王，放开那个孩子吧。狮王闻言直接放下了天宇，将天宇抛到了一边。呆小妹见状急忙上前去照顾天宇。玄义子此时正在和狮王对峙。狮王，你的战斗力比起10万年前提升了很多啊。玄义子，好久不见，还差5天就整整10万年了。狮王开口，请把玄冥之齿还给我们吧。看到这里，观众们只觉得这好像不是两个人在对峙，就好像两个老朋友在交谈。怎么感觉这狮王
还挺有礼貌的。有观众忍不住评论着：再有礼貌，敢打我老婆，已经是死罪了。画面中，只见玄义子摇了摇头，冥王已经沉睡了10万年，何不让他继续沉睡下去呢？狮王攥了攥拳头：玄义子，你不要逼我，毕竟你曾经是我们的朋友。玄义子拄着他的手杖：当你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从不曾离开你们。如今你们冥界已经成为宇宙中最强的势力，我已经帮不上什么忙了。不，你还可以帮我们最后一次。狮王说着，就是把玄冥之池还给我们。只是对狮王的这番请求，玄义子仍旧拒绝。玄冥之池可以让冥王复活，会让整个宇宙都进入黑暗的深渊。狮王的耐心也到了极限，看来你是非要逼我出手了。两人打了起来，而狮王一击就将玄义子远远地轰飞了出去，撞进了墙壁里，生死不知。苗条俊一看就懵了：不是吧，我还以为这个老妖怪深不可测，没想到这么差劲。直播间的观众们都快炸了：不是吧，玄义子大师战斗力真的这么差？这苗条俊的话算不算官方吐槽啊？玄义子好歹是天宇女神的师傅，怎么说都应该能过几招的吧？完了，如果连玄义子都不是狮王的对手，那天宇女神今天怕是真要凉了。不仅天宇女神要凉了，老女人估计也要凉了。看到玄义子就这么被一击轰飞，观众们也都感觉没希望了。师傅，师傅！天宇担心师傅的安危，呆小妹也不知道自己能帮上什么忙。天宇，小心点，别乱动。而过了一会儿，只见玄义子完好无损地从墙壁中走了出来。狮王，你又何必苦苦相逼呢？玄义子，就算你不将玄冥之池交出来，我们也有方法找到它。狮王让自己的手下去找玄冥之池。玄义子见状想要去阻拦，只是却被狮王拦住了，两人只能再次打了起来。而看到那些狮王的手下想要去抢玄冥之池，天宇强撑着又站了起来，和那些小兵打了起来。呆小妹现在只感觉自己心态都快崩了，她应该是主角才对啊，怎么到现在一点作用都没有？天宇解决了一些冥界的士兵之后，又被金狮拦住了去路。上次我们还没打完呢。天宇和金狮这边也打了起来，而呆小妹分明见到有2个冥界士兵突破了天宇的封锁，向着玄冥之池所在的方向去了。呆小妹鼓足勇气跟了上去，见状苗条俊也只能跟着上去。2名冥界士兵发现了玄冥之池的所在，这应该就是放玄冥之池的盒子了。这时候呆小妹出现想要阻拦，呆，你们2个把玄冥之池放。话还没说完，一名冥界士兵直接冲过来，一刀就捅在了呆小妹的身上。呆小妹只感觉自己的意识在快速流失，不自量力，妄图正面阻止冥界士兵，这下死了吧？呆小妹，什么玩意？她这就阵亡了？我了个大草！直播间的观众们彻底笑喷了。哈，老女人这就死了，也太逊了！笑死！事实证明，老女人你现在谁也打不过，还是和我们一样乖乖当个观众吧，不然咱太丢人了也不好。呆小妹也感到很是郁闷。复活之后，她感觉身体更沉重了一些，也更疲惫了一些。不过问题还不大，复活的节点正是她和苗条俊2人去跟着那2个冥界士兵的时候。从正面阻拦不行，难道要从背后袭击？呆小妹决定当个老六，和苗条俊制定了战略。正当那2个冥界士兵想将盒子拿起来的时候，嘿，咣！呆小妹一记平底锅从背后撂倒了一个冥界士兵，苗条俊也用平底锅撂倒了另外一个。呆小妹在此刻终于得意起来，哈哈，别以为老娘，嗨嗨，别以为我真的没用，终于撂倒了2个冥界战士，至少保住了玄冥之池。666，老女人站起来了，哈哈，如果不是因为这波操作，我险些忘了老女人还是主角。笑死，老女人这次长记性了，在吃鸡里锻炼的平底锅技艺终于是派上用场了。哈哈，老女人玩了那么久的吃鸡，看来也不只是当跳伞游戏玩的。看到呆小妹保住了玄冥之池，很多观众也都在刷，呆小妹现在终于有用了。呆小妹和苗条俊还有包布拿着玄冥之池的盒子出了房子，金狮正在和天宇交战，原本占据了一些上风，看到呆小妹手上拿着玄冥之池盒子，一时分心被天宇击倒。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勉强也能算作呆小妹的作用吧，毕竟也算间接帮助了天宇。只是天宇只拼拳脚功夫的话，明显还不是金狮的对手，外加之前在面对狮王的时候已经受伤，过了一会儿还是不敌金狮。但好在天宇有着凤羽闪驰，金狮猝不及防之下又被凤羽闪驰结结实实的撞了一记。幻天诀，天宇一记幻天诀打过去，金狮这一次终于一时半会儿站不起来了。
而玄义子和狮王交战的时候，找准一个机会，一记手杖将狮王重重的轰进了废墟之中。卧槽，玄义子大师果然还是身手不凡啊！天宇打败了金狮，玄义子大师又压制住了狮王，看来形势大好，根本没事了。观众们刚刚引起感到兴奋的时候，废墟中的狮王却在此时做出了动作，超兽武装。紧接着，那庞大的狮王超兽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之中。呆小妹和直播间的观众们全都看呆了。由于超兽武装的爆炸吸引力，整个虎鱼 TV 的流量都在疯狂的向呆小妹直播间涌入，外加之前抖音那个视频所吸引来的观众们，呆小妹的直播间这一刻简直都快生生卡爆了。第11章，虎鱼 TV 流量暴涨，绝地雄狮。呆小妹的直播间涌入的观众实在太多，外加许多观众都在刷着弹幕，让她的直播间在这一刻直接快卡爆了。而这一刻最猛的当属虎鱼 TV 的程序员们了，好端端的怎么这么多观众齐齐往呆小妹的直播间涌？他们只能加班加点的工作抢修，生怕服务器出问题。这种状况将虎鱼 TV 的总负责人董晨都惊动了。查清楚了没有？呆小妹的直播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后台的技术负责人急忙说着：“回老板，已经都调查清楚了，是因为呆小妹在直播一款新游戏，才有了这种热度。除了我们虎鱼 TV 本站的观众都在疯狂往呆小妹的房间跑之外，还有之前在抖音上爆了一个关于这款新游戏的 CG 视频，又引流了不少观众进来。老板放心，我们已经加班加点的在维护抢修了，绝对不会出问题。”新游戏，董晨的心中都很是疑惑，什么新游戏能有着这样的热度？将画面调到呆小妹的直播间，我看看。是，老板。画面调过去后，一时间那狮王超兽武装的一幕瞬间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之中，后台所有技术人员看呆了。这一幕将虎鱼 TV 的老板董晨都看呆了，实在太帅了！男人啊，他至死是少年，谁还没个机甲梦呢？这建模，这动作，这场景，这纹理，这细节，一切的一切，简直都帅呆了。尤其水蓝星的游戏产业不行，董晨都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一款游戏会出现在水蓝星上。你们说，这款游戏是最近的新游戏，叫什么？没错，老板，这款游戏叫做超兽武装。超兽武装，董晨轻念了一声。后台技术负责人还在信誓旦旦的保证：“老板放心，无论涌入多少观众，我们都会保证后台服务器不崩的。”董晨点了点头。既然这样，那我就放心了。通知下去，让公司里的专业剪辑快点剪辑呆小妹直播超兽武装画面中的高燃场面，发往各大长视频短视频平台，为虎鱼 TV 继续引流。啊！后台的技术负责人顿时就懵了，还要继续引流？这种情况，他们都感觉服务器快撑不住了。继续引流的话，偏偏他刚才已经说了，无论多少观众，他们都会保证后台的服务器不崩。现在也只能这样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咽了。是，老板。技术负责人满满的苦笑。而虎鱼 TV 的程序员们得知这一切的时候更加懵了，服务器都卡成这样了，还要继续引流？他们可是都在加班加点的奋斗了啊！事已至此，他们也只能加班加点的继续干活。而虎鱼 TV 专业的剪辑师们很快就将这些呆小妹直播中的高燃场面剪辑，不仅包括了天宇和金狮那流畅的功夫打斗，包括了玄义子和狮王的交手，更包括了天宇的幻天诀，还有狮王超兽的这一幕。除了发往了抖音之外，还发往了慢手、B 站等平台。一时间，视频在各大平台的点赞量，一个个的全都爆了。卧槽，这是刚出的新游戏，也太帅了吧！这建模，这场景，这打斗也太赞了。打斗中明显加入了华国功夫啊，看起来真爽。天宇这建模无敌了，我宣布，其他老婆都不是我老婆了，以后我的老婆就只有天宇一个。卧槽，狮王的超兽武装，原来这就叫超兽武装。这机甲太过牛逼，可惜我现在正在上班没空玩。呆小妹不是在直播超兽武装吗？去虎鱼 TV 看看去。类似的场景在各大平台都在发生着，许多长视频和短视频平台的观众们，哪怕之前都没有看直播习惯的观众们，都纷纷下载了虎鱼 TV， 前来看呆小妹直播超兽武装，足以看出超兽武装有着多大的魅力。虎鱼 TV 后台的数据爆炸增长，董晨看到这种情况都快笑得合不拢嘴了。虎鱼 TV 的程序员们可就比较苦了，苦哈哈的努力干活。而在董晨宣布给整个技术部涨工资之后，所有的员工顿时跟打了鸡血一样，也不嫌累了，只要钱给够，头发你拿去。整个虎鱼 TV 的技术部全员都在爆肝，呆小妹直播间的观众也越来越多。
来得早的观众甚至还都赶上了狮王刚变超兽不久的这一幕，这让他们都感到十分激动。这也太帅了！游戏画面之中，这里危险，你们快退回房子里。玄义子在此时说着。呆小妹还想强撑，我看没这个必要吧。下一刻，狮王那庞大的超兽身躯越来越逼近的时候，好吧，确实有必要。呆小妹和苗条君天宇还有包布都退回了房子里。吼！超兽形态的绝地雄狮一声怒吼，整个街道的地板全都掀飞了起来。玄义子在这种情况下都被吹飞了很远。超兽状态的狮王来到玄义子的面前，从兽形的绝地雄狮变为了人形。观众们看到这一幕更加看呆了。卧槽，竟然还能变成人形！这么大的机甲能随意变形成人形和兽形，这也太棒了！经费在燃烧，实在太燃了，这不比勃然，简直太过牛逼！我都快激动哭了。旁边的表弟没哭，我一拳把他打哭了。兄弟们，我做的对吗？表弟，你特么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4季。看到狮王在超兽形态之下还能变成人形，人形态的建模精良程度、流畅程度远超观众们的想象，很多人只感觉都快激动炸了。这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游戏啊！水蓝星上终于有这么一款游戏了。只见超兽状态下人形态的狮王来到玄义子面前，相比于超兽状态的狮王，玄义子显得是那么不起眼。玄义子，我再问最后一次，请你把玄冥之池交出来。第12章，狮王送异能锁。呆小妹幻灵武装。超兽状态的狮王再次让玄义子将玄冥之池交出来。玄义子的回答也很硬气，不可能。下一刻，狮王直接一拳打了下来。师傅！天宇也顾不得躲在房间里，直接跑了出去。看来你还挺关心你师傅安危的。狮王见状，一把抓起了天宇。玄义子，我数3声，如果你还不把玄冥之池交出来，我就只好处死他了。1！玄义子急忙开口，不要伤害他。只是狮王不管不顾。2！玄义子终于忍不住开口，你知道他是谁吗？狮王有些疑惑，不过还是继续数了下去。3！等等！呆小妹在这时候拿着装玄冥之池的盒子跑了出去。你要的是这个吧？呆小妹准备用这个来讲讲条件。你想要这个盒子，就必须先放了天宇，否则……呆小妹还没想好用什么条件来威胁狮王的时候，只见狮王用手一吸，这个玄冥之池的盒子直接就向着狮王自动飞了过去。呆小妹，这一幕让呆小妹傻眼了，观众们一个个的更是彻底笑喷了。哈哈，老女人想用这个来威胁狮王，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了。没想到吧，人家一招手盒子就飞过去了，这下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卧槽，盒子就这么没了，那我的天宇老婆怎么办？就是，现在老女人手上没了筹码，换不回天宇老婆了呀。这特喵还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第一次感觉这成语这么贴切。观众们一开始都在笑呆小妹，不过很快很多人就反应过来，这么一来的话，呆小妹手中根本没有了筹码，江天宇就换不回来了啊。呆小妹在此时也有些尴尬，看狮王好像还挺讲礼貌的样子。那个，你刚才不是说不把盒子交给你，你就要伤害天宇吗？现在我都把盒子交给你了，我想你也不是不讲信用的人。呆小妹重新定义了交给这2个字，现在盒子都在狮王手中了，要是狮王真的不放天宇的话，他也确实没办法。狮王看了看火灵飞，松开手将天宇放了下来。呆小妹急忙冲过去接住了天宇。玩家呆小妹使用默认昵称火灵飞与天宇好感度提升为好感，他这样用盒子换回天宇，包括接住天宇的举动，让天宇对他的好感度进一步上升了。将天宇放下，呆小妹松了一口气，没想到这狮王还真的挺讲信用的。然而下一刻，呆小妹就感觉自己悬空了起来，打眼一看，她已经被狮王用超兽状态的巨大手掌抓在手里了。我去，你想做什么？呆小妹只感觉人麻了，她用盒子将天宇换了回来，结果她自己要凉了，这特喵的没法玩了。之前她想要正面阻拦那2个冥界士兵都被直接捅死了，现在落到对方老大的手里，这还不死得透透的。狮王看了看火灵飞，是你，火灵飞，没想到会是你把玄冥之池还给我的。狮王倒也真实诚，以为呆小妹真是把玄冥之池还给他啊。呆小妹有些没听懂，你认识我这个角色？嗨嗨，你认识我？狮王将呆小妹慢慢的放在地上，向呆小妹走了过来。火灵飞，你不认识我了吗？
呆小妹细细打量了一下面前的狮王，最后还是摇摇头。她接纳的游戏资料里，现在还并没有有关狮王的一切。那你还记得这个吗？狮王拿出了一个火红色的异能锁，这是你当年交给我的，现在我物归原主。狮王将这个火红色的异能锁就这么交到了呆小妹的手上，随后也不准备再出手，准备离开。希望我们没有再见面的日子。呆小妹一愣，啊？为什么？因为我不想亲手杀死你。狮王说完便传送回了战舰上，剩下的冥界士兵也都纷纷传送回了战舰上。看到这一幕，直播间的观众们也都一个个的惊奇。我靠，老女人这关竟然真的过了，我没看错吧？原来对方老大认识老女人这个火灵妃的角色啊！狮王明显认识老女人，还给老女人朋友，看起来是朋友，但为什么又说不想亲手杀死她？话说狮王和玄义子原先不也是朋友吗？不一样，打架打得这么狠，朋友间为什么要打架？玄义子之前还问狮王知不知道天宇是谁，好像天宇的身份也不一般啊！卧槽，这游戏也太烧脑了，我感觉我从一开始脑子就有些不够用了。这一幕过后，观众们只感觉好像很多环节都深深的埋着伏笔，让他们感觉脑袋都快不够用了。呆小妹看着手上这个异能锁，还有些发愣。我去，原来我这个角色认识对方老大啊！这特喵这么重要的事不早点说，早点说的话我还怕个锤子。呆小妹感觉很硬气，要是这样，之前的2个冥界士兵还敢捅我，直接让他们老大把他们的骨灰都给扬了。就是看着手上的异能锁，呆小妹还感觉有些纳闷，这个狮王分明认识他，可为什么又说不要再见，不想亲手杀死他呢？狮王和冥界士兵走后，刀布给天宇疗伤，不一会儿天宇就恢复了。而呆小妹打量着手上的异能锁，按开点了一下之后，身上顿时出现了一副火红色的武装，和天宇身上那凤羽武装明显有着相似之处。一旁的苗条俊都看呆了，不是这么神奇吧？直播间的氛围在这时候更是要炸了。卧槽，这不是之前天宇老婆能进行的武装吗？老女人这时候也能武装了，好像有这个装置就可以武装了呀。没想到老女人的武装装置竟然是对方老大送的，我真是快绕糊涂了。不管怎么说，这身铠甲也太帅了，简直帅的一批。要是之后能再变成那种超兽状态，就更帅了。观众们一个个的看得激动不已，而呆小妹也在这时候接收到了这副武装的资料。幻灵武装第13章，团团试玩苗条俊，一个胖墩用这名字。伴随着狮王离开，呆小妹进入了幻灵武装的状态，很多观众们感觉激动不已，甚至很多人已经恨不得快点去玩到这种进度，将这身铠甲穿在自己身上了，实在太帅了。叶天的人气值也在这时候发生了一波暴涨，主人获得来自呆小妹直播间人气值加9999，主人获得来自呆小妹直播间人气值加99999，主人获得来自王五等玩家人气值加77777，主人获得来自烟小六等玩家人气值加88888。现在许多玩家也都开始玩这游戏，叶天积攒人气值的速度变得更加快了起来。而之前虎鱼 TV 有关超兽武装的剪辑宣传，他也都看在眼里。虎鱼 TV 其他的大主播想必很快也会开始行动了，到时候积攒人气值的速度可绝对会是难以想象的。叶天一点都不着急，超兽武装这么大的流量，其他的大主播不可能有所行动，现在等于连宣传的事虎鱼 TV 官方都帮他做了，现在他只需要稳坐钓鱼台就好。虎鱼 TV 小团团的直播间，此时小团团正在卖力的直播着联盟，然而这局是一波大逆风局，狂风绝息。小团团刚大喊着要将亚索的大招放出来，结果下一刻屏幕已经直接灰了，这让小团团瞬间就一懵，啊，这什么东西啊？这局队友打成这样，这还怎么玩啊？小团团一声标志性的猪叫，让直播间很多大兄弟一个机灵，哈哈，团团自己猜就别怪队友了，笑死！刚才看他小妹那边通缉，团子你这边又玩托索，你俩还真是好姐妹啊！小团团有些不服的想要反驳几句，这局绝对是队友猜，不是他的问题。只是刚扫了一眼直播间，他就懵了，我去，今天虎鱼 TV 的流量怎么这么差劲？兄弟们都去哪了？看到直播间零星的弹幕，小团团有点懵，他的直播间流量不可能这么少啊！小团团那还不简单，很多人都去看待小妹直播超兽武装了。没错，那么帅的游戏看起来就过瘾。哈哈，老女人那边玩的火灵妃也太搞笑了，不过好在还勉强过了新手关卡的样子。团团你也快考虑直播超兽武装吧，
不然我们这些老粉怕是也得跑了。说的是和超兽武装比起来，团子你一文不值。团，话说超兽武装到底是什么？团有些纳闷，刚才他一直在直播联盟，这局打得也挺焦灼，一直就没注意。很快从弹幕中他了解到，这是蒸汽平台的一款游戏。正是因为呆小妹在直播这款游戏，才将虎鱼 TV 大部分观众都聚拢了过去。小团打开蒸汽平台，果然看到了这款游戏。不是吧，试玩版就有340个 G， 而下面齐刷刷的一堆好评，就没有一个点差评的，好评率早就爆了。看到观众们都说好，团先点了下载之后，戴好 VR 头盔，开始看游戏 CG。 我去，好帅！只是第一眼，小团就完全被惊艳到了。当你经过7重的孤独，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我们的世界也由此而生。冥王霸气的语录与身影过后，小团的内心更是激动的难以自已。看完所有的 CG， 小团早已经激动到难以复加。我去，我也要玩这个，这游戏太帅了。下载游戏的过程中，小团只感觉就像过了1个世纪那般漫长。下载好之后，急忙进了游戏。看完开场那极为帅气的 CG 之后，在小团激动之时，游戏提示出现，请选择游戏角色，角色1、角色2，是否是有默认昵称？是否。角色1火灵飞，角色2苗条俊。玩家若选择否，可自行设置昵称。角色一旦选定，无法更改。这游戏看来不只能选1个角色。苗条俊这名字不错，听起来身材就很好，哈，肯定适合我这样的美少女。小团不禁哈哈笑着说着。至于火灵飞，之前他好像在弹幕中看到观众们说呆小妹那边玩火灵飞玩得很搞笑，看起来不太像主要角色吧。小团下定决心，兄弟们，咱们就玩苗条俊了。直播间的很多观众们都快笑到不行了。苗条俊身材很好，适合小团这样的美少女角色。不过他们都十分默契的，没有告诉小团苗条俊的形象是怎样，而且很多人还刷着苗条俊的有多苗条，简直太损了。小团也没去看待小妹的直播了解，迫不及待的进了游戏，使用了默认昵称苗条俊。我去，有没有搞错？苗条俊竟然是个胖墩。小团一看就懵了，起了这么好的名字，结果体型这么胖，简直比胖头瘦头还要离谱啊！直播间的很多观众彻底笑出了声，哈哈，笑死了！小团果真选了苗条俊，笑死我了！小团直到刚才还以为苗条俊身材很好。666，苗条俊身材很好，就适合我这样的美女少。这波呀，这波是岁月史诗了，属于是。课堂上鬼教授眉头一皱看了过来，小团急忙低头，幸好有正在睡觉的火灵飞帮他吸引注意力，将火力吸引了过去。接下来他就看到鬼教授问火灵飞有关平行宇宙的问题。在天宇来到窗户外之后， NPC 火灵飞也轻松答了上来。小团此刻只感觉一脸懵逼，按资料自己是这个火灵飞的死党，不过怎么感觉自己一直在看火灵飞装逼的样子，而且自己这个体型怎么看也不像主角吧。课堂结束，小团看到刚才天宇一来，火灵飞就答了上来。和火灵飞一起追逐天宇而去的时候啊，在篮球场的时候，小团又被砸了一记篮球，这让小团快彻底懵逼了。自己这是主角的待遇吗？第14章，惊了！超兽武装还是末日题材游戏？是谁？是谁在乱扔篮球？小团转过头，一副气呼呼的样子。龙简站了出来，有些歉意。是我。小团直接忍不住了。没看到这有人吗？乱扔什么篮球？龙简一旁的风影开口。你也不看看，你们站在什么位置？小团一看，有些傻眼。原来他不知不觉站在篮筐下面了。风影这时候又是一个投篮，而没等火灵飞接住篮球，小团直接先行接住了篮球。那让你们好好看看，篮球是怎么打的。小团灵活地运起了篮球。龙简等人一看，齐齐来防小团。小团运球过了龙简等人，即便因为是玩的苗条俊这样的角色，身高不够不能扣篮，最后一个转身过了龙简和风耀之后，精准的一个2分球投进了篮筐之中。666，小团这篮球技术可以啊。哈，我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灵活的胖子。小团表示他现在终于有点存在感了。哈哈哈，小团自己能突破这些 NPC 的封锁，投篮成功。老实说，我一开始是真没想到。直播间的观众都有些惊叹，没想到小团的篮球技术也这么好。很多人也在调侃小团这时候终于有点存在感了。小团看到弹幕有些不服气，什么叫我的篮球技术可以？那是相当可以，这篮球技术我可是已经练习了2年半了，打这些 NPC 绝对没问题。
直播间观众们一听就感觉笑了，哈哈，团团，你来了一波自爆，笑死！团子你隐藏这么深，今天终于露出犄角了吧？没错，实锤了，小团团就是小黑子。小团团，他的篮球技术真的练习了2年半，和什么小黑子不小黑子又有什么关系？而就在这时候，不错嘛，胖墩，瞧我的！火灵飞拿到球之后，同样秀了一波技术，最后一脚踩了风耀的肩膀，完成了扣篮。龙简拍着手，不错，看来确实是2个篮球高手啊！交个朋友吧，我叫龙简。火灵飞直接说没这个必要，随后就追逐天宇而去。小团团想着天宇那边应该才是主线，龙简这边不重要，就跟着走了。风耀还在哼了一声，这一脚我会还给他的。这一脚他并非要还给小团团，而是要还给脚踩他扣篮的火灵飞。接下来小团团的游戏流程和呆小妹也大差不差，无非是他现在使用的是苗条俊 NPC 变成了火灵飞。他早就看过了游戏开场 CG， 知道了玄义子的存在，看到玄义子也没有害怕，而这次看到玄义子要害怕要慌乱而逃的变为了火灵飞而已。玩家团团使用默认昵称苗条俊与玄义子好感度提升为赏识，这一次他与玄义子的好感度获得了上升。我去，怎么和天宇的好感度没上升？这天宇颜控啊！小团团忍不住吐槽，怎么和天宇的好感度没上升？就因为他是个小胖墩的形象，外加天宇拿的是有关火灵飞的照片吗？我去，这简直不公平！小团团越往后玩越感觉懵逼，只因他觉得自己的存在感确实不强，哪怕是狮王好歹还认识火灵飞，因为火灵飞的缘故给了其异能锁。他的呢？合着他真要像直播间的观众那样当一个观众？兄弟们，你们玩超兽武装可不要选苗条俊啊！痛，太痛了！小团团感觉有些生无可恋，直播间的观众们齐齐要笑死。哈哈，感谢小团团帮我们排了一颗大雷，小团团这简直是牺牲自己一个，幸福千万人啊！观众们一路看下来，也感觉苗条俊的存在感好像不强，都觉得选火灵飞更好一点。而现在最郁闷的就是小团团了，他到现在都不明白这个角色到底哪里有当主角的潜质，难道是到后期才有用？不过谁让游戏觉得一旦选定不能更改呢？他只能有些郁闷地玩了下去。此时呆小妹那边的游戏进度早已走到了小团团的前面，呆小妹操控的火灵飞已经和天宇等人回到了玄义子的住处。师傅，我们该怎么办？天宇向玄义子询问。已有的是，后必再有。看来这一场大劫难是躲不开了。呆小妹在此时按了按自己的异能锁设备，还真的解除了那种超兽状态。火灵飞，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想问，你怎么不问呢？呆小妹只感觉无语。我问，我也得问得过来啊。那玄义子大师，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下一步该做什么？呆小妹到现在同样是一脸懵逼。火灵飞这个角色参与度倒是比苗条俊强上一些，可他现在连这个游戏的主线剧情要做什么都不知道，从头到尾连个游戏提示都没有，这也太智能化了吧！开放世界，可开放世界多少在开局给点提示啊！玄义子之前能让他脑海中出现武装的那一幕，想必是个很重要的引路 NPC。我们是该回家，还是继续待在这，或者和那些什么士兵决一死战？天宇在一旁双手环抱。回家？很快整个水蓝星都会被冥界的士兵攻占，你想回哪个家？啊！呆小妹更加懵了。水蓝星要被，不是，超兽武装游戏中的水蓝星要被冥界占领了。冥界士兵？天宇，你是说刚才那些手上有双刃的外星人？如果他们进攻水蓝星，我们水蓝星顶不顶得住啊？天宇伸出3根手指，以水蓝星部队现在的战斗力，最多只可以抵抗3个半小时，之后就会丧失所有攻击能力，地面交通也会彻底瘫痪。呆小妹一听就傻了，我去，那岂不是水蓝星就要世界末日了？这么来看，超兽武装难道不仅是一款机甲题材的游戏，还是一款末日题材的游戏？呆小妹玩到现在，只感觉脑子已经快烧脑到不够用了。第15章，反派标哲学。超兽武装格局太大了吧？呆小妹直播间的观众们也都齐齐沸腾。卧槽，听天宇老婆这意思，超兽武装可能还是与末日题材相关的游戏。惊了，一开始看游戏 CG 是机甲题材游戏，进游戏我又差点以为是校园题材游戏，现在又告诉我可能是末日题材游戏。还有狮王与火灵飞的关系，狮王与玄义子的关系，天宇的身份。来个人打醒我，我感觉自己的脑袋都快不够用了。超兽武装中的众多伏笔，让观众们都感觉越发的期待，甚至他们连这款游戏具体是什么题材的都还没搞清楚。
这款游戏除了有那么帅那么美的建模，竟然自由化程度还这么高，真是爱了爱了。游戏画面中，玄一子轻点手杖，打开一个机关。火灵飞，你们还记得平行宇宙吗？一旁的 NPC 苗条俊摊了摊手，但愿只是一场生动的物理课。玄一子向两人讲述，其实我们宇宙空间是由若干个平行子宇宙所组成，这些宇宙平行保持着平行状态，没有交集，也无法穿越。平行宇宙间有着高度相似性，就比如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可能存在一个和火灵飞你相同的人。啊！呆小妹一听就一愣，那会不会刚才的狮王是认错人了？会不会之前给他那神妖异能锁的是另一个平行宇宙的火灵飞？玄一子笑而不语，并没有正面回答呆小妹这个问题。或许有可能吧。呆小妹一听，只感觉肯定是这样。狮王和那个他口中的火灵飞明显已经认识许久的样子，他这个游戏角色才10几岁，怎么会是一个人呢？我去，兄弟们好险！幸好另一个平行宇宙有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火灵飞，有恩于刚才那个狮王，不然真的危险了。呆小妹暗自庆幸，直播间的观众们也齐齐觉得肯定是这样，而唯独只有正在看直播的叶天知道，平行宇宙中的火灵飞其实对狮王有恩的，正是呆小妹你现在玩的这个火灵飞角色。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轮回。玄一子有些莫名其妙，火灵飞，你在说什么？什么兄弟们？呆小妹险些忘了这游戏自由化程度很高的事。嗨嗨，没什么，玄一子大师您继续说。玄一子点点头，他和呆小妹现在的好感度很高，不会因为这么一句话就影响他对呆小妹的观感。平行宇宙在一般情况下是无法穿越的。一旁的苗条俊问着，那在二般的情况下呢？问得好。玄一子继续讲述，每过10万年，平行宇宙就会因为强大的自身引力而出现时空扭曲，从而导致本来互不相交的平行宇宙会出现7天的时空交集。在这7天的时间里，如果有足够强大的异能量，就可以穿梭于这些平行宇宙之间。天宇也在此时说着，而昨天就是这7天的第1天。呆小妹推断了一下，那我明白了，那些冥界战士一定来自其他平行宇宙。没错，他们来自于冥界，一个离这里无限遥远的第5平行宇宙。玄一子说着，现在10万年过去了，冥界又想卷土重来，他们想要获得玄冥之池，解开冥王的封印。等等，呆小妹有些懵，那我们刚才被狮王抢走的，难道是？天宇在一旁开口，正是玄冥之池。我去，不是吧，这要巧。呆小妹发懵的时候，一旁的苗条俊还损了他一句，火灵飞，你要是带好玄冥之池躲起来，不就没事了吗？呆小妹想着刷刷天宇的好感度，不，我身为主角，嗨，我身为男子汉，怎么能向恶势力低头？况且我当时可是为了救天宇啊。天宇的俏脸有些发红，微微别过脸去，略有些傲娇。我想当时你要是带着玄冥之池躲起来，更能展现你的智慧。呆小妹看到了天宇脸上的那一抹脸红，我去，这好感度好像刷高了也不好，特喵天宇可别想和他搞什么大局已定。咦，虽然她是女的，但操控的火灵飞好像是男的。想到和天宇的那种可能画面，呆小妹只感觉人妈了。不行，这种想法太大胆了，必须否决掉。玄一子一拄手杖，冥冥中总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你们跟我来。玄一子打开机关，带呆小妹等人走了进去。里面是一个隐秘的地下室。呆小妹和苗条俊看这里这么隐秘，想着应该有什么秘密武器，结果玄一子只是说这里只有一艘老飞船而已。众人在地下室行走的时候，此时游戏中也闪过了一段游戏 CG。 狮王的部下吟诗向狮王请命，狮王，我们的部队已经全部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向水蓝星发动总攻。狮王却摇了摇头，玄冥之池已经拿到手了，即刻返航。什么？吟诗一听就惊了，更感到无法理解。观众们也感到惊奇，如果冥界的人就这么返航了，是不是呆小妹等人就安全了？狮王，这可是攻下水蓝星的大好机会，我们为什么要返航？狮王开口，吟诗，你觉得凭我们现在的实力可以拿下水蓝星吗？绝对可以。狮王，按水蓝星现在的军事实力，最多可以抵挡我们3个半小时，之后整个水蓝星便会落入我们的囊中。狮王微微颔首，你说的确实不错，但你忽略了一个人。玄一子。吟诗一愣，随后点了点头。玄一子确实捉摸不透，他10万年前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却又来阻拦我们，不过他这样的人毫无战意，不值一提。狮王轻轻摇头，不，你不了解他。正当狮王想说些什么的时候，报告，检测到水蓝星有强大的异能量波动。狮王看了一眼，一定是玄武飞船，他是来拦截我们的，
想要把玄冥之池抢回去。银狮直接请命：将军，我这就带领前锋部队去歼灭他们。狮王看了看他，你觉得你有必胜的把握吗？银狮直接立誓，在战斗中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可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换取胜利的机会。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都纷纷愣了，就连这么一个小反派都有这种觉悟，超兽武装的格局也太大了吧。第16章，银狮克命了。冥界好像更香啊，投敌吧。卧槽，连这个小反派都有这样的觉悟，这特喵人家直接都打算用生命来换取胜利的机会了。看到这一幕，我感觉老女人确实就不配赢啊。不行了，我想投敌了怎么办？冥界那边看起来贼香，狮王也很有礼貌，很有原则。可能这个小反派只是故意说说好话来哄狮王吧，毕竟当着顶头上司拍拍马屁肯定没错。难道这个银狮真的能用生命来换取胜利的机会？在银狮说出这番话后，呆小妹的直播间直接炸了。在他们看来，冥界那边不应该是反派才对吗？反派不应该塑造的穷凶极恶，让人痛恨才对吗？怎么狮王那么有礼貌有原则，说放就放了天宇，还给呆小妹异能锁？银狮也要用生命来换取胜利的机会，这确定是反派？狮王看到这一幕，表情似乎也有所感触，不知道想起了什么，最后还是摇了摇头。我即刻就前往冥界，先将玄冥之池带回去。你们留在原地待命，绝对不可轻举妄动，一切等冥王苏醒后再做行动。狮王坐上一艘小型的战舰，准备先回冥界。他可不觉得凭借战舰群就能完全对付玄义子和玄武飞船。狮王离开后，银狮看向金狮：金狮，一会儿我进入异能推进器补充异能量，由你来担任本次进攻的总指挥。金狮有些一愣：银狮，狮王不是让我们原地待命，不要轻举妄动吗？银狮点点头：没错，如果玄武飞船不采取行动，我们当然会原地待命。可如果玄武飞船要去拦截狮王，我们难道就这么不反击？这并非抗命，而是为了确保狮王安全回到冥界，一旦玄武飞船采取行动，必须拦住他们。金狮想了想，觉得也是这个道理。可是异能推进器会缩短生命的周期，你有必要这样做吗？银狮点点头，异能推进器能大幅提升我现在的异能量，为了这场战斗的胜利，我不惜一切代价。银狮紧接着便进入了异能推进器之中，补充着异能量。我靠，这根本不是只对狮王说说，是真的来真的，这是为了战斗的胜利，完全在克命啊！感觉冥界这边的士兵真的有些让人敬佩，这是怎么回事？我感觉超兽武装的2个可选角色还是少了，我要加入冥界啊！看到银狮真的采取了这样的行动，观众们也不禁感觉肃然起敬。至于很多人所说的投敌一事，他们现在当然不会知道，等到10万年前的剧情展开后，超兽战士们基本全投敌到冥王那边了。此时呆小妹这边，玄义子也带着她和苗条俊来到了玄武号之中。我去，这叫老飞船，也太帅了吧！呆小妹一看玄武号的这种颜值，就被吸引到了。直播间的观众们更加激动，这建模，这机甲，这流畅度，简直就和真的一样啊！玄武飞船扫描玄义子确定身份后，玄武飞船的舱门打开，玄义子带着呆小妹他们所有人进入其中。在这里，呆小妹见到了玄武飞船的自检程序、近宇宙探测器、分析能源构成等各种高科技的先进性能。天宇，玄义子大师，有这艘玄武飞船，拦住狮王，他们不是轻轻松松吗？呆小妹在此时有些飘了。天宇唇角微微翘起的双手环抱，原来无知有时候也是一种幽默呀！啊！呆小妹一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玄义子开口：玄武号飞船只能够运载我们穿越平行宇宙，包括防御和逃跑，却并没有攻击能力。呆小妹瞬间就傻眼了，不是吧？这飞船没有攻击能力？尤其是在听到玄义子说要用玄武飞船去截住狮王的战舰群之后，呆小妹更加懵了，更有些怀疑人生。我去，玄武号没有攻击能力，要去截住狮王的战舰群，这怎么截？难道是要用玄武号飞船去玩碰碰船？玄义子没当回事，在他看来，火灵飞这孩子哪都好，就是总喜欢大喊大叫的。而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简直要笑死。哈哈，老女人刚才还飘呢，现在懵逼了。666见识到了高性能的玄武号飞船，结果却得知并没有攻击能力，笑死！别人都是玩碰碰车，老女人竟然想玩碰碰船。哈哈，玄武号飞船不是防御力高吗？好像确实也不是不行啊。说真的，话说玄义子大师真的没开玩笑吗？玄武号飞船要怎么去拦截狮王的战舰群？呆小妹口中这要用玄武号飞船玩碰碰船的话，让观众们感觉莫名搞笑。同时他们也有些好奇，玄义子准备怎么对付冥界的战舰群。玄武号飞船扫描出冥界战舰群的位置之后，
启动异时空转移。呆小妹现在只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懂。什么是异时空转移？你们坐稳了。天宇在此刻提醒。呆小妹和苗条俊急忙坐稳之后，下一刻，玄武号飞船外的场景已经变换了，竟然已经身处星空之中。这就是异时空转移，简直就是超长距离瞬移吧。呆小妹睁大双眼，这么强的一艘飞船，怎么偏偏没有攻击能力呢？用这种科技装点大炮上去啊！玄武号飞船来到星空之中，与狮王战舰群的3艘主战舰对峙着。冥界战舰锁定了玄武号，玄武号这边也传来飞船被敌方锁定的提示。玄义子很冷静，启动自动逃逸系统。冥界战舰的攻击发过来之后，玄武号飞船很轻易的就自动躲开。呆小妹看到这一幕，感觉很惊喜。要是能一直逃跑，耗尽他们的攻击能量也不错嘛。只是冥界战舰群那边自然不会让玄武号有这种机会，在此时派出了大量的士兵向着玄武号来。玄义子见状，好了，火灵飞、天宇，该轮到你们出手了。玄义子带几人来到飞船的发射塔。这时候，冥界的士兵已经来到了发射塔之上。武装！天宇武装之后，呆小妹也急忙跟着武装。两人在此时通过发射塔冲了出去，和冥界士兵展开了战斗。第17章，呆小妹人碰船，一切都是伏笔，人气值暴增。天宇和呆小妹踩着脚下的武装闪池，和冥界士兵在星空中展开战斗。天宇刚一出手，就轻易击垮了1-2个冥界士兵。一起上！看到天宇打得游刃有余，许多冥界士兵先齐向天宇冲了过来。凤羽闪池，天宇直接将凤羽闪池变成自己飞翔的工具。幻天诀，天宇一记幻天诀打在众多冥界士兵的身上，让众多冥界士兵们直接惨叫连连。天宇打得不错嘛，瞧我的！呆小妹也准备大展身手。从狮王送了她异能锁之后，她这还是第一次武装面对敌人，终于有主角的感觉了。冥界士兵向呆小妹冲了过来，呆小妹也一拳打了上去，而她可就没天宇那么游刃有余了，击退了2个冥界士兵后，自己也被反震回来的力量击退出去好远。冥界士兵们对视一眼，先干掉这个小子。呆小妹感觉不服气，老娘可是美少，嗨嗨，好吧，现在确实是小子。正当呆小妹要攻过去的时候，我去，这个幻灵闪池怎么失控了？呆小妹踩着幻灵闪池胡乱的飞着，眼看就向敌方的战舰群飞过去了。别过去那边，危险！天宇急忙提醒。玄义子也开始远程指导。火灵飞，集中意念，就像控制你自己的身体一样。呆小妹感觉自己又行了。面对敌方的战舰群，她感觉自己能刹住车的时候，啪，一个没刹住，撞了上去。冥界战舰直接开启了表面的电网，连玄义子都来不及救。呆小妹直接眼前一黑，妄图用身体去撞对方战舰，这下死了吧？呆小妹，她哪里想用身体去撞对方战舰了？分明就是没控制好撞上去的。战斗和找死，她还是分得清的。我去，我怎么感觉这死亡提示有毒啊？呆小妹感觉受到了嘲讽，直播间的观众们只感觉瞬间笑喷。哈哈，老女人这波操作简直要笑死我！我靠，我明白了，老女人不是想要玩碰碰船，是想要玩人碰船。666试图用身体撞毁敌方战舰，不舍得损坏玄武号，老女人实在是太伟大了。哈哈，这招人碰船，属实是让老女人玩明白了。直播间的观众们都快乐疯了。呆小妹在此刻也感觉有些郁闷，既然死了，就只能读取之前系统自动保存的进度，从进度开始了。不过这次自动保存的地方就不像她之前去对付那2个冥界士兵时那么幸运了。这次自动保存的进度实在玄义子刚带他们来到玄武飞船的时候，等于这套流程又要重新走一遍，会多耽误一些时间。看来每死亡一次，身体就会多疲惫一次，注意力也会逐渐的不集中。不行，接下来可不能再死了，不然肯定打不过 BOSS 了。感受到身上这股疲惫感，呆小妹差不多摸清楚了这种机制。而超兽武装没有保存进度按钮这种事，让呆小妹也感觉有些懵。怎么感觉这个游戏好像是让每一个玩家做出选择，一旦选择了，除非死亡就无法回头，简直就像个真实的世界。呆小妹花了一些时间，又将最新的流程走了一遍之后，小团团也逐渐的接近了她玩的游戏进度。毕竟小团团才开局到现在还没死过，这倒也不是小团团玩的多好，纯粹是他这苗条俊的角色，他至今都感觉自己像个观众一样在打酱油，没经历太危险的事，自然就死不了。出击！发射塔之中，天宇和火灵飞出击之后，小团团不死心，环绕着其他几个位置观看，想要看看
有没有自己的位置，还真的让他点出了电子屏幕。不是吧？怎么还真没有我的位置？我总不能真是个酱油吧？小团团有些怀疑人生，而他看了看发射塔中其他的几个头像之后，这几个人好像有点眼熟啊。小团团努力回忆了一下，我去，这不就是篮球场上那些人吗？记得那个叫龙简，其他的不知道名字，但也在篮球场上见过。小团团睁大眼睛，发射塔中其他的头像都是龙简他们。小团团直播间的观众们此时也通过小团团的直播间看到了这一幕。卧槽，还真是，那不就是那个龙简吗？还有那个被火灵飞扣篮时踩了一脚，但不知道名字的哥们也在上面。难道这些人都是能进玄武号发射塔的超兽战士？原来开局的篮球剧情根本不是没用的，现在看来完全就是伏笔啊。话说要是那哥们也是超兽战士，小团团这边的 NPC 火灵飞也就算了，呆小妹可是直接控制火灵飞踩了他一脚，那以后这一脚对方会怎么还？直接干一架吗？观众们看到这一幕纷纷惊叹，原来开局的篮球剧情都是伏笔。小团团急忙去和玄一子说，玄一子大师，这发射塔的头像都是超兽战士吗？我在篮球场看过这几个人，将他们都接过来帮忙吧。要是有这么多的超兽战士，现在的胜算就会大很多了。玄一子笑了笑，发射塔上面的是几位能战斗的超兽战士头像没错，不过在这个平行宇宙中，只有你和火灵飞两个超兽战士。小团团有些疑惑了，什么叫明明确实是那些头像，但又不是他们？小团团联想到玄一子所说的另一个平行宇宙中可能存在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我靠，难道这些超兽战士都是另一个平行宇宙中和他们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观众们也借由小团团的话意识到了这一点。我靠，这么来看的话，玄一子大师之前有关平行宇宙的介绍也不是白白介绍的。另一个平行宇宙中可能存在和这个平行宇宙中一模一样的人，竟然都是伏笔。超兽武装这种设计，我是真的服了。在意识到这一切之后，直播间的热度简直更加爆炸了。主人获得来自呆小妹直播间人气值加9999，主人获得来自呆小妹直播间人气值加9999，主人获得来自团团直播间人气值加99999，主人获得来自团团直播间人气值加99999。第18章疯狂积攒人气值，狮王在超兽。呆小妹和小团团直播间的热度齐齐爆炸，其他中小主播们直播间的热度也都在爆炸。可以说现在直播其他游戏的主播几乎已经没人看了，所有看游戏直播区的观众们几乎都在看超兽武装的直播，其中以呆小妹和小团团他们这些个人风格比较明显的主播更为最，外加能玩上超兽武装的玩家早已经亲自玩上了。叶天现在收获的人气值直接获得了大爆发，可用人气值1500万，我去，这就一半了。查看了一下自己现在的可用人气值，这短短的时间他已经将人气值积攒到了1500万。要知道制作整部超兽武装需要的人气值也不过3000万，这么下去他不用多久就能将超兽武装的正式版制作出来。而且现在观众们都在看超兽武装，哪怕直播其他游戏的主播也会慢慢被倒逼着来关注，来直播超兽武装。伴随着接下来行动的大主播们越来越多，他的人气值积攒速度还会越来越快。叶天稳坐钓鱼台，悠哉悠哉地看着直播。小团团的直播画面之中，玄一子笑了笑，孺子可教也。小团团能有这种悟性，让玄一子很认可。别叫我什么大师了，你们和天宇一样，直接叫我师傅就好。玩家团团使用默认昵称苗条俊与玄一子好感度提升为好感，小团团和玄一子的好感度也进一步上升了。可惜只是玄一子的好感度，天宇的好感度没上升。小团团转念一想，反正她是女的，要天宇的好感度有什么用？是师傅。他这边的 NPC 火灵飞已经和天宇一起和外边的冥界战士大战起来。呆小妹那边，她复活后流程也重新走到了这里。我去，这个幻灵闪池怎么又失控了？玄一子在玄武号飞船内提醒火灵飞，集中你的意念，就像控制你的身体一样来控制它。呆小妹这次好歹是有了点经验，在即将撞上对方战舰的时候，急忙一个大转弯避了过去。哈哈，原来这么简单啊！果然天才的悟性就是与众不同的。呆小妹有些嘚瑟起来，直播间的观众们纷纷撇嘴，老女人这么快就又飘了，还是熟悉的老女人。老女人刚才是不是忘记她怎么撞上对方飞船的了？哈哈，笑死，老女人还好意思说天才的悟性是与众不同的。要不是我刚才看过老女人撞飞船那一幕，差点就信了。看到直播间的弹幕，呆小妹也不禁感到有些郁闷。看到有冥界战士攻了过来，呆小妹急忙发动反击。
这还是他第一次用武装状态下的力量。连续攻击了一个小兵数次之后，终于奋力一击将其击落了星空，击败普通冥界战士，获得经验。咦，能得经验了？戴小妹惊讶之后，感到兴奋起来，终于能得经验升级，强大自己了。没错，他之前用平底锅敲的那冥界战士只是敲晕，又没敲死。现在真正击败了冥界战士之后，确实该得经验了。呆小妹将这里当成了新手试炼场，去攻击着一个又一个的冥界士兵，打得不亦乐乎。而小团团则是只能一脸羡慕地看着他这边的 NPC 火灵飞，一起和天宇在外大展神威。火灵飞这么快就能对幻灵闪池控制自如了？玄义子点点头，其实他身上的武装和幻灵闪池都是他自身异能量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他可以像控制自己的手脚一样灵活地控制他们。小团团看自己反正也没办法出去交战，索性问着：师傅，那什么是异能量？玄义子开口，其实任何一种生物的存在都是一种能量的表现，非生命体存在的是核能量，而生命体存在的是异能量。小团团一路听下来，感觉脑子都快绕晕了。只听到玄义子最后说，像人类这样的智能生物蕴含着巨大的异能量。嗨嗨，玄义子师傅，那有比人类异能量更多的生物吗？玄义子点点头，每个智慧生命的群体里总会有极少数的一些人，他们体内蕴含的异能量远超常人，这就是超兽战士。小团团听得似懂非懂。玄义子师傅，那是异能量越高就越厉害吗？玄义子笑了笑，呵呵，也可以这么理解吧。而在此时，小团团发现玄武号检测的外面火灵飞的异能量正在以非常缓慢的幅度上升，而在他这个玩家的眼中，更是出现了 NPC 火灵飞头上逐渐增加经验的提示。我去，连 NPC 都能获得经验升级？小团团感觉有些懵了。NPC 都能获得经验升级，他这个主角只能当观众，这特喵的到底谁是主角啊？升级？什么升级？玄义子有些狐疑。小团团干咳两声，嗨嗨，我的意思是说，异能量的提升只能靠战斗来提升吗？在他看来肯定是这样，毕竟打怪升级加经验嘛，肯定级别越高就越强。玄义子似有深意的笑了笑，这个嘛，倒也不一定。小团团，难道这种机甲战斗的游戏还有不通过打怪升级就能强大自己的方法？师傅，是什么？小团团眸子大亮，如果这样的话，或许他不用通过打怪升级也能让自己强大起来。我就说嘛，这才是主角的待遇。很简单，信念。小团团一愣，信念？没错，就是信念。喷泉的高度不会超过它的源头，而超兽战士的异能量也不会超过他内心的信念。信念越强大，异能量便会越强大。小团团只想表示，玄义子师傅，您这是逗我玩呢？信念？怎么可能？您要说有什么特殊增幅道具，我还信。难道在这样的升级打怪游戏里，我只要有信念，大喊一声盖亚就能变强？那我还不如相信增幅道具呢。小团团完全没当回事，却不想其实是此时因为玄义子和他好感度比较高的缘故，几乎都将大后期的通关秘籍告诉他了。哪怕呆小妹所游玩的火灵飞要知道这一切，都要在很久之后。而此时，无论是呆小妹还是小团团的直播间，都闪过了一段游戏 CG。 狮王所乘坐的战舰此时已经回到了冥界。超兽武装第19章黑丝龙营大战银狮，冥王复活。狮王一回到冥界，便用出超兽武装，召唤出了自己的绝地雄狮。吼！绝地雄狮向着远处的大殿一声吼，表明他已经回来。大殿之中走出来3个人影，东西拿回来了吗？狮王恢复武装形态，将手上装着玄冥之池的盒子拿了出来。而看到这几个从大殿中走出来的身影，直播间的观众们都看呆了。卧槽，黑丝，这是黑丝！黑丝永远低神，没想到冥界还有着这样的角色。不仅是黑丝，这腿简直绝了！我宣布，这就是我老婆了。投敌吧，这更要投敌了。老婆在冥界当然要投敌啊！呸，别以为我没认出来，之前喊着天宇女神是老婆的也是你们。直播间观众们看到龙吟出场之后，目光一个个的被龙吟的大长腿和黑丝所吸引。这建模，这精细度，这真实感，实在是太棒了。一些人瞬间就在心中抛弃了他们的天宇老婆，转而成为龙吟的支持者。而一些观众觉得2个老婆好像很难选啊，那不如就全都要吧。不得不说 LSP 在很多时候真是永远的第一生产力。小团团这边，玄义子所说的信念越强异能量就越强的事，他此时还没当回事。看到打斗自己也帮不上忙，只能继续向玄义子请教些事情。师傅，那昨天那个机械狮子是怎么回事？
玄义子开口。当超兽战士引发体内所有的异能量，即可进入生命体的最高能级状态。超兽状态，小团团一听就来了兴趣。超兽有多厉害？超兽的能级可以相当于一个小型的黑洞或者白洞。黑洞白洞是一种老鼠洞吗？玄义子笑了笑，是有点类似，以后你会明白的。直播间的观众们更加笑出了声。哈哈，小团团暴露智商了呀！玄义子大师还是给小团团留面子了，说黑洞白洞和老鼠洞有点类似。哈哈，不过这也能看出小团团把玄义子大师的好感度刷得确实高。小团团在感觉惊奇之余，也不禁有些气馁。不过问这么多又有什么用？我又没什么用。谁说你没什么用？啊！小团团一愣。玄义子师傅，难道我很有用吗？小胖墩，你可不要小看自己。虽然你看上去肥胖，可是你骨骼惊奇。小团团内心刚刚涌起希望，可惜你的战斗力却不行。小团团，那还说个锤子！在这样的动作游戏中，战斗力不行，那不纯粹在打酱油吗？不过你有一项绝技是独一无二的。小团团内心再度涌起希望。是什么？逃跑！小团团一个没站稳，险些栽倒在地上。直播间的观众们只感觉快要笑喷了。哈哈，玄义子大师太实诚了。我看倒也是，小团团逃跑的本领是数一数二的。以后小团团碰到人就跑吧，哈哈，其他的交给 NPC 火灵飞来。小团团感到很郁闷。师傅，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我没有开玩笑，你逃跑的本领非同小可，体内有很强大的异能量，足以产生虫洞来穿越不同的平行宇宙。玄义子说着，虫洞是一种在强大引力下的时空扭曲，甚至可以通过它来穿越过去与未来。小团团愣了愣，如果我体内真有那么强大的异能量，那怎么我现在不能变身？玄义子开口，超兽战士的异能量虽然很强大，但平时却很难发挥出来。要进入超兽状态，大多时候要通过特殊装置才能引爆，这就是他们手上的异能锁。小团团猛了一下，将这一切好好梳理了一遍。也就是他的能力是逃跑，是产生虫洞来穿越平行宇宙，甚至穿越时空。而他现在不能变身，是因为还没有那什么异能锁。我去，我明白了，合着这角色竟然是个辅助角色呀！小团团一听这能力，这不就是个纯粹的辅助角色吗？玩这个刺激流畅的游戏，结果选了个辅助角色，小团团感觉心态都快崩了。观众们看的也一片欢乐之色，看小团团帮他们踩了雷的样子，几乎一个个更是笃定，等到他们玩的时候，一定要选火灵飞，不能选苗条俊了。只是他们现在并不知道，苗条俊这个角色也有关于他的主场，甚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时呆小妹那边，他已经用火灵飞配合天宇一起，将一个个冥界士兵全都解决了。哈哈，我感觉越打越顺手了。天宇也夸奖了一句，还不赖嘛。嘿嘿，那当然，我可是天才。击败了这些冥界士兵，让呆小妹收获了不少的经验值，她感觉自己的出招都完全流畅了不少。就在此时，火灵飞小心！玄武号中的玄义子远程提醒，呆小妹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对方战舰中冲出来的银狮就将她一脚踢飞了出去。啊！我去，这一脚太重了，呆小妹直接站不起来了。玄义子让飞船中的包布远程为呆小妹疗伤，天宇在此时也攻了过来，为呆小妹争取时间。然而天宇在银狮的手下都完全被玩虐。呆小妹站起来后，特喵的敢打我，看我不揍死你！他和天宇一起攻了过去。然而让呆小妹没想到的是，即便是他和天宇两人一起，竟然一时都不是银狮的对手。不是，这银狮应该和那个金狮差不多的才对吧？怎么这么强啊？呆小妹自然不可能知道，银狮透支生命，使用了异能推进器。银狮在此时直接站了起来。在战斗中，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去换取胜利的机会。银狮的异能量大幅增强，将呆小妹和天宇都远远的踢飞了出去。直播间的观众们简直都快沸腾。冥界这边虽然是反派，但真的魅力拉满啊！而也正是这个时候，游戏中闪过了一段 CG， 狮王等4人都等在玄冥之关前。狮王用玄冥之池打开玄冥之关后，一股强大的异能量冲天起。冥王复活了。第20章，呆小妹火云诀秒杀银狮。玄冥之关打开，冥王也随之复活，一股强大的异能量冲天起。明明冥王身处第5平行宇宙，而这股异能量却让第1平行宇宙的玄武号都开始震动了起来。玄义子感受到这一切，玄冥之关终于打开了。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卧槽，
这么强大能量，那棺材中就是冥王吗？如果真的跨越了几个平行宇宙都有这么强的能量，那玩家要怎么去打冥王啊？按 CG 里狮王的话语，冥王是不是就是那个说出当你经过7重的孤独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那个大佬？我靠，真想现在就看看从玄冥之棺中出来的冥王是什么样子。我现在越来越想投敌了。话说玄义子大师是怎么回事？怎么好像冥王复活他并不太悲观的样子？冥王复活所造成的这种异象，让观众们只觉得哪怕冥王现在还没有露面，就已经逼格拉满。玄义子的态度让许多人也感觉捉摸不透，不过他们很快就没什么心思来思考这个了。只因呆小妹那边可以说被银狮揍得很惨。不是，兄弟们，这银狮强的有点过分了，根本没法打呀。呆小妹彻底被打趴了。之前他击杀冥界士兵也杀得不少了，就算有些被天宇击败了，但他也没漏掉多少经验嘛。怎么打这个银狮，完全没法打。玄义子远程指导，火灵飞，快使出你的绝招火云诀。火云诀？呆小妹一愣，什么火云诀？我不会使啊，这是你与生俱来的本领，不需要学的。呆小妹眸子一亮，难道这就是属于她的专属大招？对啊，天宇都有个幻天诀，那自己也该有个大招才对。与生俱来的，那我试试火云诀。呆小妹大喊着向银狮冲了过去，结果银狮直接踢在她那戴盔甲的脸上，让她远远的飞了出去。我去，玄义子大师，你坑我！呆小妹摔在地上，这下更爬不起来了。说好的与生俱来呢？根本没放出来啊！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直接笑喷了。哈哈，老女人这操作也太溜了！666，人家玄义子大师让你放技能，没让你喊技能啊！哈哈，老女人大喊火云诀，气势十足的冲过去，结果直接凉凉。看来这一关，老女人是无论如何都过不去了。直播间一片欢乐之色，而待小妹中了这一击之后，更加爬不起来了。就让我来了结你吧！银狮准备直接解决呆小妹的时候，砰！天宇拼命冲过来，将银狮踢开。呆小妹现在和天宇的好感度很高，天宇在此时直接舍命救了她。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更加激动，有这样的老婆，夫复何求啊！而天宇的举动却让他自己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啊！天宇被银狮直接踢到了战舰边缘，最后只能用一只手勉强把住，才没有掉下去。而现在已经来不及召唤风雨闪驰了。呆小妹这边的 NPC 苗条俊看到这一幕都快妈了，前辈，我们快点去救人啊！刚走几步，苗条俊又停下来，不是，是前辈你快点出手救人啊！这里的 NPC 苗条俊和玄义子的好感度还没那么高，还没到直接称呼师傅的程度。玄义子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火灵飞，快点用出你的绝招火云诀！呆小妹好不容易才爬起来，看了一眼马上就要掉下战舰的天宇。天宇那么拼命救他，他总不能对天宇不管不顾吧？即便天宇只是个女 NPC， 而且天宇现在明显是队友，要是天宇死在这里，以后的关卡他自己闯的话，难度就更大了。幻灵闪驰，呆小妹急忙召唤幻灵闪驰向天宇冲了过去。银狮在此刻已经让战舰群在下方开了一个冥界黑洞，落入冥界黑洞，你马上就会粉身碎骨，死吧！银狮一脚踩在武装状态下天宇的手指上，啊！天宇坠落下去。眼看离那冥界黑洞越来越近的时候，呆小妹冲了过去，将天宇抱住，放在战舰的另一边。银狮的目光瞬间就看了过来，显然因为呆小妹的打断让他没有杀掉天宇，他已经盯上了呆小妹。呆小妹下意识的后退一步，银狮的强大他和天宇两个人都不是对手，他自己怎么能是对手？不过呆小妹心中咬了咬牙，老娘和你拼了！火云诀！呆小妹抱着大不了一死继续读取之前的游戏进度心态，向着银狮冲了过去。银狮也对着呆小妹全力一击，呆小妹一下就跪了，这特喵的，银狮下手也太狠了。而银狮还在原地站着，观众们一看，果然呆小妹还是打输了。然而下一刻，银狮从内到外开始直接炸开，呆小妹误打误撞让火云诀在身上蓄力之后，这一击直接干掉了银狮，击败异能推进状态银狮获得经验。呆小妹在此刻直接收获了大量的经验。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齐齐沸腾了。卧槽，我没看错吧？老女人打赢了！火云诀竟然还真让老女人放出来了。事实证明还是大招好用，银狮相比老女人就缺个大招啊。银狮可惜了，虽然立场不同，但真的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冥界战士。银狮将军走好。说实话，看完银狮用生命都想换取生命机会那一幕时，
我是希望老女人打输的。哈哈，实不相瞒，我也是。待小妹击败吟诗，让观众们感到激动与不可思议之时，许多人也在为吟诗感到可惜。这么一位值得尊敬的战士，还是死了。甚至弹幕中还有人说希望呆小妹打输，而呆小妹只想表示，她好不容易打赢了吟诗，收获了丰厚的经验，还没来得及得意呢。结果直播间观众们纷纷期望她打输，还能不能做朋友了？而金狮看到吟诗死了，愤怒之下让所有战舰包围了两人。呆小妹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已经和天宇一起被战舰群团团包围。第21章袁空灭。玄义子，都陪我来钓鱼。我去，冥界这些人简直不讲武德，单挑打不过，直接用战舰。呆小妹只感觉人妈了，这超兽武装的前期难度也太高了吧。先是一开始面对金狮时自己没有武装，根本插不上手，之后又面对绝对不可能打赢的超兽狮王，连面对吟诗自己都被一顿血揍，如果不开挂用大招根本打不赢。好不容易解决吟诗，又被对方战舰群包围了，好像他最高光的时刻是仗着自己的篮球技术在篮球场装了个逼，该不会我的主角光环就到那里了吧？呆小妹感觉有些生无可恋。此时天宇来到了他的身边，有些娇羞的样子。阿飞，谢谢你刚才救了我。玩家呆小妹使用默认昵称火灵飞，与天宇好感度提升为爱恋。呆小妹，我了个大草，天宇的好感度对他是爱恋，这特喵的什么鬼？嗨嗨，没什么天宇，我们是同伴，我刚才救你是应该的。但事实上他刚才还真不是单纯为了天宇，纯粹是觉得天宇救了他，他不能看着天宇白白丧命，而且更多的是不想失去天宇这个强力的好队友。怎么莫名其妙把好感度提升到爱恋了？我们是好同伴。天宇在武装状态下虽然看不出现在目光是否娇羞，但露出的半张脸已经明显红了。呆小妹感觉浑身有些发麻，只能快些转移话题。嗨嗨，天宇，前方这艘是不是他们的主战舰？看起来是的。好，那我去干掉他。阿飞，我和你一起。呆小妹险些从幻灵闪翅上栽下去。不用。直播间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只感觉又是搞笑又是酸溜溜的。我靠，老女人竟然将天宇老婆的心俘获了！哈哈，这一波看起来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着实羡慕了。这么好的天宇老婆，谁能不爱啊？天宇老婆会动心也正常，虽然老女人误打误撞，但刚才对天宇可是救命之恩。没错，不然天宇老婆刚才可就掉进那个冥界黑洞，粉身碎骨了。哈哈，看老女人这狼狈的样子，看来这大局已定将她整不会了。观众们既感觉笑到不行，又感觉心中酸溜溜的。能收获天宇的芳心，这也太香了。不过想到是呆小妹对天宇进行了这样的救命之恩，倒也可以接受。此时正在看直播的叶天嘴角不禁微微勾起。天宇掉进冥界黑洞会粉身碎骨，别人不知道，他可是知道。天宇如果掉进那个冥界黑洞里，不仅不会死，说不准下一秒直接就回家了。天宇是最不怕这种冥界黑洞的。此时呆小妹略有些狼狈地向着对方的主战舰而去，她现在不仅是为了攻击对方主战舰，更为了躲避天宇。NPC 苗条俊看着外面的这一幕，忍不住向玄武号的人工智能 Lisa 姐问了一句：火灵飞和天宇能打赢吗？ Lisa 姐的回应也很简练，按照他们目前的异能量级别，打赢的几率是0。啊，那不是输定了？一旁的玄义子开口，其实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他们能进入超兽状态，就能击溃敌军。苗条俊一听就联系了呆小妹。火灵飞，听到了吗？只要你们能进入超兽状态，就能击溃敌军。呆小妹被天宇搞得心神大乱，一时没听清。什么？禽兽状态？ NPC 苗条俊都无语了。是超兽状态。直播间的观众们直接就笑喷了。哈哈，禽兽状态，笑死我了！老女人暴露了，脑海中整天想着些什么？实锤了，原来你是这样的老女人。哈哈，老女人所说的这种禽兽状态，该不是针对天宇的吧？是要禽兽还是禽兽不如，这是个问题。呆小妹的这一句禽兽状态，将观众们都整笑了。而呆小妹在分神的时候，已经被敌方的主战舰锁定了。阿飞小心！天宇过来将呆小妹一把推开，躲过了这次攻击。天宇，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没关系，阿飞你之前不也救了我吗？呆小妹只感觉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这怎么搞啊？接下来冥界战舰群的无死角攻击网锁定了两人，呆小妹和天宇根本无法应付。超兽武装，呆小妹尝试进入所谓的超兽武装，结果根本无法成功。玄义子启动超短距离异时空转移，将两人接回到了飞船之内。
平息了呆小妹身上狂暴的异能量。而玄武号现在的身后就是水蓝星，根本没法在意时空转移，只能用防御系统硬扛着战舰群的攻击。很明显，扛不住只是早晚的事了。小团团这边也到了这种游戏进程，他都快生无可恋了。我特喵，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和他们拼了。小团团打酱油实在是打够了，直接抽出一把菜刀，死也要死的壮烈点。呵呵，小胖墩，你先冷静点。玄义子对着飞船的某个位置轻轻一点，一个绿色的穿山甲异能锁出现在了他的手上。小胖墩，给你。这是异能锁，我也有异能锁。玄义子点头。当然，你也是超兽战士啊，这是10万年前你留在这里的。小团团只感觉激动了起来。我去，看到了没有兄弟们，这终于有点主角的样子了。不过玄义子师傅所说的这是10万年前他留在这里的，又是什么意思？玄武号，从今天起，苗条俊成为下一任船长，你要好好辅助他。小胖墩，玄武号，以后就交给你了。小团团和呆小妹的各自游戏中，两人都是一愣。前辈师傅，你要去哪？玄义子没有过多言语。玄武号，60秒之后带他们进入第2平行宇宙，这是你们通过冥界的必经之路，今后的路就靠你们自己来走了。玄义子站在了发射塔的区域，并且阻绝了天宇等人的接近。记住，命运注定要让冥王复活，也注定了要让你们超兽战士来阻止他，这是你们的使命。玄义子去了玄武号之外，战舰群的所有攻击齐齐挡了下来。然而接下来的事情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玄义子在身前制造出一个绿色的防护罩，挡住了所有的攻击，并且借由这股外来的力量，构造出了许多漂浮的绿色球体，将狮王战舰群的所有战舰全都包裹在其内，形成一个完全没有死角的大阵。而他自己就是这个大阵的中心。金狮在此时都慌了，这是怎么回事？下一刻，圆、空、灭，所有的战舰群连同玄义子自己全都归于虚无。第22章，恭送玄义子大师。试玩版已结束，观众们傻眼了。卧槽，不是吧？玄义子大师无了？不要啊，我还特别喜欢这个高深莫测的玄义子大师来着。我去，眼睛进砖头了，怎么这么和蔼的玄义子大师就这么无了？不过不得不说，玄义子大师是真的强啊，一个人灭了对方的一整个战舰群。游戏开发者是谁？我要给他寄刀片。恭送玄义子大师，走好啊。看到玄义子这一发圆空灭过后，自身和狮王的整个战舰群全部消失，观众们只感觉心中难受不已。没想到这么和蔼又高深莫测的玄义子大师，还是玄义子师傅，就这么无了。很多观众齐刷刷的在弹幕刷着恭送玄义子大师，即便虎鱼 TV 都已经在加班加点的维护。在这一刻，直播间都因此而有些卡壳了。呆小妹和小团团在各自的游戏里看到玄义子大师无了，都感觉有些难受。尤其是小团团，他一直打酱油没能战斗，都是和玄义子大师聊天解闷。结果现在玄义子大师无了，兄弟们，不管怎么说，我们要将玄义子大师的志向继承下去。武装，小团团在游戏中试了试他的穿山甲武装，下一刻，他的绿色穿山甲武装直接上身。在此刻，小团团也变成了武装状态，而观众们刚才还都是一副很难受的状态，看到小团团的样子后，还是有些忍不住笑出了声。我特喵，团团你干嘛？不要故意逗我笑啊！我还沉浸在玄义子大师无了的悲痛中呢，结果小团团来了这么一套武装。武装没问题，但配上小团团在游戏中这小胖墩的体型，简直辣眼睛啊！虽然我受到专业训练，实在不想笑，但确实忍不住啊！哈哈，游戏开发者到底是谁？让我又哭又笑的，折磨死我了。很多观众还沉浸在玄义子无了的状态之中，但看到小团团武装之后，这肥肥的体型让许多观众终于还是忍不住笑出了声，实在是有些辣眼睛。而小团团现在是既为玄义子师傅感到难受，也为自己感到激动。兄弟们，真是又难受又激动，终于有点主角的样子了。小团团激动的想要去抱点什么，想到自己控制的苗条俊虽然是个男的，但自己本质还是女的，男女有别，自己还是去抱天宇吧。然而小团团激动的想去抱天宇的时候，天宇又手掌抵着他的头，让他无论如何都抱不到。小团团，我去，这天宇绝对是个颜控，看人下菜的啊！最后小团团只能抱了抱包布，包布蹂躏了一番包布之后，才发泄了内心的种种情绪。而呆小妹的游戏画面那边，她此刻也正在自责，如果我能进入超兽状态的话，一切都不是这个样子。天宇将他的手放在呆小妹的肩膀上，不，阿飞，这不是你的问题，强行召唤超兽的话太危险了。
超兽状态是异能量的最高表现形态，也是一种最危险的状态。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控制，就会自我毁灭的。呆小妹没像小团团那样和玄一子聊天了解了那么多，在此时听得一愣一愣的。我去，竟然还这么危险啊！那岂不是召唤超兽控制不好，游戏直接就结束了？天宇说着，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练习，可是一直都无法进入超兽的状态。呆小妹也安慰着天宇，天宇别灰心，这也不是你的问题。天宇走了过来，抓住了呆小妹武装状态下的手。我没有灰心，以后有阿菲尼每天和我一起练习，只要我们两个人团结一心，互相帮助，终有一天是会成功的。呆小妹只感觉人都麻了，尴尬癌都要犯的感觉，只能点了点头。流转于呆小妹和小团团两个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直接都快笑喷了。哈哈，实锤了，天宇真的是颜控，看人下菜的。天宇根本不让小团团的苗条俊爆，却主动来抓老女人的手。666，这种反差可是没谁了。虽然玄一子大师无了真的很悲痛，但小团团和呆小妹的这种对比确实很好笑啊！哈哈哈，要是小团团看到的话，估计真要破防了。但凡看过这两种对比的观众们，几乎就没有不笑抽的。这时候，玄武号的人工智能 Lisa 姐传来提示，请立即回到自己的座位，我们马上要进入超远距离异时空转移。玄武号的座位自动浮现，呆小妹和小团团他们在各自的游戏中都坐好了位置。下一刻，玄武号直接进行超远距离异时空转移，向着第二平行宇宙而去。与此同时，游戏画面中也闪过了一段 CG， 正是属于冥界4大护法的画面。叶凌云说着，玄一子终于出手了。金沙王也很意外，玄一子竟然一个人就可以击退我们整个战舰群。狮王的语气凝重，他本身的异能量或许并不足够，但他可以吸收外来的异能量，构造出元空间。龙吟翘着黑丝美腿问了一句，那你所说我们该怎么对付他？狮王表情不变，对付他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对付他。观众们听得都一愣一愣的，真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狮王看到自己的手下全部被封印进了元空间，又是怅然又是感叹，好厉害的元空灭啊！叶凌云对此也很敬佩。玄一子，一个值得让人记住的名字。金沙王却不以为意，可是他将自己也封在里面了，这样的同归于尽打法我可不欣赏。狮王扫了一圈，现在玄武号正飞往第二平行宇宙，有谁去拦截他？龙吟在此时摆动着自己的黑丝美腿走出了大殿。血债到了该收回的时刻了。正当观众们心中无比期待的时候，超兽武装试玩版已结束，感谢您的支持，期待正式版与您相遇。观众们，第23章霸榜微博热搜，超兽武装火炸了。观众们看得正起劲，突然而来的游戏提示将所有人都整懵了。这就完了？就完了？回过神来后，观众们只感觉一个个的都要炸了。卧槽，试玩版这就完了？就完了？看得正起劲呢，你告诉我这就完了，这不是要命吗？我靠，看得太投入了，我都忘了这只是试玩版。不是，好歹再往后多一点剧情。最后我的冥界黑丝老婆怎么样了？最后这一幕是要老婆打老婆？天宇老婆是老婆，黑丝老婆也是老婆，手心手背都是肉，可不要动真格的呀！呸，楼上的请要点脸，那分明都是我老婆。看到试玩版就这么结束了，观众们一个个的只感觉都要爆炸了。因为呆小妹和小团团玩的进度现在最快，两人的直播间弹幕可谓是铺天盖地，而叶天也因此收获了大量的人气值。主人获得来自呆小妹直播间人气值加99999，主人获得来自团团直播间人气值加99999，主人获得来自霹雳火等玩家人气值加99999，主人获得来自风火轮等玩家人气值加99999。除了从直播间里从正在看直播的观众们身上获得人气，叶天毫无疑问也从那些正在玩着超兽武装的玩家中获得人气。就是这些玩家们的名字似乎挺有个性。除了直播间的观众们之外，呆小妹和小团团他们两个此时也都是一脸懵逼。试玩版玩到这就结束了？我去，可别啊！第二平行宇宙里面有什么？我还想去升级打怪呢。呆小妹感觉人妈了，而小团团感觉人更妈了。不是，我刚刚获得异能锁，刚刚能武装，你好歹给我个表现的机会啊！两人在此刻都有些生无可恋的感觉，内心只感觉抓耳挠腮，却哪怕再挠都毫无办法。试玩版结束之后，游戏的末尾也开始放映工作人员名单，直播间观众们一个个都盯得紧紧的。我倒要看看超兽武装和编剧是谁。卧槽，竟然写死玄一子大师，还安排两个老婆对老婆的戏码，
要是我的哪个老婆有事，我和编剧没完。兄弟们，我家里是开刀片厂的，到时候刀片管够。来来来，好好看看，尤其好好看看编剧是谁，竟然在这时候断章。观众们都紧紧盯着，呆小妹和小团团他们也都在紧紧盯着。工作人员名单开始滚动，而叶天看到其上那些陌生的名字，还都感觉挺惊讶的。他哪里来的这些员工？超兽武装工作员工为系统安排工具人员工，以帮助主人掩人耳目，与常人无异，无需进食或饮水，无需薪资，完全听命于主人。明天将会自动抵达主人身边，供主人派遣。叶天点了点头，原来如此，工具人员工嘛，简直贼香。其他的作用倒还没什么，他开发超兽武装只需要人气值和系统的能力就可以，也不需要员工。不过有其他员工名单，可以帮助他更好的掩人耳目，免得真被抓去切片研究。而在工作人员名单滚动到关键位置之后，我去，这游戏的开发者和编剧竟然都是一个人，这是老板亲自下场做编剧了啊，这要牛的吗？叶天，我记住这个名字了，这家轮回游戏公司还是国产公司。卧槽，我收回之前的话，既然编剧是老总，那还是先不寄刀片了，先让叶总将超兽武装正式版发布出来再说。没错，只是试玩版结尾折磨人嘛，小意思。要是正式版叶总一时半会儿不发了，那才是大折磨人。观众们在惊叹超兽武装的编剧竟然就是叶天这个老板自己之后，除了惊叹之外，更多的是一个个怂的真实。之前说要寄刀片那些人，此刻也都说不寄刀片了。没办法，谁让宣发大权完全在叶天自己一个人的手里。虽然叶天要赚钱，多半会早点发布游戏，但万一就一个不爽晚点发了呢？他们可赌不起，毕竟现在整个水蓝星可没有一款能替代超兽武装的游戏啊。呆小妹和小团团在直播间也都大差不差的说着，啊原来超兽武装的编剧是叶总啊。嗨嗨，兄弟们，寄刀片还是不好的，让我们真诚的希望叶总早点将超兽武装的正式版发布出来。看到他们两个连同直播间观众们的一系列表现，叶天的嘴角不禁微微勾起，在此时也不禁想起了一句名台词，我还是喜欢你们那桀骜不驯的样子，你们恢复一下。可用人气值2500万。扫了一眼自己现在的可用人气值，按这种速度，最迟明天稳稳的就能发布超兽武装的正式版。现在距离超兽武装正式版的发布人气值还差500万，但要知道现在的时间才仅仅这么短，就攒了2500万人气，这可是相当惊人的。一些玩家还没来得及玩上超兽武装，一些反应慢的大主播也还没开始播，最后这500万人气值简直轻而易举的就能冲过去。叶天悠哉悠哉，有一种稳坐钓鱼台的感觉。超兽武装的试玩版结束了，超兽武装的热度却没有因此而结束，甚至更加引爆了。微博热搜前30，超过一半都是有关超兽武装的讨论，而热搜前10，超兽武装直接霸占了全部。超兽武装，跨时代的游戏，国产游戏之光，完美的建模，完美的战斗，完美的场景，超兽武装流弊，7大平行宇宙，暗藏深意的伏笔，超兽武装宏大的世界观。老婆刷新，超兽武装的天宇和冥界黑丝老婆就是我老婆了。玄一子大师，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玄一子大师走好。超兽武装正式版，请叶总快点发布，别逼我跪下来求你。超兽武装的热搜几乎霸占了整个微博，毫无疑问，现在的超兽武装直接火炸了。第24章，超兽武装火出圈，马老师朴老师懵了，人气去哪了？超兽武装几乎霸榜了整个微博的热搜排名，只是这么一会儿的时间就彻底火到炸裂。微博的用户们在此刻也都有些懵，他们可是第一次看到一款游戏还能引领这样的热搜盛况。水蓝星的游戏发展不行，他们之前几乎都从没在热搜上看到什么游戏相关信息。超兽武装，这是什么游戏？名字没听过啊？难道是哪个大厂又研发的新游戏？是鹅厂、猪厂还是米忽悠？卧槽，兄弟们，我去看了，这也太带感了吧！没想到水蓝星还会有这样跨时代的游戏。跨时代的游戏，国产游戏之光，名不虚传。不吹不黑，我已经开始下载了，开玩。微博的用户们并不都是游戏用户，一开始看到这些热搜的时候，很多人都感觉有些懵，而在真正点进去看到那些视频，看到那些完美的建模与场景，完美的玩法与剧情之后，一个个的全都出不去了。我靠，我虽然平时不玩游戏，但这游戏是真的牛逼。不行了，忍不住了，这款游戏必须下来玩一下。除了之前虎鱼官方剪辑的视频在抖音、慢手、B 站等长短视频网站爆了之后，超兽武装的热度在微博上也完全爆了，就连头条也没有幸免。
头条之上满满的都是有关超兽武装的热搜，超兽武装的火爆程度直接就火出了圈，从视频软件瞬间就火到了新闻软件。而双方的用户原本不太重合，新闻软件的用户很多不太玩游戏，却都因为超兽武装一个个的齐入了坑，等于将圈外的许多人都拉了进来，这让超兽武装的用户量级又来了一波暴增。试玩版的玩家增量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提升着，主人获得来自急先锋等玩家人气值加99999，主人获得来自力霸天等玩家人气值加99999，主人获得来自冲击波等玩家人气值加99999，叶天所收获的人气值也在持续的疯涨之中。此时呆小妹和小团团的直播间看到超兽武装的试玩版就这么结束了，两人都有些呆滞的没回过神。呆小妹在游戏中打了那么久，更感觉有些疲惫。哎，超兽武装试玩版怎么就这么结束了呢？不行了，兄弟们，太累了，下播。希望叶总快点将超兽武装的正式版发布出来，到时候给大家直播正式版。呆小妹感觉身体很累，在此时下播。小团团倒没感觉身体多累，毕竟他全程几乎都在打酱油，耗费体力最大的时候或许还是在游戏中篮球场装逼那时候，现在要让他继续直播，他也能播得下去。但小团团现在却感觉无论播什么游戏都提不起兴致了，就好像在见识过了跨时代的超兽武装之后，其他的游戏完全不入他眼了。这种感觉叫什么来着？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啊。见识了沧海的广阔，哪还看得上一般的小水流？同样见识了巫山的云海，其他地方的云也都入不了眼。对小团团而言，超兽武装就是那沧海之水，就是那巫山之云。直播间的观众们都惊了，卧槽，团团竟然会拽文了！惊了，这绝对不是我认识的团团。话说我也想说，超兽武装太完美了，现在玩其他游戏都提不起劲啊！特喵的，这让我以后其他游戏怎么玩得下去？观众们一个个的在震惊之余，也都很是认同。毕竟超兽武装实在太完美了，完全高出了其他游戏一个量级。这样一来，他们还怎么玩得下去其他游戏？小团团即便还有力气，但也感觉播不下去了，很快也和直播间的观众们打完招呼下播。观众们虽然将呆小妹或是小团团的超兽武装看完了，但总感觉不过瘾。现在很多主播都在直播超兽武装，哪怕没播的观众们也一个个的忍不住去自己喜欢主播的直播间里催播了。虎鱼 TV 朴老师的直播间，嘿嘿嘿，马老师就问我这局打野猪妹玩的溜不溜？骚猪发出了又骚又飘的熟悉笑声。马老师也回应，我的钟善杰也很骚，回手掏，走位，呵呵呵，难受。朴老师和马老师之前在开黑，两人强联手，难得正经直播了一次，即便看起来还有些捞的一批，但确实比平时好多了。这局又是一把大逆风局，之所以是逆风，主要还是朴老师和马老师把队友坑惨了，好在两人靠着自己的努力排到了很给力的队友，后期抱着大腿还是爆赢了，打了一波大逆风翻盘。正在两人成就感满满的时候，我特娘西皮，我直播间怎么没人了？朴老师这时一看自己的直播间人数，直接傻眼了，怎么之前他直播间那么多观众，打完这局游戏出来直接没什么人了？这在线数量，这零星的弹幕将骚猪都看懵了。朴老师不禁有些慌，他最近也没干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吧？官方不至于直接锁他人气吧？就算锁也不至于锁得这么明显啊，这样就连观众们都一眼看出来了，官方不会那么蠢，除非真是观众们自发跑的。我去，我这边也是，怎么直播间的兄弟们就剩这么少了？马老师的语气也明显有些慌。朴老师一听马老师也是这样，心中好受了不少。既然这样，那看来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骚猪退出直播间一看，这一看更猛了，今天的虎鱼 TV 怕是有毒吧？以往那些排在他下面的中等人气主播，有些都超过他了，这到底闹什么鬼？而这时候伴随着小团团和呆小妹下播，很多之前从朴老师这离开的观众也回流了回来，纷纷催播。朴老师这还不知道，当然是大家都去看超兽武装了。没错，骚猪你之前又不播超兽武装，大家还看到什么劲？之前呆小妹和小团团他们播超兽武装，很多人都过去了。骚猪你现在开始直播超兽武装还来得及，不然吃酒赚大肠都赶不上热乎的。马老师那边的情况也基本差不多，这让两人都感觉有些懵。超兽武装是什么？第25章，骚猪玩苗条君，这特么哪里苗条啊？经过直播间的观众科普之后，骚猪大概了解到超兽武装是一款蒸汽平台新上新的游戏，观众们现在都在看有关超兽武装的直播，都看不进去其他游戏直播了。娘西痞，
一款游戏引领起了这么大热度，不是在开玩笑吧？朴老师还感觉有些满脸问号，有些不相信的样子。骚猪，我是真无语了，你这是还活在上个时代吗？朴老师，请问2G 网好用吗？骚猪，告诉你个好消息，大秦终于亡了，别怪兄弟们不向着你，现在去直播超兽武装还来得及。对，兄弟们，再给你一个建议，先点下载再看游戏 CG， 不然你看完 CG 一定后悔怎么没先下载游戏。观众们一个个都在朴老师的直播间刷了起来。骚猪见状也去蒸汽平台找到了超兽武装这款游戏。我靠，340G 的游戏大小，朴老师都有些看懵了。想到直播间观众们的提醒，他先将信将疑的点了下载，然后戴着 VR 头盔，穿着体感衣观看超兽武装的游戏 CG 画面刚一开始，骚猪就被镇住了。而在那个王座上的男人出现之后，当你经过7重的孤独，骚猪看完全部的游戏 CG 之后，这特么的，这游戏是真的牛逼，我要玩，这必须玩。朴老师瞬间表示真香。而游戏现在还没下载完，骚猪只感觉有种度日如年的感觉。幸好之前听直播间的观众们提醒先点了下载，不然这度日如年的感觉可就更长了。在游戏下载完之后，骚猪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游戏。马老师那边几乎也是相同的情况，不过区别在于马老师并没有立刻进入游戏，而是先点开了呆小妹的直播回放观看。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超兽武装这款游戏绝对跨时代，这么好的机会绝不能浪费，我一定要成为最强的超兽武装主播。马老师忍住那颗想要玩游戏的心，决定先好好了解一下超兽武装。直播间的观众们纷纷都表示有话说了，惊了，马老师看完超兽武装这么燃的 CG， 竟然能忍住不去玩超兽武装。马老师这忍耐力可以啊，是个狠人啊。妖兽了，某主播直播时看其他主播直播回放，光明正大水直播。在马老师看直播回放了解的时候，朴老师已经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游戏。请选择游戏角色，角色1，角色2。是否使用默认昵称？是否。角色1，火灵飞。角色2，苗条俊。玩家若选择否，可自行设置昵称。一旦选定角色，无法更改。苗条俊，嘿嘿嘿，这名字不错，符合老子英俊潇洒的外形。骚猪有些臭屁的感觉，一眼就相中苗条俊这个角色了。在现实中没法变苗条，在游戏中变苗条也好吗？骚猪毫不犹豫地选了苗条俊这个角色。昵称倒是没有用默认昵称，他又怎么能和其他人一样？他玩游戏就是要骚。朴老师直接起了个骚猪的昵称。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已经快忍不住开始笑了。等到朴老师满怀期待地进了游戏之后，看清楚自己的体型，顿时傻眼了。我去，不是苗条俊吗？老子怎么游戏中这么肥？看到朴老师这懵逼的一幕，观众们终于是忍不住一个个笑出了声。哈哈，忍不住了，刚才就开始笑了。笑死，骚猪明显是觉得苗条俊这个角色一看就很苗条吧，结果进游戏懵逼了。666，小团团踩的坑，骚猪还是再踩了一遍啊。小团团表示我终于有伴了，兴奋拍桌。哈哈，事实证明，像马老师那样看看直播回放还是很有必要的，至少不会像骚猪这样想选真苗条的结果选了苗条俊。不行了，骚猪这张脸跟苗条俊这体型实在是太契合了。哈哈，看到朴老师这发懵的样子，观众们终于是一个个忍不住，齐齐幸灾乐祸地刷起了弹幕。尤其是之前在看呆小妹和小团团直播的时候，观众们没看出来，但去其他主播直播间逛的时候，发现一个隐藏设定。由于火灵飞和苗条俊都是男性角色，女玩家游玩的时候会显示默认形象，男玩家游玩的时候则是自动会显示自己在中学时候的样子。PDD 现在用他的这张脸顶着苗条俊的肥胖体型，看起来真是莫名契合，别提多滑稽了。而许多正愁没地方去的观众们，一看朴老师也直播起了超兽武装，纷纷涌入了他的直播间，将他的直播间热度瞬间就带了起来。骚猪同学，你在大喊大叫些什么？讲台上的鬼教授一脸不满地看了过来，朴老师只感觉有些懵，不知道剧情的他有些手足无措，扫向直播间的弹幕，看有观众在提醒接下来的流程。嗨，原来一会儿这老师要提问我好基友火灵飞问题啊。那没我事了。朴老师当即在课桌上趴下，准备呼呼大睡起来。鬼教授气到不行，直接一个板擦就扔了过去。我去 ，PDD 可没什么睡梦中阶板擦的记忆，直接就被砸醒了。骚猪同学，起来回答一下什么是平行宇宙，回答不出来就罚你留堂。玩家 PDD 使用昵称骚猪，与鬼教授好感度降为1般。啊，娘西痞，这和你们说的不一样啊！
PDD 在此刻傻眼了，他哪里知道什么平行宇宙？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里，更感觉要笑喷，这真是神奇的展开啊！而这时候，天宇来到了教室之外，又有观众在说 ：“PDD 不用慌，接下来他马上就会神上身一样答上这个问题。”PDD 又放心下来。然而1秒、2秒，好长时间过去了 ，PDD 一点感觉都没有，更加一脸懵逼。只因玄义子给天宇的是火灵飞的照片，他现在根本就不认识什么苗条俊。PDD 在这一刻当然不会有那种感觉。朴老师只感觉整个人心态都快崩了。我去，兄弟们，你们坑我啊！第26章，跨时代的技术，鹅厂猪场米忽悠，全都震惊了。DD 只感觉心态崩了，他都感觉是不是直播间的兄弟们故意在坑他？这可是一个都没按大家说的来啊！平行宇宙，他知道个锤子的平行宇宙。就在骚猪心慌的时候，此时一旁的火灵飞如同神上身一样。老师，还是我来答吧。NPC 火灵飞侃侃而谈，将平行宇宙的概念全都答了上来。鬼教授即便震惊火灵飞能答上来，但也听得很满意。火灵飞同学答得很好，骚猪同学你也坐下吧，你要是有火灵飞同学一半，我就省心了。PDD， 卧槽，不是自己是主角，火灵飞是 NPC 吗？还说自己有火灵飞一半就好了，这到底谁是主角啊？课堂上 PDD 一脸懵逼的坐下，只能这么看着 NPC 火灵飞在课堂上装了个平行宇宙的逼。而在火灵飞发现了粉红色衣服的天宇，两人下课后追逐而去的时候，我去，路过篮球场， PDD 脑袋后直接被砸了一个篮球。是谁？娘西痞的，是谁在乱扔篮球？ PDD 一副气呼呼的样子。在龙简表示是他，风影说他们站在这位置本就容易被砸之后，一点主角待遇没享受到的 PDD 直接忍不住了。不就是打篮球吗？老子也会。 PDD 拿过篮球，准备冲到对方的篮筐下面去投篮，只是 PDD 刚笨拙地运了几下球，下一刻就直接懵了。球呢？他手中的球直接被龙简一下就接走了。紧接着 PDD 简直是满头大汗的被耍得团团转，最后还被风耀踩了一下肩膀，完成了扣篮。PDD， 朴老师只感觉心态大崩。我去，兄弟们，我不是主角吗？谁能告诉我这是主角的待遇吗？直播间的观众们一个个的都快笑喷了。哈哈，骚猪这一幕实在是太搞笑了。666，看了骚猪玩过之后，我才知道篮球场情节这里真的不是系统自动的，是考验玩家自己篮球技术的。骚猪这技术简直辣眼睛，笑死！骚猪最后甚至还被那个少年反踩了一下肩膀扣篮。这么一对比，小团团玩苗条俊时玩的真的好多了。哈哈，小团团表示真是全靠同行衬托。直播间的观众们一个个笑到不行，他们也已经清楚这里的篮球情节真的不是固定情节，像呆小妹和小团团篮球打得好就是装逼的一方，而骚猪这篮球技术在这里可就被虐菜了。胖墩，还是我来吧。 NPC 火灵飞都调侃着嘲讽了他一顿，拿过篮球之后轻松的过了龙简等人，最后脚踩着风耀的肩膀完成了扣篮。之后 PDD 只能无比郁闷的看到火灵飞这个 NPC 大放光彩，一会儿和其一起去了后山。后山遭到那些冥界战士的时候， PDD 更是被吓得够呛，甚至都快被吓出了猪叫声。幸好最后天宇召唤出凤羽闪驰，将一系列的冥界战士撞飞，终于能走了。这特么的再留下来是会要命的。 PDD 坐在凤羽闪驰摩托车后排准备一起走的时候，天宇一个加速，和火灵飞两人远远走了， PDD 直接被甩下来了。 PDD， 卧槽，这都能把老子甩下来。 PDD 感觉傻眼了。而这时候冥界战士们已经围了上来， PDD 急忙认怂，各位英雄，其实我和他们也都是刚认识，我和他们不熟的。然而冥界士兵们可不听这个，亮出手上的刀刃就想解决 PDD。 你们来真的？救命，快来人救老子啊！朴老师狼狈的喊起了救命，观众们更感觉要笑死了。哈哈，不行了，简直要被骚猪笑死。谁能想到骚猪还能被甩下来呢？哈哈，之前小团团玩的时候也没被甩下来啊。实锤了，看来现实中的体重也会影响游戏中重量的。而这时候天宇开着凤羽闪驰和火灵飞返回，火灵飞直接伸出手， PDD 急忙抓住火灵飞的胳膊，最后就被这么硬生生抓了一路，这冷风感觉快把他脸都吹飞了。我去， NPC 火灵飞这臂力简直惊人啊！直播间有观众在感叹， PDD 更感觉郁闷，特喵的，明明他才是主角，结果装逼的又是火灵飞这个 NPC。 娘西痞，老子接下来必须要找到表现的机会。
在 PDD 努力的过剧情，力图找到一些身为主角的存在感时，伴随着超兽武装试玩版的彻底大火，华国各大游戏大厂之间都齐齐的开始了紧急会议。米忽悠公司之中，这家制作出超兽武装的轮回游戏公司到底是什么来路？都查到没有？米忽悠的老总刘总问着，手下人也回答：回刘总，我们查到这家轮回游戏公司只是一家小公司，之前骨干员工还走的走，散的散，都快倒闭了。不过看最后的人员报幕，显然轮回游戏公司的老总还培养着一批员工，不知道他具体为什么这样做，可能是要做出一副公司要倒闭的假象，筛选出真正对公司忠诚的员工吧。手下人汇报，那些工具人员工都是系统安排的合理身份，他们只能这样猜想。那技术呢？他们制作出超兽武装用的是怎样的技术？分析出来没有？这下所有的技术人员都羞愧地低下了头，无论多高的职称，无论多老的资历，无论多少的头发，在此刻都闭口不言。最后还是技术部的负责人站出来，很是羞愧地说了一句：刘总，他们制作超兽武装的技术，别说分析了，我们根本就无法理解。无法理解？对，无法理解。这款游戏所用的技术绝对是跨时代的，超出了我们整个技术部的理解范畴。这下米哈游的老总刘总都彻底惊到了。同样的一幕在鹅厂、猪场等游戏公司之中都在上演，所有的技术人员纷纷表示无法理解这样的技术。超兽武装的出现让鹅厂、猪场、米忽悠等一系列的游戏大厂全都震惊了。第27章正式版预告发布，第二平行宇宙龙茧。超兽武装的热度持续火爆，可谓是火得一塌糊涂，在方方面面都引起了轩然大波。作为最早开播超兽武装的呆小妹和小团团都在休息，马老师还在了解流程，想要知己知彼，而朴老师现在则是苦哈哈的，还准备找自己身为主角的存在感。他这边的剧情早已经到了玄义子住处相关的剧情，来到这里见到玄义子，火灵飞不小心打开盒子，引来了冥界士兵之后，看到冥界士兵竟然打不到那个人类老奶奶之后， PDD 的眼睛一亮，好像终于有了目标和方向。原来这些什么冥界士兵是打不到水蓝星人的，那老子之前还怕个球。哈哈，当主角的机会终于到了。 PDD 直接攥着拳头就冲了上去。之前小团团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观众们也想看看骚猪在这时候是不是真能装成功这个逼。然而下一刻 PDD 直接被冥界士兵们打飞了，这下 PDD 瞬间傻眼了。一旁的老奶奶还善意的提醒了他一句：小胖墩，走路小心些，不然会摔到啊。这善意的提醒听在 PDD 的耳朵中，只感觉要让 PDD 吐血。这是他要摔倒的吗？这是被打的呀，老子还就不信邪了。 PDD 站了起来，站在了这个老奶奶的身后。兄弟们，你们看好了，一定是这个老奶奶是隐藏的高人，只要站在这老奶奶的身后就绝不会被打，到时候老子就发动反击。 PDD 得意洋洋的时候，冥界战士一拳打了过来。这一拳打在那老奶奶身上的时候，直接从老奶奶的身上穿过，形成了虚影，而打在 PDD 身上的时候，就是结结实实的实体。我去， PDD 的笑容直接僵在脸上，一下就被打飞了。这特么的，要不要这么搞啊？这一刻 PDD 真的感觉彻底破大防了，而观众们在这时候都快笑抽抽了。哈，不行了，笑死我了，无论怎样被打的都是骚猪。笑死，骚猪你也不想想，人家冥界战士就算打不到水蓝星人，可你是超兽战士，不算纯粹的水蓝星人啊。笑抽了，兄弟们也不想想，骚猪有那个智商吗？哈哈，别说话，给我骚猪一个面子。666，看了骚猪和小团团玩的之后，我才知道小团团玩的有多好，辅助打酱油的角色要玩好也是不容易的。哈哈，骚猪这玩法显得超兽武装像是个搞笑游戏，实锤了，超兽武装的分类应该在搞笑区。观众们一个个的笑得不行，实在是 PDD 玩苗条俊这个角色以来弄出了太多的搞笑操作了，对比之下才知道小团团玩的有多好。很多人还在说着超兽武装这游戏简直绝了，安在哪个分区都能安得下。一开始看 CG 他们以为是机甲战斗游戏，看到进游戏在校园又以为是校园游戏，平行宇宙、星空、战舰群等因素又以为是科幻游戏，听到水蓝星只能在战舰群下坚持3个半小时，又觉得也可以是末日游戏。超兽武装一系列烧脑的伏笔，让观众们觉得做侦探推理游戏也不是不行。现在 PDD 又生生将超兽武装完成了搞笑游戏。超兽武装不愧是跨时代的游戏，在方方面面简直绝了。主人获得来自 PDD 直播间人气值加99999，
主人获得来自龙卷风等玩家人气值加99999，主人获得来自超音速等玩家人气值加99999。叶天在这时所收获的人气值也来了一波大爆发。看到超兽武装在各大软件都火到炸裂的程度，叶天的嘴角不禁微微勾起。接下来也是时候再添一把火了。叶天准备再填一把火，为超兽武装的正式版发布再来一个更好的预热。既然超兽武装现在已经足够火爆了，那就让他将这把火彻底烧起来。发布正式版确实需要海量的人气值，但各种 CG 它是有权限在系统中剪辑的。他直接像剪超兽武装的宣传 CG 那样，为超兽武装又剪了一个正式版的预估 CG， 发布在超兽武装游戏的相关页面。这下相关的热搜直接疯了一样的冲了上去。卧槽，兄弟们看了没有？超兽武装出正式版预告了！我的天，这么快，叶总神速啊！正式版预告都发了，我是不是可以做梦期待一下正式版也马上就要发了？跪求叶总799交个朋友，特喵的，别说799，正式版还有这品质，就算1799我都买。别说了，先去看正式版预告去，我已经迫不及待了。玩家们奔走相告，刚下播没太久的小团团更是收到消息，连下播后正在睡觉的呆小妹都知道了。什么？超兽武装出正式版预告了？呆小妹顾不上睡觉，急忙从床上爬了起来。先看超兽武装重要。呆小妹迫不及待准备弄好直播设备，和直播间兄弟们一起看正式版预告。不过她之前好像说等正式版出来再给大家直播超兽武装的。垂死病中惊坐起，真相竟是我自己。不管了，在呆小妹开始直播的时候，小团团那边也直播看起了超兽武装的正式版预告。他们两边的观众数量毫无疑问又是夸张的最多的。叶天发布的正式版预告自然是关于玩家们即将乘坐玄武号去到的第二平行宇宙。我去，好美，这场景美爆了呀！一点开正式版预告 CG， 呆小妹和小团团就几乎齐齐开口，只因一入眼就是一个绝美的地方。参天大树郁郁葱葱，奇山峻石，简直就是一处世外桃源。一个背后装载着飞行器的人正在飞翔，而前方是一个无比宏伟的大殿。这道人影通过飞行器的飞翔进入了大殿之中。此时大殿之中最高的主位之上正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的身影，一身铠甲威武逼人，手上的蓝色异能锁更是闪闪发亮。有一个人正站在他的对面，更是站在大殿中央。所有人一看就傻眼了。我去，这不是龙简吗？站在这里的不是别人，正是呆小妹和小团团他们所见过的龙简。第28章龙族大比，韩影诀 vs 寒冰掌。卧槽，这不是龙简吗？真的是龙简，是在篮球场上被老女人和小团团篮球装逼的龙简啊！龙简怎么在这样的大殿里？难道小团团之前看到的位置没错？龙简真是超兽战士？等等，会不会这是第二平行宇宙的龙简？毕竟在试玩版的最后，老女人他们都去往了第二平行宇宙。没错，玄一子大师说过，第一平行宇宙只有老女人和苗条俊两个超兽战士，这龙简一定是其他平行宇宙的战士。别说玄一子大师了，试玩版最后玄一子大师无了呀，想想就心痛。看到龙简竟然站在大殿之中，观众们一个个的都感觉惊奇。不过很多人也随之推断，但应该不是第一平行宇宙的龙简，毕竟按玄一子所说，在其他的平行宇宙中可能存在着互相之间长相一模一样的人。这时候那个背着飞行器的身影走进了大殿之中。抱歉，我来晚了。龙简转过身，不晚，时间刚刚好。坐在高位上的剑龙看到这一幕，嘴角都不禁紧了紧，随后一拍手，开始。剑龙一拍手，龙简和他的师兄战龙直接就打了起来。我靠，竟然一上来就是打戏，叶总良心啊！预告片都放打戏，简直良心的一批。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龙简和这个人比试的时候都不穿盔甲？这么一说确实是，两边观战的人都穿着铠甲，怎么反而对战双方不穿？观众们看到开局就是打戏，心中感到过瘾的同时，也不禁为龙简和战龙都不穿铠甲这件事感到有些许的不解。很快龙简和战龙直接打了起来。战龙找到一个机会，一掌印在龙简的身上，直接将龙简击倒了。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好像这个平行宇宙的龙简同样有点菜啊。战龙击倒了龙简之后，转身向剑龙行礼：“师傅，是我赢了。”高坐在座位上的剑龙却摇了摇头。哦，战龙转过身，发现龙简已经站了起来，两人再次打了起来。这一次龙简打出了血性，战龙根本没占到便宜。最后战龙被龙简一拳击飞了出去。战龙很快站起来，寒冰掌。
战龙对着龙茧连发3掌，龙茧躲过了2掌之后，啊！胸膛中了一记寒冰掌，龙茧直接摔倒在地上。我去，这个人有点厉害的，竟然有技能，一看就不是龙套。没错，之前银狮和老女人对决的时候，明显都没有技能。银狮和老女人的火灵飞比，就缺个技能啊，不然或许就赢了。是啊，看到银狮那么忠诚，真不想看到老女人赢。呆小妹，正在津津有味看正式版预告片的呆小妹都有些懵了。兄弟们，当时要是不杀那个银狮，死的就是我了，好不好？不管银狮怎么样，只要两人当时的立场不同，那就绝对是敌人啊。小团团这边也有人提火灵飞杀银狮的事，小团团看的则是很是羡慕。我当时就算想冲出去杀，也杀不了啊。当时怎么杀？拿菜刀冲出去杀吗？好不容易最后获得了那个穿山甲武装，结果还没怎么用，试玩版就结束了。所有人继续将预告片看了下去，只感觉既然战龙有技能，那肯定不是龙套。战龙再次向剑龙行礼，师父，我已经成为龙族最强的斗士，这把异能锁应该归我所有了。剑龙却再次摇了摇头，还不行。战龙转过头，眉头微皱，在他的视线中，龙茧竟然再次站了起来。师弟，你还挺顽固吗？呆小妹、小团团等人现在才知道，龙茧是这个战龙的师弟，两人分明都是高座上剑龙的弟子。战龙本以为能再次击倒龙茧，然而这一次，寒影诀！什么？战龙瞬间就震惊到了，没想到龙茧竟然掌握了龙族的至高奥义寒影诀。寒冰掌！战龙也用寒冰掌来回击，然而他的寒冰掌直接被龙茧破掉了。战龙结结实实的挨了寒影诀，一时半会儿站不起来。没有打不到的对手，没有闯不过的难关。龙茧傲立着，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几乎一个个的睁大双眼。我靠，龙茧竟然也有大招！龙茧帅的呀，这一波让龙茧装到了，不再是篮球场上那时候了。这特效，这制作，超兽武装，真是 YYDS。论特效就碾压了，这龙茧的师兄就算不是个龙套，地位肯定也没龙茧高啊。这不是肯定的，不然小团团又怎么能在飞船上看到龙茧的头像？还用看头像？论技能名字，龙茧的师兄就输了，人家都是幻天诀、火云诀，一看就是寒影诀更匹配。你叫个寒冰掌，一看就不是主角团的。卧槽，楼上的兄弟说的好有道理，我都无法反驳，是怎么回事？看到两人这一波激烈的战斗，很多人只感觉兴奋不已。尤其看到龙茧的大招这么华丽，逼格这么高之后，观众们更加确定，这绝对就是主角团的超兽战士。甚至还有人说，看技能名字就肯定是龙茧比战龙重要了，总不能主角团技能中混进来一个违和的寒冰掌吧？而这时候，战龙艰难地爬了起来，为荣誉而战，死而无怨。这一幕让高处的剑龙瞬间紧了起来。战龙将异能量发挥到极致，寒冰掌，龙茧也再次全力攻击。寒影诀，两人的寒影诀与寒冰掌直接对拼到一起。战龙以最快的速度连发3掌，然而这3掌在寒影诀的冲击之下，全都被击得粉碎。最后所有寒影诀的力道，他还是结结实实的承受了下来。战龙痛呼一声，而龙茧在此时已经打出了血性，一掌向着战龙攻了过来。住手！高位上的剑龙离开位置，一掌就挡住了龙茧。龙茧全力攻击下的寒影诀，竟然伤不了剑龙分毫。这一幕将许多人更是看懵了。第29章，玩家们抓狂了，超兽武装万众期待。卧槽，凭 A 接大招，这师傅牛逼啊！事实证明，你师傅还是你师傅，这其他平行宇宙的龙茧依旧差远了。师傅看着沉稳的样子，一看就是一个高人，还放在预告片里，一看就不是龙套。说起高人，我又想起玄一子大师了。我靠，别提玄一子大师了，刀死我了！看到剑龙轻易就挡下龙茧全力之下的寒影诀，直播间的观众们一个个的沸腾起来。这位师傅一看就是高人。剑龙在挡住龙茧后，看向了战龙。战龙，不要再打了。观众们在此刻才知道龙茧这师兄的名字。战龙挣扎着还想起身，但中了2次寒影诀，他无论如何都站不起来了，终于彻底晕了过去。剑龙对龙茧教导着：龙茧，你的寒影诀杀气太重，难道忘了我对你说过的寒影诀攻敌3分，自留7分吗？年轻气盛的龙茧感觉很不解。师父，致命的攻击怎能不全力以赴呢？剑龙看向他，难道为了胜利，为了荣誉，你就能够对自己的族人亲人痛下杀手吗？剑龙在说这一切的同时，感觉心中一痛，终究没有再去看向龙茧。记住，胜利能带来喜悦，荣誉能带来尊敬，但有一样东西比他们重要的多。龙茧急忙询问：是什么？
师傅。剑龙转过身，生命。剑龙并没有过多解释，我宣布龙简获得本次战斗的胜利，代表我们龙族最高荣誉的异能锁归你所有了。所有的青龙族人在此刻欢呼着，而这份荣耀注定没有战龙的份了。战龙在此时终于站了起来，在此时走出了大殿。师兄，龙简叫了战龙一声，战龙却闻所未闻，径直走出了大殿。剑龙再次叫道：龙简，你要记住，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伤害自己的族人亲人，否则你会悔恨一辈子的。龙简现在还不知道剑龙是什么意思，只能应声。剑龙叹息一声，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希望龙简你不会重蹈覆辙。观众们听到这里齐齐都骂了，我靠，这不是玄一子大师的语录吗？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太高大上了。不行了，我又想起玄一子大师了。我算是看明白了，叶总发超兽武装正式版的预告片是假的，发刀子才是真的。别说发刀子了，我感觉天上都下刀子了。听到剑龙这番话，很多人在此时不禁想起了玄一子，这下感觉心里更加中刀子了。玄一子大师一记元空灭，和狮王的整个战舰群同归于尽了啊！很多人心中又是唏嘘又是感叹。而正当很多人期待预告片接下来会预告些什么，会产生怎样的故事时，啪！整个预告片在此时戛然而止。超兽武装正式版预告片到此结束，期待正式版与您的相遇。呆小妹，小团团，观众们，我去，有没有搞错？这就没了？我可是特意爬起来看预告片的。呆小妹瞬间感觉破大防，小团团更是很是激动。我去，兄弟们，叶总这不地道啊！卡在关键的时候又断了，这简直太吊人胃口了。观众们一个个的也感觉心痒难耐。不过看到小团团他们的反应，许多人还是忍不住调侃：老女人特意爬起来，你不是说等超兽武装正式版出来再直播正式版吗？怎么现在就爬起来了？小团团说叶总不地道，已经录屏了，到时候发给叶总。叶总，咱直接封了小团团的 IP 和红魔识别吧，要不翻个10倍卖给小团团也行。两人在直播间分别看到观众们的言论之后，表情都稍稍一僵。呆小妹直接开启装疯卖傻模式，有吗？我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小团团更是怂的真实。啊，我的意思是，超兽武装的预告片在这时候断掉，期待感拉得太好了。这足以证明超兽武装更是一款跨时代的游戏，让我们期待叶总尽快将正式版发布出来。没办法，这时候不怂不行啊！要知道，水蓝星只是游戏发展不行，可不是科技不行。以水蓝星的科技发展程度，封了他的 IP 乃至于各种虹膜、声音，一切能检测到他本人的途径。如果叶天真的就这么把他封了，那他真的别想玩了。玩不了超兽武装正式版的话，他简直会疯的。试玩版的超兽武装看完后，所有人原本想着看看预告片，缓解下心中那心痒难耐的感觉，结果看完之后，心中更加痒到不行了，简直折磨。而这也正是叶天想要的效果。超兽武装因为叶天所发布的预告片，热度又更加爆了一波。微博上、头条上、B 站上，乃至于抖音和慢手等短视频 App， 铺天盖地的都是关于超兽武装的讨论。尤其是在超兽武装预告片的剪辑一被放出之后，热度更加炸裂。卧槽，超兽武装的预告片战斗也太顶了吧！那特效简直经费在燃烧。预告片里的龙简师傅一看就很强啊，看来在其他的平行宇宙又出现了高人。其他平行宇宙可能有和其他宇宙一模一样的人，玄一子大师所说的都对上了。不行了，看完预告片我更心痒的不行了，我来做个梦，希望叶总明天就发布正式版。兄弟，那你还是洗洗睡好了，游戏玩的少吧。一般预告片出来半年之后再发新游戏都有可能，甚至可能正式版就还只新建了个文件夹。我靠，不要啊！要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会疯的。快去微博催催叶总。兄弟们别想了，我早就为大家试过了，各大社交网站我都找遍，叶总根本就没注册官方账号，不然我早催了。网络上除了铺天盖地的讨论之外，很多观众都快期待的要抓狂了。超兽武装现在无疑已经到了万众期待的地步，而叶天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这种情况下，发布超兽武装的收益才能彻底最大化。第30章，注资合作。好家伙，牛魔王来了都得离2里地。在超兽武装全网火到炸裂的时候，华国垃圾游戏公司的老总真拉正一眼阴沉地看着有关超兽武装的诸多新闻。就是这个超兽武装将我们的新游戏流量全都抢走了。真拉此时一脸的不爽，手下人也汇报：是的，老板，准确来说，不仅是我们，全网的新游戏都在被超兽武装抢热度。只是在这个时间节点，
作为同题材上新游戏的我们，受冲击更强烈而已。就在今天，垃圾游戏公司又发布了一款新游戏，正是机甲类游戏。至于制作，自然不用说，纯纯的公模贴图游戏。这样的游戏，垃圾游戏公司已经制作了好多，可以说都是稳赚不赔。水蓝星的游戏发展整体不行，他们出的这种贴图游戏，很多时候玩家也只能捏着鼻子玩，靠着他们的手法做宣发，运营一波几乎没有亏的时候。今天垃圾游戏公司早就提前做好预热，做好了新游戏的宣发，结果万万没想到，这时候会横空出世一个超兽武装。真拉一脸阴沉的看了半天，随后似笑非笑的笑了起来。没事，谁让我大人有大量呢？这款游戏做的还算不错。联系那个轮回游戏公司的叶天就说，我们垃圾游戏公司要注资帮他研发超兽武装正式版，当然抽成方面我们会多要一些。真拉的新游戏虽然血亏，但他幻想着能对超兽武装进行注资，到时候就大大的分一杯羹。手下人一愣，真总，可是如果超兽武装的正式版已经研发完成了呢？真拉一听，嗤笑一声，你觉得这可能吗？不得不说，这款游戏的制作还算不错，在这种制作下，每一帧都是相当烧钱的。他们做完一个试玩版已经是极限了，又怎么可能做出一个正式版？真拉一副很自信的样子。很明显，这家公司费时费力的做出这款超兽武装试玩版，就是想用试玩版的效果来进一步拉到投资。没关系，那我们垃圾游戏公司就给他们这个机会。手下人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7个平行宇宙，这么大的世界观全都做完，简直想都不敢想，要烧多少钱？真拉越发自信的样子。况且如果正式版真的做好了的话，他又怎么会无论在试玩版的结尾还是预告片中都没放出正式版的上线时间？连玩家们都知道，放出预告片之后，正式版估计就才新建了个文件夹。难道这个道理我不懂？叶天没有公布超兽武装的正式版发行时间，一开始是在等人气值足够，后来则算是有些在拉期待，想要等玩家们期待最高的时候，这把火烧到最旺的时候，他再将超兽武装正式版一举放出来，起到爆炸的效果。结果却让这真拉误会，以为他的正式版根本没做好。运营部的负责人点了点头，明白了，真总，我这就让人去做。真拉也很满意，随后也联系了法务部的负责人，让其派人快点按他的要求初步起草一份合同。而运营部的负责人很快也收到了手下的反馈，真总，那个轮回游戏公司的叶总没注册官方微博，其他的官方号也没有，在社交软件上我们没有联系到他的途径。真拉一听更加嗤笑一声，果然小公司就是小公司，不管通过什么渠道，反正给我联系到他，实在联系不到就去他们公司地址那边找人。真拉听完觉得给轮回游戏公司的分成比例还可以再降一些，而运营部的人七拐八拐，好在现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还算互通，到最后终于是让他们在一个招聘软件上看到了早就不更新的轮回游戏公司招聘信息，借此试试能不能联系上叶天。叶天自己都没想到，早都不看的招聘软件上都能来信息，看了一下，发现竟然还是要来给他投资研发超兽武装正式版的其他游戏公司。叶天的超兽武装正式版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人注资研发，直接婉言谢绝，但对方却很坚持，甚至还将早就拟定好的电子合同发了过来。叶天一看之后，好家伙，这真是牛魔王来了，都得被你们先离2里地。嘿，这也太黑了。达成所谓的合作之后，这家轮回游戏公司给他的分成甚至还不足91分，这什么垃圾游戏公司，真把他当要饭的了。叶天直接再次拒绝，随后便不再理会这些消息。而垃圾游戏公司那边自然收到了叶天的拒绝，任凭他们再怎么坚持都没用。真总，那位叶总拒绝了我们，根本不接受我们的注资。真拉的表情瞬间就阴沉了下来，区区一家小公司竟然还敢拒绝我们垃圾游戏公司。他们垃圾游戏公司虽然比不得那些大厂，但也是华国的次一线游戏大厂，在真拉看来根本就不是这种小公司能比的。真拉似笑非笑，好，谁让我大人有大量，那分成比例再稍微给他提提，但也仅此而已了。法务部的人又将分成比例改动了一下，这下给叶天的分成差不多是91分了。而发过去后，别说叶天同意了，他们连个回应都没收到。这下真拉的脸色终于是彻底阴沉。混蛋，这个小公司的小老板简直不识抬举。真拉嘴上说着他大人有大量，但他可不是真正的大人有大量。宣发的新游戏因为超兽武装的上新而血亏，他早就记恨上了叶天。不过想到如果能够参与超兽武装的正式版分成，能吃一波更大的油水，那之前的亏损才勉强可以接受。
他给叶天这么低的分成比例，除了感觉叶天就值这个价之外，也等于是将这次新游戏的亏损全都算上了。在他看来，自己新游戏的亏损就应该由叶天来承担，却不想叶天根本就不同意这种合作，这让他的亏损瞬间就变成了纯亏损。真拉脸色阴沉之余，直接用他的手机登上垃圾游戏公司的官方号，发布了一则官方动态。第31章正式版发布确定，全网热度疯了。一款好的游戏，一个真正的游戏公司，应该把更多的心思放在游戏制作上，而不是靠着半成品的试玩版，靠着半截游戏预告片拉投资，只想着为玩家画大饼，只想着搞商业，不以玩家为本的老板和公司注定走不远。真拉一气呵成，将这个官方号的动态直接发布了出去。而这时候，微博上有关超兽武装的各类话题，现在正火到炸裂呢。垃圾游戏公司官方号这则动态一发出来，似乎是在指桑骂槐的样子，一下子就被很多网友注意到了。兄弟们，看了垃圾游戏公司新发布的官方动态了没有？似乎是在内涵超兽武装啊！我刚去看了，卧槽，明显就是在内涵超兽武装。没错，我作证，我邻居的表妹的2大爷的4外甥在垃圾游戏公司当员工，有内部消息。听他说是垃圾游戏公司想要给叶总注资研发超兽武装正式版，给叶总的分成比例还不到82分，被叶总拒绝了。我特么，垃圾游戏公司的游戏我之前还玩过，纯粹的贴图游戏，就这还敢碰瓷超兽武装，完全就是找骂。很多网友们一看，尤其是很多正在期待着超兽武装的玩家们一看，直接就炸了，纷纷跑到垃圾游戏公司的微博官方号下面去骂人。真拉都没想到超兽武装会有这么好的玩家缘和路人缘，这一切都是他始料未及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一直觉得超兽武装只是一款还不错的游戏。他一开始知道超兽武装的时候，公司的新游戏已经被超兽武装的横空出世顶得亏损严重了。真拉等于从最开始就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超兽武装，根本没觉得这是一款跨时代的游戏。这种来自玩家的反噬让他完全没想到，真是一群脑残粉。真拉气到不行，直接又发布了一则官方动态，这次可以说得更加直接，希望广大玩家擦亮眼睛，免得被一款半成品拉投资的试玩版游戏蒙蔽。一款1年、几年、10几年，甚至永远也不会上线正式版的拉投资游戏，根本就不值得广大玩家们期待。没有庞大的现金流支持，一款大型游戏的制作就是空中楼阁、空头支票。垃圾游戏公司旗下游戏永远以玩家为本，玩家们可以多多支持。真拉一口气将最新动态发布出去，顿时感觉心中舒爽了不已。而在看到相关消息后，不在办公室的宣传部负责人都默默的不说话了。这些话让他发，他是绝对不会发的，但谁让人家是老板呢？底下人也只能乖乖接受。话说许多真实的商战，董事长都直接投毒，亲自翻墙偷拍，带人抢公章。这么来看，真拉着上头应对的举动，好像也有些可以理解。而网友们在看到垃圾游戏公司所发布的动态之后，一个个的顿时彻底忍不住了。操，垃圾游戏公司是哪来的脸说这些话？就他们那些垃圾游戏也敢来碰瓷超兽武装，真是没有起错的名字，真垃圾啊！呵呵，垃圾游戏公司以玩家为本，呸，我看是以钱为本才对吧？就你们那贴图游戏，我宁可玩千遍万遍超兽武装的试玩版，我也不玩你们的。垃圾游戏公司的老板和你妈打电话千万不要先挂，不然你妈就挂了。玩家们一个个义愤填膺，气得不得了，言辞上也越来越激烈。真拉看了之后，脸色更是铁青一片，本想再发些什么，不过想了想，还是没有再继续发，心中也不禁冷笑。这些玩家们跳脚又怎么样？接下来事实自然会说话，到时候自然会看出谁才是小丑。许多玩家们对垃圾游戏公司骂声一片，在诸多的超兽武装热搜之中，垃圾游戏公司生生被骂上了一个热搜。而很多观众在这种时候也逐渐的思考到一个问题，虽然垃圾游戏公司实在可恶，但有一点他们说的没错，开发大型游戏是很烧钱的。我看叶总的公司规模不大的样子，会不会现金流真的不太足够？要不叶总直接开众筹吧，只要正式版能做出试玩版的质量，我愿意为超兽武装花钱。对，我也是，众筹完全没问题。叶总要不将试玩版收费也行，这么完美的试玩版只是免费太可惜了，完全值得收费。这个主意好，试玩版收费吧，只要能有开发正式版的钱就行。观众们一个个的考虑到开发超兽武装正式版可能确实没钱的因素，很多人都在说要众筹，甚至都在主动说要让试玩版收费，试玩版收费都买，只希望能保证正式版的质量和制作。而这一幕让之前还在心中冷笑的真辣脸色瞬间就僵住了。怎么可能？
这些玩家们是疯了吗？哪有主动求着免费游戏收费的？真拉感觉无法理解。他之前还心中想着，到时候看看谁才是小丑，结果现在来看，小丑竟是他自己。真拉理解不了玩家们的这种举动，更理解不了长期被水蓝星的落后游戏发展所折磨，只能捏着鼻子玩那些粗制滥造的贴图游戏，长期处于这种泥沼中的玩家们，看到超兽武装这款跨时代游戏的出现，是看到了怎样的曙光。为了这样一款超兽武装正式版的出现，哪怕是在大力支持，他们都舍得。真拉作为一个纯粹的商人，早就没有这种身为玩家的初心了，此时当然无法理解。而叶天看到网上愈演愈烈的态势，这真拉是故意要给我添一把火，让超兽武装烧得更旺吗？叶天原本就打算将玩家们的期待感都拉起来之后，到那时再一举发布超兽武装正式版，起到最佳的效果。没想到超兽武装的火已经烧得够旺了，这时候还又跳出一个真拉，又添了一把火，这怕是让玩家们必须要买爆超兽武装的理由又多了一个。叶天觉得是时候了，注册了个官方微博号，花钱搞了个认证。超兽武装正式版最低定价188华国币，系统中有着关于超兽武装正式版的最低定价。对于这样一款跨时代的游戏，这是最低定价了。至于网上定价，哪怕叶天想在后面加个0都可以。叶天想了想，他现在需要的是人气值。至于钱，虽然他现在比较缺，但只要超兽武装一发布，分成下来，到时候他直接不缺钱，让更多玩家玩上超兽武装，提供人气值更重要。叶天直接用官方微博号发了动态，超兽武装正式版将于明日6点准时登陆蒸汽平台，定价188华国币。感谢所有人对超兽武装试玩版的支持，正式版大家不见不散。轮回游戏公司叶天，叶天这则宣告一出，相关的热度直接疯了。第32章，马老师撞头了，这是来搞笑的吗？卧槽，轮回游戏公司的叶总竟然发动态了，不会是高仿号吧？我刚才搜了，明明还没有。是真的，兄弟们看，号上有官方认证，看时间是才注册不久的。我靠，超兽武装竟然只卖188，来个人打醒我，告诉我这是真的。叶总，要不在后面加个0吧，不然我玩的不安心。网友们看到叶天所发布的超兽武装发布相关动态，直接全网疯狂了。超兽武装明天就会发布，超兽武装的定价只有188，这让很多网友和玩家们都觉得实在太不真实了。没想到他们真的能这么快等到超兽武装正式版的发布，这条热搜直接疯了一样的被顶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叶天看到这种火到炸裂的反应，想了想，又发布了一则动态：超兽武装正式版价格为188华国币，游戏内无任何额外收费道具，大家可以玩得放心。更丰富的玩法等待大家去解锁，期待明日6点超兽武装正式版与大家见面。这条动态之下，评论区也完全炸了。我靠，叶总又发动态了，游戏内还没有任何额外收费道具，叶总也太良心了吧？要不在价格后面加个0吧，我怕你们回不了本啊。没错，这么一家有技术又有良心的公司可不能垮了，之后像超兽武装这样的神作可以多来点。叶总现在删了这条动态，我可以装没看到，咱把定价改一波吧。看到叶天这么良心的举动，网友们一个个都无比激动，甚至很多人纷纷在要求叶天改价。被那些无良游戏公司坑惨了，突然冒出来一家这么良心的公司，玩家们都感觉完全不适应了。而垃圾游戏公司之中，看到叶天所发的微博动态，真拉的表情也不禁有些僵住了。他万万没想到叶天竟然认证了微博号，让他更没想到的是，超兽武装正式版竟然明天就会发布，定价还只有188，这个叶天疯了吗？更疯的是那些玩家竟然主动想要他改价，真拉感觉不理解，很不理解，尤其无法理解超兽武装这款跨时代游戏的出现给玩家们带去了怎样的曙光。想了想，真拉自以为明白了，冷笑起来，原来如此，还真是我小瞧你了，看来你是想利用这种粉丝营销合理的调高价格，显得就像是网友们期待你才调高价格的一样，现在的定价只是虚标而已。在真拉看来，不用多久叶天估计就会再发一则动态，什么应广大玩家要求，公司内部商议调高超兽武装正式版定价之类的话。然而在这2则动态之后，叶天的微博号却再没发一条动态，这让真拉的想法一时间完全落空了。而玩家们在兴奋地讨论超兽武装游戏之余，很多玩家也没忘了来垃圾游戏公司的官方号下面嘲讽：怎么，垃圾游戏公司现在还有话说吗？脸都被打肿了吧？哈哈，是谁说超兽武装的正式版要1年、几年甚至10几年才出来的？没想到吧，超兽武装正式版明天就会出来，笑死，
还好意思说超兽武装是半成品的拉投资游戏？超兽武装根本就不需要你们这垃圾游戏公司注资。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是个游戏大群的群主，我们群里现在已经全员抵制你们垃圾游戏公司的游戏了。你不是喜欢钱吗？好自为之吧。看到玩家们都齐齐过来嘲讽，有强硬直接过来骂的，有阴阳怪气的，还有说要全员抵制垃圾游戏公司的。这一切将真拉的鼻子都快气歪了，脸色早就变成了猪肝色。而在叶天宣布明天就发布超兽武装之后，除了激动的玩家们脸色铁青的真拉之外，主播们也都很激动。而其中有一个主播现在还尤为激动，我去，叶总明天就要发布超兽武装，这也太神速了吧。马老师在看到相关的消息之后有些傻眼了，他原本也是觉得超兽武装正式版一时半会儿肯定上线不了，还在悠哉悠哉的了解流程，准备完美的将超兽武装玩下来呢。结果叶天突然发布消息，明天就要发布超兽武装正式版。叶总，你不讲武德，来骗，来偷袭我马老师。马老师看到这种情况也不公然水直播看流程了，况且他也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急忙开始了超兽武装的正式直播。再不播的话，吃酒赚大肠都赶不上热乎的了。马老师正式直播超兽武装试玩版之后，很多观众都收到了消息，马老师开始直播超兽武装了。正好我愁晚上这时间怎么打发呢，看看去。没错，叶总这么快发布超兽武装正式版好是好，就是早上6点这时间有些阴间，我今晚不睡了。兄弟们你们牛逼，我是得先睡了，明早定8个闹钟，我就不信我起不来。睡什么？超兽武装正式版要发布了，你还睡得着？起来嗨！哈哈，反正我是不睡了，准备等超兽武装，看看马老师直播去。马老师直播的比较晚，这时候一些主播都基本通关试玩版了。不过马老师的运气还算不错，由于叶天选择发布超兽武装的时间在早上6点，这时间很多观众感觉常年赖床的自己起不来，索性就不睡了。想要打发时间的他们齐齐涌入了马老师的直播间。马老师的直播间人气瞬间就暴涨起来，完全不亚于之前小团团呆小妹他们直播那时候。终于还是最后吃上了一波热乎的酒赚大肠。马老师弄好设备进了游戏，有着朴老师的惨痛教训在前，他自然选了火灵飞这个角色。至于昵称，没用默认昵称，用的自设昵称大司马。开局的游戏流程马老师也都进行的挺好，篮球场也装到了逼，后面面对冥界士兵的时候也没害怕到拉垮。观众们乍一看还觉得马老师提前做了研究还是有用的。而在剧情进展到来到玄一子住处时，马老师动起了脑筋，如果这个装着玄冥之池的箱子不打开，是不是就不会被冥界的人感知到，也就不用再去第二平行宇宙了。我马老师果然是个天才。芜湖，在玄一子将玄冥之池递过来之后，马老师没像呆小妹那样不知晓一切的将其打开，将其好好保护着，甚至他还好好护在怀里，免得被一旁的苗条俊按到了。结果正因为马老师将盒子抱得太紧，衣服上的纽扣不小心碰到了盒子的按钮，盒子打开，一道光束冲天而起。马老师，这都行？马老师的目光一狠，向着旁边的墙壁就一头撞了过去。啊！下一刻，马老师直接捂着头惨叫起来。他原本是想把自己撞死，进度就能回到之前，到时绝不能打开盒子。结果根本没撞死，疼死他了。这一幕将玄一子和天宇包括包布都整不会了，而观众们瞬间就忍不住笑喷。马老师，你是来搞笑的吗？第33章好感度持续下降，观众们笑疯了。哈哈，马老师这是在干嘛？笑死我了。马老师，你前面玩的还不错，不过你现在这操作是来搞笑的吗？笑死，我看明白了，马老师想撞死回去之前的进度，结果没撞死，反倒快疼死了。马老师别撞了，这么撞是撞不死人的。哈哈，我是万万没想到马老师还能整出这出花活。直播间的观众们感觉一个个要笑死。马老师这思路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没撞死那就显得问题大了。不会马老师古代剧看多了，觉得真就这么容易就能撞死吧？天宇在此时急忙夺过装着玄冥之池的盒子，将其关上。但毫无疑问，狮王的战舰群那边已经感知到了。马老师捂着头站起来，心中一狠，兄弟们，没关系，撞不死没关系，咱们还有道具。马老师来到 NPC 苗条俊的身边，直接拔出了苗条俊随身带在身边的菜刀。既然撞不死，他就不信用菜刀来杀自己都杀不死。马老师一刀就准备抹脖子，结果还没等他成功，玄一子的手指远远的一弹，他手中的菜刀直接飞了出去。大司马，玄一子一脸奇怪，大司马，你这是做什么？即便你不认识我了，也不至于一见到我就要自杀吧？我对你们没有敌意。大司马还想去拿菜刀抹脖子，
结果玄一子的手再一弹，菜刀飞得更远了。马老师都快生无可恋了。大师，我有非死不可的理由，求求你让我死吧！他不死，游戏进度就回不去。那一会儿冥界战士就要来袭了。玄一子不明白马老师为什么要这么做，自然摇了摇头。大司马，你不能死。身为超兽战士，你的命运是阻止冥王。天宇在一旁也一脸嫌弃。师傅，怎么感觉这个超兽战士神经兮兮的？马老师，玩家马老师使用昵称大司马，与天宇好感度降为一般。马老师，这下马老师瞬间傻眼了，怎么不仅没死成，和天宇的好感度还下降了这么多？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顿时就笑到不行了。666，马老师偷鸡不成蚀把米了，属于是。哈哈，马老师不仅没死成，返回进度，和天宇的好感度还下降了，简直血亏！笑死！马老师，咱不是信誓旦旦的说着有道具吗？怎么还没死成？哈哈，马老师说的其实没错呀，真道具！真是笑死了，感觉马老师还是没完全理解透游戏啊。估计马老师就算真的死了，也阻止不了盒子打开。没错，看在小妹和小团团直播的时候，大师不是说了命运注定要让冥王复活吗？马老师是拦不住的。看到马老师不仅没死成，和天宇的好感度还下降了很多，这种血亏的局面让观众们一个个感觉要笑死。马老师自己都快要吐血了。他之前很重视与天宇的好感度，甚至因为他已经大致了解了游戏流程，在学校后山面对冥界士兵的时候，他并没表现得多么害怕，和天宇的好感度还明显的涨了。结果现在一波全都跌回来了。尤其是在看了看直播间观众们的弹幕之后，马老师愣了愣，我去，一些兄弟们说的有道理啊。他现在一想，玄一子用出元空灭之前确实说过命运要让冥王复活，也注定要让超兽战士来阻止他。难道冥王的复活真的无法阻止？哪怕他刚才真的作死成功，玄冥之池早晚也会被冥界的人感知到。那他刚才干嘛作死啊？还白白和天宇的好感度降低了这么多。马老师瞬间就郁闷了，不行，要想个办法和天宇的好感度涨回来。接下来的游戏流程马老师大概都清楚，既然如此，那就需要在接下来的流程里把好感度涨回来。不久之后就有一个机会。冥界战士很快寻来，双方打了起来。天宇和金狮体术方面基本平分秋色，不过靠着有大招幻天诀，还是击倒了金狮。而狮王到来后，天宇自然还是被超兽状态的狮王抓在手里。马老师拿装着玄冥之池的盒子出去换天宇，如果你想要这个盒子，就必须放了天宇。马老师说的义正言辞。超兽武装的狮王看了看他，将手摊开，天宇坠落下来。天宇，马老师想去接住天宇，结果慢了一步，天宇先摔在地上后，他又扑在了武装状态下的天宇身上，活生生造成了二次伤害。马老师，一旁的 NPC 苗条俊都看不过去了，真是丢人。马老师自己都感觉有些傻眼，这怎么没接住啊？天宇，你没事吧？天宇感觉浑身要散架了，摔在地上，这下他还没觉得怎么样，大司马这波二次伤害是着实不轻。天宇也不禁有些怒意，还不快起来，是不是想占便宜？马老师，不是，天宇你现在是武装状态，浑身铠甲硬到不得了，我压你身上都硌得腰子疼，占哪门子便宜？玩家马老师使用昵称大司马，与天宇好感度降为嫌弃。马老师这下彻底傻眼了，我去，怎么好感度还要降了？这是真低皮啊！观众们看到这一幕之后，一个个的是真的笑到肚子疼了。哈哈，不行了，马老师这操作真的溜。666，马老师再次偷鸡不成蚀把米了，笑死！能看出马老师是想仗着这个机会涨好感度的，结果不仅没涨，还反倒又降了。哈哈，之前带小妹接天宇的时候是直接将天宇接住的，不这么对比都没发现老女人玩的有多好。带小妹全靠铜墙衬托，大恩不言，谢了马老师。马老师的这几波骚操作将观众们都快笑疯了，直播间热度也在疯狂的暴涨之中。伴随着暴涨的还有叶天所收获的人气值，主人获得来自马老师直播间人气值加99999，主人获得来自洛洛等玩家人气值加99999，主人获得来自晶晶等玩家人气值加99999，叶天所收获的人气值瞬间就来了一波疯涨。第34章，说好的救我呢？马老师破大防了，观众们一个个的感觉笑不活了。如果是马老师故意想整些骚操作来吸引他们注意的话，他们或许还不会感觉有这么好笑。但很明显，马老师是真的打算好好玩的，真的打算阻止装着玄冥之池的盒子打开，也真的想提升和天宇的好感度。结果马老师越想这样，事情就越发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这一幕幕是真的快将观众们笑死了。正当马老师郁闷的时候，我去，他突然感觉整个人悬空，自然是被超兽武装的狮王将他抓了起来。大司马，没想到是你把玄冥之石还给我的。马老师早就了解了这段剧情，此时还勉强算比较震惊。观众们看到这里，哈哈，这么一对比，还是老女人使用默认昵称火灵妃听起来舒服。就是马老师把玄冥之石还给狮王，哈哈，怎么听怎么怪怪的。因为大司马使用的是自设昵称，导致玄义子和狮王等人对他的称呼都是大司马，而不是火灵妃。对比之下，观众们才觉得哪里有种怪异感。等到狮王将异能锁还回来，离开这里，准备带着玄冥之池回返冥界之后，玄义子也带着天宇等人去了玄武号飞船之中。马老师心中暗下决心，既然玄冥之池的剧情已经阻拦不了了，那我就要趁着一会儿打冥界士兵的时候多的经验多升级才行。马老师之前看完呆小妹的流程，在星空外对战冥界士兵的时候，有不少冥界士兵是被天宇用幻天诀解决，这部分经验呆小妹没拿到手。马老师觉得这可太浪费了，自己必须将这些经验都拿到手。武装，马老师换领武装过后，终于感觉自己有点主角的样子了，心中也很满意。通过发射塔与天宇去到星空中对付狮王战舰群的时候，马老师有意无意的，大多时候都处在天宇的身边，甚至有时候直接就躲在天宇的背后。以天宇的实力，对付那些普通的冥界战士自然很简单。而在天宇将冥界战士们打残之后，马老师的目光就瞬间一亮，天宇，我来帮你。这时候马老师也不躲了，直接冲了出去，几下就解决掉了普通的冥界士兵，击败普通冥界战士，获得经验。一片片的经验提示传来，马老师对此感到很满意。直播间观众们都忍不住吐槽了，马老师这简直不讲武德。没错，拉仇恨拉怪让天宇女神对付，等残血的时候自己抢人头。马老师看到了观众们的吐槽，心中仍旧得意，不讲武德就不讲武德吧，反正这是游戏嘛，经验和等级什么时候都是最重要的。而在这时候，玩家马老师使用昵称大司马与天宇好感度降为厌恶。马老师这落在天宇眼中胆小鬼一样的举动，无疑是让双方的好感度进一步下降了。马老师，我去，怎么好感度又降了？这是真的皮，再怎么下去，天宇有一天不会刀了我吧？马老师感觉人傻了，他是按正常游戏玩法来拉怪的呀，拉到天宇这个强大战力的队友旁边，自己保存体力，等小兵残血了再出去收人头，有什么不对？结果这样，好感度都刷刷降了。观众们刚才还在吐槽，这一下直接瞬间笑喷，哈哈，苍天有眼，马老师的报应这么快就来了，我信了，果然是不是不报仇味道啊？笑死，就马老师和天宇女神这好感度，怕是哪天天宇真会把他刀了也说不定。哈哈，马老师一心想要提高和天宇女神的好感度，结果刷刷降，太搞笑了。但小妹之前都没想提升天宇的好感度，结果现在好感度都到爱恋了，属实是玄学了。看到马老师与天宇的好感度又降了，观众们一个个的笑到不行。果然马老师就该遭这种报应才对，尤其是马老师努力想提升和天宇的好感度，结果好感度却一直降。戴小妹之前根本就没想多提天宇的好感度，结果好感度刷刷涨，都到爱恋了，弄得呆小妹看到天宇下意识的都想躲，完全是一种玄学的搞笑感。马老师的心中也有些郁闷，不过看到自己上涨的经验，很快支棱了起来。兄弟们，好感度降低而已，问题不大。游戏嘛，经验和等级这些永远是最重要的。呆小妹和天宇的好感度高怎么了？自己将这波小兵的经验全吃了，论实力，也就是论异能量，自己现在肯定比呆小妹更强。想到这里，马老师又支棱了起来。而正在这些冥界士兵被清完了之后，异能推进状态的银狮出现了。银狮一登场，就向马老师猛攻了过来。马老师感觉自己又行了，兄弟们看好了，这波是我的强势期，我去，这个银狮怎么这么猛？和银狮真正交手之后，马老师只感觉人妈了，这银狮完全强得过分。马老师被银狮一脚踢在脸上，踢飞了出去。天宇也上去进攻银狮，但两人都不是银狮的对手。而马老师现在还不会释放火云诀，银狮的注册目标就是马老师，几下就把他当的几乎要龇牙咧嘴，直接被打到了战舰的边缘。没关系，兄弟们，这波不慌，天宇接下来会来救咱们。熟悉剧情的马老师感觉很自信。然而下一刻，银狮直接一脚将他从战舰上踢了下去，下方直接由战舰群打开一个冥界黑洞，马老师彻底坠落了进去。啊！马老师只感觉自己的意识都瞬间模糊了，
妄图用身体去试试冥界黑洞有多深，这下死了吧？马老师，他什么时候要用身体去试试冥界黑洞有多深了？分明是被银狮打得掉进去的。而且，我去，兄弟们，说好的天宇会救我呢，怎么人影都没见到一个？马老师顿时感觉心态崩了，彻底破大防。第35章，天宇掉冥界黑洞里了。马老师，这还玩个蛇皮？马老师这破大防的样子，让观众们一个个的真要笑死。哈哈，笑死我了！马老师还在等着天宇女神救命呢，结果直接掉进去了。用身体去试试冥界黑洞有多深，这死亡提示是懂吐槽的。666，马老师是不是想太多了？带小妹之前玩的时候和天宇好感度那么高，天宇当然会拼命救了。马老师，你这算个什么？哈哈，说的是马老师你和天宇的好感度都厌恶了，天宇不帮着银狮一块揍你就不错了。笑死，是谁说好感度不重要？游戏中重要的只是经验等级的。马老师打脸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观众们一个个的笑得肚子疼，尤其是每次马老师这种明明想玩好，结果却又玩不好的样子，实在是滑稽感、搞笑感十足。马老师看到黑掉的画面，也不禁傻眼了。再看看直播间观众们的吐槽，好像确实有道理啊。天宇和他的好感度太低了，远远不是和呆小妹那时那种情况，哪怕不救他，也完全是情有可原。马老师越发郁闷了，这样看来，好感度确实还是有用的。可是他现在越想和天宇的好感度涨上去，就越涨不上去，这简直玄学。在自动进度点复活之后，马老师看到还是对战银狮的时候，这一次马老师学精了。既然天宇不会像和呆小妹那时那样拼命救他，那他就尽量转移银狮的目标。大司马尽量和天宇靠在一起，两人共同对付银狮。在大司马有时的刻意躲避之下，外加天宇打得一直很拼命，终于是将银狮的目标从他身上变成了天宇。啊！天宇打不过银狮，被银狮向着战舰之下踢了下去，最后只能艰难地用一只手把住了战舰的边缘。玄武号中的玄义子在此刻也远程提醒大司马，快点用出你的绝招火云诀。看到这熟悉的一幕，马老师顿时感觉自己支棱了起来。兄弟们，看好了，接下来就看我一个火云诀解决掉银狮。马老师之前就了解过游戏流程，在他看来，这时候应该能放出火云诀。超兽武装的游戏设定应该是属于老婆祭天、法力无边的那种，只有此刻天宇身处危险，他才能放出火云诀。虽然他将银狮向天宇引过去，有和天宇的好感度继续降低的风险，但只要一会儿他大发神威，一个火云诀在关键时刻救下天宇，绝对就能挽回这种好感度，甚至说不准还能让好感度大涨一波。马老师越想越觉得自己是个大聪明。火云诀，马老师尝试着调动异能量，大喊着准备放出火云诀。然而喊完之后，什么都没发生。马老师直接愣住了。在马老师发愣的时候，银狮踩了天宇武装状态下的手指。啊！天宇在此时直接坠落下去，掉在冥界黑洞之中，消失不见。马老师，玩家马老师使用昵称大司马，与天宇好感度降为深恶。马老师，我去！这下马老师彻底傻眼了，他的火云诀没放出来，天宇直接掉进冥界黑洞里去了。掉进冥界黑洞之前，和他的好感度又来了一波降低，这特喵要怎么玩啊？直播间的观众们在此刻更是一个个的快炸了。卧槽，马老师把天宇女神坑死了，竟然把我老婆坑死了，我刀呢？竟然能把天宇女神都坑死，马老师你到底会不会玩？借苗条君的菜刀一用，我准备刀了马老师。观众们都万万没想到，天宇就这么被坑的掉冥界黑洞里去了，一个个的都很激动。马老师早就感觉人妈了，好感度不好感度的倒是在其次，要是在接下来的关卡少了天宇这个强大的队友，什么都要靠自己的话，那可就艰难太多了。在天宇掉进冥界黑洞，黑洞也随之关闭之后，银狮的目标只剩下了马老师自己。这次银狮没有选择将马老师也踢下星空，而是冲过来将马老师一顿暴揍。我去，别打了，别打了，真要打的话也别打脸啊！马老师被打得狼狈的左躲右躲，却根本躲不开。最后马老师的意识彻底模糊，被银狮一顿暴揍，你被打死了。马老师，这么简单粗暴的死亡提示，事实证明有时还不如那种吐槽向的死亡提示呢。不过还好，不管怎么说，他这次还是死了。复活后重新读取进度，这次绝不能让天宇掉黑洞里了。然而等到马老师自动复活后，看到面前的一幕，彻底傻了。我去，怎么是从这里开始的？复活后的游戏进度竟然是从天宇掉进冥界黑洞后，银狮向他攻过来的时候开始的。
马老师真的感觉破大防了，兄弟们，这还玩个蛇皮啊！而观众们在看到马老师这复活的节点之后，一个个的还是忍不住笑出了声。哈哈，马老师复活后还是见不到天宇，这下心态真崩了。我忽然感觉不激动了，马老师将天宇坑没了就没了呗，反正我自己玩游戏的时候，每次都能见到天宇女神。哈哈，说的是马老师最多是将他的天宇女神坑无了，我们的天宇老婆可都还在呢。笑死，马老师没了天宇，接下来的所有关卡可都要自己打了。哈哈，马老师想重开都重开不了，马老师啊，你这号怕是废了。整个直播间都是一片欢乐之色，想到马老师接下来要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观众们就感觉很是幸灾乐祸。尤其是超兽武装，每个人只有一次选择角色的机会，无法更改，无法重开，玩家也无法自行储存进度，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带来不同的结果。一切的一切都在表明，这几乎不仅是个游戏，完全就像一个真实的世界。马老师现在无疑是只能这么硬着头皮往下玩，别想着再回到以前了。之后在玄义子用出圆空灭将战舰群都封进圆空间，马老师孤零零的和 NPC 苗条俊还有包布待在一起，有种在风中凌乱的感觉。第36章超兽武装正式版发布，秒破蒸汽平台记录。马老师的试玩版结束了，别看马老师直播的晚，这时候马老师的直播还真的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过可不是像马老师设想的那样成为直播超兽武装最完美的主播，而是各种没想到的骚操作让观众们彻底笑不活了。马老师自己都玩郁闷了，属实是将悲伤留给自己，将快乐留给观众。甚至在他直播结束之后，他和 PDD 的直播还被人剪成了集锦，成为了一个主播名场面。观众们看过之后更加笑疯了。哈哈，骚猪想篮球装逼，结果被反踩一波肩膀。骚猪表示明明我才是主角呀。666，骚猪坐上凤羽闪池的时候竟然直接被甩下来了。哈哈，现实中的体重带到游戏中了，笑死。骚猪想躲在那个人类老婆婆后面，结果又被打的一幕，是真的笑死人。哈哈，论骚还得是马老师骚，用头去撞墙，和天宇好感度刷刷降，就问你怕不怕。最搞笑的是马老师最后把天宇坑进冥界黑洞坑死了，接下来的关卡马老师可就得自己玩了。哈哈，我是看明白了，待小妹和小团团那边能看到正常的正向操作，骚猪和马老师这边都是骚操作。这主播名场面的集锦被剪辑发布之后，整个视频的热度直接就爆了。这次没看骚猪和马老师直播的，或者只是看了一方的直播没看另一方的，看完之后一个个都乐疯了。很多人都觉得以后多来看看朴老师和马老师这种骚操作直播的话，可太解压了。有关超兽武装的直播，其他主播自然也贡献了一些名场面，但加起来都没朴老师和马老师多。尤其是 PDD 和马老师其实都不是故意的，都想好好玩，结果玩到骚套路了，配上两人那一脸懵逼的表情，简直莫名搞笑。叶天的人气值在此刻直接就又大爆了一波，可用人气值5000万。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可用人气值，叶天的嘴角也不禁微微勾起，这下人气值是完全够用了。制作正式版的超兽武装需要3000万的人气值，他已经有足足5000万，制作出超兽武装正式版绰绰有余。现在该大爆的热度已经爆了，已经到了全民期待的程度。那个垃圾游戏公司还无巧不巧的给他又添了一把火，明天的超兽武装绝对会更加大爆。关于这个主播名场面的集锦，叶天也已经看完了，他也没想到马老师竟然能玩的将天宇掉进冥界黑洞里去，属实人才。天宇直接掉进冥界的黑洞里，肯定没有被坑死。不过嘛，很多网友们都感觉天宇被马老师坑死了。或许所有人之中，只有叶天知道天宇的特性。天宇落进这种冥界黑洞中，不仅不会死，反而会过得很舒服。金沙王的黑海深渊就是直接连接冥王的黑洞，天宇进去就像回家一样。这由狮王战舰群开出的黑洞，不知是不是直接连接冥王的黑洞，但只要下次有打开的机会，天宇随时就能出来。而马老师玩的这种骚操作，会导致他今后的游戏进程变成什么样，还真不一定。神级游戏制作系统将超兽武装正式版定时明天6点发布。面对注定会大爆的超兽武装，叶天或许还是最平静的那个，直接就选择去呼呼大睡。大不了明天直接起床准备坐着数钱就行。时间来到第二天的早上6点之前，一时间不知多少玩家齐齐汇聚蒸汽平台，都在等着超兽武装正式版的发布下载。有夜没睡的，有定了8个10个闹钟将自己震起来的，有约定家人一定要在这时间之前把自己叫醒的，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方法都有。所有人的目的只有一个，超兽武装。时间来到6点的那一刻，所有玩家们齐齐等到那一下刷新的时候，卧槽兄弟们，可以下载了，冲冲冲！我靠，
竟然真是188华国币，叶总这也太良心了，千万别亏本啊！我特么没看错吧？这游戏的大小我硬盘装不下啊！哈哈，楼上的兄弟格局小了吧？试玩版游戏都那么大，正式版怎么可能小？还好我早有准备，买了大硬盘，先玩为敬。我去，为了超兽武装，我只能先把我硬盘中的小姐姐们忍痛都先删掉了。时间一到，所有等待的玩家齐齐涌入，去下载超兽武装。一时间，整个蒸汽平台的服务器都快卡爆了。这还是有超兽武装正式版的安装包太大，一些玩家没提前准备硬盘还下不了的原因。不然的话，服务器直接会更加卡爆。超兽武装几乎是一瞬间就破了蒸汽平台游戏的每小时最快销售记录，几乎只用了1秒就破了1小时的记录。超兽武装的破纪录速度完全是按秒计的，这种盛况将蒸汽平台的总负责人季胖都惊动了。关于超兽武装的相关信息，他这几天就了解到了。他预料到这款游戏的成绩肯定不会低，没想到竟然大爆到这种程度。快去联系那位轮回游戏公司的叶总，一定要在他那里争取到我们蒸汽平台的独家发布，一切条件都好商量，无论是分成比例还是结算时间都可以。我们蒸汽平台甚至可以出专门的财务按小时给他结算。要是能争取到他们公司以后新游戏的独家首发权，那就更好了。季胖让手下人以最快的速度去办了，手下人很快也给了反馈。Boss， 那位叶总没有给我们回应。季胖一听，再看到超兽武装那恐怖的爆炸程度，难道是这位叶总觉得他们给出的条件还不够？季胖顿时让公司里的高层开了个紧急会议，专门讨论超兽武装的事宜。而季胖他们万万不会想到，叶天此时没回应的原因不是对条件不满意，而是在睡觉。与此同时，玩家们购买了超兽武装后，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游戏下载好，堪称度日如年。网速比较快的玩家先一步下载完。哈哈，兄弟们，我进游戏了！呆小妹和小团团都迫不及待地直播进了游戏。一进游戏，他们就看到了在预告片中所看过的那熟悉又宏大的第二平行宇宙。第37章第二平行宇宙，玄义子大师还活着。呆小妹和小团团进了游戏，刚一进游戏，他们就看到了那宏伟的第二平行宇宙。此时，另一处半屏的 CG 画面中也有游戏 CG 画面在播放。呆小妹他们看不到，但直播间的观众们却能看到，正是那些专属的直播半屏 CG。现在 CG 中放的正是战龙去和龙简进行龙族大比的那一段。这段观众们大多都已经看过了，很多人的注意力还是放在天宇他们身上。呆小妹一进游戏，发现就已经身处玄武号之中，此时也已经进入了第二平行宇宙，而她身上的衣服都已经更换了。我去，玩过试玩版之后，正式版竟然是接着进度开始的。不仅是她的这火灵妃角色的衣服，连天宇和苗条俊的衣服也都更换了。呆小妹一时间都有些看呆，直播间的观众们更是快炸了。卧槽，我的天宇老婆怎么换衣服了？啊，我天宇女神的短裙呢？怎么换成短裤了？我要看腿啊！不得不说，天宇老婆的身材是真好，这紧身衣紧身裤将身材勾勒得太好了。这特喵的，我忽然感觉可以接受了。天宇老婆这套衣服太显身材了，绝对的前凸后翘啊！哈哈，你们没看到老女人自己都看呆了吗？老女人这对 A 简直要不起。看到呆小妹这火灵妃角色的衣服更换了，尤其是看到天宇的衣服换成了更便于战斗的紧身衣紧身裤，直播间一时间都快沸腾了。这套或许露腿露的少了一点，但这身材凸显简直无敌。还有观众在调侃，呆小妹自己都看呆了。呆小妹看得有些郁闷，什么对 A？ 兄弟们，我再纠正一次，我可是 B，A B C D E F G 中的 B。看到呆小妹这有些破防的样子，观众们更感觉笑得不行。天宇有些奇怪地凑了过来，阿飞，你在说什么？嗨嗨，没什么。对了，天宇，呆小妹借着这个机会准备转移话题。玄义子师傅他是死了吗？呆小妹问出了这个她很在意，观众们肯定也很在意的问题。天宇摇了摇头，师傅将自己和冥界战舰群都封印在了原空间里，除非我们拥有超强大的异能量，否则是无法打破原空间把师傅救出来的。直播间的观众们一听，不仅没有沮丧，反而感到很是惊喜。我靠，按天宇老婆这么说，玄义子大师还活着？原来玄义子大师根本没有死，只是自己封印在了那个原空间里。足够强大的异能量不就是升级吗？玩到后期肯定就能把玄义子大师解救出来了。玄义子大师还活着，这可以说是最好的消息了。卧槽，叶总之前试玩版断在那里，我还以为玄义子大师真无了呢。我看叶总就是在故意断章。有朝一日刀在手，杀尽天下断章。嗨嗨，叶总的话就算了，至少也等将超兽武装玩通关再说。直播间的观众们得知玄义子没死，
只是自我封印，一个个都激动的不行。这可是个大好的消息，而对天宇而言，这可不算是个好消息。亲眼看到自己的师傅自我封印，他此时的心情明显很低落。呆小妹上去安慰着天宇：“天宇，你放心，等到后期我升级打怪，嗨，不是，是我有足够的异能量之后，一定能将玄义子师傅救出来。”小团团那边的游戏中 ，NPC 火灵飞也对天宇做出了安慰动作。小团团此时看不下去了，身为一个主角的我和玄义子师傅的好感度倒是刷刷涨，但和天宇的好感度一点没涨。现在还能看着你这个 NPC 和天宇暧昧。小团团直接出言吐槽：“行了，火灵飞，上次要不是你进入不了超兽武装，玄义子师傅也用不着和敌人同归于尽。现在你还好意思在这吹牛？”天宇一听，立刻就离 NPC 火灵飞远了许多。小团团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几乎要笑喷。哈哈，小团团太损了，明显是故意的。小团团表示：“我和天宇都没法亲近，你个 NPC 想和天宇亲近，一边去吧。”哈哈，属实是我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得到。笑死！看来小团团玩这个体型臃肿的苗条俊没办法和天宇涨好感度，心中还有很深的怨念啊。直播间观众们都看出小团团是故意的，一个个的几乎笑出了声。而戴小妹那边可就是截然不同的光景了。阿飞，我相信你。天宇俏脸发红的依偎在呆小妹的肩膀上，就算 NPC 苗条俊也会吐槽几句，都无法动摇天宇的心，让呆小妹只感觉人妈了。妹妹，我们实在不合适啊，这爱恋的好感度到底要怎么掉下去？小团团或许满门心思是想将和天宇好感度升上来，而呆小妹可以说只想将其掉下去，不然总不能真的大局已定吧。请留意，飞船已到达第二平行宇宙的水蓝星。呆小妹心中松了一口气。玄武号 Lisa 姐这提示来得及时。嗨，天宇到第二平行宇宙了，我们先办正事，好好的完成玄义子师傅交代的任务吧。呆小妹找了个理由，急忙从天宇的身边离开，来到玄武号的控制台，让一旁担任船长的苗条俊点开了第二平行宇宙的相关信息。玄武号储存的资料很快被 Lisa 姐讲述出来。第二平行宇宙的构造与第一平行宇宙水蓝星高度相似，这里曾经生活着青龙族和白龙族，可是在10万年前曾爆发过一次内战，导致白龙族灭绝，所以现在统治这片大陆的就只剩下青龙族。我去，龙族？呆小妹有些震惊，她可还没见过龙呢，不知道这超兽武装游戏中的龙做的是什么样子。不对，看 Lisa 姐讲述的时候，下方有图像显示，似乎青龙族、白龙族都是人类，可能只是名字中带龙族而已。而很多观众们又注意到一个细节，竟然又是10万年前。10万年前到底发生了多少事？第38章，剑龙是反派，龙吟 vs 剑龙。卧槽，第二平行宇宙曾经爆发过青龙族和白龙族的内战，这设定有点过瘾啊。可惜没有亲眼见到那种场景，不然肯定更过瘾。等等，青龙族、白龙族爆发内战也是在10万年前。玄义子大师说曾和狮王是朋友是在10万年前，说和火灵飞并肩作战也是在10万年前，哪怕说苗条俊的异能所是10万年前自己留在这里的，也是10万年前。怎么都是10万年前？感觉这个10万年前一定有着很多重要的伏笔。观众们先是震撼于青龙族、白龙族曾爆发内战的事实，不过许多人已经逐渐的都注意到这个细节，这一切发生的事竟然大多都在10万年前。10万年前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而在呆小妹准备下飞船的时候，另一边的半屏游戏 CG 中，龙简和战龙的大比已经进行完了。战龙一声不吭地走出了大殿之后，有青龙族的士兵前来汇报。报！城外的树林里出现一个强大的不明飞行物。高坐在座位上的剑龙一听，龙简，你带人过去查看一下，要小心。是，师傅。龙简带着大部分的青龙族士兵离开了大殿，向着城外的树林而去。看到这一幕，观众们不禁有人在调侃了：哈哈，老女人，快跑吧，人家把你当敌人，要来揍你了。呆小妹由于身为玩家，看不到那种半屏 CG， 只能看到自己面前的画面，不禁有些奇怪，他怎么了？对方就要来揍他。与此同时，玄武号也传来了提示。而在此时的半屏游戏 CG 之中，龙简他们离开青龙族大殿之后，一些身穿黑甲的女武士们一个个通过旁边的山石掩护，向着龙族大殿的方向潜入而去。观众们看到这一幕，一个个的都愣住了。我去，这是龙简他们走了，冥界直接派人偷家了。反派是有智商的啊，知道偷家来打。按试玩版的最后画面，好像率领部下来袭击这里的是我的黑丝老婆，那怎么能是反派？没错，那是我老婆，可不是反派。
哈哈，还是让我老婆把老女人干掉。我们来看冥界称霸的故事吧。观众们都看到了龙吟派手下偷家这一幕，玄武号也传来了提示，发现一股强大的不明异能量进入第二平行宇宙，建议提高防护等级。NPC 苗条俊都是一愣，难道是冥界的战士追过来了？在半屏的游戏 CG 之中，龙吟的手下们已经潜入了龙族大殿，剑龙高坐在座位之上。既然来了，又何必藏头露尾？4个蝎族女武士不再隐藏，齐齐出现，向着剑龙攻了过去。呵啊！剑龙飞身一记横扫，4个蝎族女武士全都被踢飞了出去。观众们看得都激动不已，这师傅刘辟啊，天神下凡亦垂4。很多人都没心思关注呆小妹和小团团那边怎么样了，都在看这明显同步进行半屏的游戏 CG 时间线中剑龙这战斗力强大的一幕。你们是谁？为什么来到这里？剑龙的话音刚落，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大殿之上传来了一阵媚笑。一群蝎族女武士从大殿之上齐齐出现，保护师傅！还留在这里为数不多的青龙族士兵们向着这些蝎族女武士们冲了过去。青龙族士兵们虽然数量少，但单体战斗力看起来比蝎族女武士要强，一时间看起来还占了上风。就在一个青龙族士兵击倒了一个蝎族女武士，感到有些得意的时候，他的背后传来一道蝎尾突刺，他的意识瞬间就模糊，彻底倒了下去。这条蝎尾有剧毒，龙吟亲自出手和这些青龙族武士们打了起来，用蝎尾齐齐将这些青龙族士兵们刺死，或者用手上的武装将这些青龙族士兵们直接刺穿。剑龙见状，直接和龙吟拼了一拳。你是谁？出手这么残忍？呵呵，你觉得一个双手沾满自己族人鲜血的人，还有资格说别人残忍吗？啊！剑龙在这种时候，竟是下意识的后退了半步，就好像是往事被揭露了一样。你是？看到剑龙的反应，直播间的观众们一个个的都看出了什么。卧槽，好像有大瓜啊！看龙简师傅的反应，似乎他曾经沾满过族人的鲜血。难道他屠戮过自己的族人？那他才应该是反派啊！看看我说什么来着？我的黑丝老婆绝不可能是反派。如果剑龙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根本不该是这样的反应。龙吟在此时解除了脸上的武装。你应该不记得我了。龙吟露出真容。剑龙看到龙吟这一头银白秀发，打着粉色的眼影，涂着偏粉色的口红，浓妆艳抹的样子，一时间真的记不起来。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没你这么一位故人。哦，呵呵呵，那你还记得这个吗？一只小蝎子爬到了龙吟的手下，对着剑龙加了加蝎钳。你是？这下剑龙瞬间认出了龙吟是谁。原来是你。如果不是看到这只小蝎子，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当初那个单纯的白龙族小女孩，竟然会变成现在浓妆艳抹的龙吟，看起来似乎还成了冥界的护法。龙吟随意的背过身。怎么，没想到吧？剑龙也同样感叹着背过身。一转眼就过去10万年了。龙吟语带讽刺，这些年你高高在上，荣耀的日子一定过得不错吧？剑龙自嘲一笑，呵呵，荣耀？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活在深深的悔恨之中，内心没有一刻是安宁的。这种滋味，你不会明白。龙吟握紧了自己的武装之手。假惺惺！剑龙说着，你这次回来是要复仇的吗？龙吟摇摆着拳头。或许灵魂的本质就是嗜血，复仇只不过是给嗜血一个理由罢了。说完，龙吟和剑龙直接打了起来。第39章夫妻混合双打。龙姐，你们不讲武德！龙吟和剑龙直接在龙族大殿中打了起来。两人打起来平分秋色，拳拳到肉。这种打斗场面让观众们看起来感觉很是过瘾。而呆小妹和小团团他们这边可就是截然不同的画风了。他们又不知道冥界已经带人偷家了，现在他们分别都刚刚才下玄武飞船。呆小妹一副很得意的感觉，哈哈，真是美丽的第二平行宇宙啊！身为主角跨越宇宙的感觉可真是舒服。呆小妹话音刚落，有人来了。下一刻，龙简带着青龙族的人齐齐出现。呆小妹见状有些一愣，咦，你怎么这么眼熟呢？呆小妹回忆了一下，龙简，你不是篮球场上的龙简吗？第二平行宇宙的龙简眉头一皱，你怎么会认识我的？除了小团团他们之外，PDD 此时自然也玩到了类似的进度。毕竟第二平行宇宙现在的游戏进度还没到真正战斗的时候，没什么游戏难度。看到龙简，朴老师眼睛一亮，他一定要多拉一个队友，展示他自己的价值。PDD 嘻嘻哈哈的凑了上去，哈哈，
原来是自己人啊！上次没认识，这次认识吧？我叫骚猪，请多多指教。骚猪伸出了手，而龙简在和他握手的时候，猛地一发力，我去，疼疼疼！娘西皮的，疼死老子了！快放手啊！观众们看到这一幕，直接一个个的瞬间就笑喷了。哈哈，骚猪，请告诉我你是怎么玩的这么让人搞笑的？尤其骚猪还不是故意的，每次都想表现自己，结果拉垮，简直笑死人！骚猪这简直智商被碾压呀！我看小团团那边很快就意识到这是第二平行宇宙的龙简了，就骚猪还以为是篮球场那个龙简，笑死！超兽武装在骚猪的手里生生变成了一个搞笑游戏。哈哈，说起搞笑游戏，还有马老师呢，不过马老师好像失去天宇后自闭了，现在还没开播呢。看到 PDD 发出了杀猪般的嚎叫，观众们一个个的感觉很欢乐。如他们所说的这样，朴老师这波属实是智商被碾压了，还以为是第一平行宇宙篮球场的龙简，热情上去打招呼呢。小团团那边因为之前没事的时候和玄一子聊天比较多，哪怕没有之前的预告片，他都清楚这绝对不是第一平行宇宙的龙简。骚猪这么上去握手，直接被握得杀猪般的嚎叫，小团团自然没吃这个亏。而戴小妹这边 NPC 苗条俊几乎也是一样的待遇，戴小妹看不下去了，松开胖墩，武装！戴小妹直接变成幻灵武装的武装形态。龙简有些诧异，怎么你也有异能锁？当然了，羡慕吧？呆小妹很得意的样子。然而下一刻，武装，龙简直接也进入了武装状态。呆小妹一看就有些傻了，我去，你怎么也有武装？龙简和战龙对打的时候不是根本没武装吗？连铠甲都没穿。刚说完，呆小妹就猛然回神，对啊，在预告片的最后，龙简的师傅已经将异能锁交给龙简了，两人只能以武装形态打了起来，一时间难分高下。阿飞，我来帮你。武装，天宇也进入了武装状态，帮着呆小妹一起揍龙简。龙简，你们两个打我一个，来欺负我这个小同志，简直不讲武德。呆小妹一看就有些得意，哈，原来好感度高了，还有这种好处，有天宇一起帮忙，简直舒服。马老师此时没开播，正在看呆小妹他们的直播了解流程，看到这一幕，心中就是一痛。天宇帮忙，我游戏里的天宇已经掉黑洞里去了，这里就肯定只能我自己来打了。想到天宇掉进黑洞里，失了这个强力队友，马老师就感觉越发心痛。不过呆小妹即便有天宇的帮忙，龙简也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还带了许多青龙族士兵。这些青龙族士兵们即便不是天宇的对手，但好歹也将天宇阻拦住了。双方依旧打得难分难解。小团团这边，因为他之前的吐槽 NPC 火灵飞和天宇间的好感度没那么高，此时天宇并没有选择帮忙，龙简带来的青龙族士兵也没帮忙，火灵飞和龙简一对一道也基本是平手。PDD 这边是最郁闷的，我去，老子手被攥得嘎嘎疼，现在还只能看着 NPC 表演，这特么是主角该有的待遇吗？骚猪只感觉心态崩了，观众们看到这一幕，一个个的都要笑死。哈哈，最后只有骚猪受伤的世界达成了。直播间观众们在感觉搞笑之余，看到小团团和呆小妹他们几方都在和龙简打架，一个个的也忍不住去提醒老女人别打架了，再打架让冥界偷完了。没错，冥界都来人偷家了，你们还自个在这打，这特喵的不是亏炸！我操，我明明发了弹幕啊，怎么在直播间没显示？我靠，我也是，好像有延迟的样子。难道这种重要剧情的时候，旁人想提醒在 CG 中看到的画面，发送的弹幕都是有延迟的？那没辙了，让老女人和小团团自求多福吧。不得不说，超兽武装这机制简直绝了，叶总的脑袋到底是怎么长的？很多观众发完提示后才发现，他们的弹幕并没有出现在直播间，甚至他们还看到了自己之前发过的更早的一些弹幕。明显涉及到重要剧情的时候，这种弹幕会延迟显示，这种机制简直绝了。现在两个半屏画面中，呆小妹他们这边在打架，龙吟和剑龙也在打架，可以说全都是战斗场景，看得观众们眼花缭乱，简直刺激。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呆小妹和小团团他们，包括骚猪的直播间，热度非但没有降低，反而越来越高。实在是超兽武装的正式版实在太大，早就超过了1000G。很多玩家即便是从6点就开始下载，等到下载完身为打工人又要去上班，只能摸鱼看着直播。伴随着无数的玩家们涌入超兽武装游戏，还有这些齐齐在看着直播抬高热度的玩家们，叶天所收获的人气值自然又来了一波大爆发。第40章，或许灵魂的本性就是嗜血。主人获得来自呆小妹直播间人气值加99999，主人获得来自团团直播间人气值加99999，叶天的人气值
在此刻直接来了一波大爆发。而此时的游戏画面中，呆小妹还在和武装状态下的龙茧打斗着。另外的半屏游戏 CG 中，龙吟和剑龙也都彼此间在打斗。可以说，一时间全都是酣畅淋漓的战斗场景，将观众们看得很是过瘾。呆小妹的火灵飞那边一时分不出胜负，而龙吟和剑龙那边，龙吟带来了很多蟹族女武士。即便单兵作战能力不如青龙族士兵，但靠着人多势众，将青龙族的士兵一个个的杀掉了不少。住手！剑龙看得很是心痛，但被龙吟纠缠住，现在却根本没有办法。你这次回来就是要把整个龙族变成杀戮地狱的吗？龙吟也暂时停手。天堂和地狱没有我选择的权利，只有我被选择的命运。剑龙下定决心，如果我死了呢？是否可以结束这一切？龙吟似是沉默了一会儿，或许。剑龙做好了准备，那就来吧。龙吟向着剑龙走了过去，将自己的武装之手上蕴含着巨大的异能量。剑龙闭上眼睛，已经做好了一死的准备。结果龙吟看了看剑龙之后，又把举起的手放下了。直播间观众们看到这一幕，不愧是我的冥界黑丝老婆，果然人美心善啊。没错，我老婆这时候明显能随时杀了这龙茧师傅的，都没有动手，这才叫人美心更美。楼上的瞎说什么？这分明是我老婆。很多观众们看到这里，以为龙吟不会杀剑龙了，果然还是人美心善的。就连此时游戏中的剑龙都是这么认为，慢慢睁开了眼睛。然而下一刻，龙吟的蝎尾带着剧毒，直接绕到了剑龙的背后，一击刺死了剑龙。不好意思，我还没有说完。或许灵魂的本性就是嗜血，复仇只不过是给嗜血一个理由罢了。剑龙倒在地上，艰难地伸着手。你还没说完，便彻底断了气。观众们，说好的不会出手放过剑龙的呢？哈哈，刚才楼上的兄弟打脸了吧？刚刚说完黑丝老婆人美心善，啪，剑龙被刺死了。特喵夜总在这和我们玩反转呢，突然而来的弯闪了老子的腰。哈哈，不人美心善也没关系，依旧是我的黑丝老婆。再说之前看这剑龙应该屠戮过族人，我老婆杀他总没问题吧？剑龙，你说话竟然大喘气，我死不瞑目啊！在剑龙死后，游戏中在此刻才给出了相关提示，观众们这才知道了龙剑师傅的名字剑龙。而剑龙死后，整个人的异能锁随风消散，汇入龙族大殿上方的殿珠，一股异能量在此刻直接冲天起。龙茧正和呆小妹拼着呢，看到这股熟悉的异能量，心中一惊，城中出事了，赶快回城。龙茧带着青龙族人快速往回赶去，而这些青龙族人巴不得快点回城呢。龙茧和呆小妹或许还是不分胜负，他们面对天宇这个和呆小妹好感度高时的护肤狂魔，可只有挨揍的份。咦，这是怎么了？我还没打过瘾呢。一旁的天宇嗅了嗅，城中飘散着很浓的血腥味。而这时候，弹幕中关于龙吟带人去龙族大殿偷家的延迟弹幕也到了。我去，我和龙茧在这打着，冥界那边带人偷家了，这特喵才叫真正的不讲武德呀！呆小妹只感觉破大防。看到呆小妹这破防的样子，直播间却是一片欢乐之色。哈哈，老女人有些破防了吧？这可不怪我们，我们早就在弹幕提醒了。不过事关另一边半屏 CG 时，这弹幕可是有延迟的。笑死，老女人苦哈哈的和估计是未来队友的龙茧打了半天，结果让龙茧老家被偷了。要怪就怪老女人意识不行啊，难怪玩联盟都整天玩的那么惨。看到呆小妹这有些破防的样子，观众们只感觉很是搞笑，呆小妹也不禁感到郁闷。因为一点小事打了半天，结果让敌人偷了家。天宇，我们也去看看吧。阿飞，我都听你的。呆小妹感觉鸡皮疙瘩又有些起来了。召唤幻灵闪驰后，和天宇一起向着龙茧离去的方向赶去。而小团团那边，他控制的苗条俊在这种情况下也帮不上忙，选择回了玄武号飞船远程帮忙指挥。至于 PDD 更是第一时间回了玄武号飞船。特么他刚才被龙茧握手，握的手到现在还疼呢。娘西皮的，老子回了飞船，一定要让包布第一时间给我治疗。骚猪感觉很是郁闷，哈哈，骚猪这都要让包布治疗吗？有那种割破一个手指就要送医院的小鲜肉那位了。看到直播间观众的吐槽，骚猪想了想，好像也对，算了，那还是忍着吧。而待小妹和天宇这时候已经紧跟着龙茧前往了龙族大殿，一路上两人看到了尸横遍野。天宇还好一些，待小妹直接感觉人妈了。我去，叶总要不要将超兽武装做得这么真实？这时间我才吃完早饭不久啊！看到龙族士兵们那一个个无比真实的死亡场景，这一幕虽然很震撼很逼真，但真快将呆小妹震妈了。
直播间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则是越发的激动。太真实了，兄弟们，看到没有？在超兽武装里，血是红色的，不是绿色的。这场景，这气氛，这才是我想要的游戏啊！被水蓝星上的贴图游戏折磨得太久了，超兽武装的出现，让他们在方方面面都看到了曙光。龙简，快去救师傅！路上有青龙族人和龙简说完这么一句话，就彻底断气了。龙简急忙向大殿跑去。呆小妹觉得这青龙族人肯定是那种指路的 NPC， 一路跟着龙简来到大殿。她直接看到了似乎被束缚捆绑在大殿中的龙吟。第41章蝎王超兽。呆小妹是不是玩不起？看到此时龙族大殿内部的情况，呆小妹在此刻也不禁呆滞。现在的龙族大殿中满地都是青龙族士兵的尸体，至于那个出现在预告片中龙简的师傅剑龙，却根本就不见踪影。大殿正中央，此时正竖着一个十字架，上面束缚捆绑着一个人影，正是蝎子王龙吟。被龙吟的美所震撼，尤其在对比了一下某个部位的规模之后，呆小妹有些泄气了。好吧，她确实要不起。而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简直都快炸了。卧槽，黑丝老婆这姿势简直诱人犯罪啊！这是重点吗？重点是我老婆怎么被绑这了，看起来一动也不动。该不会我的冥界黑丝老婆就这么凉了吧？刚才的半屏游戏 CG 中，黑丝老婆不是打赢了吗？怎么会被绑在这里？难道打赢剑龙后又有神秘高手出现，把我老婆杀死了？我靠，不要啊！龙吟这被束缚捆绑在十字架上的样子，配上他这包裹在黑丝中的无暇美腿，简直诱人到极点。不过观众们更多在意的是，龙吟刚才明明打赢了，现在为什么会被绑在这里？该不会又有神秘高手出现把龙吟弄死了？半屏 CG 中没播吧？黑丝老婆刚出场不久就凉了，这谁受得了？龙简不认识龙吟是谁，慢慢向龙吟走了过去，用他武装状态下的手捏了捏龙吟的下巴，想要看看龙吟死了没有。而就在此时，龙吟突然睁开了美眸。我等你好久了。龙简心中一惊，急忙后退，而龙吟身后的蝎尾已经向龙简刺了过去。小心！天宇见状，上前一脚将龙简踢开，和龙吟打了起来。两人在拳脚上一时还算平分秋色，但龙吟除了双手双腿的攻击方式之外，还多了一条蝎尾。武装状态下的天宇都被龙吟的蝎尾直接刺穿，连整张脸和铠甲甚至都慢慢变成了墨绿色。呆小妹急忙上前扶起了天宇。天宇，你怎么了？天宇艰难地开口。小心他的刺，有剧毒。说完，天宇就晕了过去。天宇，直播间观众们看到这一幕都妈了。卧槽，我的天宇老婆就这么倒下了，这特么的要不要这么虐？吕子乔，我最喜欢看女人打架了，个锤子，我的天宇老婆啊！为什么两个老婆要打起来？手心手背都是肉，这让我怎么选？不得不说，黑丝老婆的战斗力真有点强的，天宇老婆在他手里都顶不了几招。看到天宇就这么倒下了，观众们只感觉又是心疼又是震惊。而龙简带领着剩下的青龙族人和龙吟对峙着。你是谁？龙吟单手扶腰。你的仇人。龙简攥紧了拳头。这里的人都是你杀的？没错，还有你师傅。龙简深深的一惊，他万万不敢相信自己那强大的师傅竟然已经死了。为什么？当然是因为血债血还。你们青龙族的人通通都得死，包括你们。呆小妹将天宇抱到一旁，让他好好休息，直接就气愤地看向龙吟。我特喵，你这女人还真是恶毒，看我好好教训你。天宇和他的好感度很高，虽然这只是天宇单方面的，他对天宇的好感取决于他自己的想法，但天宇有什么事都挡在他的前面，帮他一起出手。他在心里早就有些不把天宇当 NPC， 而是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了。尽管不可能真的搞什么大局已定，但这个龙吟竟然敢打天宇，简直不能忍。呆小妹冲上去和龙吟打了起来，然而龙吟的实力远超他的想象。天宇在龙吟手下撑不了几招，他同样撑不了几招。龙吟的蝎尾几乎要遮到他的时候，还是龙简冲上来一脚击退了龙吟。而在龙简和龙吟打起来的时候，龙吟注意到龙简的手下龙族的异能锁原来在你手上。龙简似乎明白了龙吟的目的，你是为了抢他才来这里的吗？不，还有这片土地。龙吟在此时进入了完整的武装状态，不再将他的脸显露在外，向着龙简猛攻了过去。龙简没几下同样被龙吟击倒了。就在龙吟的蝎尾要刺向龙简的时候，呆小妹见状也急忙冲上去将龙吟踢开。天宇已经倒下了，他自己还不是这龙吟的对手，
那龙简这个刚才决斗过的临时队友就不能有事了。龙简站起来后，原本还在城外打了一架的两人，现在一起联手对付龙吟。一时间，靠着两个人的努力，终于是显得不那么下风了。直播间的观众们不禁吐槽：老女人，你们两个人欺负我们的黑丝老婆，不讲武德。没错，你该不会想说这是正义的2打1吧？冥界1v2，老女人2打1，这到底谁才是反派？呆小妹只感觉满脸问号。你们要不要这么真实？真是所谓的3观跟着5观走，老娘长的也不差好不好？2打1，那就好好让兄弟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主角。呆小妹抓住一个机会，火云诀，一招火云诀放了过去。龙吟没想到这时候呆小妹会放技能，猝不及防下中了一招。很明显，一时半会儿的动作都受了影响。哈哈，怎么样，兄弟们看到了吧？呆小妹此刻也有些臭屁的感觉，对着龙吟装模作样的开口：对不起，让你受伤了。呆小妹得意的想起了自己打吟诗的时候，拳脚功夫厉害又怎么样？没想到吧，我还有技能。当时的吟诗不就输在技能上吗？呆小妹觉得这个龙吟也差不多，应该没什么强力技能。龙吟没有说话，直起身子，超兽武装，恐怖的异能量传来，将呆小妹和龙简都生生逼退了好几步。庞大的蝎王超兽出现在了两人的视线之中。呆小妹，是不是玩不起？第42章，观众们笑喷了。老女人，你是来搞笑的吗？我去，这个蝎子女也会超兽武装？呆小妹只感觉人妈了，是不是玩不起？直接来超兽，特喵是不是玩不起啊？面对庞大的蝎王超兽，呆小妹的心态有些崩了。狮王能召唤超兽也就罢了，怎么这个蝎子女也能召唤超兽啊？超兽武装的强大她亲身领教过，普通的武装状态绝对是根本打不过的。卧槽，黑丝老婆会超兽武装，简直帅的一批。直播间的观众们都齐齐感到震惊，他们也没想到龙吟竟然能召唤超兽武装。也对，试玩版最后的 CG 画面里，龙吟和狮王处在同一画面之中，两人的身份应该是差不多的。召唤超兽武装恐怕都是轻轻松松。而在震惊之余，看到呆小妹这破防的样子，观众们一个个的快笑喷了。哈哈，老女人这样子明显破防了。老女人没想到吧，黑丝老婆还会超兽武装。哎，刚才老女人不是说拳脚功夫厉害又怎么样？你有技能吗？用技能来轰超兽啊？哈哈，既然你用技能，那就别怪我们的黑丝老婆用超兽欺负你了。呆小妹这心态大崩的样子，让观众们简直笑到不行。而面对恐怖的蝎王超兽，呆小妹心中完全升起一股难以抵抗的感觉。龙简更是急忙让其他青龙族士兵后撤，大家赶快撤退。与此同时，小团团的游戏画面那边，一直在玄武号上留守的他，看到龙吟进入超兽状态之中，心中也是一惊，急忙让玄武号的人工智能 Lisa 姐分析蝎王超兽的信息。蝎子王龙吟超兽状态，蝎王超兽，异能量为1/7黑洞，攻击性极强，建议立刻撤退。小团团急忙让他这边的 NPC 火灵飞快撤退。而直播间观众们也借由小团团的分析，知道了龙吟的名字。原来黑丝老婆的名字叫龙吟啊，真好听。一边是天宇老婆，一边是龙吟老婆，确实是难选。我直接表示，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我全都要。呸，明明是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知道全都要身体不行。特喵，我以后老婆要是真有天宇女神和龙吟女神这种颜值和身材，我活活累死都愿意。直播间的观众们无疑是3观跟着5观走。再说看待小妹或者小团团他们吃瘪的话，原本就是他们的一大趋势。呆小妹这边 NPC 苗条俊也让她撤退了，不过就这么撤退，她却不甘心。之前没有救下玄一子师傅，就是因为没有进入超兽状态，拦不住狮王也是因为没进入超兽。难道现在面对这个蝎子王，我还依旧进入不了超兽吗？呆小妹说的气势十足，下定决心，这一次我必须要进入超兽。超兽武装，呆小妹高高的举起了手。玄武号这边的 Lisa 姐直接传来提示，警告，火灵飞强行进入超兽状态，即将引发自身毁灭，必须马上停止，必须马上停止。 NPC 苗条俊都无语了，只能远程通过火灵飞手上的通讯器呼唤龙简，快，龙简，快阻止他。龙简一下将呆小妹推开，中断了他的这种超兽状态。呆小妹不仅没有进入超兽状态，反而如果没有龙简的话，差点把自己弄毁灭了。观众们瞬间就感觉笑到不行。哈哈，老女人，你是来搞笑的吗？666，就算这么想要回到之前的进度，也不用这么自我毁灭啊！笑死，
老女人说的气势十足，还以为真能进入超兽呢，结果差点把自己毁灭了。哈哈，老女人放弃吧，超兽状态的水很深，你把握不住。呆小妹在这时候只感觉要彻底郁闷了，这特喵到底为什么啊？为什么我就是没办法进入超兽？看到远处蝎子王龙吟的蝎王超兽，想到从小教导自己的师傅剑龙死在了龙吟的手中，龙简感觉心中满满的都是恨意。如果不进入超兽状态，明显无法打败蝎子王。让我也来试一下，我要为师傅报仇。超兽武装，龙简也高高的举起了自己的手。玄武号的 Lisa 姐瞬间又传来提示：警告，警告，异能量过高，必须马上停止，否则会自我毁灭。NPC 苗条俊再次无语，只能呼唤呆小妹：快，火灵飞，快阻止他！龙简的血液温度正在急速下降，再这么下去，血液都要变成冰激凌了。呆小妹一听，咦，血液变成冰激凌，是不是还能挺好吃的？不过呆小妹此刻没什么心思想这些，也急忙打断了龙简想要召唤超兽的状态。这一幕让观众们都快笑抽抽了。哈哈，没开2度了属于是。大哥别说2个，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666，这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哈哈，应该是不是一队人不进一队门才对。无论是呆小妹还是龙简，想要进入超兽都差点把自己弄毁灭了。这波真属于是好兄弟了。就在超兽武装的热度持续暴涨，能玩上游戏的都在玩着游戏，不能玩游戏的都几乎在摸鱼看直播的时候，叶天终于悠哉悠哉的伸了个懒腰，从睡梦中醒了过来。超兽武装正式版发布成功，人气值商城抽奖功能开启。没想到超兽武装正式版发布之后还开启了抽奖功能，他现在才行，等于现在才收到提示。叶天准备先去蒸汽平台上看看超兽武装的火爆现状，尽管他已经能设想到那种程度。嚯，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夸张！看到超兽武装的各类数据，叶天都有些意外，真是夸张的大爆发。而他此时注意到自己微博后台那边还收到了来自蒸汽平台的许多条私信，是想和他签订合同的。看样子对方还以为他对一开始的条件不满意，后面给的条件还越来越高，但他一直没回复。其实他只是睡着了还没醒而已。叶天的嘴角也不禁更为上扬，只要这份合同一签，他瞬间就能有大量的资金进账。第43章战龙阵亡。战龙师兄走好。蒸汽平台发来的条件很有诚意。叶天想了想，先用新开启的抽奖权限进行抽奖。恭喜主人获得谭宫别墅乘1，恭喜主人获得豪华办公楼层乘1，恭喜主人获得兰博基尼超跑乘1，恭喜主人获得神级魅力乘1。今日抽奖次数已达上限。叶天进行了一下抽奖，这一次直接抽出了不少好东西，不仅抽出了顶配级的谭宫别墅，连超跑都抽出1辆，就连办公楼层都有了，简直爽到不行。而抽到的神级魅力无疑是属于他的个人能力，这种个人向的能力肯定很有用。除此之外，还抽出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伴随着超兽武装的火爆，叶天现在的人气值多的是，根本不在乎这点人气值的消耗。抽奖结束，叶天回复蒸汽平台那边，不一会儿双方就把合同签了。蒸汽平台很有诚意，这份合同对他可以说只有好处没有限制。合同签订之后，蒸汽平台按合同直接给叶天开辟单独的结算通道。下一秒，叶天的银行卡里瞬间又有了大量的资金进账，简直舒服。做完这一切，叶天离开了这里。今天也该简单的忙活退租和搬新别墅的事。外加原先已经濒临倒闭的公司，现在也都可以换新楼层了。叶天离开了家门。呆小妹和小团团他们的直播还在继续。此时的呆小妹几乎已经和游戏中的龙简被逼入了绝境。他和龙简的超兽武装齐齐失败，强大的蝎王超兽这么逼近，他们根本没得打。小团团这边，他这里的 NPC 火灵飞他们也快支持不住了。小团团急忙远程指挥：龙简，快让你的部下们回来，让他们引开蝎子王。龙简却一口回绝：不，我不可以让我的族人为我送命。小团团愣了一下，这么有原则的吗？观众们看的心中也有些感叹，超兽武装中的 NPC 都不像 NPC， 一个个的都像活生生的人，真是有血有肉。就在几乎是绝路的时候，寒冰掌，龙简的师兄战龙从侧上方的位置用寒冰掌攻击到了蝎王超兽的身上。直播间观众们看到这一刻都齐齐没想到，卧槽，龙简的师兄竟然来救场了。之前的画面中都没有战龙，我还以为战龙已经逃跑了呢。对，我之前还以为战龙投降敌人了，
毕竟之前龙简战龙决斗后，战龙一言不发离开，我还以为他要黑化，是我错怪师兄了。师兄这波救场来得及时啊！战龙的寒冰掌打在蝎王超兽的身上，看到根本没有效果之后，战龙直接从高处从天而降，踩了蝎王超兽的头上一脚，连寒冰掌都没有作用，战龙这一脚就更没有作用了。不过这一脚对龙吟而言，可谓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龙吟瞬间就放弃了进攻呆小妹和龙简，转而攻向了战龙。寒冰掌，战龙仍旧一记寒冰掌打过去，龙吟完全无视，直接以超兽武装硬抗，并且以超兽的蝎钳直接抓住了战龙。战龙一脸的痛苦。龙简见状，师兄，寒影诀。龙简催动寒影诀，对着蝎王超兽释放了过去。这时候龙吟的蝎王超兽状态正背对着龙简，并没有看到龙简所释放的寒影诀，只感到身后传来这点不痛不痒的攻击，索性直接无视，用超兽状态的蝎钳将战龙越夹越紧。师兄，龙简的寒影绝疯了一样的向蝎王超兽释放过去，然而根本起不到任何的效果。战龙艰难的抬手，别理我，快逃！说完，在蝎王超兽的攻击之下，战龙直接断了气，身体化作虚无的气体，随风消散。师兄，看到这一幕，龙简只感觉心痛不已。今天他经历了师父死亡、师兄死亡，族人也死得差不多的惨痛经历。他们青龙族明明是爱好和平的种族，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个样子？直播间的观众们更是齐齐睁大眼睛。不是吧，战龙师兄这就无了？CG 中给了战龙师兄一个背负飞行器的帅气出场，我还以为战龙怎么样都不是一个龙套呢。我一开始还以为战龙师兄要黑化当反派，莫想到他不仅没黑化，还来救龙简。超兽武装中的一个个 NPC 真是太有血有肉了。龙简不舍得牺牲族人，战龙舍命救龙简，龙简也舍命想救战龙。我真的感觉他们一个个都像真实的人一样。战龙师兄，走好啊！看到战龙为救龙简而死，观众们一个个的齐刷刷的在刷着战龙师兄走好。现在他们很多人早就不将超兽武装看作一款单纯的游戏了，里面的很多人物真的都像是有血有肉的。而战龙死亡之后，龙吟的目标再次盯上了呆小妹和龙简他们。呆小妹刚才在看到龙简发了那么多发寒影诀，都没对蝎王超兽造成一点伤害，顿时也没了放火云诀硬拼的想法。我特喵，超兽状态太完赖了，这根本没得打好不好？这种绝境死路，他依旧找不到方法化解。而 PDD 此时在打酱油的玩着苗条俊这个角色，只能看着 NPC 火灵飞他们在战斗之后，心中郁闷之余，看到自己这边的 NPC 火灵飞和龙简都被逼入了绝境，眼睛却是一亮。哈哈，终于到老子表现的时候了。现在他要是救下了火灵飞和龙简，那这好感度不得刷刷涨。哈哈，不用害怕，看我骚猪的。朴老师查看了一下地图，远程呼唤他这边的 NPC 火灵飞。火灵飞，听我的，东边有个出头，而且那边没人把守，你和龙简过去肯定就能突出重围。火灵飞和他这个苗条俊角色是好友，此时想都没想就采纳了他的话。朴老师在此时已经美好的设想着和火灵飞还有龙简好感度大涨的画面了。然而在两人坐上闪池来到东边后，直接被龙吟的蝎族女武士们截住了。 NPC 火灵飞都有些生气，胖墩，你耍我们啊！ PDD 更是瞬间懵了。第44章反向指挥，朴老师简直坑队友。看到自己这边的龙简和火灵飞都被截住， PDD 彻底懵了。按地图没人把守，怎么火灵飞他们还是被截住了？我特么，这地图错了吧？上北下南左东右西，怎么看都应该没人才对啊！而此刻的 NPC 火灵飞一听，都彻底破防了。上北下南左东右西，分明是左西右东，东西都不分，我要被你坑死了！别说跑了， NPC 火灵飞和龙简直接被蝎王超兽截住了。玩家 PDD 使用昵称骚猪，与火灵飞好感度降为良好。玩家 PDD 使用昵称骚猪，与龙简好感度降为嫌弃。朴老师，特喵这好感度不仅没大涨，反而大降了一波呀！尤其是龙简，那可是彻彻底底的大降。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直接就笑喷了。哈哈，骚猪还想着拯救世界呢，简直坑队友。666，上北下南左东右西，骚猪暴露水平了，属于是。哈哈，人家 NPC 火灵飞都知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都能反过来教育骚猪了，笑死！如果不是骚猪这么坑的话，4个方向说不准火灵飞自己选个逃跑的方向都能选对。哈哈，和火灵飞原本是至交好友，好感度才降到良好，和龙简的
直接就倒嫌弃了。骚猪再玩下去，怕不是要被龙简打。看到 PDD 这波反向指挥，观众们可谓是笑到不行，简直活脱脱的坑队友。PDD 也感觉很是郁闷，现在知道自己错在哪了。这波本想让好感度增加，结果反倒又减了不少。郁闷之余，骚猪直接先摘掉了 VR 头盔，准备抽根烟缓解心情。只是他心中还在想着超兽武装的事，一不留神直接将烟抽反了，把燃烧着的那边塞进了嘴里。啊！朴老师顿时发出了杀猪般的嚎叫，急忙把烟头扔了，捂着嘴嚎叫起来。直播间的观众们都直接看愣了，随后弹幕直接迎来了铺天盖地的爆发。666，骚猪这波是个狠人啊！哈哈，已经截图了，没想到骚猪不仅反向指挥，还会反向抽烟，不知道骚猪是不是故意的，只能说骚猪是个狠人啊！哈哈，是我错怪骚猪了，人家骚猪抽烟都反着来抽，指挥反着来指挥，肿了，笑死！主播名场面已经预定了，先有骚猪后有天，反向抽烟日神仙。看到 PDD 这时候来了一波反向抽烟，是真的快将观众们笑到不行了。这种名场面真是来多少都不嫌多。PDD 在此时也只感觉越发的郁闷，不敢抽烟了，还是继续玩游戏吧。戴上 VR 头盔， PDD 继续进入了游戏中。戴小妹此时也被 NPC 苗条俊坑了一把，不过好在之后苗条俊用玄武号进行了超短距离异时空转移，将他和龙简接回了玄武号里面。 PDD 也好不容易将 NPC 火灵飞他们接了回来。论起指挥，还是小团团这边指挥的最好，毕竟他又没像 PDD 那样迷失方向，直接让火灵飞他们跑对了方向，然后完好的将火灵飞他们接了回来。哈哈，相比于骚猪，感觉小团团才是在用智商玩苗条俊。虽然小团团也是有点智商，但不多，不过至少比骚猪强多了。直播间的观众们都在调侃，除了呆小妹的直播间之外，小团团和 PDD 的直播间热度也居高不下。毕竟很多观众还是想看看他们怎么玩苗条俊的，更准确的来说是想看他们怎么出丑。现在玩超兽武装的玩家们，除非是一开始一点都不了解直接玩的，否则都是清一色的选择了火灵飞这个角色。毕竟谁愿意玩这样一个体型臃肿和天宇老婆的好感度很难涨，只能当一个辅助角色的苗条俊。而在主播之中，可以说只有小团团和朴老师踩了这个坑，很多观众们动不动就过来转转。除此之外，他们也挺想看看马老师失了天宇这个队友接下来会怎么玩。不过马老师现在似乎是自闭了，还没开播，他们暂时失去了嘲讽的机会。小团团看到直播间弹幕，感觉很不服气，心中更是直接发誓，什么叫有点智商但不多？接下来我就让兄弟们看看什么叫做用智商玩游戏。辅助角色又怎么了？他照样能玩出花来。呆小妹这边也终于被 NPC 苗条俊接回了玄武号，呼，总算是逃掉一劫。不管怎么样，终于是从蝎王超兽那里逃回来了。而龙简一进玄武号，就一言不发的坐在那里，明显是自闭了。呆小妹开启了幸灾乐祸模式，龙简，其实也不用太伤心了，只不过是被抄家灭族而已嘛。古代经历这种事的不是多了去了。龙简直接不理他。有观众看到这一幕，直接笑出了声。哈哈，老女人可真会安慰人啊！话说，这是安慰人吗？这是在伤口上撒盐吧？在龙简不理呆小妹的时候， NPC 苗条俊过来邀功了。怎么样，火灵飞，全靠我救了你们吧？要不是我启动了异时空转移，你们早就被那个蝎子超兽砸成肉饼了。一提这个呆小妹，就气不打一处来。特喵胖墩，你还好意思说？如果不是你指错了方向，我怎么会又被那个蝎子超兽截住？差一点他就回不来了。苗条俊一听这个也比较尴尬，嘿嘿，这个是意外，结果是好的就好了。呆小妹只感觉无语，看到龙简还不理他，想着可别让 NPC 的好感度掉下去了。呆小妹故意开口，我在想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搞明白，就算我师父被人干掉，师兄被人杀死，全族都死光，我也没法报仇的。龙简一听就坐不住了，有话直说，不要绕弯子。呆小妹有些得意，哈哈，终于肯理我了吧？谁让之前龙简难为苗条俊，和他与天宇打了一场的，讽刺他也是应该的。而呆小妹刚这么想，忽然就真意识到了一个重要问题。我去，我把天宇忘了，天宇还在那里没能出来呢。第45章，呆小妹人麻了，我特喵把天宇忘了。呆小妹只感觉人麻了，她刚才只顾着自己能逃跑，结果把天宇忘在那里了。看到这一幕，直播间的观众们是既感觉无语，又感觉好笑。
我特喵，老女人，你才想起来啊！特喵，我刚才就想提醒你，天宇老婆你还没救出来，但超兽武装涉及到重要剧情，直播弹幕自动延迟，没想到老女人你还真忘了。天宇老婆之前为了你都和你一起揍龙简了，没想到你把她忘了。天宇，呆小妹，所以爱会消失的，对吗？哈哈，要不这样，天宇和老女人的好感度降下来，直接投入我的怀抱吧。看到呆小妹后知后觉的，才想起来天宇还没救出来，观众们都感觉无语了。那么好的天宇老婆，你竟然真给忘了？给忘了？呆小妹此时也感觉脸上挂不住。不行，天宇对她那么好，是必须要救出来的。龙简微微皱了皱眉，你要说的是，就是指这个？他还以为呆小妹要说的是关于他怎么才能报仇的方法的事，谁知道呆小妹要说的根本不是这个。龙简和呆小妹的好感度此时基本已经处于要下降的边缘了。呆小妹反应过来，嘿嘿，当然不是，我刚才要说的是另一件事。不过在说这件事的时候，我又想到了要救天宇的事。呆小妹想了想，其实无论是你要报仇还是要救天宇，这件事都是必不可少的。到底是什么事？龙简询问着。呆小妹开口，其实很简单，无论是你要报仇还是我要救天宇，当务之急就是要学会超兽武装。龙简一听觉得有道理，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是我一旦想要用异能锁进入超兽状态，就会全身冰冻难忍，血液都要结冰了一样。呆小妹也点头，没错，我一想要尝试进入超兽状态，就会感觉欲火焚身，啊呸，烈火焚身，根本成功不了。呆小妹的这次口误让直播间的很多观众直接忍不住笑了。666，老女人一不留神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哈哈，一想进入超兽状态就欲火焚身，这才是老女人频繁想要进入超兽的原因吧。呆小妹的这句欲火焚身让很多观众都露出了会心的笑容。游戏中的龙简也觉得呆小妹说的很有道理。既然这样，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呆小妹摇摇头，嗨嗨，我只是在说我思考了这个问题，可并没有说我解决了呀。龙简一听就感觉无语，直播间的观众们更感觉无语，笑死，老女人这说的跟没说一样，真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PDD 那边，他在听到火灵飞和龙简想要进入超兽状态时，这种彼此的状态时，目光不禁亮了亮，感觉自己这时又行了。哈哈，我知道用什么方法，就是调和。调和？没错，朴老师看似头头是道的分析。你们听说过冰火两重天吧？既然你们两个一个冰一个火，只要互相调和，那肯定就不会一个要烧死一个要冻死，肯定就能很好的进入超兽状态。观众们一听朴老师说的，似乎有点道理啊。没想到朴老师也有靠谱的时候，看来有时也能用智商来玩苗条俊这个角色。NPC 火灵飞发出疑问，可是我们要怎么冰火两重天？我和龙简又不是真的冰和火。PDD 一听就尴尬了，他也就是嘴强王者的说说，哪里知道有什么办法。嗨嗨，你和龙简的身体肯定有元素是互补的，只要想办法调和这种元素不就好了吗？要论具体的方法， PDD 的大脑以不快的速度在脑海中转了起来。要不你们接吻试试吧，哈哈，老子就是天才。火灵飞、龙简，观众们 NPC 火灵飞都满满的嫌弃。胖墩，我警告你，我的初吻一定是献给天宇的，这个没商量。刚才 PDD 和火灵飞的好感度才刚刚降了一波，现在几乎处在再次下降的边缘了。而龙简那边更为直接，玩家 PDD 使用昵称骚猪与龙简好感度降为厌恶。朴老师，我去，老子提建议，你们觉得不合适不接受就算了，娘西皮的，降的哪门子好感度啊？ PDD 只感觉破大防，再这么降下去，游戏真是没法玩了。观众们在此刻一个个的只感觉笑得肚子疼，哈哈，果然还是不该对骚猪抱太大的希望，突如其来的骚闪了老子的腰。特喵听前面骚猪还有那么点谱，最后愣是来了个接吻，难怪龙简的好感度要继续降。骚猪垂死病中惊坐起，男同镜是我自己。特喵冰火调和，幸亏骚猪还没建议更大胆的想法，不然简直辣眼睛。楼上的兄弟说的，难道是已经失传的绝技强人所难？什么强人所难？那叫难上加难。楼上的，我直接薄杀男童。看到 PDD 给出的这个不靠谱的建议，让龙简的好感度下降了这么多，直播间的观众们一个个的是真感觉被笑到了。而朴老师现在只感觉不敢皮了，再这么下去，好感度刷刷响，真是没法玩。呆小妹这边，她和龙简没想出什么好办法， NPC 苗条俊更没给出什么建议。
算了，还是先想想怎么救天宇吧。救出天宇后，我们再想办法研究超兽武装。龙简他们都是点了点头。很快，头脑比较冷静的龙简就给出了一个方案：我们可以兵分两路，到时候火灵飞你正门进攻，吸引那个蝎子王的注意力，到时候我就从后窗的部分进去，悄悄将天宇救回来。只要蝎子王被引开，其他蝎族女武士不足为虑。呆小妹一听，确实是个挺好的办法，不过听起来倒是不错。不过还是龙简你正门佯攻，我去救天宇吧。龙简有些疑惑，为什么？对于大殿背后的地形，我比你要熟悉的多。呆小妹干咳一声，因为天宇应该不喜欢被除我之外的第二个人抱。龙简，苗条俊，观众们，第46章。龙莹，难道龙姐你喜欢上我了？呆小妹冷不丁的一句话，直接将观众们整懵了。随后直播间的许多观众们直接笑出了声。666，老女人这怕是对天宇女神动心了吧？故乡的百合花开了，这不来一波大局已定。老女人垂死病中惊坐起，百合竟是我自己。哈哈，特喵嫖老师那边搞男童，老女人这边又搞百合，要不要这么搞笑？不过天宇女神这么完美，老女人动心也情有可原嘛。直播间弹幕一片欢乐之色，呆小妹有些无语了。喂，兄弟们，我的意思是天宇和我好感度这么高，肯定只愿意让我一个人抱，不然一睁眼发现不是我去救他，说不准会降好感度。你们想哪去了？呆小妹为自己辩解。老女人别解释了，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呆小妹感觉有些郁闷，龙简则是有些疑惑。你在说什么兄弟吗？嗨，没什么，我在说龙简你和胖墩都是我的好兄弟。呆小妹自然不可能说她是在和直播间的观众们说话。NPC 苗条俊不满地纠正了一句，请叫我苗条俊。龙简看了看呆小妹，火灵飞，你确定吗？如果论地形，龙族这边的地形我比你熟悉的多。嗨，确定。呆小妹说着，至于地形，大不了龙简你简单画幅地图告诉我就行了。看到呆小妹坚持，三人也只能采用了这种方案。龙简将龙族大殿附近的地形也全都告诉了呆小妹，救援天宇的方案就这么确定了下来。呆小妹想到之前和他一起揍龙简，有什么事都挡在他面前的天宇，无论怎么样都得把天宇救出来。话说，我真的是为了好感度才去救天宇，我的取向真是正常的吧？呆小妹心中都不确定了。呸，她的取向肯定正常。三人采用这种方案，开始了救援天宇行动。天宇此时正在绑在青龙族大殿中，龙吟之前将他自己束缚在那里的十字架上，身上的武装铠甲在此刻都变黑了。半屏 CG 中展现的这一幕，看得观众们很是心疼。而龙吟坐在主位上，敲着黑丝美腿，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他笃定呆小妹他们绝不会放弃天宇。正在此时，龙族大殿的大门打开，龙简出现在他的视线之中。哦，回来了。没错，回来要你的命。龙简向龙吟攻了过来，蝎族女武士们上去阻拦，通通都拦不住龙简。龙吟丝毫没有将龙简放在心上。龙简，就凭你一个人来挑战我，不感觉太无知了吗？龙简哼了一声，就算无知也总比无情好。龙吟看了看武装状态的龙简，可惜有情人总比无情人要短命许多。龙吟出手，向着龙简的胸膛猛攻了过去。龙简1对1当然不可能是龙吟的对手，防御了几下之后，在此时被远远的击飞了出去，把他也锁起来。龙吟吩咐下去，就准备转身回主位。然而接下来，负责去锁龙简的2个蝎族女武士却倒飞了出来。龙吟转身看到龙简已经站了起来，无谓的挣扎。魔怨劫，龙吟直接开大。龙简的寒影诀前摇太长，这时候又无法闪避，只能强行防御。龙简的后背重重的撞在大殿上，直接将大殿的门破开了一个大洞，在此时倒飞了出去。龙吟不紧不慢的跟了出去。龙简，你以为凭你现在的异能量可以打败我吗？此时龙简的嘴角却有些微微上扬，其实我并没有要打败你。哦，龙吟有些诧异，其实我只是打算要吸引你。吸引我？龙吟有些不明白龙简的意思。怎么？难道龙简喜欢上我了？或者你觉得我会喜欢上你？这时候叶天早已经搬到了他的豪华谈宫别墅，无聊之际打开带小妹的直播看看时，正好看到了这一幕。这一幕纯按原作的话，应该是火灵飞来吸引龙吟才对。不过很明显，呆小妹和龙简换了战略。看到此时龙简和龙吟的这番对话，其实某种意义上这番话倒也不算错。叶天只想表示，但凡龙简这时候
把武装头盔摘下来，或者被打得不得不解除武装状态，能露出脸的话，或许就是另一个故事了。龙简在此时直接开口：“你好好看看你的后面吧。”龙吟转身看去，发现呆小妹此刻正从龙族大殿的后窗潜入进来，趁着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龙简身上时，直接将天宇救了下来。没想到你竟然还能偷偷溜进来！魔怨劫！龙吟直接远程一个魔怨劫就砸了过去。哈哈，我可不陪你玩了！救到天宇，呆小妹的心情极好。公主抱着天宇从后窗直接跳了下去。龙吟的这一记魔怨劫直接就打空了。呆小妹此刻很得意。不过，这股传来的失重感和嗖嗖破空声是怎么回事？我去，这后面是悬崖！龙简怎么没说明白？坑死我了！呆小妹只感觉人傻了。这特喵的，他没被龙吟打死，要跳崖而死了。观众们直接就看笑了。哈哈，老女人这是得意忘形了吧？什么得意忘形？我看老女人就是想回荡进度重来了。笑死！黑丝龙吟老婆的大招倒是躲了，老女人在这时愣是直接跳崖，这操作666啊！哈哈，白玩这么一段剧情了，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简直精髓了，真赔了夫人又折兵。呆小妹这时候抱着天宇就直接跳崖的操作，让许多人都笑出了声。不知道的还以为呆小妹要殉情呢。胖墩，胖墩，快把我们接进去！呆小妹在此时大喊大叫。NPC 苗条俊在此时也很及时的一个短距离异时空转移，将呆小妹接了进来。呆小妹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个苗条俊也有靠谱的时候。然而在龙简趁着这时候准备离开的时候，却被蝎族女武士们拦住了。第47章寒影诀伤龙吟。他为什么不躲？既然逃走了一个，那你就得留下。龙吟直接让手下的蝎族女武士们团团围住了龙简。既然放跑了天宇这个人质，那就要再拿一个新人质才行。龙简被蝎族女武士们团团围住，加上还要面对蝎子王龙吟，自然不可能逃的了。观众们在这时候都看愣了。好不容易将天宇女神救了出来，龙简又要被当人质了，这还玩个蛇皮！龙吟在此时感到有些不满，扣住了这个龙简，不知道那个火灵妃还会不会回来救他。之前他扣住了天宇，因为天宇是呆小妹的同伴，呆小妹肯定会回来救天宇。但龙简和呆小妹他们看起来是刚认识不久的样子，他扣住龙简，不知道能不能引得呆小妹再回来救他。不过龙吟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把这个人质扣下再说。龙吟加入了战圈，龙简顿时就顶不住了。此时呆小妹抱着天宇回到了玄武号之中。胖墩，胖墩，快点让包布给天宇治疗，请叫我苗条俊。苗条俊嘟囔的回了一句，让包布在治疗室中给天宇治疗。看到天宇的情况在逐渐好转，呆小妹也不禁松了一口气。好了，天宇现在会慢慢没事，我该回去救龙简了。呆小妹准备回去救龙简。NPC 苗条俊见状说了一句：火灵妃，你还要回去救龙简吗？其实我们和龙简也只是刚刚认识而已。NPC 苗条俊和龙简刚刚认识，在握手的时候还被龙简大力握了一下手掌，把他疼得不行。对龙简他谈不上讨厌，也谈不上喜欢。其实这时候天宇都已经救回来了，直接走也不是不行。话是这么说没错，可如果没有龙简，我也救不出天宇，我总不能这时候不管他吧。呆小妹叹了口气，特喵这游戏是不是太地狱难度了一点？从开头遇到的敌人开始就都是强敌，武装状态去打超兽，这打个锤子！观众们在此刻都有些惊了。卧槽，老女人这波格局大了，竟然因为龙简帮老女人救了天宇，老女人就准备去救龙简，惊了，这不是我认识的老女人。呆小妹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离开了玄武号。兄弟们，龙简咱们是一定要去救他，毕竟龙简帮咱们救了天宇，不能不管他。再者说，呆小妹干咳一声，嗨嗨，龙简现在明显是我们的队友，要是龙简死在这里，我们就这么走了，以后的关卡还怎么打？那不是天然少个队友吗？观众们听到这里，顿时就笑喷了，哈哈，这才是老女人的真实想法吧。666，亏我刚才还以为老女人你格局大了，结果现在看来还是我想多了呀。笑死，没了队友的话，后面的关卡确实不好打。老女人是聪明的，不然像马老师那样开局少个天宇女神，那还怎么玩？哈哈，右边是马老师，我只想说干得漂亮。听到呆小妹说出末队友接下来关卡不好打的想法，观众们纷纷觉得怕不是这才是呆小妹的真实想法吧。不过呆小妹的心中确实也有些不能不管龙简的想法。玩游戏到现在，她甚至感觉超兽武装都不像一个游戏，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像是活生生的人一样。这时候无论如何
都不能扔下龙茧不管。呆小妹离开了玄武号，龙茧几乎快撑不住的时候，呆小妹将幻灵闪驰马力开到最大，向着龙吟狠狠撞去。龙吟猝不及防之下就被撞飞了出去。呆小妹来到龙茧身前，没事吧，龙茧？没事。龙茧直起身，没想到你还会来救我。龙茧在之前从正门吸引火力救天宇的时候，就已经心存死志，反正师傅和师兄他们全都阵亡了，敌人的强大他又几乎报不了仇，能在最后救出天宇，哪怕一死他也能接受。没想到现在呆小妹真的会来救他。哈哈，龙茧，没什么，我们是伙伴，当然不能抛下你不管了。伙伴，龙茧在此刻心里感觉暖暖的。玩家呆小妹使用默认昵称火灵飞，与龙茧好感度提升为赏识。咦，好感度这就提升了，简直太爽了。呆小妹更加得意。龙茧，那我们来比比，看谁这时候杀敌更多。好，两人都纷纷召唤闪驰，向着那些蝎族女武士们撞了过去。呆小妹直接撞飞了3个蝎族女武士，龙茧也刚撞飞3个，结果还没等他稳住闪驰，龙吟便上来飞起一脚，直接将他生生踹下了闪驰。龙茧的状态现在更惨，龙吟无疑是想首先解决龙茧。扫描了一下龙茧的血量，呆小妹都快傻眼了。我去，龙茧可千万不能死在这！火云诀，呆小妹一记火云诀向龙吟打了过去，而以龙吟的实力，直接轻轻松松就将其躲开。小团团的游戏画面中，他这边的龙茧同样在挨龙吟的揍，只能打酱油的他看的也都快怀疑人生了。龙茧，快，用大招轰他！如果轰他也是一死，不轰也是一死，还不如先轰他一招。龙茧在这时站了起来。寒影诀，寒影诀的前摇比较长，而龙吟的魔怨劫几乎能做到瞬发。龙吟正准备用魔怨劫解决龙茧的时候，看到面前这一幕，却瞬间愣住了。寒影诀，龙吟似乎是想起了什么，竟然一时间忘了出手，任凭龙茧将寒影诀发了出来，甚至他一时间都完全忘了闪躲。等他彻底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龙吟被这记寒影诀彻底轰飞了出去。这一幕让小团团直接愣住了，让呆小妹也愣住了。毕竟他这边的龙茧刚才也释放了寒影诀，同样的也命中了龙吟。不是，他能躲开我的火云诀，为什么躲不开寒影诀？呆小妹感觉很不理解。他和小团团此时想的几乎就是这记寒影诀，龙吟为什么不躲？第48章冰火交融，超兽武装。看到龙茧的这发寒影诀真的击中了龙吟，呆小妹有些怀疑人生，这到底是怎么击中的？直播间的观众们更是奇快炸了。我去，龙茧这发寒影诀打中我老婆了，竟然打我的黑丝龙吟老婆，简直不能忍啊！这特喵的，这一发寒影诀一看就很痛。不过话说回来，龙吟老婆为什么不躲开这发寒影诀？根本没必要中的呀。看起来刚才龙吟老婆似乎是走神了，可这么关键的时候怎么会走神？观众们除了在微微吐槽龙茧之外，更让他们不理解的还是这发寒影诀究竟为什么会打中龙吟。呆小妹此刻也有些怀疑人生，不是，龙茧现在的状态都只能发一招寒影诀了，这龙吟都没躲开，我的状态比龙茧好多了吧？蝎子王都能躲开我的火云诀，躲不开寒影诀？呆小妹感觉整个人都糊涂了，而且她的火云诀前摇也没有龙茧的寒影诀那么长吧？观众们也感觉很不理解，不过在此时还是很合时宜的损了他一句：老女人，承认吧，你连个状态都残了的龙茧都比不上。哈哈，事实证明，都快只剩一口气的龙茧都比你有用。呆小妹见状又不禁有些郁闷，特喵的，这是她没用吗？她也想知道怎么回事啊！还没等想明白，呆小妹挨了一记偷袭。我去，你们不讲武德，来偷袭我这个老同志！呆小妹被蝎族女武士们重重的偷袭，想要回击，但对方人多势众，最后她的状态被打得越来越残，比起龙茧也好不到哪里去了。尤其是刚才呆小妹还扫描了一下龙吟剩下的血条，龙茧刚才那记寒影诀确实造成了比较有效的伤害，可相比于龙吟的血条而言还差得远。这 BOSS 血也太厚了，这怎么打呀？龙茧的异能量已经降到了危险范围，火灵飞的异能量已经降到了危险范围，必须马上撤离。玄武号中的 Lisa 姐传来了提示，小团团这边也没好到哪里去，尽管他指挥了半天，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硬实力的差距让火灵飞和龙茧只能挨揍，但小妹这边也几乎要被逼入了绝境。火灵飞，你好像被打得很惨啊！龙茧这时候来了一句精准补刀，
呆小妹感觉很没面子，谁说的？这是好男不跟，嗨，不管好男好女，反正都不跟他们斗，我只是在让着他们而已。这时候，更多的蝎族女武士们围上了两人。呆小妹急忙开口：“龙简，快用出你的寒影诀！”龙简很实诚，我现在的异能量已经不够发出寒影诀，还是火灵飞你来出火云诀吧。呆小妹干咳几声，嗨，还是不用了，我怕我出手太重，把他们都打死了。NPC 苗条俊在这时候都看不过去了，火灵飞，你还哪里放得出火云诀？异能量都快用完了，赶快逃吧！呆小妹没想到自己还能被个 NPC 精准拆台。胖墩，你嚷嚷什么？现在都知道我不行了。观众们这下直接更笑得不行了。666，老女人亲口说她不行了。哈，要是老女人是个男的，我还能理解。现在她这么说，可就真把我整不会了。传下去，老女人说她不行了。幸亏这番话没让天宇老婆听到，不然这好感度怕是得刷降。哈哈，说的是，咦，我发的弹幕怎么自动变黄了？呆小妹的这番话是真的将观众们整笑了。看到呆小妹和龙简都在被打， NPC 苗条俊也在想办法，只不过玄武号没有任何攻击性武器，现在使用超短距离异时空转移的话，也会将那些黑武士们都转移进来，到最后苗条俊毒根本没办法了。呆小妹和龙简齐齐被逼入了绝境。龙简看着龙吟哼了一声，常言道心如蛇蝎，我现在算是真正领教到了。龙吟面色不变，天地本就无情，若见有情，天早已荒，地早已老。龙简直接开口，生命中充满了爱，不过像你这种人是永远不会体会到的。呆小妹眸子一亮，我去，龙简对的漂亮啊，既然这样，那她也来。呆小妹直接得意的大笑起来，哈哈，火灵飞，你笑什么？哈哈，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像他这样无情的人，当初他父母是怎么教出来的？呆小妹哈哈笑着，哈哈，他一定比我们还反叛，最后把他的父母活活气死了。龙简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呆小妹此言一出，龙吟的目光瞬间就冷了下来。如果说刚才龙简的话语是龙吟不愿意去辩驳，尤其是他还摸不清龙简的身份，那呆小妹这番话语就是彻底的精准踩雷。你们笑完了吗？笑完？哈哈，还没有。呆小妹和龙简仍旧大笑着。龙吟目光一冷，直接骤然向前，对着两个齐齐一拳。呆小妹和龙简直接齐齐倒飞了出去。现在你们笑完了吧？呆小妹和龙简现在明显都站不起来了。龙吟这时候可以轻易的杀了两人，不过让观众们奇怪的是，龙吟却没有动手，把他们拖下去。蝎族女武士们上前准备将两人拖开，而倒在地上的呆小妹和龙简武装状态下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在了一起。这时候一股强大的异能量从两人的双手连接处冲天而起，请注意，异能量巨变，异能量过高需要马上进行能量配对。小团团这边都是一愣，能量配对，幸好他闲着没事干打酱油的时候研究过一些。小团团在此时急忙进行异能量配对。呆小妹这边的 NPC 苗条俊更是直接开始异能量配对。在复杂的配对过后，异能量配对成功，一股更强大的异能量在这时候冲天起。我去，我好像能超兽了！超兽武装，呆小妹直接进入超兽状态。超兽武装，龙简同样进入超兽状态。两大超兽武装出现在龙吟面前。幻灵兽，龙战兽。第49章，龙吟的失态，你怎么会寒影诀？呆小妹和龙简都进入了超兽状态。幻灵兽，龙战兽。在清除了周围的蝎族女武士之后，两人直接变成了战斗的超兽状态下人形态。幻灵神，龙战神，我去，我终于能超兽武装了！哈，这才是主角应有的感觉吗？终于进入了超兽状态，呆小妹感觉很是嘚瑟。超兽对超兽的对决才公平吗？不然用武装状态去打对方的超兽，那还打个锤子。相比之下，龙简就显得冷静得多，直接指着龙吟：“你是要自己了断，还是要我出手？”龙吟看着龙简的龙战神，如果我是弱者，那么请消灭我，否则我必让你灭亡。黑暗天幕，龙吟在此时直接开打，死去的蝎族女武士们此时齐齐化作黑烟，汇入了他的黑暗天幕。玄武号的 Lisa 姐更是传来提示，请注意，蝎子王龙吟能量巨变。能量巨变，小团团这边他看着玄武号的控制屏都有些傻眼。能量巨变就意味着异能量会大幅提升。超兽武装，龙吟在这种状态下进入了超兽状态，
双方直接打了起来。火灵飞和龙简2打1，一时间也只能和龙吟平分秋色而已。不过龙吟却并没有下重手，而是向龙简询问：10万年前，你是不是救过一个小女孩？龙简，10万年前，龙简有些听不明白。一旁的呆小妹更是吐槽：不是，你这个蝎子女疯了吧？10万年前，我们都还没出生呢。观众们听到龙吟这番话，并没有吐槽，只感到越发的诧异。10万年前，又是10万年前，卧槽，到底是多少因果，是关联10万年前的？我的龙吟老婆刚才面对龙简的寒影绝没躲，难道龙简10万年前真的救过她？可像老女人说的那样，10万年前龙简应该还没出生呢。难道是龙简的老爹救的龙吟老婆？开玩笑，10万年前龙简老爹也不行吧？怕不得是龙简的太太爷爷？哈哈，提起太太爷爷，狼叔表示有话说了。龙吟对龙简所说的这番话，观众们只感到匪夷所思。再联想到刚才龙吟面对龙简那一发寒影诀，似乎愣神了一样，没有躲开，会不会两人之间真的有什么联系？打酱油的小团团也感觉很是诧异，脑海中像是闪过了什么线索一样，但又抓不住。面对呆小妹的吐槽，龙吟直接回答：不，强者可以进入永恒轮回。时间对于能进入永恒轮回的超兽战士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而看向龙简时，龙吟第一次失态：你是谁？怎么会使用寒影诀？寒影诀？龙简极为自然的开口：寒影诀是我师父传授给我的。龙吟一听，呵呵，你师父这种小人也配使用寒影诀吗？不许侮辱我师父！龙简直接冲上去和龙吟打了起来，呆小妹也一起上去帮忙。然而哪怕是他们两个都不是龙吟的对手。知道我们的差距在哪里吗？是仇恨。看到龙吟提及仇恨，再想到龙吟刚才那么仇视剑龙的样子，小团团似乎明白了什么。我去，我明白了，这个蝎子王龙吟肯定是白龙族的人。兄弟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刚进入第2平行宇宙的时候，玄武号飞船提醒过，第2平行宇宙曾经发生过一场内战，青龙族和白龙族曾经作战，最后白龙族灭绝了。小团团好像抓住了重点，这个蝎子王龙吟的头发是白色的，很像白龙族的人。之前他和剑龙的对话也表明了剑龙应该屠戮过族人，他这次回来就是来找剑龙复仇的，不然他现在也不会这么仇视剑龙。观众们一听小团团的分析，确实有道理啊。龙简、龙吟两人都姓龙，而龙简是这样青色的头发，龙吟的头发则是白色的。666，团团分析的有道理。这么看来，我的龙吟黑丝老婆应该是当年白龙族的幸存者。靠，这不是说明我的龙吟老婆经历过家破人亡吗？也太让人心疼了。不得不说，团子是有点东西的，万万没想到团子还能用智商玩游戏。哈哈，小团团想不用智商玩游戏也不行啊，谁让小团团玩的是这样的辅助角色，根本没有战斗力。笑死，说的也是，哈哈，小团团想不用智商玩游戏也不行啊。小团团看到直播间的弹幕，刚开始还有些得意，看到后面整个人也不禁郁闷。特喵好端端的，你们又扎我的心，这是我不想下去战斗吗？谁让我这个角色没有任何的战斗力？团团，你分析了半天，那龙吟为什么会问龙简10万年前是不是救过一个小女孩？对，难道龙吟老婆口中这个人真的是龙简吗？小团团一听就有些尴尬啊，凭现在的线索，应该只能判断出龙吟是白龙族的人，至于那个人是不是龙简，现在肯定还不知道。观众们一听就有些无语，合着小团团你分析了半天，还是不知道龙吟口中那个人是不是龙简啊？不过观众们对此也感觉越发期待了。10万年前，又是10万年前，我感觉超兽武装实在是太烧脑了。10万年前一定发生过了不得的大事，观众们都越发期待地看了下去。呆小妹这边，她早就和龙简一起与龙吟打了起来，只不过，我去，你这个蝎子女疯了吗？怎么只打我，不打龙简？都进入超兽状态后，呆小妹原本以为自己会咸鱼翻身了，结果还远远不是蝎王超兽的对手。不是对手也就罢了，重点是在龙吟问过刚才龙简那个问题之后，龙吟就不打龙简，疯狂的只打他，这谁受得了？魔怨劫，哎，不是，等等等等，龙吟可不管他，蝎王超兽状态下的魔怨劫直接轰了过来。呆小妹的意识瞬间模糊，试图单挑蝎王超兽，这下死了吧？呆小妹，第50章，再见玄义子，超兽神二合体。意识短暂模糊之后，伴随着的是面前的游戏画面彻底黑了。看到游戏提示，呆小妹瞬间破大防。我去，
这就死了？不是，这是我想单挑这个蝎子女吗？分明是她不分青红皂白，一直只打我呀！这特喵的，龙吟疯了一样的只打他不打龙简，这谁扛得住？直播间观众们看到这一幕，直接就笑喷了，哈哈，老女人被打死了。666，明显是老女人之前的话惹到龙吟老婆了，对着老女人就是一顿狠揍，笑死！明明还有龙简在旁边，但系统给予老女人的死亡提示是单挑，哈哈，不管龙简是不是那个人，有个韩影诀还是沾光啊，所有的揍全都老女人挨了。看到呆小妹奋战到现在，被龙吟活活打死了，观众们一个个的笑到不行，呆小妹也感觉很是郁闷。死亡一次之后，明显感觉身上的疲惫感加深了一些，急忙重新读取系统的自动进度后，看了一眼，呆小妹内心稍稍松口气，进度是从她超兽状态以后开始的，那还可以接受。这次呆小妹学乖了，尽量和龙简一起主攻，甚至有时直接让龙简主攻她来当老六，终于避免了被打死的局面。之后和龙简合力一起向龙吟攻击，却依旧打不赢，反而被远远的击飞了出来，直接撞断了2根柱子。我去，这个蝎子王是不是强的有些过分了？这怎么打呀？呆小妹有些怀疑人生，没想到进入了超兽状态，依旧打不过。龙吟以些王超兽状态，傲然看着两人。当你经过7重的孤独，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强者。无尽深渊中的战魂，赋予再一次燃烧的权利。之前蝎族女武士们死去的战魂，在此刻齐齐燃烧起来，一股强大的吸引力向着呆小妹和龙简袭来。呆小妹和龙简一时间都感觉完全站不稳了。小团团这边几乎也是一样的情况，玄武号甚至还直接传来提示，蝎子王的异能量急速攀升，已经达到 0.7 个黑洞。小团团 0.7 个黑洞，这还打个锤子？要知道之前蝎子超兽刚出现的时候，黑洞级才只有1/7个黑洞，现在暴涨到 0.7 个黑洞，这打个锤子，火灵飞和龙简必须马上合体才能够对抗，否则将被巨大的黑洞引力所撕破。这让小团团更懵了。呆小妹这边的 NPC 苗条俊也慌了，火灵飞、龙简，你们赶快合体！龙简有些不知所措，可是我们怎样才能合体？苗条俊也向 Lisa 姐询问，然而得到的回答只是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能力，不需要学习。NPC 在将这一切告诉呆小妹之后，我特喵又说是与生俱来的能力，我再也不信了。之前第一次控制幻灵闪驰时也说与生俱来的能力，结果我直接撞冥界战舰上了。呆小妹忍不住狠狠吐槽，直播间观众们有些直接笑出了声。确实，呆小妹人碰船的那一幕，他们还历历在目。无尽深渊中的战魂燃烧的再猛烈些吧。龙吟的力量中央传来的吸力越来越强大，呆小妹此时也感觉没辙了。要是玄一子师傅在就好了，肯定能教我们怎么合体。就在呆小妹这样想着的时候，她面前的画面中隐约出现了玄一子正在一个偏僻的空间里钓鱼的场景。玄一子平静开口，超兽之间的合体全靠心灵来控制，必须用你们的心灵来解构异能量，继而再重组异能量。只有你们心存充分的信任与分享，你们的异能量就能融为一体，成为超兽神合体。这一幕不仅隐约出现在了呆小妹的面前画面中，更隐约出现在龙姐面前的画面中。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更加沸腾了。卧槽，是玄一子，玄一子大师！没想到大师都自封进那个圆空间了，还有能看到玄一子大师的机会。玄一子大师现在就处在那个圆空间嘛，看起来像是在钓鱼。如果这真是圆空间，玄一子大师看起来很悠闲啊。特喵玄一子大师当初无了的时候我那么伤心，现在看来玄一子大师怕不是去度假了吧？观众们都万万没想到，这时候还能看到玄一子，更没想到玄一子竟然看起来是在钓鱼。经过玄一子的指点，呆小妹终于把握住了要领，超兽合体。她的幻灵神和龙简的龙战神直接合体组合到了一起，成为了超兽神2合体。龙吟看到这种情况也完全没想到，随后双方都用出至强的一拳，向着对方猛轰了过去。而在这一击过后，无论是呆小妹还是龙简，亦或是龙吟，直接从画面中啪的一下没了。小团团这边的情况也类似，看到这种情况，小团团瞬间一愣，他们去哪了？Lisa 姐传来声音，两股强劲的异能量冲撞在一起，造成了一个短暂的虫洞效应，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圆空间。小团团更加一愣，随后眸子一亮，圆空间？那是不是就是玄一子师傅所待的地方？有没有可能将玄一子师傅带出来？不同的圆空间之间并没有完全的相通性。小团团一听
就没了动力。那他们不会出不来吧？有可能，这个圆空间很小，就在我们面前，具体能不能出来，还要看他们自己。小团团一听，特喵火灵飞和龙简要是死在这个圆空间里，就自己这个辅助角色，接下来的关卡还怎么打？要不要这么地狱难度？二合体的超兽神和龙吟的蝎王超兽就这么对拼了一记之后，在圆空间中，双方全都昏了过去，似乎真的有可能永远无法醒来。呆小妹这段时间在游戏中更是昏过去没意识的。此时，另外的半屏游戏 CG 中却出现了画面，画面之中是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第51章龙族大比龙飞 vs 剑龙。CG 画面中出现的这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让观众们都愣住了，一时间不知道这是谁。由于是 CG 画面，身为玩家的呆小妹和小团团他们都看不到，只有直播间观众们能看到。这不会是龙吟老婆的小时候吧？至少这发色很像啊。有观众猜测着，在所有人的视线中，他们只看到一个小女孩在无忧无虑的玩耍。嘻嘻哈，发色雪白的小女孩追逐着一只蝴蝶在玩耍。啊！一个不小心，小女孩摔了一跤，起身之后才看到她摔倒的地方有一只小蝎子。小蝎子看着她，畏畏缩缩的向后退。不怕不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小女孩摊开白嫩的小手，小蝎子看了看她，慢慢爬到了小女孩的手上。这时候，一个高大成熟的男人来到了小女孩的面前。莹莹，我们该走了。此言一出，观众们直接炸了。卧槽，莹莹，这该不会真是龙吟老婆小时候吧？白色蝎子，莹莹，看起来真的没有第二个人了。难道在晕过去的时候，龙吟老婆脑海中想的是小时候的记忆画面？我靠，龙吟老婆小时候这么单纯啊，这绝对是真正的人美心善。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龙吟老婆会变成那样的黑丝女王？龙飞此言一出，观众们瞬间觉得这个小女孩一定就是龙吟，绝对不可能是其他人了。不过越是这样，越是让他们想不通。龙吟小时候分明是这样的天真烂漫，长大之后为什么会变成蝎子王？很多观众带着这样的疑惑，无比期待的看了起来。龙吟看向龙飞，爸爸，你不再陪我玩一会儿吗？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爸爸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呢。龙吟一听，先将小蝎子放生。爸爸，你又要去打架吗？爸爸，你能不能不去打架呀？我不喜欢你打来打去的。龙飞笑了笑，莹莹，爸爸不是去打架，是为了荣誉而战斗。小龙吟此时还不认可，为什么为了荣誉就要去战斗呢？大家开开心心的在一起不就好了吗？龙飞俯下身子，莹莹，有些人看不起我们白龙族的人，所以爸爸必须通过战斗来证实我们的实力。白龙族。龙飞的话中又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我靠，和小团团之前推测的差不多，龙吟老婆之前好像真是白龙族的人。这样的话，一切似乎都可以对得上了。小龙吟仍旧一脸的天真单纯，看不起就看不起呗，我们白龙族开开心心的待在一起，关其他人什么事？龙飞淡淡的笑了笑，莹莹，有些事你长大之后就会明白了。小龙吟双手掐了掐腰，我明白，我不喜欢打架，我就是不喜欢战斗。看到此时天真烂漫的小龙吟，观众们简直难以想象，在龙吟身上发生过什么，才会让他产生这么大的改变。以前的小龙吟分明是一点都不喜欢战斗的。莹莹，我们肯定不能用战斗去抢别人的东西，但一些荣誉是要用战斗去争取的。再说这次战斗可是有奖品的。小龙吟一听就心眸一亮，爸爸，那是怎样的奖品？龙飞一看就不禁笑了笑，果然小孩子还是比较好哄。呵呵，很好的奖品。是什么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龙飞带着小龙吟向着龙族大殿的方向而去，而刚才被小龙吟放生的小蝎子看了看两人离去的方向，最后还是跟了上去。小龙吟和自己的爸爸龙飞来到大殿外的时候，正好听到了里面龙族老族长那苍老的声音。现在由于白龙族代表迟迟未到，如果白龙族不另选代表的话，将被视作弃权处理。听到这一切，有观众表示不理解了，老族长这是有点偏向青龙族的意思吧？白龙族为了避免被直接弃权，只能有人先站出来应战剑龙，只不过没几招就被剑龙打倒了。等一等，这时候龙飞抱着小龙吟赶到，白龙族的人顿时欢呼，龙飞来了！白龙族，白龙族！龙族大殿的陈设让很多观众感到很是熟悉，几乎就是之前龙简和战龙比试的地方。不同之处在于，这里并不只是青龙族，而是一半是青龙族，一半是白龙族。龙飞开口，
对不起，我来晚了。剑龙也不介意，不晚，时间刚好。除了种族不一样之外，今天比试的双方也由龙简和战龙变成了龙简的师傅剑龙和龙吟的爸爸龙飞。看到龙飞赶到，老族长还是强调了一下，今天是我们龙族最重要的日子，也是我们龙族选举最强者，担任我们领袖的位置。谁获胜，谁就拥有这把异能锁，承担起保护我们龙族的神圣使命。老族长的权杖之上闪烁着龙族的异能锁。我靠，这不就是剑龙给龙简的异能锁吗？观众们一眼就认了出来，这正是龙简的异能锁。小龙吟注意到了老族长权杖中的那个龙族异能锁。爸爸，我想要那个。龙飞笑了笑，好，那爸爸马上就拿给你。好大的口气！剑龙自然感觉很不服气。两人都摆好了架势，老族长一声令下，战斗开始。剑龙和龙飞直接打了起来，两人先比拼拳脚。刚才那个站出来对战剑龙的白龙族人，在剑龙手下根本撑不了几招。此时这种状况则是完全反了过来，剑龙在龙飞的手下根本没撑过几招就被远远的击退。见状，剑龙直接毫不犹豫凝聚异能量，寒冰掌。看到剑龙这时候就会了寒冰掌，很多观众觉得龙飞怕是要输了，难怪后来龙族的领袖变成了剑龙。而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龙飞在此时却爆发出更强的异能量。寒影诀第52章，龙飞阵亡。剑龙在盔甲下毒，看到龙飞用出寒影诀，很多观众们都愣住了。卧槽，龙吟老婆的爸爸龙飞也会寒影诀？难道龙吟老婆之前看到龙吟的寒影诀那么失态，是因为想起了龙飞？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龙飞既然现在就会了寒影诀，这场对决还怎么输？是啊，我原先以为白龙族输了这场比试，剑龙逐渐掌握大权，才让白龙族被灭族，这还怎么说？现在剑龙明显只练到了寒冰掌的样子，总不能寒冰掌能打赢寒影诀吧？龙飞这时候用出寒影诀，让很多观众没想到，这和他们一开始设想的完全不一样。既然龙飞的实力这么强，按现在来看，这场比试也能赢下来，那白龙族最后是怎么灭亡的？龙吟又怎么会有这种仇恨的经历，变成蝎子王？怀着疑问，观众们继续看着龙吟的记忆 CG 画面，只感觉超兽武装太烧脑了，动不动就来个反转。寒影诀、寒冰掌，龙飞的寒影诀和剑龙的寒冰掌对拼到了一起。两人没有选择后世龙简和剑龙那样远程对轰，而是都将其蓄力在手上，近战拼了一记。强烈的异能量对拼，让很多青龙族、白龙族的人都不由得挡住了眼。很快，这场比试的结果也已经出来，剑龙已经出了全力，但明显没有伤到龙飞，只有所穿的盔甲不小心将龙飞的脸划破了一点皮，留下一道浅浅的血印。而龙飞的寒影诀已经印到了剑龙的胸膛之前，却并没有印下去。好厉害的寒冰掌！龙飞夸赞了剑龙一句，剑龙也开口，没想到你竟然学会了我们龙族的终极奥义寒影诀，可是为什么不出全力呢？如果龙飞这一掌打下来，他就算不死也要重伤。龙飞笑了笑，寒影诀攻敌3分，自留7分。两人分开，剑龙双手抱拳，多谢指点，多谢手下留情。白龙族那边见状，直接欢呼起来，我们赢了，我们赢了。而青龙族这边沉默不语，只能唉声叹气。老族长敲了敲拐杖，示意众人安静。安静，你们两个都上来吧。龙飞和剑龙向大殿的主位上走去。小龙吟此时看到爸爸赢了，正无忧无虑的和小蝎子玩耍。而这时候，他注意到有一个身穿斗篷、戴着面具的人，一直在青龙族的队伍后方沉默不语。好奇怪的人。小龙吟嘟囔一句，也没有在意。老族长一字一句的宣布：下面我宣布，我们龙族下一届的首领就是……还没等他说完，一旁的龙飞突然传来了强烈的眩晕感，在此时直接一个控制不住，倒在了地上。突然出现的这一幕，将青龙族、白龙族的人全部惊到了，哪怕是直播间的观众们，现在也都惊到。龙吟老婆的爸爸，这是怎么了？不用叫的那么生分，这是我岳父。呸，楼上的拔刀吧，这明明是我岳父。小龙吟见状，急忙跑了上去。爸爸，爸爸，你怎么了？剑龙也在一旁询问。龙飞，你怎么样了？龙飞艰难地指着剑龙，你的铠甲有剧毒。这句话被小龙吟听得清清楚楚。说完，龙飞的手便无力地垂下了，身体随风消散，消失在整个龙族的大殿。爸爸，爸爸，你不要离开我！小龙吟悲痛欲绝。
剑龙在此刻更是呆滞，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更是彻底炸了。卧槽，我的岳父就这么无了？看起来岳父这是真无了，不像玄一子大师那样失去什么元空间了。我特么，岳父刚才那招明显已经手下留情了，剑龙竟然下毒，没想到龙姐的师傅剑龙竟然是这样的人，难怪龙吟老婆想杀剑龙报仇，这一切全都合理了。看到这一幕，观众们自然纷纷感觉肯定是剑龙下的毒，白龙族的人更是气愤不已。你这个卑鄙小人，打不过我们的龙妃，竟然下毒！剑龙在此时仍然呆滞，急忙摇头，没有，不是这样的，你们误会了。白龙族群情激愤，还说误会，你这个卑鄙小人！剑龙也有了几分怒意，你说什么？青龙族的人有人站出来为剑龙辩解，这明显和剑龙无关，分明是龙妃她用歪门邪道偷练寒影诀，才走火入魔而死，不然以剑龙的天赋，早就练成寒影诀了。观众们看到这一幕都快看不下去了，特么你们若还有理了是吧？白龙族的人更加气愤，你胡说什么？我们的龙妃分明就是死于中毒，龙妃刚才都指着剑龙亲自说了，看龙妃刚才的脸色，分明也是中毒。青龙族的人毫不相让，我们剑龙为人光明磊落，要赢就赢，要输就输，怎么会下毒？况且龙妃流那么一点血，就算中毒也不可能死得那么快，摆明就是练了什么歪门邪道。青龙族和白龙族的人直接吵了起来。安静，安静！老族长敲了敲手杖，再次示意两边安静。青龙族、白龙族也只能暂时安静了下来，等着老族长的裁决。弹幕中的观众们早已有些忍不住了，这么天真单纯的小龙吟，竟然这么早就没有了爸爸，那他以后的日子得过得多辛苦。他们也想看看老族长能不能说几句公道话。老族长咳嗽了几声，我们龙族本来是一个团结的整体，可是近年来全出现了严重的对立，而我的身子又一天不如一天，我很担心我在死后龙族会因此而分裂，才想通过这次比武选出一位新领袖，可惜却出了这样令人心痛的事情。老族长剧烈咳嗽了几声，我相信剑龙的为人，他一定不是下毒的人，下毒的一定另有其人，可惜我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查明真相之前，还是由剑龙来暂代领袖接班人这个位置吧。白龙族观众们，第53章龙吟悲惨过去。当你经过7重孤独，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我操，这个老族长明显的偏心吧。这时候我的龙妃岳父无了，剑龙作为重大嫌疑人，竟然直接让剑龙暂代领袖。特喵从最开始宣布要白龙族弃权的时候，这老族长似乎就很偏心青龙族，看头发颜色和衣服就看出来了，老族长分明就是青龙族的人。刚才他自己都说龙族出现了严重的对立，龙妃岳父之前也说白龙族被人看不起，老族长知道都不管，简直拉偏架。看到老族长竟然就这么让剑龙暂代龙族的领袖，直播间的弹幕瞬间就爆炸了。很多人只觉得老族长这是明显的偏心，并且偏心在此时或许还在其次。现在白龙族正处于群情激愤的时候，老族长不仅不处置剑龙，还让剑龙暂代领袖的位置，这样怎么能服众？青龙族人齐齐欢呼：剑龙，剑龙！白龙族的人却握紧了拳头：我不服，我们不服！既然他偏袒青龙族，那我们也不用和他客气，一起上，把属于我们的异能锁抢回来！白龙族直接想一拥而上，将老族长拐杖中的异能锁抢过来。青龙族当然不可能就这么看着，直接和白龙族的人就这么打了起来。这一幕是老族长也未曾想到的。大家快住手，住手！老族长想要安抚下双方的情绪。剑龙看到很多青龙族人被打倒，甚至有人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想要上前帮忙或劝阻，而小龙吟在此时直接站到了他的面前：你还我爸爸，还我爸爸！小龙吟语带哭腔，剑龙满满的惭愧，不敢去直视小龙吟的样子。这一幕让观众们更是止不住的心疼。哎，我的龙吟老婆啊，实在是太可怜了。老族长在此时从主位上走下去，去到人群中，想要平息双方的情绪。大家快住手，住手！有激动的白龙族人上来指着老族长的鼻子骂：你这老东西偏心，异能锁是属于我们白龙族的。青龙族有人看到，放肆！两人直接在此时打了起来。老族长试图让他们住手，但根本没有任何用处。白龙族人拿出一把刀，向着那个青龙族人猛然刺去。小心！老族长见状，下意识的想去阻挡，结果直接被一刀刺中了心脏，倒了下去。那个白龙族人也懵了一下，连连后退。毕竟他可没想刺老族长，老族长却突然跳了出来。剑龙见状，急忙从主位上下去：师傅，师傅！
龙族长最后艰难开口：“剑龙，不能让他们自相残杀，快让他们住手！”说完，老族长的身体便随风消散，彻底消失在了大殿之中。看到老族长的结局，观众们也不禁有话说：这青龙族的老族长，最后还是死在了他的无能之下。是啊，太糊涂了，哪怕真的想让剑龙暂代领袖，也该将剑龙扣押才对。大不了说延缓几天再选领袖，先平息白龙族的情绪，甚至随便指派个别的青龙族暂代领袖，都比这时候剑龙好。特喵破案了，剑龙叫老族长师傅，龙飞可从没对老族长采用这样的称呼，原来这两人竟是师徒，怪不得老族长这么偏心，真是拉偏架拉的太过分了，直接坑死自己。看到老族长就这么死了，很多观众不禁觉得真是死有余辜，妥妥的全是自己的问题。但凡老族长不是这么无能，或许也不会死。而这时候，老族长已经死了，观众们更在意的是接下来的事会怎么发展。很多人在心中甚至已经想到了那个最不好的结果。老族长，同时更是剑龙的师傅死亡后，剑龙站在原地，闭着眼睛，紧咬着牙。有白龙族的人指着剑龙骂：“这个下毒的卑鄙小人！”大家一起上！在这一刻，剑龙的情绪终于崩溃，被人误解下毒的无错，不知怎的害死可敬对手龙飞的悔恨，亲眼看到师傅被杀死的仇恨，被人几次三番叫卑鄙小人的愤怒，剑龙的情绪彻底崩溃，直接冲了过去，对着白龙族的人大开杀戒。不知道有多少白龙族的人倒在了剑龙的攻击之下。有白龙族的人拿着剑想要去刺剑龙，结果被剑龙100%空手入白刃，将剑夺过去后，对着白龙族的人更是大开杀戒。最后剑龙感到有一个人影正向自己一步步走来，下意识地转过身，用剑指向了对方。而剑龙之后才发现，他指的竟然是龙飞的女儿龙吟。小龙吟用小手指着他：“你是坏人，我恨你。”剑龙彻底茫然，手中的剑无力地掉在地上。看到周围倒下的白龙族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错了什么。情绪崩溃的剑龙狂喊着跑出了大殿。此时大殿中的白龙族人已经被屠戮殆尽，剑龙虽然跑了出去，但其他青龙族的人还在。小龙吟毫不畏惧地指着他们：“如果我是弱者，那么请消灭我，否则我必让你灭亡。”龙吟在这时候说出了那句他之前说过让观众们为之熟悉的语录。青龙族人们互相对视了一眼，斩草除根。有一个青龙族人爆发异能量，向着龙吟猛攻过来。这下观众们是真的炸了，我特么竟然对手无寸铁的小孩子出手，真的过分了，再怎么样都不能对孩子出手。特么这就是青龙族，真是被灭了活该。卧槽，不过现在龙吟老婆手无寸铁，他自己怎么面对这些青龙族人？肯定有人救了龙吟老婆，到底是谁？看到青龙族人对小龙吟这个小孩子出手，直播间观众们是真的气看不过去了，纷纷都在说青龙族被灭了活该。同时他们也都在担心小龙吟接下来的状况，所幸他们知道这是龙吟的记忆画面，他最后肯定是没有生命危险。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之前那个小龙吟眼中身穿斗篷的怪人击退了这个青龙族人。别逼我！其他青龙族人一看，大家一起上！身穿斗篷的人在此时终于出手，寒影诀。观众们，第54章摘下龙茧面具。龙茧，你是冥王？看到这个不知身份的黑袍斗篷怪人也用出寒影诀，观众们是真的感觉人妈了。这是怎么了？怎么感觉寒影诀跟批发不要钱一样？龙茧会寒影诀，龙飞会寒影诀，听龙茧之前的意思，死掉的剑龙也会寒影诀，现在连这个怪人都会寒影诀。过去救龙吟老婆的这个神秘人也用的是寒影诀，难怪龙吟老婆看到龙茧用寒影诀那么失态。这个救龙吟老婆的怪人到底是谁？看他之前站的位置是青龙族那边的，话说这体型看起来和龙茧真的有些像啊！观众们一个个感觉都快懵掉了，怎么又来一个会用寒影诀的？同时他们也已经能理解龙吟之前看到龙茧用出寒影诀时为什么会那么失态。在龙茧这一发寒影诀之下，大殿中的青龙族人自然不可能承受得住，全都纷纷倒了下去。小龙吟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这个人真的好强，而且这个人竟然会用他爸爸才会用的寒影诀。你是谁？小龙吟看着这个怪人的装扮，想起了传说中冥王的装扮。你是冥王吗？10万年前的龙茧沉默不语，牵着小龙吟的手走出大殿。当你经过7重的孤独，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强者。听到这样的语录，小龙吟更加坚信，这一定就是冥王。就在10万年前的龙茧当着小龙吟摘掉面具的时候，当你经过7重的孤独，才能够
成为真正的强者。原空间中的龙吟想到当初所承受的痛与恩人的话语，在此时恢复了意识，站了起来。关于龙吟的记忆 CG 画面也随之消散。卧槽，别停在这时候啊！救龙吟老婆的人到底长什么样子？虽然刚才很想我老婆快点醒过来，但我现在很想说一句，要不龙吟老婆，你再晕一会儿吧。是啊，至少让我看看那时候救莹莹老婆的是什么人，看不到也太揪心了。不会10万年前救他的真的是龙简吧？毕竟会用寒影诀，身形也很像。10万年前龙简肯定没出生，而且他做过的事怎么会不记得？我宁可相信是龙简的太爷爷。看到龙吟在这时候站了起来，看不到10万年前救龙吟的人究竟是谁，观众们只感觉胃口都被彻底吊起来了。伴随着龙吟醒过来之后，呆小妹和龙简他们也相继醒了过来。在这个狭小的圆空间里，两人还保持着超兽神2合体状态。不知道刚才龙吟展现了怎样的记忆画面，呆小妹有些嘚瑟。哈哈，原来超神兽合体也没那么难嘛，看来这真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龙简问了一句，那我们由谁来控制？哈哈，当然是我了，我可是主角，不是，反正先让我来控制一下。呆小妹掌控了主控权，龙吟以些王超兽的状态看着两人。这个世界充满了背叛与猜疑，所以你们的合体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呆小妹感觉龙吟莫名其妙，这个世界的背叛和猜疑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接招吧！呆小妹攻了过去，一开始还和龙吟打了个平分秋色。花落人亡，天地无情，魔怨劫。呆小妹的超兽神2合体直接被龙吟轰飞了出去，一时间她都感觉乏力到站不起来了。我的天，老婆好飒！龙吟老婆帅到我了，继续加油，打倒老女人！老女人，你要是敢伤害我的龙吟老婆，兄弟们就来一波取关吧！看到呆小妹被打飞了出去，直播间传来一片齐齐的叫好之声。主人获得来自呆小妹直播间人气值加99999，主人获得来自呆小妹直播间人气值加99999，主人获得来自团团直播间人气值加99999，甚至就连叶天在呆小妹直播间所收获的人气值，都在这个时候迎来了一波大爆发。呆小妹，不是直播间的兄弟们这么真实的吧？看到他被打就这么叫好，关键就算直播间的观众们确实有些3观跟着5观走，之前他被打的时候也没这么叫好啊。是不是刚才他在游戏中昏过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火灵飞，振作点，快站起来！龙简催促着呆小妹，然而呆小妹还是没能完全站起来。我去，你可别告诉我超兽神2合体了都打不过，这 BOSS 到底得有多难？也太夸张了吧！龙吟看着两人，你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输吗？就是因为你们虽然合体，可是你们的心还是分开的。魔怨劫，龙吟又一招攻过来，呆小妹急忙躲开，要是再被轰到，怕是得被打解体了。火云诀，呆小妹用2合体的超兽神发出火云诀，与龙吟的魔怨劫彻底对轰到一起。双方的全力对拼过后，无论是超神兽的2合体，亦或者是龙吟的蝎王超兽，到最后都纷纷解体。双方全都恢复了普通的武装形态，从圆空间中摔了出来。小团团这边几乎也是类似的情况，哪怕是2合体的超兽神都只能和蝎王超兽拼个平手而已，简直可怕。趁他病，要他命，要快点查出他的弱点。玄武号的 Lisa 姐也传来提示，由于蝎子王的异能量消耗过大，身前的蝎甲连接处出现致命弱点。小团团见状眼睛一亮，急忙让火灵飞和龙简去攻击。呆小妹这边的 NPC 苗条俊也向呆小妹和龙简发出指令，而呆小妹现在已经爬不起来了。不行了兄弟们，我虚了呀！刚才2合体的超兽神主控制是他所承担的消耗也最重，而龙简还能勉强站起来。龙简，他的弱点就在身前，快攻击那里！ NPC 苗条俊向龙简发出指令，然而龙简此时只能勉强站立而已，只能被一顿暴揍。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谁！龙吟一把摘下了龙简的头盔。冥王！第55章，龙吟随风消散。爸爸，我终于能见到你了！龙吟万万没有想到，他掀开龙简的武装头盔，竟然看到的是他这张朝思暮想的脸。这张他一直以为是冥王，他也因此为冥界奋战至今的脸。龙吟心惊之下，出现了很长时间的失神。龙简抓住这个机会，一击攻向了龙吟身前的弱点。龙吟被击中弱点，一时间无法动弹。龙简再次发力，寒影诀。龙简此时的异能量已经不足以发出远程的寒影诀，只能像10万年前的龙飞那样，将寒影诀的力量汇聚在拳头上。
啊！龙吟在龙茧这一击之下，终于是重重的倒飞了出去。他不明白，为什么10万年前的龙茧救了他，今天却又要杀死他。不过他的心中对此并没有任何怨恨。如果没有龙茧，10万年前他早就已经死了。他的命原本就该是龙茧的，就当还了他这条命吧。此时龙吟的记忆中，一幕幕画面如同走马灯一样闪现而过。他似乎又回到了那时候，回到了他还是那个无忧无虑小女孩的时候。似乎他还在和自己的爸爸龙飞待在那个树林里。爸爸，可是战斗总会有人受伤，总会有人要死的。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离开我。龙飞郑重的承诺。我答应你，绝不离开你。一切的画面结束，原本抓在龙吟手中的龙茧头盔，在此时也无力的飞了出去。爸爸，我终于可以见到你了。龙吟的身体彻底随风而消散。看到这一幕，整个直播间的观众们都快炸了。卧槽，我的龙吟老婆就这么无了，刀死我了！龙吟老婆已经那么惨了，为什么还要落得这样的下场？老女人过分了啊，竟然杀我身世那么悲惨的龙吟老婆！兄弟们来一波取关吧。不过话说回来，这好像不是老女人杀的，天杀的龙茧啊！如果不是龙吟老婆最后那段失神，龙茧根本没机会的。我的龙吟老婆啊！看到龙吟随风消散，观众们一个个的是真快爆炸了。如果说他们一开始只是3关跟着5关走，感觉龙吟又美又飒，还穿着黑丝，才不希望龙吟死的话，在看完了龙吟的悲惨过去之后，他们就更不想看到龙吟死了。没想到现在龙吟还是死在了龙茧的手上。龙吟的身体慢慢上升，随风消散之后，砰！他的异能锁从空中掉了下来，龙茧将其拿了起来，而戴小妹在这时候也艰难地爬起来向龙茧走去。龙茧将龙吟的异能锁拿在手里，那象征着毒素的墨绿色异能锁，竟然在此时变成了和他一模一样的龙族异能锁。戴小妹一看就愣住了，我靠，不是吧？怎么那个蝎子王龙吟的异能锁和龙茧你的异能锁一模一样？龙茧也完全不明白。在他还没搞清楚的时候，龙吟的这个异能锁也彻底随风消散了。戴小妹感觉自己的大脑都快不够用了。不是，龙茧，刚才他为什么会叫你冥王？你长得很像冥王吗？龙茧摇了摇头，不知道，我又没有见过冥王。直播间已经有人在刷了。你没有见过，我见过冥王啊，就在超兽武装的宣传 CG 里。龙茧和冥王根本不像啊，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别纠结什么冥王不冥王了，我的龙吟老婆啊！呆小妹和龙茧两人都搞不明白。呆小妹下意识地问了一句：蝎子王龙吟就这么死了吗？龙茧的心情莫名有些复杂的感觉。也许吧，我感觉只要仇恨不会消失，他也不会消失的。龙茧的这番话又瞬间给了很多观众们希望。卧槽，我的龙吟老婆有可能没死吗？龙茧是游戏中的 NPC， 作为 NPC 说出这番话应该还是比较可信的。老女人终于问出了一句有用的话。我靠，我想起来了，龙吟老婆之前说过，强者可以进入永恒轮回。虽然不知道那什么永恒轮回是什么意思，但他这样的强者一定能轮回。待小妹此时询问龙茧的话，让很多观众感觉龙吟或许真的还没死，或许真的还有活过来的机会，至少是以一种轮回的方式活着。NPC 苗条俊此时也从飞船上下来了。呆小妹看着龙茧，龙茧，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龙茧看着远处的青龙族大殿，摇了摇头。他今天经历了家破人亡，师父师兄全部死亡。之前他让剩下那些快点离开的青龙族人，后来也都被蝎族女武士们杀掉。现在的他已经是孤身一人了。呆小妹看到是时候了，期待满满的说着：不如龙姐你就加入我们吧。加入你们？呆小妹点了点头。没错，加入我们，一起讨伐冥王。龙茧刚刚听到龙吟喊了那一声冥王，现在又从呆小妹的口中听到，你是说你们要讨伐那个宇宙中的最强者冥王？没错，冥王是这款游戏的最终 BOSS。 嗨嗨，不是，是必须要阻止的大坏蛋。呆小妹干咳了2声。龙茧想了想，可是我听师傅说过，冥王不是在10万年前被血皇封印了吗？呆小妹说着，是的，冥王当初是被封印了，不过现在冥王的封印已经打开，而且他再有5天就会完全复活。一旁的 NPC 苗条俊纠正了一句，严格的说现在还剩不到4天。呆小妹有些无语，用不着你个 NPC 来帮我算算数啊。呆小妹继续给龙茧画着大饼，冥王一旦复活，整个宇宙就会陷入他黑暗的统治，我们必须赶在他复活之前去消灭他。龙茧，
加入我们吧。龙简看了看呆小妹，目光又下意识的转向刚才龙吟消散的方向。好，那我就加入你们。龙简现在在意的还不是消灭冥王的事，而是他想亲眼去看看冥王到底长什么样子。龙吟之前又为什么会叫他冥王？第56章，人气值大爆。龙吟的经历，主播们都感动了。龙简选择加入呆小妹和苗条俊他们，想要看看冥王到底是什么样子。龙吟在之前又为什么会叫他那一声冥王？看到龙简决定加入，回到玄武号飞船之后，天宇在包布的治疗之下恢复的也非常好。呆小妹终于是深深的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这一关终于过了。通过了第2平行宇宙之后，玄武号向着第3平行宇宙而去。玄武号即将向第3平行宇宙行进，预计消耗时间小时。玩家此段时间处于游戏中或处于现实中，游戏时间会同等度过。呆小妹看到游戏提示，我去，超兽武装这也太智能了，竟然在身处现实的时候，游戏中的时间也会度过。这么一来，他这段时间也不必待在游戏里了。况且之前超兽神2合体对付蝎子王的时候，由他来主控制，控制完了他都感觉快虚死了，还不如回去好好睡一觉，休息休息，养精蓄锐，再通关接下来的第3平行宇宙关卡。呆小妹摘掉了 VR 头盔，一看外面的天色，不是吧，这就晚上了。呆小妹这才发现，外面的天色竟然已经晚上了，而她这时候也有种饥肠辘辘的感觉，她竟然不知不觉直接玩了一天。等到她一扫现在直播间铺天盖地的弹幕，呆小妹直接人傻了。老女人，你还我的龙吟老婆！我的龙吟老婆身世都那么悲惨了，你们竟然还要杀她，心疼死我了！即便不是你杀的，那老女人你当时怎么不阻止龙简？兄弟们集合集合，来一波取关了！呆小妹，怎么现在弹幕的风向变得越来越歪了？将 VR 头盔在一旁放好，呆小妹感觉满脸问号。不是，兄弟们，有没有搞错？之前在游戏中我们不杀他，他就要杀我啊！而且龙吟的身世悲惨，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他在游戏中昏睡过去的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感觉从那之后，直播间的风向都变歪了？老女人，你看一下自己的直播回放就知道了。没错，刚才你在游戏中，身为玩家不知道，我们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好好看看你的直播回放，你就知道龙吟老婆的身世有多么悲惨了。直播回放，呆小妹记下了。同时，她现在真是感觉又累又饿。兄弟们，那下播了，下播了。等超兽武装的时间线自动进入第3平行宇宙的时候，明天再给大家继续播。呆小妹和直播间观众们打了个招呼，随后下播，去弄了点东西吃，同时点开了自己的直播回放，主要看她昏睡过去后那一段，边吃边看起来。看到一半，呆小妹就没有心情吃东西了。全看完后，呆小妹都忍不住用纸巾擦着眼睛。龙吟这也太惨了吧！早知道这样，无论如何我也不杀龙吟，让他把我打死也好啊。看完了龙吟的记忆画面之后，呆小妹清楚直播间的观众们为什么都会是那样的反应了。这样的经历看下来，连他都遭不住，而他这样的想法也只能是想想。超兽武装不能自我读取进度，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可以说，玩家的每一个决策都会让接下来的剧情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简直就像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只要决策过了，就无法回头。小团团那边几乎也是一样的情况。下播之后，看到属于龙吟的过去，江庄都有些哭花了。和直播间观众们定下明天继续直播之后，草草吃了点东西就去休息。主人获得来自呆小妹直播间人气值加99999，主人获得来自团团直播间人气值加99999。叶天在这时候所收获的人气值更是来了一波大爆发。要知道，人气的组成可包括很多方面，玩家和观众们的喜怒哀乐都会为超兽武装提供人气。龙吟的剧情让很多观众感觉又心疼又遗憾，不知让多少观众引发了共鸣。这时候叶天的人气值当然会来一波大爆。由于主播之中呆小妹和小团团的游戏进度差不多是最快的，叶天现在所收获的人气值大多也都来自他们。龙吟的一切确实是可惜，叶天心中都不由感叹。从10万年前龙族的一切发生之后，龙吟往后的人生就彻底成了悲剧，最后更是死在了10万年前救他的龙简手上，将这一切轮回的人生画上了句号。说到底，大多都是头盔惹的祸。但凡龙简和龙吟打架时别戴头盔，或者但凡10万年前龙飞和剑龙对战时戴上头盔，别被剑龙盔甲上的毒划破脸颊，或许根本都没这些事。
简直就是戴与不戴头盔的事。某位钓鱼时不戴头盔被砸头的大帝表示：“这我熟啊。”感叹之余，叶天又感觉有些奇怪，怎么这段时间从朴老师那里收获的人气值这么少？之前 PDD 和呆小妹小团团他们的游戏进度差不多是在同步进行，给他提供的人气值也没差太多，怎么越到后来提供的人气值越少了？ PDD 直播间观众们看到有关龙吟的记忆画面后，应该同样会感到共鸣啊。怀着疑惑和好奇，叶天点开了 PDD 的直播间，刚一点开，他就有些绷不住了。异能量配对失败，火灵飞龙锏阵亡。朴老师看到玄武号的提示就直接人麻了，我去，这都死了第8次了，有完没完啊？娘西皮的，什么异能量配对，还要人来操作的？特喵这玄武号飞船不是智能吗？我特么比拼魔方都难，老子心态崩了啊！ PDD 直播间这边的画风明显不一样，现在的骚猪还卡在异能量配对这里无法通过，就是火灵飞和龙锏异能量降到很低，在危机时刻异能量配对进入超兽的时候，配对到现在 PDD 都没拼对，朴老师只感觉破大防了。第57章，朴老师菜刀砍武装，微博热搜爆了。关于超兽武装的异能量配对，这里几乎所有的玩家玩的都是火灵飞这个角色，使用火灵飞这个角色，那苗条俊就是 NPC。在这个环节，身为 NPC 的苗条俊会自动帮助玩家和龙锏进行异能量配对，进行超兽状态。小团团虽然玩的是苗条俊这个角色，但他之前和玄义子聊天时听得比较认真，打酱油无聊的时候将玄武号功能了解的差不多了，也能配对成功。相比之下，同样误打误撞玩了苗条俊的 PDD 可就惨了。身为苗条俊，他要自己配对这种异能量，对他而言特么比拼魔方都难。朴老师直播间的画风现在都明显不一样，观众们看到这一幕直接笑喷，哈哈，第8次了，骚猪生生将火灵飞和龙锏搞死8次了，这 NPC 火灵飞和龙锏也太惨了，摊上骚猪这么个船长，笑死，亏得火灵飞和龙锏在这种状态下没意识，要是火灵飞和龙锏知道的话，这好感度不降到个死仇都说不过去。哈哈，之前看小团团一拼就成功了，不看骚猪这么玩，都不知道小团团玩的有多好。整个直播间在此时都是一片欢乐之色。火灵飞和龙锏能硬生生被 PDD 搞死8次，在很多人看来真是没谁了。PDD 也感觉破大防，而在这次异能量配对失败之后，他所在的玄武号直接被龙吟用魔怨劫砸了下来。由于之前和玄义子接触时听课不认真，他连个防御系统都用不熟练，第8次被蝎子王龙吟打死，你死了 PDD， 我特么用的这你个游戏提示来提醒我死了多少次吗？朴老师只感觉心态大崩，而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只感觉快要乐疯了，哈哈，真是精髓的第8次被打死。再次读取进度复活之后， PDD 只感觉又累又倦，人都快麻了，老子还就不信了，足足失败了8次。这一次 PDD 排除了足足8个方案之后，终于是在这一次拼对了。看到这一幕，有观众在直播间提醒，友情提醒，我从小团团那边过来的，接下来有刀。哎，是啊，做好准备，这刀子可太疼了。龙吟老婆真的好惨，我都不敢看了，但看骚猪正在播，还是想再看一遍。伴随着呆小妹和小团团下播之后，有些观众从他们的直播间过来，想再看看龙吟的记忆画面，而有一些观众是愿意先看一个主播，不愿意各大主播之间跳来跳去的。这部分观众还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看到有人提醒，一个个的也都做好了心理准备。在 PDD 将异能量配对成功后， NPC 火灵飞和龙锏进入了超兽武装，继而两人进行了超兽神2合体。在和龙吟的对拼之中，双双进入了狭小的圆空间，昏了过去。龙吟的记忆画面在直播间的半屏 CG 中显现，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完龙吟的记忆画面之中，一个个的心中难受不已。龙吟老婆的过去真的是太惨了，花落人亡，天地无情，魔怨劫，火云诀。龙吟苏醒之后，双方再次对拼了一记，齐齐摔出了圆空间。 PDD 通过玄武号的大屏幕看到龙吟昏了过去，嘿嘿，这个蝎子王好像没意识了，哈哈，天助我也！玄武号，快点找出他的弱点，我去干掉他。 PDD 打了这么久的酱油，终于找到了一点身为真正主角的机会，激动的感觉都快原地起飞了。在玄武号 Lisa 姐表示龙吟的弱点在身前的蝎甲连接处之时，太好了，兄弟们看好了，接下来就是我骚猪拯救世界的时候。骚猪迫不及待地迈着他那臃肿的身形离开了玄武号。武装，骚猪武装过后，拿着一把菜刀，左比划右比划，哈哈，功夫再高也怕菜刀，看老子砍死你个蝎子王！
观众们，这下观众们是瞬间快爆炸了。卧槽，骚猪你想做什么？骚猪你要是敢伤害我的龙吟老婆，我瞬间来一波取关。取关太轻了，到时候兄弟们直接来波举报吧，举报主播违规。PDD 身为玩家又看不到直播中龙吟的记忆 CG 画面，他现在一心只想砍死龙吟，也没去看弹幕，完全不知道龙吟现在的人气值到底有多么恐怖。举起一把菜刀就向龙吟杀了过去。我杀！就在 PDD 拿着这把菜刀马上就要来到龙吟身前的时候，龙吟在这时候恢复了意识，大长腿对着 PDD 一个横扫。啊！我去！朴老师发出了杀猪般的叫声，直接被龙吟的这一脚远远的踹飞了出去，并且龙吟的这一脚还直接踹在了他的脸上。这些朴老师只感觉完全破大防了。我特么，不是吧？这个蝎子王龙吟这么快就恢复了，不仅没偷袭成功，还被踢了一脚，这完全亏炸好不好？观众们刚才还在无比紧张，看到这一幕瞬间都快笑抽抽了。哈哈，骚猪你是来搞笑的吗？666，用菜刀去砍武装，骚猪你是个狠人啊！笑死我了，骚猪格局还是小了，下次直接用菜刀去砍超兽吧。哈哈，不知道超兽武装之上还有没有更强的大佬，骚猪下次用菜刀去砍他们试试吧。为什么要让我又哭又笑？龙吟老婆让我真快哭了，但骚猪你这操作真是让我忍不住笑了。看到 PDD 这波偷袭落得这样的下场，观众们一个个的是真快笑到不行了。而 PDD 看到龙吟盯上了他，急忙狼狈的逃向玄武号。所幸此时龙简站了起来，龙吟的目标自然变成了龙简。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谁。在那一幕让无数人破防的剧情过后，龙吟终于还是死在了龙简的手上。我的龙吟老婆意难平啊！直播间观众们都在刷着有关龙吟的话题。与此同时，伴随着各大主播和许多玩家们都玩完了第二平行宇宙的剧情，微博上的热搜瞬间爆了。第58章热搜引爆，谁才是小丑？整个微博上的热搜在此时彻底引爆。如果说之前超兽武装试玩版结束只是霸榜了大半热搜的话，现在伴随着第二平行宇宙的关卡情节结束，整个微博热搜前30被彻底霸占。一排排的看过去，满满的都是超兽武装。超兽武装正式版，玄义子大师竟然没死。玄义子大师在原空间里钓鱼加度假，还我之前的眼泪啊！超兽武装黑丝老婆龙吟登场，雪发细腰大长腿，天宇老婆和龙吟老婆打起来了，手心手背都是肉，这可怎么选？震惊！龙简到底是不是在10万年前拯救过龙吟老婆的人？我的龙吟老婆太惨了，叶总家在哪？我要给他寄点刀片，帮他开刀片场。龙吟之伤，龙吟老婆和龙简的异能锁竟是一模一样。只要点开微博热搜榜，铺天盖地的全是超兽武装，这将一系列的影视娱乐公司都整懵了。在有国家大事的时候，微博热搜榜自然前排的都是国家大事。不过水蓝星现在一片太平，平时热搜榜多半都是些娱乐相关的事，很多影视娱乐公司正买了热搜，准备炒炒旗下艺人的绯闻，涨涨热度。结果被超兽武装的热度生生顶了下来。试玩版发布的时候，好歹热搜榜上还能给他们留几个位置，结果现在他们一个都上不去了。特么这简直过分了啊！买了热搜的影视公司老总简直心态爆炸，一些最近正好有丑事曝光的明星则是暗自庆幸，超兽武装的热度席卷，连他之前出轨的热搜都压了下去。现在根本没人关心他出不出轨，连撤热搜的钱都省了，简直血赚。影视公司可谓是有人欢喜有人忧，而这一切都来自于超兽武装，足以看出超兽武装的热度究竟有多么的爆炸。不仅是微博热搜，抖音、B 站、慢手等各大视频平台，铺天盖地的全都是关于超兽武装的视频，各大评论区更满满的都是关于超兽武装的讨论。我的龙吟老婆啊，简直刀死我了！龙吟老婆实在是太惨了，等我玩的时候多让他打死几次我都愿意。特喵我已经玩过去了，超兽武装又无法回头，早知这样我绝对让老婆多打死几次。叶总太不地道了，玩个超兽武装竟然还要被发刀子，这都不是发刀子了，简直都是下刀子。各大评论区关于超兽武装的讨论几乎一眼望去全都是龙吟相关。之前网友们感到可惜为之流过泪的玄义子大师，在看到玄义子并没死，还在原空间中悠闲的钓鱼之后，除了上过几个微博热搜，几乎就没人讨论了。网友们现在最在意的无疑是龙吟。龙吟的悲惨经历，最后龙吟的下场让很多网友们心疼的不行。玄义子表示，所以爱会消失的吗？兄弟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玄义子大师之前说过，平行宇宙每10万年只有7天的时间连通。龙吟老婆当年应该是被揭去了冥界，她日思夜想要报仇，但她只能整整10万年怀着仇恨生活下去，却无法跨越平行宇宙找仇人报仇。整整10万年想要报仇却无法行动，龙吟老婆的心里得有多难受。终于报仇的这一天，龙吟老婆却死在了他很可能是他所认为的恩人手中。那一刻他的心情是不是完全彷徨、迷茫、绝望的？卧槽，别说了，越说越感觉虐死我了。除了龙吟的悲惨经历，龙吟的死让网友们伤心之外，很多细心的网友分析了一下，设身处地的站在龙吟的位置想了想，龙吟为了报仇足足等了10万年，在这10万年之内的其他时间，他根本跨越不了平行宇宙。毕竟冥界是在第5平行宇宙，而龙族是在第2平行宇宙。终于报仇的这一天，龙吟却迎来了一死的结局，甚至是很可能死在了曾经恩人的手中。设想一下当时龙吟的心情，网友们一个个的只感觉这真的不是在发刀子，是在天上下刀子啊！哎呀，不行了，不细想还好一些，越细想越虐死人。老子要发泄，我的龙吟老婆啊！兄弟们，我也想发泄，不如我们一起去垃圾游戏公司的官方号下面骂吧。没错，那个垃圾游戏公司的真拉之前竟然还敢嘲讽超兽武装和叶总，简直就是该骂。单纯骂怎么够，把他们的抄袭高仿游戏举报了，发动玩家们自发抵制，看他们的公司还开不开得下去。网友们现在都迫切需要一个情绪的宣泄口。这种情况下，之前阴阳怪气嘲讽过超兽武装和叶天的垃圾游戏公司，可就完全倒了霉了。垃圾游戏公司的官方号直接被玩家们冲爆了，而之前买过垃圾游戏公司还没玩超过2小时的玩家们，一个个的纷纷申请退款。很多加了社区和圈子的玩家们都在各种宣传，自发抵制垃圾游戏公司。垃圾游戏公司这边瞬间就迎来了玩家们的退款狂潮，并且无论是新游戏还是老游戏的点击量增长都变得相当惨淡，就算有增长也都是过来骂的。不买游戏无法在游戏评论区评论，有聪明一些的玩家直接建议，来，大家先买游戏，骂完后再申请退款。他们这一堆垃圾贴图游戏就不能让他们的评分上去。玩家们纷纷采纳，一时间垃圾游戏公司的游戏评分一个个的跌到了谷底。这一切的一切让垃圾游戏公司老总真拉的脸色彻底的铁青一片。他万万没有想到超兽武装会这么快的推出，根本就不是他口中那种几年、10几年甚至永远也不上线的拉投资游戏。更没想到超兽武装的定价竟然只有188华国币，这么良心。甚至他完全没想到的是，超兽武装的正式版还有这种质量，还能火爆到这种层次。这让他之前所做的一切完完全全成为了小丑。第59章全网热议，怎么2个一模一样的异能锁？超兽武装在各大平台的热度彻底引爆，无论是新闻平台亦或者是视频平台，网友们铺天盖地全都在讨论超兽武装。其中讨论最多的点自然是有关龙吟的悲惨经历，而迫切需要一个情绪宣泄口的观众们将之前发言诋毁超兽武装、诋毁叶天的垃圾游戏公司从头到尾针对了个遍。垃圾游戏公司和其老总真拉在这时候彻彻底底成了小丑，叶天根本没将那什么垃圾游戏公司放在心上，在他看来他们简直连一只蚂蚁都算不上。可用人气值4000万，看了一眼自己的可用人气值，好家伙，这人气值的积攒速度确实是快。之前叶天的可用人气值达到过5000万，不过制作超兽武装正式版需要足足3000万的人气值，加上他之后抽奖又用去了一些，原本的人气值早就不足2000万了，没想到现在又积攒到了4000万，这种速度简直不要太舒服。叶天看着不停上涨的人气值，更是享受着来自蒸汽平台的大把收益到账，待在自己的豪华别墅里简直不要太舒服。超兽武装的热度还在席卷，除了讨论龙吟的悲惨经历、心疼龙吟之外，很多观众也在此时讨论着剧情。话说兄弟们，龙简到底是不是10万年前救龙吟老婆的人？我都快绕糊涂了。应该不是吧？如果真的是的话，那龙简现在得多大了？可10万年前那个神秘人体型确实和龙简很像啊，而且还会使寒影诀。会使寒影诀怎么了？10万年前的龙妃不也一样会用？我宁可相信那是龙简的太爷爷。没错，如果真是10万年前龙简所做的事，他怎么会完全不记得？只不过龙吟老婆的异能锁和龙简的一模一样，又是怎么回事？真的太烧脑了。很多观众们在讨论龙简是不是当年救龙吟的人。从体型来看，加上会用寒影诀，确实像是龙简，但龙简偏偏又根本不记得这一切，体型和寒影诀也根本不能明确表示那就是龙简。然而如果说那不是龙简，
两个异能所一模一样的事，似乎又解释不了。观众们为这件事在讨论来讨论去，超兽武装的热度自然更是居高不下，叶天所收获的人气值自然就更源源不断了。这波叶天将主播们的人气值可谓都薅个了干净，不过还有一位大主播除外。马老师全程看完了呆小妹他们怎么玩的游戏之后，哈哈，这下我的机会可来了。马老师清楚了接下来的所有流程，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直接整了个唬人的标题，准备开播。超兽武装，你从未见过的传新版本，是兄弟就来看我。不得不说，马老师这个唬人的标题还真的吸引了许多观众来看。兄弟们，听说了没有？马老师那边开播了。马老师还在说要玩从未见过的全新版本玩法。哈哈，那肯定啊，毕竟像马老师那样开局就将天宇女神弄无了的人可几乎没有了。想到马老师玩试玩版的时候，不小心让天宇掉进了冥界黑洞里，接下来的关卡会天然的少个队友。想到这里，很多观众都感觉快要开始笑了，迫不及待的过来看看，想要看看马老师在没了天宇这个队友之后到底会怎么玩。马老师穿上体感衣，戴好 VR 头盔之后，直接就开播。他的直播间很快就汇聚了大量的观众。马老师一进游戏就已经身处玄武号之中， NPC 苗条俊正在他的旁边。现在的剧情节点正是玄一子用元空灭与狮王的战舰群全部封在元空间之后。大司马，玄一子师傅已经没了，我们要将玄一子师傅的志向好好继承下去，去其他平行宇宙找超兽战士吧。 NPC 苗条俊叫着马老师的游戏昵称。过一段时间，玄武号就将开启超远距离异时空转移，前往第二平行宇宙。马老师直接摆了摆手，胖墩，我们还去什么第二平行宇宙？直接回水蓝星，该干嘛干嘛。苗条俊 NPC 苗条俊有些愣了一下，怎么？难道我们不去其他平行宇宙找超兽战士吗？马老师说着。胖墩，我问你，我们之前为什么要去第二平行宇宙？苗条俊想了想，因为玄一子师傅说过，冥王还有不到7天就要复活，如果不阻止冥王复活，整个宇宙都会陷入黑暗。7大平行宇宙每隔10万年只有这7天的时间连通，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马老师直接摇摇头，才不是，是因为被玄一子和天宇推动着，我们不得不去。现在玄一子自我封印了，天宇也掉进黑洞中无了，我们还去拼死拼活的干嘛？直接躺平不香吗？苗条俊，观众们，好家伙，特喵马老师所说的从未见过的传新版本就是这种摆烂玩法。 NPC 苗条俊读有些愣住了，可是我们不去阻止冥王复活，冥王复活后攻占水蓝星怎么办？马老师丝毫不放在心上，玄冥之石已经被拿走了，狮王的战舰群也都无了，他们还来水蓝星干嘛？放心，回去乖乖的躺着，绝对没事。包布气愤的在一旁飞着。包布，马老师见状，找了个笼子，直接将包布关了起来，任凭包布多努力都飞不出来。看，胖墩、玄一子和天宇无了，包布又没有战斗力，我们现在不是想干嘛干嘛。马老师感觉很得意，哈哈，兄弟们，接下来在整个水蓝星可只有我有异能锁，在整个水蓝星我绝对就无敌了。马老师已经开始幻想着他接下来的无敌之路。正在这时候，玩家马老师使用昵称大司马与苗条俊好感度降为嫌弃，玩家马老师使用昵称大司马与包布好感度降为深恶。马老师第60章天宇归来，超兽武装。突然而来的游戏提示将马老师都直接整懵了。我去，好感度怎么降得这么厉害？和苗条俊的好感度都降这么多，这是真低皮啊！马老师简直傻眼，他和包布的好感度降到深恶也就算了，这么个只会治疗的小东西他也不怕降好感度，可是跟苗条俊的好感度都降这么多，这是什么鬼啊？直播间观众们看到这一幕顿时就笑喷了，哈哈，直接一波好感度大降，将马老师整懵了。我愿称马老师为降好感度第一人，之前骚猪搞不清方向才和火灵飞的好感度降到良好，马老师能一波到嫌弃，我是真没想到，笑死，至交好友马老师都能将好感度搞成这样，也是没谁了。哈哈，马老师这传新版本的玩法原来就是摆烂，简直符合马老师的作风。看到身为设定中好友的苗条俊好感度都降这么多，甚至连良好一般这2个好感度都直接跳了过去，一步到位到了嫌弃，观众们是真的笑出了声。 NPC 苗条俊在此时气愤地将关着包布的笼子夺了过去。大司马，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那你回水蓝星去吧，我和包布继承玄一子师傅的信念，去其他平行宇宙找超兽战士。马老师表示无所谓。胖墩，你愿意去就去，你皮认你皮，我回我的城。
苗条俊的异能量又没有攻击能力，马老师一点不怕他。或许苗条俊走了还更好，别阻碍他的无敌之路。看了接下来的游戏流程，马老师无比确信，没有他和天宇一起 ，NPC 苗条俊和包布两个人绝对不可能过得了蝎子王。苗条俊控制玄武号回到水蓝星，将马老师放下之后，就抱着包布踏上了宇宙的征程。马老师则是彻底躺平摆烂。哈哈，兄弟们，就问你们牛逼牛逼！现在整个水蓝星，咱们就是绝对无敌的。兄弟们，请把牛逼打在公屏上。马老师得意的和直播间观众们吹嘘着，不少观众们直接撇撇嘴。马老师，你真的飘了。不过话说回来，马老师这样的玩法，好像真也不是不能玩。好家伙，马老师这是准备不打游戏 BOSS， 直接一步无敌。现在水蓝星确实没有再能武装或者超兽的人，马老师自己能进入幻灵武装，只要不作死，直接去和热武器对抗。似乎在超兽武装游戏里的水蓝星真的无敌了。玩家大司马未曾踏上宇宙征程，水蓝星游戏时间相比现实世界加速流逝。看到传来的游戏提示，马老师没当回事。时间加速流逝，不就是类似于他在游戏中过好几天，现实世界中只过几小时这种程度吗？根本不是事。反正他在游戏里是切切实实的在享受。接下来观众们就看到马老师在游戏中确实过得很逍遥，咱们老百姓啊，今个真高兴。马老师嘚瑟的都想哼起小曲。然而就在游戏中的第二天时，突然出现的一个人影将马老师整懵了。天宇出现在他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天宇。直播间的气氛也瞬间爆炸了。卧槽，天宇女神回来了！在马老师的游戏流程里，天宇女神不是掉进冥界黑洞中无了吗？怎么还能回来？这我真的没想到，天宇老婆是怎么回来的？哈哈，天宇老婆怎么回来的先不说，马老师的躺平之路看起来要就此终止了。哈哈，说的是这一下看马老师怎么向天宇交代。看到天宇竟然掉进之前的冥界黑洞，到现在还能回来，齐齐出乎了所有观众们的意料，完全不知道天宇是怎么回来的。不过想到天宇回来了，天宇也能武装。重点是天宇看到马老师这么躺平，观众们已经幸灾乐祸的准备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天宇面无表情的看着马老师，大司马，你怎么还在这里？师傅呢？马老师还不容易才回过神。玄义子大师和狮王的战舰群们同归于尽了。至于我，马老师不知该怎么解释。嗨嗨，天宇，你是怎么回来的？你掉进那个冥界黑洞，没有死吗？天宇看向大司马的表情瞬间就冷了下来。师傅和狮王的战舰群同归于尽，一定是你和他们串通，害死了师傅。接招吧！玩家马老师使用昵称大司马，与天宇好感度降为死仇。马老师，我去，生物之下的死仇好感度都被他打出来了。我去，天宇，你误会了，玄义子大师可不是我杀的，他只是用出圆空面和战舰群一起封印了。天宇可根本不听他的。武装！马老师仔细想了想，在他的游戏流程里，天宇是在和他对战吟诗时掉进的冥界黑洞里。之后玄义子用出圆空面和战舰群一起封印的时候，天宇根本没看到。加上自己现在在水蓝星过得这么舒服，天宇当然会觉得他害死了玄义子。看到天宇认定了他是凶手的样子，这样的死仇好感度，估计他说什么都没用了。不是，天宇就算真的要打，也说明白了再打。你到底是怎么回来的？马老师感觉不应该啊，他这个游戏套路应该万无一失，怎么天宇还能回来？好，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来的，但掉进冥界黑洞我就像回家了一样。等到冥界黑洞再次打开，我就从里面出来了。马老师，掉冥界黑洞就像回家一样，还能这么玩？那当时他要是掉进去，是不是也什么事都没有？看到天宇杀气腾腾的样子，天宇，那我就让你冷静冷静。武装！马老师不怕天宇，同样武装。从对战金狮银狮的战绩来看，天宇应该是打不过他的，更别提他之前还刷了不少冥界战士的经验。然而马老师还没来得及嘚瑟，天宇的手一挥，超兽武装，凤羽兽。马老师，天宇你掉进冥界黑洞里一次，连超兽武装都学会了，这我还玩个蛇皮。第61章，摘下龙茧头盔。龙鹰，你看这是谁？天宇超兽武装，进入了超兽状态。凤羽兽，体型比起普通的武装形态，简直不知要高出多少。凤羽神，天宇变形为战斗形态的凤羽神状态。马老师看到面前庞大的凤羽神，整个人都懵了。去打超兽状态的天宇，他这还打个锤子？死吧！等等，马老师急忙说着，天宇，你误会了，
我确实没和战舰群一起坑死你师傅。天宇可不听他的，手上已经有着庞大的异能量在汇聚。我去，不是，那至少告诉我，天宇你是怎么进行超兽武装的吧？天宇冷冷的回应，不知道，反正我落入冥界黑洞之后，出来后异能量就大幅增长，然后就可以超兽武装了。马老师，天宇之前说他掉进冥界黑洞就像回家一样，现在来看，不仅能完好无损的回来，还能解锁超兽武装。我去，早知道这样的话，他当时也掉进去试试了。幻天诀，看到超兽状态的天宇发动进攻，马老师没想着硬拼，幻灵闪驰，召唤幻灵闪驰，马力开到最大，自以为帅气的向远处一个疾驰之后，凤羽神的幻天诀精准的砸下来，马老师的意识瞬间模糊，画面更是直接黑了。用武装状态对抗凤羽神超兽武装，你被打死了。马老师，游戏死亡提升简直要让马老师破防。不是，兄弟们，这游戏提示简直有毒。那是我想用武装状态去对抗超兽吗？我要是能进入超兽状态，我早就和天宇拼了呀。马老师的意识回归现实，简直都想拍桌子了。看到这一幕，直播间的观众们直接笑喷。哈哈，马老师皮到最后还是被天宇女神秒了。传下去，马老师秒了。666，马老师还想着没有玄义子和天宇女神监督，能躺平摆烂呢，结果天宇女神回来了，笑死我了。马老师简直死得精髓。天宇老婆不仅回来，还变成超兽状态，就问你惊喜不惊喜？马老师此时仍旧感觉心态大崩。不是，兄弟们，谁知道这冥界黑洞掉进去根本没事的，不仅没事，还会异能量大涨。早知道的话，我也掉进去试试了。如果早知道，他费那么大力气升级干嘛？掉个冥界黑洞不就全解决了吗？当然马老师并不知道，掉进冥界的黑洞只是天宇会没事而已，这是只属于天宇这个冥王女儿的福利。如果他要是掉进去，早就分分钟凉了。眼见这种摆烂玩法完全行不通，马老师郁闷之余，只能再次进入游戏，按照系统自动存储的进度点读取了进度。现在正是他和 NPC 还有 Bob 待在飞船上，要决定是否前往第二平行宇宙的时候。玩家马老师使用昵称大司马与苗条俊好感度提升至一般，玩家马老师使用昵称大司马与 Bob 好感度提升至厌恶。马老师读取进度复活后，好感度会相应的提升一些，但即便是提升一些，与苗条俊的好感度也回不去了，只到了一般的好感度，而与包布的好感度更是才从生物提升到厌恶，这特喵的降得太多了。直播间有观众直接笑出了声，哈哈，我愿称马老师为降好感度第一人。这样的好感度，包布平时不想着用大耳朵抽他就不错了。看到面前的 NPC 苗条俊和包布，胖墩，我们前往第二平行宇宙吧。马老师挥了挥手，只感觉有些累觉不爱。反正无论如何是不能在水蓝星摆烂了，不然会被超兽状态的天宇活活打死。早知道的话，他之前就直接前往第二平行宇宙多好，特喵那样的话也不用降这么多好感度，结果现在还要去第二平行宇宙，白白浪费了之前那么多时间，还将与苗条俊他们的好感度拉下来了。现在包布看到他一点都不亲近，看向他时满满厌恶的感觉。如果不是他现在继承着玄义子的意愿前往第二平行宇宙，或许包布真的会用大耳朵抽他。没关系，哪怕在第一平行宇宙没办法摆烂也没关系。第二平行宇宙，我早就想好了用什么套路来应对。想到自己早就计划好的套路，马老师感觉又直愣了起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已经看到呆小妹他们怎么玩了，接下来他的套路绝对是最完美的。玄武号来到第二平行宇宙之后，由于天宇之前才掉进冥界黑洞里，现在还没到天宇能回来的时间，只有马老师苗条俊和包布来到第二平行宇宙。兄弟们，虽然天宇不在，但咱们丝毫不慌。超兽神的二合体并不需要天宇，哪怕天宇不在，咱们也能过这一关。直播间的观众们这倒没反驳，这一关看起来超兽神的二合体只需要火灵飞和龙茧，并不需要天宇。马老师一脸神秘又贱兮兮的样子，而且按我马老师的套路，或许连超兽神二合体都不用。观众们，马老师又想整什么骚操作？来到第二平行宇宙之后，很快龙茧按剑龙的命令带人过来查看。马老师如法炮制呆小妹他们的做法，和龙茧初始见面的好感度总算是混了个差不多。等到青龙族主城出事的时候，龙茧赶回去后，马老师也骑上幻灵闪翅赶了回去，看到了此时正将自己故意束缚在大殿中，引诱龙茧这样的青龙族人回来的龙吟。龙茧，小心！在龙吟的剧毒蝎尾即将刺向龙茧的时候，马老师上前将龙茧拉了回来，心中也有些得意。
就这波操作，涨一波好感度，总不过分吧？不过游戏提示没有丝毫的动静，马老师稍有些郁闷，但这个问题也不大。正在他和龙简一起对战龙吟，2打1都有些打不过的时候，马老师上线了他的骚操作。蝎子王龙吟，你看看这是谁？马老师在此时一把将龙简的武装头盔摘了下来。第62章，龙吟龙简齐攻，夫妻混合双打。马老师将龙简的武装头盔摘了下来，龙简的脸在此时瞬间就出现了龙吟的视线之中。之前不是看不到龙简的脸，你才那样揍我们吧？现在我开局就让龙吟你看看龙简的脸。接下来大家开开心心的喝杯茶，总不过分吧？观众们，合着马老师的骚操作就是摘下龙简的头盔，凭龙简这张脸来过关。虽然不知道这么一搞，接下来的剧情会怎么走向，但观众们确实都无比期待的想要看看龙吟这时候看到龙简的脸究竟会怎样。龙吟一见龙简的脸，确实呆住了。啊，冥王！而这正是马老师想看到的效果。哈哈，既然大家都是熟人，那就不用打了，一起坐下来喝杯茶多好。芜湖，马老师很嘚瑟的样子。龙简看着龙吟，眉头一皱。什么冥王？你指的是7大平行宇宙中的最强者冥王？冥王，不认识我了？我就是你10万年前救过的那个小女孩。马老师在此时上前，将胳膊搭在龙简肩膀上。龙简，你不用管这些，反正你只要知道你不要杀他就是了。既然大家都是熟人，那我在你们这打个过场，一会儿去第3平行宇宙就得了。想了想，马老师又补充了一句：哦对了，龙简你也得跟我一起走，不然接下来的 BOSS 肯定不好打。蝎子王龙吟，你也加入我们得了，既然这是在10万年前救过你的恩人，你抱一下总不过分吧？马老师越想越得意，不仅不用累死累活的生死决斗就能通过这一关，依旧能将龙简变成队友，甚至大概率还能将这蝎子王龙吟都变成队友。马老师感觉越来越飘了。兄弟们，就问你们这波操作牛不牛逼？哈哈，天宇暂时无了又怎么了？蝎子王的武装作战和超兽作战不都比天宇强多了？咱直接把 BOSS 变成队友去打其他 BOSS， 就问你们牛不牛逼？想到那种场景，马老师只感觉自己都快左脚踩右脚上天了。龙简的眉头却是深深的皱了一下。谁是你的兄弟们？龙简一把将马老师搭在他肩膀上的胳膊甩开。他杀了我的师傅和这么多族人，你还让我不要杀他？明白了，你一定和他是一伙的。马老师，在马老师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龙简一脚将马老师踢了出去。寒影诀，将马老师踢出去后，龙简直接跟大招。马老师整个人都快懵了。我去，龙简，你误会了，我可不是和他一伙的。蝎子王，你快管管龙简。龙吟看了看龙简，他先看到了龙简的脸，又看到龙简在此时放出了寒影诀。对于龙简是当年救他的恩人这件事，龙吟几乎已经相信了大半。魔怨劫，龙吟此时直接用出了大招魔怨劫，只不过却不是去阻止龙简，而是同样直攻大司马。马老师，我去，你们两个这玩什么？要不要这么撇？尤其是龙吟，你快住手，我可是向着你的呀。马老师感觉彻底傻眼了，他现在又进入不了超兽武装，1对1的情况下，他连蝎子王龙吟一个人都打不过，更不用说再加上一个龙简了。龙吟却丝毫不听他的，在他看来，龙简如果真是当年救他的恩人，既然龙简现在要对付大司马，他帮着自己的恩人一起打大司马，总不过分吧？马老师当然不可能是他们两个的对手，被打得抱头鼠窜，想着狼狈逃窜，结果血条还是被打得清零了，被龙简和龙吟混合双打，你被打死了。马老师，这下马老师只感觉破大防了。不是，兄弟们，这都是什么鬼啊？他明明感觉自己的套路没问题，怎么落得了这样一个结果？直播间的观众们直接一个个的笑到不行，哈哈，笑死我了！马老师又被打死了，这游戏提示简直精髓啊！马老师被混合双打，666，这一波啊，这一波属于是夫妻混合双打了，笑死！说好的连超兽神2合体都不用呢？哈哈，说好的能让龙简当队友，能让龙吟老婆也当队友呢？看到马老师的这种操作结果，很多观众直接彻底笑出了声。马老师只感觉破大防，不过他还是觉得自己的套路没问题，大不了再来一次。应该是他之前说的那句让龙简不要杀龙吟，让龙简误会了，只要别让龙简再误会，肯定能轻松通过这一关。马老师读取自动进度又来了一次，所幸这一次的自动存储点还算比较好，是在他还没说出那句让龙简误会的话时。这次马老师学聪明了，没说这样的话，然而最后又惹得了龙简龙吟对他一起出手。
被龙简和龙吟混合双打，你被打死了2次。马老师逐渐体会到了朴老师那种拼魔方怎么都拼不对，看游戏提示搞到心态爆炸的感觉。再来，马老师不知被打死了多少次，最后这次终于没惹得龙简和龙吟对他一起出手。龙吟不确定龙简的身份，让手下们先将被他击昏的龙简带了下去关起来，好吃好喝的招待。马老师这次终于松了口气。蝎子王龙吟，你现在明白了吧？大家都是自己人，对我也好吃好喝的招待就行了。龙吟看了看马老师，超兽武装。马老师的视线中很快就出现了那庞大的蝎王超兽，而龙吟明显是要对他出手的样子。不是，蝎子王，你要干嘛？我可是和你的恩人一起的啊。龙吟只有在面向龙简时才会展现少有的柔情一面，面对马老师时语气冰冷。就算他是我的恩人，那你又算什么？我杀你很过分吗？魔怨劫，马老师只感觉人彻底麻了，又让我武装状态打超兽，这我玩蛇皮啊。第63章，超兽武装是没有深度的游戏，热度瞬间炸了。龙吟一记超兽状态的魔怨劫砸了下来，马老师根本别想着挡住，逃更是别想逃，直接被这一招砸得意识模糊，眼前画面黑掉。用武装状态对抗蝎王超兽武装，你被打死了。马老师暂时退出游戏之后，马老师真的感觉心态崩完了，这特喵的太难玩了。兄弟们，我心态崩了啊！这个蝎子王龙吟怎么就打我自己？直播间的观众们在此刻只感觉笑得肚子疼。哈哈，马老师又被龙吟老婆打死了。龙吟老婆的话简直精髓啊！就算龙简是我的恩人，那和马老师你有什么关系？我杀你也没毛病啊！笑死我了，人家龙吟老婆在乎的只是龙简，关马老师你什么事？666，马老师又用武装状态去打超兽，真是真男人。哈哈，骚猪用菜刀砍武装，马老师用武装打超兽，一个个的都是骚操作。看到马老师被龙吟一顿暴揍，又再次被打死，很多观众是真的感觉笑到肚子疼。马老师觉得摘掉龙简的头盔，让龙吟看看龙简的脸，就不用打架，大家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喝喝茶，收获2个队友，前往下一个平行宇宙。然而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就算龙吟在意自己的恩人，那和马老师你有什么关系？毕竟你玩的又不是龙简这个角色。哈哈，马老师，要不咱就好好抄抄老女人他们的作业吧，至少总不至于连第2平行宇宙都过不去啊。有弹幕在幸灾乐祸着，马老师看了心中也感觉有些郁闷，不过他现在确实也没什么好办法了，还是抄呆小妹他们的作业，按他们的流程来吧，不然真的要连现在这一关都过不去了。早知道的话，我还不如一开始就抄他们作业呢。马老师越想越感到有些怀疑人生，早点抄作业的话，和苗条俊他们的好感度也不用降到那么低，而且也不用死这么多次。马老师郁闷之余，乖乖的抄作业，按呆小妹他们的流程走。然而他现在已经在游戏中死了很多次，每死亡一次游戏中身体就会更加疲惫一些，伴随着玩 VR 游戏时精神高度集中，大脑也变得更疲惫。现在哪怕是超兽神2合体状态，想要和蝎王超兽打成平手都不容易了。马老师只感觉疲惫到不行，连滚带爬的又挨了不少揍，最后终于是按呆小妹他们的流程通过了第2平行宇宙的关卡。回到玄武号的时候，马老师直接趴地上了，感觉整个人都是虚的。飞船也按固定的时间通往第3平行宇宙，这段时间他终于能休息了。而伴随着马老师抄作业按呆小妹他们的流程通过第2平行宇宙，龙吟那催泪的死亡一幕自然都出现在观众们的视线之中。我的龙吟老婆啊！哎，龙吟老婆实在是太惨了，难道真的无论怎样都只有一死吗？其实转念一想，马老师虽然死了这么多次，但龙吟老婆每次都没伤龙简啊，是不是可以看成在这些相应的平行时空里，龙吟老婆没有死，还会和龙简快乐的在一起？卧槽，好像也有道理啊！这波是不是得感谢马老师帮我们圆梦？哈哈，这梦是圆了，不过好像只有马老师一个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心中就不禁感叹。不过后来有人提醒，转念一想，在马老师每次死亡的时候，是不是都等于有一个平行时空？那能看到龙简脸的龙吟，会不会和龙简在相应的平行时空里快乐的在一起？想到这一点，观众们瞬间感觉好像好受了一些。不过这么一想，似乎只有马老师死了这么多次。哈哈，马老师实在是太伟大了，把悲伤留给自己，把快乐留给我们。哪怕是圆梦，都是只有马老师一个人受伤的世界达成，这还不伟大吗？观众们满满的都是幸灾乐祸与调侃，很多人都在说马老师伟大。马老师只感觉真的破大防了。眼见飞船飞往第3平行宇宙，
和观众们交代了一下之后，马老师就草草的下播。他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无论是身体和精神上都是。在马老师下播之后，由于马老师在直播中玩的各种骚操作，包括马老师最后这位观众们圆梦的举动，让马老师直播间的热度一直相当火热。伴随着各大主播下播和玩家们都纷纷玩完超兽武装第2平行宇宙的剧情，叶天所收获的人气值更是彻彻底底的来了一个大爆发，全网都处于被超兽武装热度席卷的沸腾之中。卧槽，到底什么时候才到明天？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玄武号飞到第3平行宇宙之后，闯一下第3平行宇宙的关卡了。网友们可以说都纷纷期待着，很多人都激动到睡不着觉。然而有一个人可就不是这么激动了。垃圾游戏公司的老总真拉，脸色从超兽武装发布开始就完全是猪肝色，尤其是在网友们齐齐退款垃圾游戏公司的游戏，在垃圾游戏公司旗下的游戏打差评，将评分都齐齐拉下来之后，真拉的脸色就更难看了。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他只觉得他们吵闹。超兽武装不过如此。真拉一直戴着有色眼镜来看超兽武装，尤其是超兽武装还让他蒙受了这么大的损失，他可一点不觉得超兽武装是一款跨时代的游戏。这时候公司早就下班了，真拉直接登上公司的官方微博号，又发了一条微博：一款好的游戏一定是一款有深度的游戏，而不是只靠着建模和打斗吸引玩家，剧情纨绔情虐心催泪，调动玩家情绪。这种情节设置在上个世纪的年代苦情剧中就早已经不用了。一款有深度的游戏才能称之为好的游戏，能让玩家从其中体会到道理，甚至体会到哲学的游戏才能真正称为跨时代的游戏。真拉这条阴阳怪气的微博一发出去之后，相关的热度直接就炸了。第64章，呆小妹开播第3平行宇宙。微博上的玩家们正处于深深期待超兽武装的激动之中，真拉这条阴阳怪气的微博一发，瞬间将相关的热度就引炸了。不知多少网友直接就开骂了：我特么，这个真拉又在阴阳怪气超兽武装的，这怎么敢的？明显就是在阴阳怪气超兽武装，这个真拉怎么这么恶心？有深度的游戏才算是好游戏，怎么的？我玩游戏就想轻松轻松，哪怕游戏没深度又怎么了？再说超兽武装现在的剧情只是才起步，现在就阴阳怪气超兽武装没深度没哲学，小心被打脸。兄弟们，看来之前大家做的还不够，加上加大力度，特喵让这真拉好好尝尝滋味。网友们一个个的快气炸了。真拉没办法在黑超兽武装的发布时间和发布价格，竟然又跳出来黑超兽武装没有深度，简直让人恶心。很多玩家表示他们玩游戏就想轻松轻松，如果能从游戏中再体会到深度和哲学，那有的话更好，没有也能接受。一款好游戏怎么能用有没有深度来评判？甚至不少超兽武装的狂热粉丝们表示，超兽武装接下来的剧情彻底展开后，小心直接打这个真拉的脸。玩家们之前对垃圾游戏公司发布游戏的退款狂潮，包括给垃圾游戏公司打低分的举动，现在无疑更疯狂了。真拉的脸色难看，但心中仍旧冷笑，捧得越高，摔得越狠。超兽武装现在被你们捧成这样，等到他跌落神坛的时候，到时候天然的就会拥有数不尽的黑粉。真拉深知捧得越高，摔得越狠的道理，最后的赢家是谁，可还不一定呢。叶天也看到了微博上真拉的发言，包括由真拉的发言所引起的热度，讽刺超兽武装没有深度，无法教给玩家道理，不蕴含哲学。看到真拉的这种发言，叶天只感觉真是老太太进被窝，爷笑了。这个真拉岂不是在往枪口上撞？在这些方面讽刺超兽武装，真是蠢到够可以了。别的不说，接下来的第3平行宇宙中，就蕴含着一位哲学大师金沙王。叶天根本没将真拉的话放在心上，更看不上这样一只蚂蚁。不过既然这只蚂蚁左跳右跳，那他就受累多动动脚，将其踩死吧。叶天操作了一下之后，到了睡觉的时间，打了个哈欠，在他的大别墅中舒舒服服的睡了过去。第二天一早，叮咚嗡，呆小妹完全是被他设置的一堆闹钟给生生震起来了。他一个人住，生怕错过了超兽武装进入第3平行宇宙的第一时间。在昨晚睡觉的时候，可谓是设置了一堆不同的闹钟。怎么了？怎么了？过时间没有？呆小妹一脸猛地爬起来，看了眼时间才松了口气。好在没有睡过时间。超兽武装这种进入平行宇宙的时间机制，都快将他的作息调过来了。就这么一天，他直接就这么从熬夜党变成了早睡党。呆小妹定的闹钟给自己预留了不少时间，起床洗漱吃东西后，看到时间还有一点，迫不及待等着进游戏的他，刷了刷超兽武装的相关动态。
他看到了有关真拉对超兽武装阴阳怪气的发言，瞬间他的纤眉就蹙了起来，说超兽武装是没有深度的游戏，讽刺超兽武装没有深度，不能称之为好游戏。我特么，这个真拉哪来的脸？看到这一幕，呆小妹瞬间就忍不了，直接登上自己的微博号，发了一条微博：超兽武装在我眼里绝对就是一款跨时代的游戏，谁说没有深度的游戏就不是好游戏？况且超兽武装的一切都才刚刚展开，超兽武装中埋藏的诸多伏笔都表示它不是一款普通的游戏，哪怕深度、道理、哲学，我相信超兽武装一定不会缺。大家难道忘了玄义子大师了吗？超兽武装的高度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碰瓷的，力挺超兽武装，力挺叶总。待小妹这条微博发出去之后，下面的评论很快就爆了。卧槽，老女人今天起这么早，不会是工作室代发吧？看微博的发布手机提示，这是老女人自己发的，不是工作室代发的。666，老女人好骂，超兽武装的高度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碰瓷的。哈哈，看来老女人昨晚根本没看到这些消息啊！超兽武装真的太有魅力了，一天就逼得老女人早睡早起了。老女人，既然起床了，快点干正事，快点准备开播超兽武装。呆小妹这么早发微博，将粉丝们都惊到了，实在难以想象呆小妹竟然起得这么早。毫无疑问，这都是超兽武装带来的魅力。很多观众在表示呆小妹骂得让人舒服之外，纷纷在催播。呆小妹骂了一顿真拉，力挺超兽武装和叶天之后，心情痛快多了，已经在准备开播。而她这时候收到提示，她的微博被小团团转发并评论了。小团团也起得这么早，呆小妹有些诧异，想了想倒也正常，完全是因为超兽武装不得不早起。呆小妹点进消息提示，想看看小团团对此发表了什么看法。而在呆小妹期待满满点进消息提示一看之后，小团团转发她的微博过后只评论了4个字：俺也一样。呆小妹，小团团你可真省事，早知道的话他就先等着小团团先发，然后也转发一下得了。呆小妹没将这一切放在心上，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直接就开始直播。直播间的观众们瞬间就蜂拥而至，尤其是之前呆小妹发的微博，让很多观众知道她起来了，第一时间就都来了。看，就该力挺超兽武装和叶总，这就叫好人有好报吗？呆小妹心中有些嘚瑟的想着。看到时间已经到了快要抵达第3平行宇宙的时间，呆小妹戴好 VR 头盔，穿着体感衣就进入了游戏。兄弟们，开播了，咱们来好好玩玩，在接下来的第3平行宇宙关卡会发生什么？第65章超兽武装名场面，金沙王超兽。呆小妹进入游戏之后，她此刻已经身处玄武号之中，玄武号正在前往第3平行宇宙的途中。呆小妹还是有些进得早了，距离抵达第3平行宇宙还有一段时间。阿飞，我们快到第3平行宇宙了。嗨嗨，呆小妹一上线就看到天宇对她很是依恋的样子，这让她不禁感到有些尴尬。而听到天宇还有些咳嗽，天宇，你没事吧？毒素还没有完全清除吗？天宇摇摇头，已经好多了，不过还在恢复的阶段。天宇的俏脸此时有些发红。阿飞，谢谢你拼死去救我。呆小妹一看就感觉起了些鸡皮疙瘩。嗨嗨，这没什么。直播间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只感觉要笑死。哈哈，天宇老婆，你之前中毒昏过去了不知道？虽然是老女人救的你，但之前也是她不小心将你忘了丢下你啊，这好感度不得降一波。毕竟之前戴小妹第一次从龙吟手下逃走的时候，可是切切实实将天宇忘了。直播间一片欢乐之色，呆小妹和天宇聊聊天，调调情，虽然尴尬了点，但等待前往第3平行宇宙的过程中，倒也不无聊。小团团这时候也开播了，他和呆小妹的游戏进度差不多，此时都有些上线早了。呆小妹那边还能和天宇调情，而他就只能看着 NPC 火灵飞对天宇嘘寒问暖了，这让他整个人不禁感到郁闷的感觉。两个直播间画风可谓完全不一样，两人虽然都很想快点玩到第3平行宇宙的剧情，但心急吃不了臭豆腐啊呸，热豆腐，此刻也只能等着玄武号飞船慢慢前进。在呆小妹和小团团等着抵达第3平行宇宙的时候，游戏中的半屏 CG 画面中此时有了画面。这时的画面不是属于第3平行宇宙，而是属于冥王所在的冥界，第5平行宇宙的冥界大殿。威风凛凛的狮王看着有关玄武号的动向检测，他们已经离开第2平行宇宙，现在即将进入第3平行宇宙。一旁的叶凌云诧异地说了一句，没想到蝎子王竟然挡不住他们。直播间观众们一听，这时候还要提龙吟老婆，叶总又下刀子了。我的龙吟老婆啊，真是意难平。即便只有这么一句台词提及了龙吟，
很多观众依旧感到有种天上下刀子的感觉。狮王转过身，冥王还需要3天还能苏醒，按他们现在的前进速度，很可能在冥王苏醒以前就来到这里。金沙王语气淡淡：不用担心，如果我不愿意，没人能够活着走出我的领地。金沙王瞬间武装包裹了全身，凝聚异能量向着上方一抛，霸气无匹的金沙超兽张开血盆大口，从召唤之地猛地冲出。金沙王来到其中，瞬间变为战斗形态，金沙战神。卧槽，这就是第3平行宇宙 BOSS 的超兽，也太帅了吧！刚才这个鲨鱼一样的超兽从地底冲出来的那一幕，真的帅到我了。这第3平行宇宙的 BOSS 好优雅的感觉，优雅永不过时。不行了，隔着屏幕就感到了强大的逼格，这老女人要怎么打？我去，冥界也太香了！我宣布要加入冥界，怎么感觉反派的超兽一个个都这么帅？金沙王召唤超兽的动作，原本就是绝对的名场面之一，此时毫无疑问，更加将观众们惊艳到了。很多观众都直呼要加入冥界，这种论调从银狮刻命那一刻开始就一直存在，到现在，玩家们简直都想着一个个加入冥界了。怎么看冥界都贼香。紧接着画面一转，画面来到了一个充满黄沙、气候恶劣的沙漠星球。此时很多奴隶一样的人或用铲车推着石块，或用双手搬着石块，艰难的在休憩着。有一些拿着发光鞭子处于半武装状态的士兵正监督着这些奴隶们。这幅 CG 画面表示的是什么？难道这就是第3平行宇宙？如果真是的话，第3平行宇宙看起来有些落后啊，也不如第2平行宇宙风景那么好。正在此时，画面中有一个奴隶背着石块，艰难地爬着梯子向上爬的时候，体力一个不支，从梯子上直接坠落了下来。下一刻，一个骑着武装摩托的士兵瞬间就来到了他的面前。快起来，站起来！这名奴隶艰难地用了半天力量，最后因为实在没体力了，终究还是没站起来。武装士兵瞬间就怒了：我让你偷懒，站起来，站起来！武装士兵用手中的发光鞭子一边的向这名奴隶身上抽去。奴隶痛苦的哀嚎着，却只能默默承受，不敢反抗。观众们都快看不下去了。不是，这第3平行宇宙的奴隶们也太惨了吧！哎，感谢我们能有现在的生活，不然每天都要经历这种，真的是地狱。正在观众们都感觉又心疼又愤怒，有些不忍心看的时候，一个高大的人影出现，抓住了这名武装士兵的手腕。武装士兵一看来人，泰雷，你又想造反吗？说完，周围足足10几个武装士兵彻底围上了泰雷。泰雷终究还是没有反抗，他的石头我来扛。说完，肩上原本已经扛了一块大石块的泰雷，此时又搬起了刚才那名奴隶砸落在地上的石块，扛在肩上。谢谢你。那名奴隶对此很是感激。然而泰雷还莫等，继续往前走，武装士兵的鞭子直接抽在了他的后背上。泰雷一下半跪在地上，肩上的石块也全掉了。你！泰雷愤怒地看着武装士兵，你什么你？你想逞英雄吗？我知道你力气大，可是他的活就应该由他来干。那名奴隶急忙应声：是，我自己来干。武装士兵看向那名奴隶，如果你搬不动，就证明你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金象族奴隶更加一惊：我这就搬。金象族奴隶艰难地将石块重新搬起来，一步步前行。这一幕让观众们看得都愣住了。第66章，原正式战五渣。呆小妹，我打不赢 BOSS 还打不赢你们。第3平行宇宙金象族奴隶被欺压，泰雷想要为其出头分担，最后却还是这样的一幕，让观众们看了莫名的百感交集。不行了，快看不下去了，这些奴隶真的太惨了。就是这些武装的士兵怎么这么可恶？可我为什么觉得哪怕这个普通士兵说的话都挺有道理的？这个叫泰雷的力气是挺大，但如果他完全能一个人将那奴隶的石块都搬了，那奴隶就真的没存在的价值了。特喵，这不就是现在的现实吗？我们公司的老总就整天这么玩，弄得勾心斗角似的。这么一个普通士兵说出的话都这样，那个真拉还好意思说超兽武装没深度？年龄比较小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只感觉气愤，感觉这些武装士兵可恶。可有一部分年龄大一些的观众，从这之中却看出了现实的一面。如果真的另一个人能把你的工作完全替代的时候，那说明你在这里也完全没必要存在了。CG 画面中的泰雷看着面前的谁装士兵，紧握着拳头，用力地咬着牙。怎么，泰雷？难道你想造反吗？泰雷几乎要控制不住的时候，一只苍老的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走吧，泰雷，现在还不是时候。
泰雷搬起石块，跟着自己的师傅元正向着远处而去。你们都在看什么？快干活去！周围的金象族奴隶也都完全不敢再看，纷纷继续艰难地搬着石块。这段 CG， 身为玩家的呆小妹和小团团他们是看不到的，只有直播间观众们能看到这种半屏 CG。他们纷纷都在猜测，这段 CG 是不是还有什么用意？这是让我们提前了解一下第三平行宇宙。感觉泰雷应该不简单啊！我看更不简单的应该是泰雷身旁那个老者吧，一句话泰雷就听话了。我看不一定，都老成这个样子了，怎么看都是战五渣。正在观众们纷纷猜测的时候，呆小妹和小团团他们这边也都正式抵达了第三平行宇宙。请注意，飞船即将进入第三平行宇宙，飞船将在2分钟内抵达第三平行宇宙的水蓝星。听到这一切，身子都快被天宇贴身上的呆小妹眸子一亮，终于到第三平行宇宙了。玄武号的屏幕画面上显现着第三平行宇宙水蓝星的外部图像。我去，看起来就像一个金色的星球一样，好壮观！呆小妹感到很兴奋。Lisa 姐，还有没有更详细点的资料？ Lisa 姐很快给出回应。第三平行宇宙的水蓝星是一个金黄色的沙漠星球，四处是延绵不绝的巨大沙丘，而这里的社会形态还停留在奴隶制社会。呆小妹直接愣了一下，沙漠、奴隶制，合着这种金黄色的星球外观竟然是被大片的沙漠凸显的。是的，这么一听，呆小妹瞬间就感觉有些无趣了。不过她很快又发现了什么，那屏幕中闪着光的是什么？天宇靠了过来，阿飞，那说明这个宇宙也有我们要寻找的超兽战士。看到天宇有些脸红的样子，呆小妹又感觉人快麻了。嘿嘿，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快下去找超兽战士吧。金象族的奴隶们正在搬着石块，此时巨大的玄武号飞船从天而降，将很多奴隶都看愣了，手上的活也不知不觉地停了下来。看什么看，都快点干活，谁敢偷懒，晚上没饭吃。奴隶们都急忙快点干活，而观众们一看都明白了，刚才的 CG 画面分明就是呆小妹和小团团他们来到第三平行宇宙之前那段时间实时所发生的事。让这些奴隶们继续干活，几个武装士兵驾驶着武装摩托向玄武号来。呆小妹在此时和龙简与天宇还有 NPC 苗条俊一起从玄武号飞船上走了下来。 NPC 苗条俊来到这里，东看看西看看，对这里的一切都新奇的不行，拿着包中的相机咔咔咔的拍了好多张照片。看到一个正在用推车拉石块的奴隶， NPC 苗条俊眼睛一亮，瞬间迎了上去。兄弟，你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奴隶了，来兄弟笑一个。直播间观众们刚才还沉浸在对第三平行宇宙奴隶们的不忍之中，结果这一下直接就被苗条俊逗笑了。哈哈，苗条俊这番话问的也太直接了，奴隶当着我的面直接问我是不是奴隶，你礼貌吗？哈哈，不仅问，而且还让人家笑一个拍照呢，简直杀人诛心。天宇此刻来到呆小妹的身边，阿飞，我们也来拍几张做纪念吧。呆小妹感觉自己快要尴尬到扣出3室一厅，嗨嗨，这个还是先找超兽战士比较重要。正在此时，远处传来武装摩托的轰鸣声，天宇的注意力被吸引了过去，呆小妹也随之松一口气。只见好几个武装士兵直接从远处加速冲了过来，甚至他们横冲直撞之下，还撞飞了几个正在搬石块的奴隶。啊！奴隶们一个个惨叫着，却根本不敢反抗。呆小妹一看，对这些仗势欺人的瞬间没了一点好感。我特喵，奴隶也是人，他们这么搞简直过分了。下一刻，轰鸣声来到眼前，金沙族的武装士兵齐齐来到呆小妹他们面前质问：你们是什么人？很简单，水蓝星人。呆小妹看了看他们，故意开口：看来这些就可能是这里的奴隶主了吧。龙简摇了摇头，不，看起来他们并不是这里的奴隶主，反而更像是这里奴隶主的走狗。呆小妹顿时哈哈笑了起来，哈哈，龙姐你说的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武装士兵们顿时就怒了，找死！武装士兵们齐齐驾驶着武装摩托冲了上来。呆小妹对此毫无惧色，特喵我单挑打不赢 BOSS 的超兽，难道还打不赢你们这群杂鱼？第67章，泰雷这么怂。呆小妹，这特喵我闯祸了。武装！呆小妹和龙简齐齐进入武装状态，和这些金沙族士兵们打了起来。天宇，你身体还没恢复，先不要出手了。阿飞，我都听你的。呆小妹感觉鸡皮疙瘩又快起来了，直接向着金沙族士兵们就冲了过去，击败普通金沙族士兵，获得经验。哈哈，终于又能获得经验了。呆小妹心中很得意，终于又能获得经验升级了。
就是经验还是少了点。生活不易，呆小妹叹气。她从开始到现在，几乎都是解决的一些小兵，为她提供了一点微弱的经验和异能量，也就之前击败的银狮提供的异能量还能稍稍多一点。这么下去，实力提升也太慢了吧！好不容易之前有个 BOSS 龙吟，结果最后还被龙简这个 NPC 将龙简和人头收了。算了，以龙吟那种身世悲惨的程度，让我下手，我也下不去手啊。还是多打点小兵吧。第一批过来的小兵只有几个，呆小妹一个都没给龙简留，出手快的全部解决，总算是稍稍多了点经验。我说，你们这也太逊了吧！就这点水平，就出来做打手。看到一个金沙族士兵被自己打趴还没死，呆小妹调侃了一句，碾压这些杂鱼，自己终于有种主角的感觉了。这名金沙族士兵直接按下了手上的通讯器。大兄弟，你摇人啊？来来来，快摇多点，我在这等你。呆小妹的眸子发亮，小兵越多，经验就越多。直播间都有观众在调侃，老女人是真的飘了，也就欺负小兵了。很快，一整队金沙族士兵向着几人而来，这一队士兵足足有几十个。呆小妹和龙简和其打了起来。天宇想要出手，想到呆小妹对他所说的话，在好感度极高的情况下，还是乖乖的选择了听话。呆小妹几乎是一直在出手，在和龙简抢人头，而龙简在打垮了一些金沙族士兵之后，龙简猝不及防之下，被金沙族士兵驾驶的摩托闪驰撞在身上，后背狠狠地撞在柱子上。哈哈，龙简，你也太逊了吧！看我的！呆小妹全心全意的发挥，根本没有注意到刚才龙简所撞到的柱子已经断裂，向着他砸了下来。阿飞小心！天宇想要去救呆小妹，但已经来不及了。呆小妹转头一看，这才看到那断裂的大半根石柱，在她的目光之中越来越放大。我去！呆小妹瞬间感觉人麻了，想躲开都来不及了，下意识的双手抱头。只不过想象中被石柱砸倒的一幕，甚至直接被砸得解除武装状态的一幕并没有发生。呆小妹定睛一看，发现面前一个身穿那些金像族奴隶服装的人，竟然用肩膀顶住了这大半根石柱。我去，好一个无敌肌肉男！泰雷艰难地撑着石柱，能不能快点走开？我就要支撑不住了。呆小妹闻言反应过来，这才急忙走开。哈哈，老女人这是看到泰雷这样的肌肉男要流口水了吧？笑死！刚才老女人面对石柱，竟然下意识的双手抱头和石柱刚啊！大不了召唤个超兽不就可以了吗？666，刚才老女人差点被石柱砸死。哈哈，也可以说是差点被龙简这个队友坑死。看到呆小妹这一系列的反应，有观众不禁笑出了声，真是和之前一样，帅不过3秒。轰！呆小妹躲开之后，泰雷也将这大半根石柱向一旁一扔，肩上终于没了压力。然而金沙族的士兵们却看到了这一幕。泰雷，你竟敢里应外合来造反，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泰雷一听就心中一惊，不，我不认识他们。金沙族的领头士兵可不听这些，你还敢狡辩？给我上，直接干掉他们！呆小妹只感觉自己又行了，就你们这些菜鸟也好意思说干掉我们？双方再次打了起来。泰雷在面对这些金沙士兵的时候根本不敢动手，被那个金沙士兵小头领用手中的光鞭不停地抽来抽去。呆小妹走位了半天，将这些士兵拉怪拉得差不多的时候，火云诀！呆小妹一发火云诀，将这些士兵们全部收掉，击败普通金沙族士兵，获得经验。看到经验值大涨的提示，别提多舒服了。而那个金沙族士兵小队长却还剩一口气，将通讯消息发了出去：泰雷，你的族人会因此付出血的代价。将通讯消息发出后，这名金沙族士兵小队长才彻底咽气。呆小妹走上前去：泰雷，你明明力气这么大，怎么这么怂？被他们打来打去，怎么不还手？难道你还很怕这些杂鱼？然而泰雷却根本没有回应呆小妹的话，只是发疯一样的向前跑去：不要伤害我的族人，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呆小妹感觉很不理解，泰雷明明这么强大，为什么要怕这些普通的小兵？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纷纷忍不住了：卧槽，老女人，你还说龙简逊，自己也太逊了吧！让那个队长死前把消息传了出去，你这还会不会玩？你这火云诀的伤害明显不够好不好？直接用超兽弄死哪来这么多事？泰雷自己或许不怕这些士兵，但他和他的族人都是奴隶，他又怎么能不为自己的族人担心？这下老女人，你很可能害了他们一整个族人了。呆小妹感觉不太理解泰雷的所作所为，但看过之前第3平行宇宙 CG 画面的观众们可是太清楚了，之前泰雷就完全有反抗那个士兵的力量，但为了自己的族人，
还是忍了下来。现在又怎么能没有顾忌？族人，我去，我不会真闯祸了吧？呆小妹急忙和龙简天宇回到玄武号上，准备查查泰雷的位置，快点赶过去。而这时候，直播间的半屏 CG 画面中，直接出现了金象族的奴隶们正在被处决的画面。第68章，原正是超兽战士，金沙王出手。CG 画面中，金象族的奴隶们正被金沙族的士兵用长枪指着，一个个的来到一个深坑前。啊！来到这里之后，金象族的奴隶们一个个的被踹了下去。你下去，下去，都下去！金沙族的士兵们粗鲁的将金象族的奴隶们一个个全都踹了下去。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我们究竟犯了什么错？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有金象族的奴隶们在绝望的大喊。一个金沙族的士兵队长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要怪就怪你们这里有人造反吧。金象族的奴隶们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谁要造反？泰雷！金沙族士兵队长的话语让很多金象族奴隶们都愣了一下。之前泰雷就曾带领他们造反过一次，只不过失败了。看起来泰雷今天又造反了。明明是泰雷造的反，为什么要对付我们？你们去处决泰雷啊！有金象族的奴隶大喊着。观众们看到这里，心情都有些复杂。果然，这就是人性啊！在这种时候，很多金象族的奴隶都想用泰雷的命来换取他们的平安。金沙士兵队长只是一挥手，这就是争取自由的代价。说完，他手下的士兵搬动开关，源源不断的细沙直接从上方的沙桶灌了下来。看起来金沙族的人要把这些金象族的士兵活埋。卧槽！这些金沙族的士兵竟然要把这些奴隶活埋，也太残忍了吧！这金沙族士兵的队长怕不是学了白起？特喵就这么一个普通的小兵队长，哪里来的资格和武安君白起相比？兄弟们看到了没有？这些细沙是怎么来的？最讽刺的竟然是挑选出的几个奴隶，此时在向里面装填细沙。看到金沙族要将金象族的奴隶活埋，很多观众都直呼残忍。尤其是伴随着袁正的视角，他们看到现在正是好几个金象族的奴隶在卖力的向沙桶中装填着细沙。很明显，只要他们负责这样的工作，就不用死。为了活命，直接帮着活埋同族，这一幕实在太讽刺了。而那名金沙士兵队长看到袁正吃不下去，直接用手中的武器不停敲着袁正。下去，还不下去？袁正直接被其砸倒，被这名士兵队长用脚不停地踩在后背上。住手！这时候，泰雷一路赶了回来。这都是我的错，放了我的师傅，放了我的族人。观众们听到泰雷此时所说的话，这才知道这老者和泰雷的关系。原来这老头是泰雷的师傅。泰雷这么厉害，怎么这老头这么惨？这不很正常？唐僧还是孙悟空的师傅呢，他有孙悟空厉害吗？兄弟牛逼，好像是这么回事。看到袁正是泰雷的师傅，却这么菜，观众们感到有些疑惑。不过想了想，倒也还算可以接受。金沙士兵队长看到泰雷赶了回来，杀！手下的金沙士兵向着泰雷冲了过去。以泰雷的实力，这些士兵自然都不可能是他的对手，一个个的齐齐被他打垮。然而在这时候，他的师傅袁正却被那个金沙族士兵队长掐住了脖子。下去吧，老东西！士兵队长将袁正一把丢进了下方的沙坑里。泰雷看得心痛不已，心中更是不解，自己的师傅为什么不还手？泰雷之前上前，连这个士兵队长也打倒，搬动开关，让沙子直接不再灌下来。放肆！金沙王在此时出现，出手仅仅一击，就彻底击倒了泰雷。剩下的士兵们一拥而上，控制住了泰雷，拖他上来。金沙王直接让士兵们将泰雷拖了上来。这时候，呆小妹已经回到了玄武号之中，让 NPC 苗条俊帮忙查探泰雷的位置，发现异能锁属于第3平行宇宙超兽战士。玄武号的大屏幕上显示出正在沙坑中的袁正样子。我去，这老头竟然是超兽战士，怎么看都不像啊！呆小妹见状直接愣了一下，一旁的天宇有些疑惑：阿飞，这个老者为什么不像超兽战士？超兽战士并不是以年龄决定的。戴小妹干咳2声，嗨嗨，没什么。说完，她也不禁小声嘀咕了几句。这老头一看就不是超兽战士，现在出现在的超兽战士哪个不是男帅女靓的？让个老头来当超兽战士也太不符合游戏设定了，怎么吸引颜值控玩家？直播间观众们听到呆小妹的嘀咕，顿时就有些笑喷了。哈哈，老女人的智商上线了。老女人说的对啊，简直666。这老头从颜值一看就肯定不是超兽战士，
大概率超兽战士是太雷才对。呆小妹的吐槽细想之下，无疑是很有道理。单看画风，袁正就显得和超兽战队有些格格不入。小团团那边，身为船长的他操控着玄武号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异能量特别强的闪烁点。这是什么？放大来看看。小团团将其画面放大之后，我去，这个人好强的异能量！出现在画面中的正是武装过后的金沙王。金沙王，第3宇宙霸主，异能量最高可达到一个黑洞。玄武号的提示传来，小团团一听更加傻眼，一个黑洞，这特喵也太变态了。一旁的龙简上前一步，这样的异能量似乎比蝎子王还要强大。观众们一听这里，有些人又快绷不住了。我的龙影老婆啊，这时候了都要刀我！泰雷所处的位置也在此时被发现，画面中的泰雷正趴在地上，明显是刚被金沙族的士兵教训了一顿。呆小妹看到这一幕，走，龙姐，我们去救他。NPC 苗条俊一愣，火灵飞，你不怕那个金沙王吗？呆小妹随口一句，怕什么怕，反正这个金沙王肯定是第3平行宇宙的游戏 BOSS， 早晚都得打。苗条俊，第69章，金沙王是哲学家吧？泰雷竟然是敌人！呆小妹刚说完就意识到稍有些说漏了嘴。嘿嘿，我的意思是，不能因为这个金沙王强我就不敢去挑战他。做人要有义气，泰雷之前救了我，我现在肯定要去救他。呆小妹大义凛然的尾光正了一波。玩家呆小妹使用默认昵称火灵飞，与龙简好感度提升为敬佩。我去！呆小妹没想到，她随口扯的一通理由，还让她和龙简的好感度又涨了一波，简直谢赚。之前和天宇这个女角色的好感度似乎赏识之上就是好感，而和龙简这样的男角色似乎在赏识之上是敬佩。男角色和女角色在此时的好感度走向看起来是不同的。还好，幸亏在游戏中没击剑这样的设定。呆小妹莫名松口气，个锤子啊！她明明是个女的啊，现在都快对龙简这个大帅哥完全没兴趣了，怎么能对天宇有兴趣吧？想起天宇对她那爱恋的好感度，呆小妹就感觉浑身一麻。龙简也受了鼓舞，火灵飞，没想到你是这么义气的人，那我们就一起去救他。没有闯不过的关口，没有打不倒的敌人。两人准备一起去救泰雷。天宇也想一起去，不过呆小妹说她还没完全恢复，让天宇待在这里好好休息。很听呆小妹话的天宇自然就乖乖留下了。正在呆小妹和龙简骑上各自的武装闪池去救泰雷的路上，半屏的游戏 CG 中，金沙王正看着趴在地上的泰雷。你为什么造反？泰雷努力地支撑起身体。我没有造反，我只是救了一个人。我没有错，我的族人更没有错。金沙王的语气淡淡。你们没有错，可我们也没有错，只是我们比较强大，所以游戏规则也由我们来制定。直播间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卧槽，这是金沙王说出来的话，我感觉好有道理，是怎么回事？弱肉强食，亘古不变的法则。金沙王简直太优雅了，永远是这么一副不急不躁的样子。怎么感觉反派一个比一个有魅力，优雅永不过时？那个真拉呢？特喵他不是黑超兽武装，没有深度和哲学吗？我感觉这个金沙王就有种哲学家的潜力。金沙王这无比现实却又真实的话语说完，观众们一个个的甚至被他同化了不少，实在是太有道理了。我们比较强大，那游戏规则就由我们来制定。金沙王说完，手一挥，手下的士兵们将开关就再次搬动，沙子再度倾泻下去。泰雷，我就是要你亲眼看着你的族人被活埋。下方的金象族奴隶们都快绝望了，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泰雷看到这一幕，几乎已经以恳求的姿态在求着金沙王，这都是我的错，我愿意一力承担，你就放了他们，放了我的亲人吧。金沙王仍旧语气淡淡，你犯规了，所以你的亲人也必须受到惩罚。泰雷还想劝说金沙王，不，这不公平，就算错也是我一个人的错，和他们没有关系。金沙王看向这些沙坑中绝望的弱小奴隶，人生中本就有很多事情是完全不公平的，你只能够去接受。观众们，我靠，这个金沙王真的金句频出啊！为什么我感觉金沙王所说的这些话真的都好现实，不仅现实，而且还真实。特喵，我收回之前的话，金沙王这已经不是拥有哲学家的潜力了，简直妥妥的哲学家。看着金沙王金句频出，很多观众在现在是真的感觉要被圈粉了。人生中本就有很多事情是完全不公平的，你只能够去接受。就像出身，很多人一出生就赢在绝对的起跑线，很多人却终其一生苦苦奋斗都难以达到其皮毛。金沙王简直哲学家。泰雷在此刻也彻底忍不住了。你！泰雷对金沙王出手，
然而金沙王只是轻轻松松就挡住了泰雷这个大力士打来的拳头。泰雷被金沙王一脚直接踢了出去。怎么，你还想反抗吗？上次的失败还没有让你放弃这个念头吗？观众们看到这一幕，看起来泰雷似乎真的站起来反抗过一次，但失败了。这里面似乎有瓜呀。泰雷咬牙站了起来，我不想反抗，可我不得不反抗。泰雷再度一拳向金沙王攻了过去。毫无疑问，他仍旧不可能伤到金沙王。金沙王反问一句：你为什么要反抗？因为我要拯救我的亲人。金沙王在此时却一时间没有说话，似乎是在追忆着什么。好，那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杀了那几个你救过的人，你的亲人就可以不用死。泰雷心中一惊，杀了那几个人？怎么，有问题吗？金沙王的反问还在耳边，而泰雷的耳边更是充斥着金象族人那些绝望痛苦的呼喊声。好，我这就去。泰雷向着原路直接跑了回去。观众们都不禁睁大眼睛。卧槽，泰雷被策反了。原本以为泰雷是队友，结果现在看来很可能是敌人。不过泰雷确实也是有苦衷的，超兽武装的发展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原本以为铁定的队友的泰雷，在此刻竟然被策反，这一幕出乎了许多人的意料。而就在泰雷准备去杀了呆小妹和龙简他们的时候，等一下，泰雷！沙坑中的袁正叫住了泰雷，这个是时候给你了。袁正将雷象异能锁扔给了泰雷，泰雷的部分记忆画面也出现在了 CG 中。当年他曾经问袁正为什么两人不站起来反抗，袁正回答他那时候还不是时候，说超兽战士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泰雷体内的异能量强大到足以承受这个雷象异能锁的时候，就可以成为超兽战士。袁正看向泰雷，去吧，泰雷，记住，超兽战士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一幕让观众们看得更有些糊涂了，这个泰雷到底是队友还是敌人？第70章，与泰雷好感度提升，金象族的奴性。呆小妹和龙简骑着各自的闪驰，在第3平行宇宙的沙漠上疾驰。呆小妹心中正计划着怎么打 BOSS 拯救泰雷呢，没想到行进到一半，一个人影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之中，正是泰雷。咦，是你呀，大兄弟！哈哈，你逃出来了正好，一会儿我们一块去打 BOSS。看到这么快就又多了一个队友，呆小妹感到很嘚瑟的感觉。然而泰雷却没有回应他的话。雷象武装，泰雷在此刻进入了武装状态，一拳向他和龙简砸了过来。呆小妹感到有些猛，急忙躲了开来。我去，泰雷你疯了吗？我们可是来帮你的。呆小妹感觉人麻了。泰雷此时能进行武装，加上泰雷还这么年轻，怎么看都比老者袁正更像超兽战士，怎么现在还要和泰雷打一场？这到底是敌人还有队友？我要杀了你们！泰雷向着两人攻了过来。不得不说，泰雷的力气确实大，这么大的力气，我的手臂都快震麻了。呆小妹噔噔倒退了好几步。这时候泰雷再次发动进攻，奔雷。呆小妹见大事不妙，火云诀。呆小妹一记火云诀，还没等泰雷的奔雷诀发出来，就将泰雷彻底击倒了。呆小妹心中松了一口气，幸好他们的技能都前摇长，没我的火云诀释放的快。呆小妹心中感到有些得意。泰雷大兄弟，你怎么样？要不是你突然对我们出手，我也不至于打你。呆小妹和龙简走了过去。泰雷从地上站了起来，打得好，谢谢你将我打醒了。玩家呆小妹使用默认昵称火灵飞，与泰雷好感度提升为良好。这时候能传来好感度提示，让呆小妹完全没想到。我去，我打了这泰雷一发火云诀，他反而和我的好感度还涨了。这泰雷怕不是个抖 M 吧？呆小妹下意识的开口。泰雷听了有些疑惑，什么是抖 M？ 嗨嗨，没什么。呆小妹干咳2声，岔开了这个话题。看到这一幕，直播间有观众直接笑喷。呆小妹问了一句：泰雷，我们不是朋友吗？你为什么要对我们出手？泰雷摇了摇头，朋友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我不配有你们这样的朋友。呆小妹一听，谁说的？虽然我天生一股主角相，但泰雷你也不差，至少是主角团，嗨嗨，至少是一名超兽战士，反正我们肯定能做朋友。一旁的龙简想了想，泰雷，你这么做是有苦衷的吧？泰雷点了点头，想到自己的族人啊，泰雷一拳打在沙地上。龙简有些不解，既然你也是超兽战士，为什么不站起来反抗压迫你的人？呆小妹更感到很是认同。没错，泰雷，你有这么强的战斗力，为什么不带领族人起来反抗？泰雷在此时却笑了起来。反抗？呵呵呵呵呵。
笑容中充满了苦涩与自嘲。呆小妹都快糊涂了。泰雷，你笑什么？泰雷摇了摇头。有一种人虽然活着，但他们从来就没有过属于自己的生活，他们的一切都遵照着他人的意思而活。这句话呆小妹大概听明白了。你是说你的族人吧？泰雷沉默，显然是已经默认。龙简看了看泰雷，那么泰雷你是这种人吗？泰雷握紧了拳头，最后却又无力地松开。呆小妹很是不解，泰雷，你们就没尝试过造反吗？泰雷的表情充满着苦涩与自嘲，而与此同时，半屏的 CG 画面也展现着当初泰雷带领族人造反的记忆画面。投降！投降！金沙族士兵步步紧逼，将一众金象族的人逼得连连后退。那时泰雷毫无惧色，大家冲！为了自由，我们一起冲出去！然而泰雷刚说完，放肆！金沙王一拳就将泰雷远远地轰了出去。这下剩下金象族的人顿时没了主心骨，彻底的慌了。投降！投降！金沙族士兵的步步紧逼让他们更加无法凝聚战意。泰雷努力站了起来，大家不要退缩，我们一起齐心协力冲出去。面对这一幕，金沙王只是淡淡4个字：放下武器。话音一落，金沙族的奴隶们齐齐低下头，放下了武器。这一幕让泰雷瞬间愣住了。怎么了？大家继续战斗啊？难道你们不想要自由了吗？有金沙族的族人艰难开口。我们想要自由，可要自由就没有性命了。泰雷一听，整个人彻底怔住了。直播间观众看到这一幕，我靠，金象族的人也实在太怂了吧！所有人齐刷刷的投降了，泰雷再想带也带不动啊！哎，不过金象族的人说的也很现实，他们也想要自由，可他们不想没命。说到底还是像金沙王之前说的那样，因为他们比较强大，所以规则都要由他们来制定。卧槽，怎么越说越感觉金沙王绝对就是个大哲学家。这一幕让观众们的心中看起来也百感交集。自由确实重要，金象族的人也确实很怂，可他们想要自由的话，怕是就真的没命了。说到底，弱肉强食，在这样的世界真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跪下投降的都不用死。金沙王淡淡说着。话刚说完，泰雷一眼望去，金象族的人已经齐刷刷的都跪下了，最后只剩他的师傅元正还在站着，向他摇了摇头之后，最终还是跪下。师傅！泰雷在这一刻感觉心中彻底绝望了，最后也向金沙王跪了下去。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心中终于清楚泰雷之前为什么表现得这么怂，担心金沙王他们伤害自己的族人，而不是选择站起来反抗了。只因泰雷已经深深的失败过一次，况且那一群金象族的队友也实在是带不动。第71章新模式闪驰对撞模式。金沙王现身。呆小妹和龙简不知道泰雷的经历，还在浑然不觉。失败并不丢脸，放弃才是可耻的。龙简说完，呆小妹跟了一句：没错，我们一起去把你的族人救出来就得了，正好再打些小兵刷刷经验，哈哈。呆小妹现在找到了属于主角的快感。然而就在这时候，远处传来摩托闪驰的轰鸣声。火灵飞，龙姐，小心，有敌人过来了。NPC 苗条俊提醒了一句。呆小妹刚没将这些小兵们当回事，眨眼之间对方就来到了眼前。我去！呆小妹猝不及防之下，直接被撞得人仰马翻。除了她之外，连泰雷都被撞飞了出去。这一幕让直播间观众们瞬间笑喷了。哈哈，老女人说好的打小兵刷经验呢？666，老女人刚才飞出去的弧线可太妙了，笑死！就这，老女人刚才还看不起这些小兵呢，结果下一秒就被撞飞了。哈哈，要我看是这些小兵来刷老女人的经验才对。呆小妹上一秒还在看不起这些金沙士兵，下一秒就被撞飞出去，这一幕实在太有戏感。呆小妹站了起来，刚才那只是意外，看我接下来怎么对付他们。然而呆小妹和龙简还没来得及发动进攻，敌人的摩托闪驰又来到了两人面前。两人急忙躲过了第一波进攻之后，被第二批的摩托闪驰再度撞飞。正好泰雷还没爬起来呢，呆小妹和龙简直接摔到了泰雷的旁边。看起来三人简直是整整齐齐。这一幕让观众们更加笑喷了。呆小妹爬起来后也感觉有些尴尬。嗨嗨，看来这次的敌人是比之前厉害一点，不过没关系，敌人在我面前不是逃之夭夭，就是一败涂地。这时候传来游戏提示，是否进入闪驰对撞模式？是否？咦，这时候还有新的游戏模式可以玩，估计是偏小游戏一类的吧。区别在于这小游戏要是赢了，面前的这些金沙士兵们
也就该被他们撞毁了。哈哈，兄弟们，那咱们来试试这闪驰对撞模式。呆小妹直接选了是，大不了撞输了的话，一会儿召唤超兽武装揍死他们。幻灵闪驰，龙战闪驰。呆小妹和龙简驾驶着各自的闪驰，向着前排金沙士兵们的摩托闪驰猛撞了过去。然而下一刻，我去，这种对撞，对面一点没被撞飞，反倒是呆小妹和龙简再度被撞飞，连闪驰都摔在了地上。呆小妹只感觉人快麻了。我特喵，不是吧？身为主角我的幻灵闪驰，竟然撞不过这些杂鱼的座驾。呆小妹想都不用想，直播间的观众们估计又在调侃她了。她努力地爬了起来，和龙简制定了战略。这次两人跳过了第一排，想要直攻第二排的士兵闪驰，想着第二排的强度应该比第一排要低一些。结果下一刻，两人还是被撞飞了。我特喵！呆小妹都顾不上骂人了，再一次狠狠地摔了出来。观众们在这一刻感觉快笑抽了。哈哈，老女人被撞飞几次了？就这，老女人还好意思说敌人在她面前不是逃之夭夭，就是一败涂地呢？哈哈，不如反过来吧，老女人你在敌人面前不是逃之夭夭，就是一败涂地。呆小妹感觉越发的郁闷，看样子好像是真的撞不过。考虑是否要退出这个闪驰对撞模式的时候，让我来。泰雷站了起来，雷象闪驰。泰雷召唤雷象闪驰，相比于呆小妹和龙简他们的两轮摩托闪驰，雷象闪驰竟然是4个轮的，前方还带有2个一看就坚硬无比的象牙，可以用于进攻。呆小妹一看就一愣，我靠，泰雷的闪驰怎么和我的不一样？我不服啊！泰雷的雷象闪驰一看就充满了厚重感和攻击性，论攻击力绝对比他的幻灵闪驰强多了。不过呆小妹细细打量了一下，雷象闪驰虽然一看就很强，但不够帅。论起帅，还是自己的幻灵闪驰更帅一些。强不强是一时的事，帅不帅可是一辈子的事。这么想着，呆小妹心中又恢复了平衡。来吧！泰雷驾驶着雷象闪驰，对着这些金沙士兵们的闪驰横冲直撞。金沙士兵们根本抵挡不住，在雷象闪驰霸道的进攻之下，纷纷被撞飞撞毁。呆小妹看到这里，有些明白了，原来这种闪驰对撞模式是泰雷的主场啊。刚这么想着，等等，这样一来，这些小兵的经验不是都被泰雷收了？兄弟们，我亏大了呀！呆小妹感觉血亏到要哀嚎的感觉，而观众们只感觉要笑死。龙简在此时彻底认可了泰雷。泰雷，你终于站起来了，以后我们超兽战士可以并肩作战了。泰雷一听，难道这才是自己的师傅所说的意思？然而正在此时，放肆！这标准的2个字让很多观众们都是精神一振，恐怕是金沙王来了。一个人影从沙漠中走来，正是金沙王。泰雷，你实在让我太失望了。呆小妹在此刻还很激动，哈哈，终于到 BOSS 了。第3平行宇宙的金沙王无疑就是 BOSS 了。现在他加了新队友，按标准的游戏流程，这时候肯定能打过的。NPC 苗条俊让他撤退，呆小妹直接表示那肯定不能撤退，不打败这个金沙王的话，第3平行宇宙的金像族人还在做奴隶，又怎么能让泰雷放心的和他们走？泰雷不跟他们走，他们又怎么能去打败冥王？兄弟们，看好了，接下来就让你们好好看看，什么叫做敌人在我面前不是逃之夭夭，就是一败涂地。按玄武号之前的提示，金沙王不仅是第3平行宇宙的霸主，还是冥王手下4大护法之一。想要对付冥王，必须先清除金沙王这个障碍。呆小妹摆好了架势，来吧，金沙王。第72章，金沙王会嘴遁。这到底谁是主角啊？呆小妹一副这就要和金沙王开打的样子，却没想到金沙王连理都不理他，只是看着泰雷。泰雷，你的表现让我很失望。泰雷下意识的微微低下头，不过转瞬间又抬起了头。金沙王，我再也不想当你的奴隶了。没想到金沙王极为自然的开口，你当然不是奴隶，强者从来就不是奴隶，你早就可以不与那些金像族的弱小奴隶为伍，只可惜你站错了队伍。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卧槽，金沙王说话似乎有些一语双关啊，不仅是在说泰雷之前站错了和金像族他们的队伍，似乎也在说他此时站错了和老女人他们的队伍。听金沙王说话还真是一种享受。戴小妹一听就满脸问号，什么叫站错了队伍？泰雷这叫弃暗投明，自己翻身做主人。金沙王仍旧很是平静，火灵飞，你们擅闯我的领地还打死我的人，知道后果吗？呆小妹一听，我去，你连我的名字都知道，看来早就研究过我了。今天看老娘
嗨嗨，看我怎么打败你，拯救这里的奴隶！呆小妹喊了喊口号，想要看看和泰雷的好感度能不能进一步上升。不过只是喊了喊口号，好感度倒是没有再上涨。没想到金沙王在此时却哈哈笑了起来。哈哈，你笑什么？呆小妹感觉受了轻视。难道你感觉我们不可能打败你吗？金沙王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整个人仍旧淡雅平静。就算你们打败我，你以为能拯救这里的奴隶吗？呆小妹理所当然的开口。当然可以了，毕竟没了你，那些奴隶就不会再被人统治了。金沙王淡淡说着。这世界上有一种人，虽然是人，但他们从来就没有过属于自己的生活，他们的一切都遵照他人的意思而活。这种人千古以前就有，千古以后还是不会消失。金沙王在说这一切的时候，哪怕是玄武号中的 NPC 苗条俊和天宇都有些听愣了。这种人永远也得不到自由，因为他们的心灵早就被枷锁禁锢了。呆小妹只感觉快被金沙王的长篇大论弄晕了，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课堂上被老师支配的时候。你什么意思啊？金沙王直接看着呆小妹等人。就算你解开奴隶身上的枷锁，但是能够解开他们心灵上的枷锁吗？就算你们打败了我，你以为他们就可以获得自由了吗？错，他们迟早还是需要另一个强者来统治他们。直播间的观众们在此时都快听懵了。我靠，这个金沙王说的话好有道理，感觉金沙王简直就是个大哲学家好不好？哈哈，看老女人的表情已经被说得一脸懵逼了。那肯定，以老女人的智商水平，怎么能变得赢超兽武装这种跨时代游戏中的 NPC 呢？哈哈，明显老女人现在都根本没法说话了。金沙王此时所说的话，不知不觉连观众们都征服了。你告诉我，这是反派，妥妥的大哲学家好不好？戴小妹此刻确实被对得哑口无言。龙简在此时勉强站了出来。谁说奴隶非要有一个强者来统治他们的？难道他们自己不能带领自己吗？金沙王这下直接哈哈大笑了起来。你以为可以吗？戴小妹终于在此时反对了一句。不可以吗？金沙王仍旧很平静。可以吗？泰雷，那你来告诉他们究竟可不可以？泰雷在此刻回忆起了之前他带领金象族的族人反抗金沙族，但金象族的人一个个放下武器跪下的一幕。兄弟们，你们这时候放弃，我们会前功尽弃的。难道你们不想要自由了吗？我们要自由，可要自由就没有性命了。还有自己的师父元正对自己所说过的话，光靠武力是无法让他们获得真正的自由的，因为真正禁锢他们的不是金沙部队，而是他们心中的枷锁。这个枷锁就是奴性。泰雷深知自己的族人已经奴性深重了，已经习惯于被一个强者统治，哪怕让他们现在自己带领自己，恐怕都不可能了。看到泰雷不说话，呆小妹和龙简的心情也瞬间都降到了冰点。金沙王淡淡说着，每个人的心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奴性，只不过这种奴性在奴隶身上会更大一些，而像我们这样的强者是绝对不应该怜悯这些充满奴性的弱者，因为这种怜悯毫无意义。泰雷和龙简乃至于戴小妹此时都微微低下了头，简直被金沙王说的哑口无言。这根本说不过呀，甚至呆小妹隐约感觉自己的异能量怎么都开始不稳定了。小团团的游戏画面这边， NPC 火灵飞和龙简也被金沙王说的哑口无言。我去，火灵飞和龙简他们的战斗意志都在下降，战斗意志下降就算了，怎么连异能量都降了？小团团感觉人妈了，这样一来这还怎么打？凭他一个辅助角色用菜刀出去砍金沙王吗？难道这就是玄一子师傅说的喷泉的高度不会超过它的源头，超兽战士的异能量也不会超过他们心中的信念？真是信念越强异能量就越强，玄一子师傅没有忽悠我。小团团之前还以为玄一子在忽悠他呢，现在一看好像超兽战士的异能量真的会受信念影响。他急忙远程向自己这边的 NPC 火灵飞和龙简喊话，让他们凝聚起战意。呆小妹可没小团团帮忙凝聚战意，她现在的战意都快跌到谷底了。不是，金沙王怎么这么会嘴炮，将他说的都快凝聚不起战意了。这到底是谁是主角？金沙王在此时直接伸出了手，来吧各位，加入我们强者的行列吧。第73章金沙王超兽。这么帅的召唤是反派有的待遇吗？呆小妹被金沙王说的一点战意都没有，金沙王还在一步步走来。来吧各位，加入我们强者的行列吧，世界会因为我们强者而变得更美好。呆小妹和龙简几乎都被消磨的没战斗意志了，泰雷却在此时站了出来。不是这样的，无论我的强者是否是弱者，都不应该被你统治，因为这里本就是我们的家园。
你们是侵略者，才应该滚出这里！泰雷这番话在呆小妹和小团团听来可以说是合情合理，而金沙王却好似听到了世间最好笑的话，只是他在此时却并没有发笑。泰雷，你知道我为什么一次次的给你机会吗？因为我觉得你很想像我，很像我年轻的时候，很像10万年前的我。那个时候我一样的幼稚，一样的无知。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里，卧槽，又是10万年前。10万年前，在金沙王的身上也发生过什么？到底是什么让金沙王也产生了这种变化？叶总能不能像龙吟老婆那样，给个记忆画面吧，不然看不懂啊。那估计就得看看老女人给不给力，要和能金沙王打成平手，或许还有触发金沙王记忆的可能。要不叶总之前出个10万年前的篇章吧，不然真的太烧脑了。观众们简直无数次的，一次又一次听到10万年前这个话题。金沙王10万年前又发生过什么？为什么金沙王说他10万年前的时候也是幼稚无知的？金沙王在此时似乎失去了耐心。不过，你这种幼稚和无知会害死很多人，尤其是很多无辜的人。金沙王按下了手上的异能锁通讯器。另外的半屏 CG 画面中，金沙族士兵受到指令，当下就继续向金象族奴隶的沙坑中灌沙子。泰雷见状一惊：“你在做什么？”金沙王语气淡淡：“下令处决你的族人。这是泰雷你的这种幼稚和无知应付的代价。”泰雷直接愤怒地冲上前：“我和你拼了！”然而泰雷根本不可能是金沙王的对手，几招就被打了回来。金沙王在此时也完全进入了武装状态。呆小妹看泰雷完全失了方寸的样子，指望着先和泰雷一起打败金沙王，应该是没戏了。呆小妹小时说了几句：“泰雷，我们在这拖住他，你先去救你的族人。”泰雷愣了一下：“那你们怎么办？金沙王可是很强大的。”“嗨，没关系，我可没那么容易死，大不了你救了你的族人之后再回来帮我们不就得了？”泰雷点了点头，采纳了呆小妹的建议。“好，那你们等我回来。”玩家呆小妹使用默认昵称火灵飞与泰雷好感度提升为赏识。呆小妹看到好感度提示，完全没想到，哈哈，没想到和泰雷的好感度又上一个档，那这还怕个锤子的金沙王？呆小妹很是嘚瑟的样子，和龙简齐齐向金沙王攻了过去。然而两人一起都不是金沙王的对手啊！呆小妹被金沙王一脚踢在腰子上踢了回来。呆小妹感觉气不过，火云诀、寒影诀，两人直接一起对着金沙王齐齐用大招。金沙王一动也不动，完全一副看着两人表演的样子。就在火云诀和寒影诀齐齐向金沙王打过去的时候，金沙王只是轻轻的一挥手，就接住了火云诀和寒影诀，甚至还将火云诀和寒影诀反弹了回来。我去！呆小妹直接被狠狠的打倒，还没等她起身，海啸劫！金沙王一个海啸劫砸了过来。刚才他听到了呆小妹和泰雷的谈话，这一击专砸的呆小妹，海啸劫重重的砸在呆小妹的身上，呆小妹的意识瞬间模糊，画面都黑掉了。单挑金沙王的海啸劫，你被打死了！呆小妹，我去，我这就死了！这个金沙王怎么这么强？呆小妹看到游戏提示有些傻眼，况且他这是单挑吗？分明是金沙王刚才的大招指，砸他一个好不好？观众们看到这一幕，一个个的顿时笑喷了，哈哈，老女人被打死了，简直好活！金沙王刘辟一击就解决掉了老女人，笑死！老女人刚才和泰雷怎么说的？不是说自己没那么容易死吗？哈哈，结果下一刻直接一击就被金沙王弄凉了，哈哈，这下舒服了，还是加入冥界吧，加入冥界多香！看到自己被打死了，直播间的观众们纷纷都在调侃，呆小妹感到很是郁闷。在此时读取了游戏自动进度，发现处在他和龙简、泰雷三个人面对金沙王的时候，如果不让泰雷先去救他的族人，让泰雷从最开始就留下来对付金沙王的话，或许能多泰雷这么一个强力队友。不过这样，那额外的好感度应该是加不了了。不管怎么样，好感度不能丢。特喵，我还就不信了。呆小妹仍旧先让泰雷去救他的族人。在好感度上升之后，既然之前拼武装状态的绝招被金沙王打死，大不了现在不和金沙王拼绝招，超兽武装，幻灵兽。呆小妹直接起步超兽，龙简也跟着超兽，龙战兽。两人召唤超兽之后，纷纷变换战斗形态，幻灵神、龙战神、超兽状态，总不怕你了吗？金沙王看着两人，仍旧是那么平静。这才有点意思。金沙王在手上凝聚异能量，向着上方直接一抛，霸气无匹的金沙超兽张开血盆大口，从沙漠中猛地冲出。之前出现在直播半屏 CG 中，
由观众们所看到的金沙王召唤超兽场景，但呆小妹没有看到的这幅场景，直接活生生的出现在她的面前。呆小妹都有些看愣了。我去，这个金沙王超兽武装有点帅的呀！不是，这真的是反派吗？怎么感觉自己召唤超兽都没反派帅？第74章，打不过也说不过，超兽武装游戏出问题了。金沙王召唤超兽，这霸气无匹的一幕，瞬间就震撼了所有人。随后，金沙王的超兽直接变为战斗形态，金沙战神。呆小妹控制幻灵神和龙简的龙战神一起向金沙王攻了过去。然而两人没撑几招，就又被一顿暴揍。呆小妹被金沙王一击狠狠地击飞了出来。不是，武装状态打不过金沙王，超兽状态还要被虐。呆小妹感觉人快妈了，我还就不信了。龙简，我们超兽神二合体。好，幻灵神和龙战神组成了超兽神二合体。感受到大增的异能量，呆小妹感觉这下信心满满，这一次总可以试着打败金沙王了吧。火云诀，海啸劫，超兽神二合体状态下的火云诀对上金沙王的海啸劫，竟然又被海啸劫完全压制了回来。我去，看到这一幕，呆小妹简直都快瞬间傻眼了。有呆小妹所主控的超兽神二合体再度被金沙王所击倒，呆小妹真快怀疑人生了。我特喵，武装状态打不过，超兽武装状态打不过，超兽神二合体的状态还打不过，这要怎么玩？完全打不过金沙王，那这关要怎么过？靠他的3寸不烂之舌劝降金沙王吗？想到之前金沙王对他的长篇大论，呆小妹的心态就更加崩。可我也说不过他啊！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瞬间就感觉要笑死。哈哈，老女人快要被打死了！笑死，武装状态打不过，一直到超兽神二合体了都打不过，就很真实了。老女人变武装状态打不过，变超兽状态打不过，变二合体状态还打不过，那我不就白二合体了吗？666，楼上的兄弟要笑死我，贾队长的梗能玩1年。哈哈，老女人想要说服金沙王也没戏，看来心态都快崩了，真是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过。看到呆小妹这一副被虐的样子，观众们却看得充满了欢乐之色，一个个的很幸灾乐祸的看着呆小妹在挨揍。正在呆小妹控制着超兽神二合体在金沙战神的手中不停挨揍的时候，网上有关超兽武装的消息火爆的愈演愈烈之余，同时还出现了另一种论调。卧槽，超兽武装今天早上怎么了？我怎么突然进不去游戏了？进不去游戏？怎么可能？兄弟，你怕不是黑粉吧？我们都正常，老女人和小团团他们都还直播的好好呢。没错，特喵要不是要上班当社畜，我现在还没退出游戏呢，绝对能玩1天。什么黑粉？我有截图，看，我确实进不去了。兄弟们告诉我，我不是一个人。不好意思兄弟，这是我的截图，好像你就是一个人。在微博和头条等各大新闻平台，有玩家反映从今天早上开始突然进不去游戏了，但也有更多的玩家表示他们全都好好的，无比正常。经过多方面的对比，这些进不去游戏的玩家发现了，他们这些进不去游戏的真是很少很少的一撮人，99.9%的玩家绝对都能进入游戏，而他们进不去游戏的事也是真的，因未知限制无法进入游戏，对您造成的游戏体验深表歉意。您可无视2小时退款限制，随时申请双倍退款。所有进不去游戏的玩家都是这样的提示。最多很多人都去找蒸汽平台理论了，蒸汽平台那边也很快给出了回复，说这些玩家进不去游戏并不是他们蒸汽平台的原因，可能是他们触发了一些特定的游戏限制导致进不去游戏。去微博私信叶天也没得到回复，似乎叶总还没起床。最后这些进不去游戏的玩家们没有办法，只能互相拉了个小群，看看到底他们有什么共同点，才触发了这种游戏限制。不是，我可是好市民啊，可不是什么5星好市民，地地道道的好市民，怎么进不去游戏？我也是，我在马路上看到老奶奶过马路都去扶，有一次一位老奶奶不想过马路，我都硬生生把她搀过去了。会不会是因为那个垃圾游戏公司的老总嘲讽超兽武装？我有一个弟弟在垃圾游戏公司工作，他今天也进不去游戏了。卧槽，我八姨的堂弟的表外甥也在垃圾游戏公司工作，会不会真是因为这个？难道是在垃圾游戏公司工作的员工和其亲人都被限制玩超兽武装了？这杀千刀的垃圾游戏公司啊！这些玩家们互相一合计，好像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在垃圾游戏公司工作，或者有在垃圾游戏公司工作的亲人。这么一看，难道就是因为垃圾游戏公司之前那个真拉对超兽武装的一系列嘲讽，导致他们玩不上游戏？以水蓝星现在各种检测的科技水平，这一点是很容易做到的。这个真拉简直就是个杀千刀的，
很多人已经忍不住去垃圾游戏公司的官方号骂了，而更多的人骂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发泄欲了。如果站在金钱的角度来考虑，虽然作为这种身份玩不了超兽武装，但可以申请双倍退款，等于相比于其他玩家白赚188华国币。然而他们哪里在乎这188华国币，他们在乎的是超兽武装啊！尽管以水蓝星的科技水平，看直播能带来比较沉浸式的效果，但还是比不上自己玩不了超兽武装，这简直难受死！有暴脾气的垃圾游戏公司员工直接就受不了了。什么垃圾游戏公司，害老子玩不了超兽武装，老子不干了！这名员工直接就递交了辞职报告。辞职报告很快被批下来之后，这名员工惊讶地发现，他进超兽武装的游戏限制竟然解除了。当下他兴奋在群里喊了一嗓子：“兄弟们，我辞职了！这个限制看来只是面对垃圾游戏公司的在职员工和亲人，想玩的直接辞职就可以了。工作多的是，超兽武装却只有一个，大家冲啊！”第75章解锁2周目权限，天宇的必死之局。什么？只要在垃圾游戏公司辞职就能玩超兽武装？看到有人开了这个先例之后，剩下的垃圾游戏公司员工可谓是争前恐后，一个个的纷纷递交辞职报告。这一幕将刚刚来公司不久的真拉都彻底搞懵了。而有一些员工一时间抢不上递交辞职报告，觉得要不就不急于一时的时候，不用说别人，单纯让家人最快催炸了。毕竟现在正在上班的员工不玩，不代表他们的家人亲人不玩。特喵之前催相亲的时候都没这么恐怖。在这种大环境下，垃圾游戏公司的员工可谓是争先恐后的递交辞职报告。真拉简直留都留不住。老王，你可是公司的骨干员工，公司的发展都要靠你啊！真拉打感情牌完全无效。小周，你要是现在辞职的话，这月公司就别想要了。真拉又改用恶狠狠的威胁，结果仍旧起不到任何作用。敢不给工资，我直接告你去！老子早就想不干了，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辞职。甚至还有员工直接表示，爱给不给，我老舅都说了，只要我辞职让他玩上超兽武装，给我开3倍的工资补偿。真拉用尽办法，愣是将员工们都留不住。员工们的工资又不敢不给，毕竟他暗地里的黑料已经够多了，这让真拉都快崩溃了。游戏遭到玩家的抵制，甚至玩家们退款的退款，打低分的打低分，现在连员工们都要齐齐离职。再这么发展下去，垃圾游戏公司怕是真的就完了啊！而垃圾游戏公司的离职狂潮，在这时候也直接冲上了一个微博热搜。网友们看到这个热搜，直接都乐坏了。哈哈，原来之前那些玩不了超兽武装的哥们，都和垃圾游戏公司有关系啊！为了玩超兽武装，竟然一个个的选择离职，都是狠人啊！哈哈，是啊，超兽武装退款白赚188呢，没想到没看到退款的都去离职了，这不更加说明叶总的超兽武装简直无敌吗？我就是刚从垃圾游戏公司离职的员工，现在我已经继续玩上超兽武装了，只想说一句，离职贼香，那垃圾剥削公司狗都不去。真拉快被一系列的发展彻底打懵了，而这不过是叶天昨天晚上动手指操作的成果，甚至现在这件事都在微博上被网友们津津乐道的讨论半天了。呆小妹和小团团他们更是直播半天了。叶天才悠哉的刚起床，看了一眼相关的新闻，完全在他的预料之内。这下这只跳来跳去的蚂蚁就算不死也剩不下几口气了。叶天完全不去关注真拉接下来究竟是死是活，看了一眼自己现在积攒的人气值之后，好家伙，睡了一觉起来，他的人气值果然又暴增到了夸张的程度。叶天直接连抽奖，恭喜主人获得神级游戏意识乘1，恭喜主人获得神级游戏操作乘1，恭喜主人获得个人先行解锁超兽武装2周目权限，恭喜主人华国币500万，今日抽奖次数已达上限。先行解锁超兽武装2周目权限。叶天了解了一下相关的权限之后，嘴角微微勾起，那我就得好好用这个权限，直接改变一下龙吟老婆的悲惨命运了。叶天起床洗漱，吃完东西后，就玩起了超兽武装。不过他有着这样的2周目权限，玩起来的画风可就和呆小妹他们显得不一样的多了。此时呆小妹在游戏中还被金沙王的金沙战神连暴揍之中，简直都快被打解体了。NPC 苗条俊看到这种情况都快懵了，不是吧，超兽神2合体也打不过金沙王啊！天宇和呆小妹的好感度极高，看到这一幕急忙问着胖墩，快查一下金沙王的弱点，请叫我苗条俊。 NPC 苗条俊嘟囔了一句，赶快查着金沙王的弱点。很快还真让他查了出来，金沙王的后背有个小红点，那里的异能量看起来比较弱。天宇想了想，那应该是金沙王的命门要害。苗条俊一听，那我赶快让火灵飞他们来攻击。天宇却摇了摇头，不，还是让我来试一下吧。
但小妹都被连连揍成那样了，在现在根本没有机会再去攻击了。由待小妹和龙简出手，肯定会让金沙王有所警觉。天宇，你的身体恢复了吗？已经没问题了。其实天宇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但他可不能看到呆小妹挨打下去，必须要去救呆小妹才行。此时的呆小妹已经被金沙王打趴下了。我去，不行了，兄弟们，这金沙王实在太难打了。金沙王一步步向二合体的超兽神走了过去，擅闯我领地的下场就是死。也正是这个时候，接招！天宇在凤羽闪驰的加持下，飞翔着对于金沙王后背的小红点重重一脚。金沙王瞬间感到无比乏力，站起来之后，生气的一步步向着天宇走去。你竟然知道我的秘密，我还知道这是你金沙战神唯一的命门要害。天宇故意挑衅他，想把他引开，这样呆小妹他们就安全了。既然如此，那就不能留你了。金沙战神向着天宇攻去，天宇急忙驾驶着凤羽闪驰来闪躲。卧槽，天宇老婆快跑啊，别被打到了。被金沙战神打到，那可真是要命的。NPC 苗条俊更是急忙指挥天宇赶快召唤超兽。玄武号却传来了回应，天宇异能量较低，无法进入超兽状态。NPC 苗条俊嘟妈了，这样的话天宇岂不是等于去送死吗？难道火灵飞在他心里就这么重要吗？直播间观众们都越看越着急，可惜啊，马老师那边的天宇都能超兽了，还将马老师暴揍了一顿，但呆小妹这边的天宇老婆还没能进入超兽，不然进入超兽或许还能打一打。不过马老师那边的天宇当时怎么超兽的？是按着时间的发展自然进入超兽，还是掉进那个冥界黑洞之后随后进入了超兽？第76章，呆小妹，说好的进黑洞变强呢？马老师你坑我！天宇将金沙战神越引越远，呆小妹见状艰难地站了起来。不行，天宇打不过金沙王，这样下去肯定会死的。而金沙战神在追击天宇的过程中，找准一个机会，对着天宇的预判位置重重一击。天宇急忙躲开，然而只是勉强躲开而已，他的凤羽闪驰遭到了重重一击。天宇直接被甩了出去，一时间根本站不起来了。你这么弱的异能量还敢来挑战我，实在是太不明智了。所以你只有死。天宇惹怒了金沙战神，金沙战神一脚向着天宇踩了过去。我特喵，你敢！呆小妹不知哪来的力气冲了过去，一击砸退了金沙战神。卧槽，老女人怎么过去的？刚才不都站不起来了吗？实锤了，老女人刚才怕是在演吧，竟然会瞬移。别说观众们了，呆小妹自己都有些发愣。我去，这是怎么回事？我又没打怪，怎么感觉异能量在这时候还上涨了？她刚才只是非常想救天宇，然后就冲过来了，怎么异能量还会随之上涨？难道异能量除了能通过刷怪来微乎其微的提升，还能通过信念影响？呆小妹在此时控制着二合体的超兽神和金沙王再度打了起来。刚才她只是3-7开被揍的份，现在竟然能接近5-5开了。正在双方缠斗的时候，天宇站了起来，用自己勉强恢复的异能量发出了自己这时候的最强一击幻天诀。天宇的幻天诀精准无比的击中了金沙王后背的小红点。金沙战神痛呼一声，在此时倒了下去。呆小妹都有些发愣，天宇，你怎么一击就能把金沙战神击倒？因为我击中了他唯一的致命要害，他背上的红色呼吸口。呆小妹听懂了，原来背上这个红色呼吸口就是他的弱点。兄弟们，那咱们来补他一刀，确保这个金沙战神死得透透的再说。呆小妹一拳打了过去，准备先补他一刀。然而正在他打过去的时候，金沙王却忽然翻转了身体，一掌直接抵住了他的拳头，另一拳重重的砸在他的身上。我靠，这个金沙王恢复的也太快了吧，我简直怀疑他在演我。呆小妹有些懵了，他几乎是问清楚金沙王的弱点就第一时间补刀，结果金沙王这么快就站了起来，特喵，这根本没法玩啊。金沙战神看着天宇，天宇，凭你这么弱的异能量，就算击中了我的命门也是没用的，不过你这样会让我更加生气。黑海深渊，金沙王在此时直接用出黑海深渊。呆小妹有些发懵，不是，这 BOSS 还有第二个技能？说好的海啸劫呢？一个小型冥界黑洞正在产生，飞船需要马上撤退。玄武号的 Lisa 姐直接传来提示。呆小妹从 NPC 苗条俊那里得知了这一切。金沙王的这个技能只是一个冥界黑洞。呆小妹的眸子瞬间一亮，哈哈，原来这个金沙王第二个技能就是个小黑洞而已。我之前看马老师直播回放了解过了，掉进这个黑洞不仅不会死，
出来后说不准异能量还能增强。兄弟们，这波不用害怕。呆小妹不仅不怕，反而还迫不及待地想向里跳的样子。龙姐，我们直接进去这黑海深渊，一会儿出来还能更强。龙简一愣，火灵飞，你确定吗？确定，你信我就行。呆小妹不仅不抗拒，反而直接控制超兽神二合体向着黑海深渊中一扑，彻底被吸到了黑海深渊里面。这一幕将金沙王都有些整不会了。火灵飞这不是在作死又是什么？而呆小妹原本信心满满的准备在黑海深渊中变强，甚至觉得可能这就是游戏在这时候放出来的隐藏福利时。我去，这股吸力怎么这么强？哎呀，我感觉自己要被解体了。呆小妹感觉人麻了，说好的变强呢？这是什么鬼？呆小妹在游戏中的意识瞬间模糊，画面更是彻底黑掉。想在金沙王的黑海深渊中洗澡，这下死了吧？呆小妹，不是，这怎么还能死啊？直播间观众们看到这一幕，更是瞬间笑疯了。哈哈，老女人直接被黑海深渊搞死了。666，这死亡提示简直好活，黑海深渊，黑海洗澡啊！哈哈，老女人说好的只是个小黑洞而已呢，怎么这就死了呢？笑死我了！幸亏龙简也跟着进去一块死了，不然龙简要是落得个半死不活，非得好感度大降不可。别说话了，给老女人一个面子。直播间的观众们简直瞬间都快笑疯了。看到呆小妹再次阵亡，他们可是太乐于见到了。尤其是这还不是呆小妹被动被吸进去的，甚至一开始呆小妹还根本看不起金沙王的黑海深渊，觉得这就是个小黑洞而已，自己主动控制着超兽神二合体向里扑，简直莫名喜感。不过很多观众也稍有些奇怪，看马老师玩的时候，天宇掉进凝尸通过战舰群开启的冥界黑洞，最后确实又回来了，还进入了超兽状态。难道是战舰群对应的冥界黑洞和金沙王的黑海深渊不太一样？观众们感觉好像只能这么解释。呆小妹心中无比郁闷，简直白白死了一次。读取自动游戏进度后，黑海深渊，我去！读取游戏进度，金沙王起手就是一个黑海深渊。呆小妹一时没准备好，险些闪了老腰。这下她可不敢再进黑海深渊里面了，全力在抵抗着黑海深渊的吸力。啊！天宇进入不了超兽状态，自身的重量相比呆小妹他们的超神兽二合体轻了太多，被黑海深渊直接吸了过去。天宇，抓住！呆小妹双手抓住天宇的手，简直用出吸奶的劲在抓住天宇。经过刚才她的体验，黑海深渊里那可是一进去就会完全没命的。第77章，天宇进黑洞向回家。超兽武装，呆小妹用吃奶的劲抓住天宇，免得天宇被吸入黑海深渊的黑洞。而金沙王在释放黑海深渊的时候，不能再进行其他攻击。呆小妹拉住天宇，当然也不能做其他攻击。被抓住的天宇就更不可能做任何攻击了。双方一时间僵持了下来。这时候，另外的半屏 CG 中，泰雷一路赶了回去，为了拯救他的族人，和金沙族士兵打了起来。一个两个金沙族士兵自然不是他的对手，不过金沙族士兵的人数实在太多，寡不敌众，泰雷最后还是被制服了，被用武器抵住倒在地上。有金沙族的士兵小头领直接过来踩住了泰雷的武装头盔。你以为你是救世主吗？你只是一个连狗屎都不如的奴隶。泰雷疼得痛呼起来。沙坑中的袁正听到了泰雷的声音，在此时双手直接做出了一个结印的手势。泰雷手上的雷象异能锁受到感应，在此时躁动了起来。泰雷的异能量更在飞速上涨之中。卧槽，这个老头之前那么菜，现在看起来竟然是深藏不露。不是，这老头这么强，似乎都能调动泰雷异能锁的能量，之前怎么被士兵踩在身上又被扔进沙坑？这么强的话，你倒是使用武力啊，只是挨打怎么回事？难道这个老头是类似小团团的苗条俊那样的辅助角色？就这结印，这不比博然？可惜了，博人传那么好的世界观，出个前传该多好。看到袁正竟然这么深藏不露，观众们完全没想到。更不理解的是，袁正竟然这么强，为什么一直不使用武力？看着袁正的结印手势，很多人直呼这不比博然。由于水蓝星的动漫游戏水平整体拉垮，这个世界只有博人传没有火影，而且还是去掉所有的战斗画面，只有生活剧情的博人传。观众们简直深受其害。那名金沙士兵头领想要一举干掉泰雷的时候，泰雷异能量暴涨，瞬间将金沙族的武器长矛都彻底折断，并且直接将其反插进了金沙士兵头领的胸膛。我不是奴隶，更不是你的奴隶。随后，这名金沙士兵头领直接重重的倒下，
剩下手持武器的金沙族士兵一起上，愣是完全拿不下此时的泰雷，反而全部被打趴下。泰雷直接走到高处，兄弟们，你们可以无动于衷继续干活，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战斗。战斗或许会死，干活或许可以多活一段时间。可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有一个机会，或许是我们这一辈子唯一的机会。泰雷在上方激情的演讲，那就是和超兽战士一起并肩作战。你们愿意一辈子做奴隶，还是愿意用今天的战斗来告诉我们的敌人，他们也许能夺走我们的生命，但是他们永远夺不走我们的尊严和自由。下方的金象族奴隶们受到了鼓舞，尤其是看到这里的金沙族士兵已经被泰雷解决的差不多了，每个人都放下了自己手中的石块。自由，自由！泰雷一马当先，为了我们的自由，大家战斗！泰雷打倒了不知多少金沙族士兵，金象族的奴隶们也全都站了起来，和金沙族的士兵战斗。他们被压迫得太久了，此时这股信念全部宣泄出来，金沙族的士兵竟然都完全抵抗不住。看到形势大好，泰雷直接向沙坑跑了过去。师傅，袁正不用泰雷救援，直接一跃就跃出了这个这么深的大沙坑。观众们都有些看愣了，这老头确实有点牛逼的。师傅，你没事吧？袁正很欣慰的样子。泰雷，你终于成功了。泰雷点了点头。师傅，我终于可以把你救出去了。袁正开口。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终于让这里的人明白什么是尊严和自由。泰雷这边拯救族人的行动看起来进行得很成功。我去，泰雷这边的形势确实一片大好啊！谁让这边没有 BOSS 了？以泰雷的实力，加上他那深藏不露的师傅，对付这些杂兵还是可以的。哈哈，不过老女人那边现在快撑不住了吧？泰雷还一心想着和超兽战士一起战斗呢，说不准他过去的时候，老女人都人没了。老女人凉了没事，我的天宇老婆可别有事啊！在泰雷这边形势大好的时候，但小妹那边也确实坚持不住了。黑海深渊的吸力越来越强，而他的体力也越来越不支。去黑洞里接受冥王的洗礼吧。黑海深渊的吸力骤然变强，呆小妹一个没抓住，天宇直接被吸了进去。啊！天宇！呆小妹没能抓住天宇，在此时瞬间化身尔康手。他刚才可是亲身经历过被吸进那黑海深渊，可是会没命的。他是玩家死了能读取进度复活，天宇进去可就真凉了。可是他现在再死一次的话，进度还是回到金沙王释放黑海深渊的时候，这样又是一波拉锯战，不等于还是要再拉锯一次吗？特喵，我要杀了你！呆小妹向着金沙王攻了过去，一顿大招招呼，就算一会儿要被打死读取进度，也得先揍这金沙王一顿再说。金沙王确实被揍了好几次，但根本无伤大雅。不陪你们玩了，再来试试我的黑海深渊。金沙王再度开启黑海深渊，异能量不足，被迫退出合体状态。呆小妹和龙简这时候的超兽神二合体直接被迫分开了，而非合体状态下，两人根本挣脱不了黑海深渊的吸力。然而这时候，另外的半屏 CG 画面中却有了变化，封印冥王的玄冥之冠竟然在这时候有了变化。金沙王的黑海深渊是直接连接冥王的黑洞吗？叶凌云询问。狮王则是点了点头。然而这时候，玄冥之冠中冥王的异能量却突然大盛。怎么回事？叶凌云和狮王都有些惊到了。而金沙王这边，他正在释放黑海深渊的时候，天宇突然从黑海深渊里出来了。什么？更让金沙王震惊的还在后面。超兽武装第78章，超兽神三合体，打赢金沙王了。在金沙王再度释放黑海深渊的时候，天宇不仅从金沙王的黑海深渊中出来，甚至出来后的异能量大涨，直接进入了超兽武装凤羽兽。观众们看到这一幕，一个个的都震惊了。卧槽，天宇老婆竟然从黑海深渊里出来了，出来以后还进入了超兽状态。可是老女人之前不是进了黑海深渊直接就凉凉了吗？怎么天宇老婆没事？难道这与银狮通过战舰群的黑洞还是金沙王释放的黑洞没关系，主要是和天宇老婆有关？是啊，毕竟天宇老婆之前可是说过，她进冥界黑洞就像回家一样。难道这是属于天宇老婆的隐藏能力？看到天宇从金沙王的黑海深渊里出来，别说金沙王了，观众们都一个个的没想到，刚才呆小妹被吸进去直接凉凉，天宇却能完好无损的出来，甚至超兽。合着原来这是天宇的自身能力，其他的无论是主角火灵飞还是龙简掉进去都是必死。观众们又有些想不明白，天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天宇控制着凤羽兽在天空中自由的飞翔，飞翔是享受自由的最高境界。这一幕
落在太雷元正和金相族的奴隶眼里，更加鼓舞了金相族的奴隶们。而元正却更为在意刚才上空一瞬间闪过的那乌云蔽日一般的异能量。这股异能量怎么这么像是冥王？可惜他与金沙王承诺不使用武力，哪怕冥王真的复活，现在也不能去阻止冥王。不过如果金沙族和金相族真的能完全靠着爱和平共处，谁也不去奴役谁的时候，或许那时候他就可以去阻止冥王。凤羽神，天宇直接变换了战斗形态，和呆小妹他们的超兽状态站在一起，形成了对金沙王3打1的局面。金沙王这还是第一次碰到有人能从他的黑海深渊里出来，没想到你竟然可以从我的黑海深渊里逃出来。天宇凝聚异能量，对不起，让你失望了。随后天宇直接以凤羽神的状态向着金沙王攻了过去。仗着能飞翔和飞羽神的速度优势，天宇很容易就接近了金沙战神。然而他的攻击力度不够，全部被金沙王挡住。啊！最后天宇的超兽武装状态直接被金沙王远远的击飞了出来。呆小妹和龙简在这时候一起上，然而即便是3个人一起3打1都打不赢金沙王。小团团这边几乎也是一样的情况，金沙王的异能量远远超过火灵飞他们，这么打下去我们必败无疑。玄武号的智能 Lisa 姐传来提示，不是吧，这金沙王简直太强了，根本没得玩。到底有什么办法能让异能量接近金沙王这个数量级？小团团用玄武号模拟计算了一下，发现只有超兽神能3合体的话才能接近金沙王的黑洞能量级。看来只有让火灵飞他们3个异能量巨变，进行超兽神合体才能够顶得住金沙王的攻击了。可是这样太危险，他们没有经过事先的练习，有可能在合体的过程中控制不住而爆炸。小团团愣了一下，似乎确实很危险，不过要是不合体的话肯定打不过金沙王。小团团想了想，嗨嗨 Lisa 姐，你有没有发现自从天宇从黑海深渊中出来后，他的异能量就上升了一个量级，这样的话对超兽神合体应该也是有帮助的吧？是的，自身异能量越强大，对异能量巨变的控制力就越强，也就越容易进入合体状态。小团团一听，感觉基本稳了。那在他们合体的时候，我这个船长能不能帮忙？小团团心中有些小郁闷，他这样的辅助角色似乎也只能做这样的事了。在他们合体的时候，你可以辅助调配异能量在他们体内的分配，既要避免过高的异能量以防止爆炸，又要避免局部的能量不足以防止解体。小团团一听眸子一亮，这么好玩啊！这不是游戏，如果操作不当，他们除了无法合体，还随时面临爆炸的危险。小团团愣了一下，除了好玩，似乎还很刺激。话说 Lisa 姐还说这不是游戏，这不就是在游戏里吗？哈哈 ，Lisa 姐身为超兽武装游戏中的人工智能，看来还意识不到这就是游戏。小团团表示，这肯定就是游戏啊，不过要是不小心将龙简他们搞爆炸了，小团团肯定也要凉凉就是了。观众们听到 Lisa 姐一本正经地说这不是游戏，只感觉有种莫名喜感的感觉。而小团团看到玄武号之外的火灵飞他们被越打越惨，此时也顾不上考虑了。火灵飞，你们快点3合体，不然就输定了。3合体 NPC 火灵飞愣了一下，当然，不然你们特喵打算被这金沙王打死啊？火灵飞3人终于决定合体，只许成功，不许失败。3人在此时进行了超兽神3合体，小团团也急忙手忙脚乱地调配着3人的异能量，这可比之前火灵飞和龙简进行超兽神2合体的时候要复杂麻烦多了。呆小妹这边由 NPC 苗条进来调配这一切，尽管可能没小团团那么会随机应变，但至少能保证异能量的调配不会出错。幻灵兽、龙战兽、凤羽兽，在此时超兽神完美的3合体进入了3合体的超兽神状态，感受到暴增的异能量，呆小妹只感觉信心满满。哈哈，都超兽神3合体了，这下我就不信打不死你个金沙王。按照游戏设定，既然天宇有着进入黑海深渊还能飞回来进行超兽的设定，现在超兽神3合体一定能够打败金沙王。呆小妹向着金沙王猛攻过去，有了凤羽神的合体，超兽神3合体在机动性上提升了不少。金沙王猝不及防之下，直接中了呆小妹的一拳。火云诀，呆小妹趁机秒接了一波大招。呆小妹的大招狠狠地轰击在金沙王的身上，观众们在此时都期待满满，看样子这是真的打倒金沙王了。第79章，哲学家金沙王。长时间盯着深渊，深渊也会盯着你。超兽神3合体之后，戴小妹普攻接一发大招，终于是击倒了金沙王。
哈哈，不愧是超兽神三合体啊，终于打赢了。然而待小妹还没来得及得意，金沙王转瞬之间就站了起来，这下让呆小妹彻底懵了。我去，这 BOSS 血这么厚！还莫等呆小妹再度发动进攻，黑海深渊！金沙王在此时直接再度用出了黑海深渊。愤怒状态之下的金沙王，黑海深渊的吸力竟然比之前还要强！快撤退！呆小妹急忙控制着三合体的超兽神想要离开，然而三合体的超兽神被黑海深渊吸得死死的，现在他根本动弹不了。三合体的超兽神除了原来的2双腿，现在还加了天宇的凤羽神1双翅膀。然而哪怕凤羽神的翅膀也在同时拼命扇动，加上双腿都摆脱不了黑海深渊的吸力。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卧槽，金沙王这也太强了！哪怕超兽神的三合体竟然都打不过金沙王。看得出来，拼拳脚的话，三合体的超兽神还是能和金沙王差不多的。但谁让金沙王有黑海深渊？这波呀，这波明显是大招差距。三合体的超兽神没有新大招啊，老女人的火云诀可差远了。没错，火云诀的威力大概和金沙王的海啸劫差不多。谁让金沙王还有黑海深渊这么强的技能？看到面对三合体的超兽神，金沙王照样能一个黑海深渊将其吸住。所有人都见识到金沙王的强大，尤其是这种大招差距，哪怕是龙吟，其实超兽武装后也只有魔怨劫这一个技能而已。金沙王的金沙战神除了海啸劫，竟然还有黑海深渊这样的强力技能，大招差距简直没法玩。龙姐，我发不出大招了，换你来控制，用寒影诀轰他。呆小妹主控了这么久，将 E 能量都消耗的差不多了，也太累了。这时候先将控制权交给了龙简。好，寒影诀。龙简直接在超兽神三合体的状态之下，一发寒影诀就打了过去。然而打在金沙王身上之后，金沙王竟然一点事都没有，汇聚的黑海深渊直接帮他抵消了龙简寒影诀的全部攻击。我的寒影诀对他无效。龙简震惊之余，呆小妹更加妈了。我去，这可是三合体状态之下的寒影诀啊，竟然都破不了防，这 BOSS 简直强得过分了。看到绝招起不到任何作用，天宇开口，要不我们解体，我飞过去攻击他背后的弱点。呆小妹一听就否决，不行，天宇，现在我们要是解体就会马上被吸进去的。这次的黑海深渊这么强，三合体的超兽神都被一点点往那里吸，一解体还不被瞬间吸进去。哪怕天宇没事，自己被吸进去也肯定凉凉了。 NPC 苗条俊在此时精准补刀了一句，可是你们现在这样也坚持不了多久啊。呆小妹现在只能硬撑着，想要看看金沙王这种强度的黑海深渊会不会也会承担巨大的消耗。说不准最后金沙王会承受不住这种消耗，让黑海深渊的吸力变弱。双方完全是拉锯战了，但很明显，呆小妹这边是劣势的一方。黑洞能量过大，飞船必须马上进行异时空转移，否则将无法逃离黑洞的引力范围。这时候，甚至玄武号中都传来了提示，苗条俊肯定不能这时候转移，不然的话，就等于将呆小妹他们全部扔下了。半屏的 CG 画面中，袁正看着这个庞大的黑海深渊形成的漩涡引力，太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赶快进入超兽状态。是，师傅。太雷点了点头，直接超兽。超兽武装，雷象兽。太雷召唤雷象兽，向着呆小妹他们和金沙王的战圈横冲直撞而去。卧槽，太雷起手就能超兽武装？老女人之前想超兽可是差点被龙吟老婆打死，天宇也是被吸进去黑海深渊后才能超兽，没想到太雷起手就能超兽，这就能看出他的师傅有多牛逼了。刚才那个结印给太雷增加了不少异能量吧？太雷这起手就能超兽武装，比起呆小妹和龙简他们之前，简直幸福太多了。正在金沙王的黑海深渊全力吸引面前超兽神三合体，后方的吸力很弱，外加雷象兽的重量比较大，也不容易被吸引。雷象兽在此时畅通无阻地来到了金沙王的背后。小团团这边，他也看到了太雷狂奔而来，急忙远程指挥提醒太雷打准一点，攻击金沙王后背的要害，就在他背后的呼吸口那个小红点那里。太雷闻言，控制着雷象兽无比精准的重重顶在了金沙王后背的呼吸口上。金沙王的要害受到重击，在此时直接被顶得飞向了天空。由金沙王自己所释放的黑海深渊还没有关闭，金沙王在此时直接被吸进了黑海深渊之中，黑海深渊随之关闭，整片天空都恢复了清明。哈哈，赢了，赢了，终于赢了！看到金沙王被吸进黑海深渊，
呆小妹长松一口气，终于是打赢金沙王了。等等，金沙王被吸进了自己的黑海深渊，这么一来，这份大经验根本没得到啊！这岂不是白打了半天？呆小妹意识到这一切，瞬间感觉心态就有些崩了。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只感觉要笑死。哈哈，老女人忙活半天白忙活了，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还要什么自行车？呆小妹感觉有些郁闷。不过像观众们说的那样，能活下来就很不错了，外加还能增加泰雷这个队友，怎么看都不亏。几人都解体恢复正常的武装状态之后，泰雷对呆小妹三人直接表示了感谢。金像族的奴隶们也齐齐走过来，对几人表示感谢。正当呆小妹觉得这下终于大圆满的时候，脚下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如果你长时间盯着深渊，深渊也会盯着你。金沙王从整个沙坑之中一跃而出。第80章，人的欲望就如同高山滚石一般，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在这股强大的异能量巨变之后，金沙王直接从沙坑中一跃而出。呆小妹看到这一幕都快妈了，我去，这还有完没完？金沙王怎么还没死啊？观众们看到这一幕也很出乎意料，卧槽，金沙王竟然这都没死！听到刚才金沙王说什么了没有？如果你长时间盯着深渊，深渊也会盯着你。这句话简直哲学啊！谁说超兽武装没有哲学的？呼叫那个真拉，让他来好好看看哲学。哈哈，我看热搜垃圾游戏公司爆发了离职狂潮，那个真拉现在怕是自顾不暇了。看到金沙王这都没死，观众们也不由震惊。而金沙王所说的这番话，更让观众们只觉得简直哲学，甚至还有观众在调侃：哈哈，老女人你不是很可惜没得到经验吗？这下你可以达成所愿，干掉金沙王得经验了。上啊，老女人，别走！呆小妹看着金沙王再度冲出，有些傻眼。她现在想收回之前的话了，能过关就好了，还在乎什么经验啊？以她现在的状态，根本不可能打得过了。金沙王向泰雷和其身后的一众奴隶走去。金像族的奴隶们看到金沙王，有一种天然的畏惧感，不自觉地向后退了好几步。泰雷紧咬着牙：“你竟然没有死！”金沙王语气淡淡：“黑洞就是我的家，我怎么会死在家里呢？”金沙王说的有理有据，泰雷都感觉快无力反驳了。而呆小妹在这时候小声向龙简和天宇了解着情况：“龙简，你的异能量恢复的怎么样？”龙简摇了摇头。天宇，你呢？天宇同样也摇了摇头。阿飞，我们三人的异能量消耗太大，现在无法合体，必须加紧恢复才行。呆小妹都快无语了，那还打个锤子啊？天宇，可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天宇想了想，如果能回到飞船恢复，需要的时间会是最短的。呆小妹看了看，趁着金沙王的注意力被泰雷他们吸引，自己慢慢玩着123木头人，离开了金沙王的视线，最后急忙快些回到了玄武号飞船之中恢复。现在只能指望泰雷大兄弟能多拖一会儿了，不然可真没法打了。在呆小妹他们恢复的时候，金沙王指着金像族的奴隶：“泰雷，你以为你这是在帮他们吗？你以为你打败了我，这些奴隶就获得自由，从此就过上幸福的生活了？”泰雷直接反问：“难道不是吗？”哈哈，金沙王哈哈大笑起来。这只是另一场浩劫的开始。他们现在获得自由，可是很快他们的欲望就会得不到满足。他们会占领各自的领地，来种粮食和建房子，继而抢夺别人的地盘，来种粮食和建房子。泰雷想要和金沙王辩论，直接开口：“谁说他们一定要抢别人的地盘？只有自己吃得饱饭，为什么还要抢别人的？这不显得很多余吗？”多余？金沙王在此刻再度哈哈大笑起来。这有什么好笑的？泰雷感到很不服气。金沙王淡淡说着：“一个人是不会嫌自己的粮食太多的，一个人也不会嫌自己住的房子太大的。当他有一间小房子，他就会想要一座大房子；当他有一座大房子，他就会想要一片大房子。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包括穷凶极恶和满嘴仁义道德的办法，来掠夺一切的资源。”金沙王直视着泰雷，如同看到了10万年前的自己。人的欲望就如同高山的滚石一样，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了，除非这些石头本来就在山的底部。所以我要以绝对强者的姿态，把他们的欲望禁锢在山的底部，因为我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我从来都是这片土地的主人。金沙王在此时霸气尽显，观众们都快看懵了。我靠，我感觉金沙王说的话好有道理。的确，人的欲望是不会得到满足的，太精辟了。人的欲望就如同高山的滚石一样，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了，简直哲学。不是，你告诉我这是反派？
简直就是大哲学家。实锤了，超兽武装竟然是个哲学游戏！观众们在此刻一个个的都被金沙王征服了。如果你长时间盯着深渊，深渊也会盯着你。人的欲望就如同高山的滚石一样，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一字一句，简直哲学。在泰雷感觉完全无话可说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泰雷的师傅元正在此时站了出来：自由权力归众生。金沙王，我一直不愿反抗，是因为我信守10万年前对你许下的诺言，所以我一直在等待他们觉醒的那一天。观众们听到这，一个个的再次感到震惊。10万年前，又是10万年前，10万年前到底发生了多少事？金沙王听到元正的话，却感到极为可笑。觉醒？元正，你觉得这些奴隶会有觉醒的一天吗？难道你忘记了10万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事吗？金沙王这番话让观众们更加意识到，10万年前的金沙王一定发生了什么。元正看着金沙王：金沙王，我知道你对人性的丑陋充满了憎恨，可是你忘了一样东西可以改变这一切，那就是爱。金沙王却没有被感化，反而感觉越发可笑。元正，10万年来你一直伴随这些奴隶，想感化他们，可是你有成功过吗？这里总是在不断重演着丑陋的一幕。元正摇头，爱和恨最大的不同就是爱能使人憧憬未来，能使人对未来充满希望，而恨却只有让人想到过去那些痛苦的往事。金沙王看了看元正，既然你如此的冥顽不灵，那我就让用现实的残酷来摧毁你对爱的信念吧。第81章，人性的丑陋，贯穿爱至死的元正。金沙王和元正的辩论，看得观众们简直莫名热血沸腾，同时又感觉烧脑无比。原来泰雷的师傅叫元正，元正提起10万年前，金沙王也提起10万年前，还有金沙王一开始和泰雷说过，泰雷很像10万年前的他。10万年前到底发生了多少事啊？还有龙影老婆对龙简所说过的，问龙简10万年前是不是救过一个小女孩。不行了，叶总要不还是出个10万年前的篇章吧，不然我真感觉我这8盒的大脑都不够用了。伴随着超兽武装的剧情展开，观众们觉得10万年前一定发生过大事，这种剧情让他们烧脑之余也感到无比的刺激。这才是跨时代的游戏啊，比水蓝星之前那种贴图攻模游戏好了太多太多了。金沙王说要用现实来摧毁元正对于爱的信念，黑暗深渊中的战魂赋予再一次燃烧的权利。金沙王凝聚异能量，下一刻，已经死亡的金沙族士兵竟然齐齐复活了起来。戴小妹现在正在休息舱里好好恢复，而小团团这边，他看到外面这些金沙族士兵们，整个人都愣住。我去，哪里又冒出来这么多金沙族的士兵？这一关的难度实在太大了吧，简直没法玩啊！金沙族的士兵驾驶着闪驰，彻底包围了金象族的奴隶们。看到这一幕，刚才还在喊着要自由的奴隶们一个个畏畏缩缩，根本不敢升起反抗的心思了。小团团急忙查看他这边的 NPC 火灵飞他们的状态，战斗就快开始了。Lisa 姐，火灵飞他们恢复的怎么样了？异能量恢复状况，火灵飞 12%， 龙减 15%， 天宇 9%。 查看了一番，小团团都快怀疑人生了。不是吧，恢复这么老半天才恢复这么一点，那还打个锤子啊？现在也只能让金象族的那些人自求多福了。金沙王在此时一步一步向金象族的一名奴隶走了过去，这名奴隶手中拿着长矛，然而面对金沙王却根本不敢刺出，甚至金沙王来到他面前，简简单单的就一把夺走了他手中的长矛。不用害怕，你不会死的，你们也都不用死。金沙王指着金象族的奴隶们，只要你们肯帮我杀了他。金沙王用长矛指向元正。你，元正没想到金沙王要做的竟然是这样的事，可恶！泰雷在此时直接上前和金沙王打了起来，然而金沙王早已恢复完全。泰雷被金沙王重重的一拳砸出，直接倒在地上，倒地不起了。我再重复最后一遍，只要你们杀了元正，就可以不死。金沙王将他拿在手中的长矛交还给那名奴隶，这名金象族的奴隶颤颤巍巍了半天，很快就做出了决定。我杀！他手持长矛，直接向元正呲了过去。元正一个侧身躲过，这名奴隶直接扑在了地上。其他的奴隶见状，足足有4名奴隶齐齐向着元正杀去。金沙王刚才可是说了，只要他们杀了元正，就可以不用死。而反过来等于说，
如果他们不杀袁正的话，死的就是他们了。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哎，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呀！这些奴隶们为了活命都疯了，这时候怎么可能不杀袁正？不过袁正能结印，让太雷的异能量大幅提升，对付这些杂鱼还是轻轻松松的吧。很多人都在感叹人性经不起考验，但没有多少人觉得袁正真的会死。之前袁正面对金沙族士兵踩在身上都不还手，许多人觉得那只是没有威胁到生命，现在威胁到了生命，袁正总不能引颈受戮吧。然而在此时，另外的半屏 CG 之中却出现了画面，看起来似乎是袁正的记忆画面，其中一人正是金沙王，而另一人看起来是一个儒雅随和的中年人，但从眉眼中依稀能看出这就是年轻时的袁正。画面中的金沙王看着袁正，袁正长老，你为什么这么傻呢？袁正却背对着金沙王。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人生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存在，而是为了燃烧，而另一种人却永远只有看着别人燃烧，让别人的光芒照耀自己。究竟哪种人才是聪明人？袁正的记忆画面结束，他此时整个人直接被4把长矛生生刺穿。袁正在此时重重的倒了下去。观众们看到这一幕，一个个的睁大双眼。卧槽，不是吧？袁正竟然真的死了！兄弟们，注意到刚才袁正的记忆画面了没有？金沙王竟然叫袁正为袁正长老。看画面里，金沙王对袁正还是很恭敬的，似乎原本袁正的地位还在金沙王之上。袁正年轻的时候是真的帅啊，儒雅随和，一副大佬气质，竟然真就这么死了。之前袁正能结印调动异能量，怎么看也不弱吧？难道是像苗条俊那样单纯辅助没有战力的角色？观众们万万没想到，袁正在此时竟然会真的死在这些普通小兵的手里。而且由袁正的记忆画面来看，金沙王似乎当初和袁正的关系根本不一般。师傅！泰雷看到自己的师傅被长矛穿心，整个人简直目眦欲裂，拼命的冲了过来。师傅，你不能死！你为什么不还手啊？泰雷紧紧咬着牙。师傅，我一定会杀了他们，为你报仇的。袁正却最后艰难的摇了摇头。不，泰雷，哎，因为宽容才被看见。说完，袁正便彻底断了气，整个人化作烟尘，消失在泰雷的面前。金沙王看到这一幕，也静立了一会儿。他一开始根本没想到袁正会死，原本以为袁正看穿了这些人的人性，终于会出手打破10万年前的诺言，没想到真的至死都没有使用武力。这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就是强者被弱者杀死。说完，金沙王第一次违反对刚才那些奴隶的承诺，将对袁正出手的几个奴隶通通杀死。第82章，团团出手。金沙王，真正的高手现在才出现。袁正就这么丝毫没动用武力，直接死在了普通金象族奴隶手中的普通长矛之下。金沙王在之后更是将那几个奴隶全部处决。直播间观众们看到这一幕，简直感觉越发烧脑。泰雷的师傅袁正就这么死了，总感觉他像是个隐藏大佬才对啊！都能调动泰雷异能所提升他的异能量，难道真的只是个辅助角色？兄弟们，金沙王的态度你们看到没有？之前金沙王可是一诺千金的，这次却第一次违反承诺。没错，金沙王明明说了，只要杀了袁正就可以不用死，但偏偏最后反而是杀了袁正的人死了。他们当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我简直越来越糊涂了，太烧脑。金沙王一直是言出必行，这次却做了和他言论相反的事，让很多观众也觉得有些非比寻常。金沙王看了看袁正消失的方向，好了，其他人都回去干活吧。金象族的奴隶们彻底放弃反抗。金沙王在看到袁正已死之后，更觉得在整个第3平行宇宙，不可能再有人拥有反抗他的能力。然而在此时，泰雷却站了起来。站住！自由权利归众生。泰雷在此时继承了袁正之前的信念，想要把自由让给自己的这些族人。金沙王看着泰雷，哼，泰雷，难道你还不肯放弃吗？难道你像你师傅那样还不承认失败吗？泰雷握了握拳头，失败并不丢脸，放弃才是可耻的。超兽武装！泰雷直接召唤了雷象神，向着金沙王一拳砸了过去。金沙王轻松躲开之后，直接召唤金沙超兽，潜藏在沙漠底部。正在观察着外面情况的小团团都看懵了，这是怎么了？金沙王去哪了？玄武号的 Lisa 姐还在提示，异能量巨变，异能量巨变。小团团有些一愣，异能量巨变意味着金沙王此时的异能量还能得到进一步的上升。金沙超兽如同一条鲨鱼一般，从沙漠的底部直接猛地窜出。泰雷猝不及防，整个雷象神彻底被金沙超兽撞翻。我去，
这个金沙王也实在太强了，就泰雷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撑得住啊！小团团有些怀疑人生，他这个辅助角色混到现在，难道要混一波团灭吗？小团团急忙查看他这边的 NPC 火灵飞他们的恢复情况。火灵飞异能量为正常值 48%， 龙茧异能量恢复为正常值的 53%， 天宇恢复为正常值的 44%。 小团团看到这种情况更快懵了，不是，这才恢复了一半，这还打个锤子，请尽量拖时间让他们恢复。小团团感到很无语，他能不知道要拖时间吗？可问题是现在怎么拖啊？玄武号之外的雷象神艰难地站了起来，向金沙王攻了过去。然而金沙王没几下就重重的一击将泰雷远远砸飞，雷象神的后背直接连续撞断了3、4根柱子。雷象神的异能量严重不足，被迫性退出超兽武装。泰雷在此刻直接被迫退出超兽武装，以普通的武装状态更不可能打得过金沙王了，甚至连拖住都不可能。金沙战神一步一步向着泰雷走了过去。泰雷，我给了你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是因为我觉得你很像10万年前的我，可是我现在的耐性已经用完了。金沙王指着泰雷，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愿意离开这些卑劣的奴隶，加入我们强者的行列吗？泰雷艰难地站了起来，从小师父就告诉我，自由权利归众生。金沙王此刻也没了所有的耐心，既然你和你师父一样冥顽不灵，那我就成全你。金沙王一脚向着泰雷踩了过去。住手！小团团在此刻也是拼了，直接下去玄武号，想要看看能不能拖延一下时间。而呆小妹这边，由于她玩的是火灵飞这个角色，此刻还在恢复舱中恢复，在这个过程中一点操作都没有。泰雷看到小团团在此时站了出来，感到很惊讶。金沙战神在此刻也转过身，小团团直接拼了。武装！小团团在此时进入了穿山甲武装状态。金沙王看着武装状态的小团团，你是谁？小团团干咳2声，嗨嗨，听好，我就是玄武号的第2任船长，超兽战队的总指挥周苗条俊。观众们看到毫无战斗力的小团团竟然冲下了玄武号。666，没想到小团团会在此时冲下来，真的很勇啊。小团团表示，开玩笑，我超勇的好不好？金沙王直视着小团团，原来真正的高手现在才出现。小团团，观众们，小团团此时有些懵，他是高手，怎么他自己都不知道？而直播间的观众们更是瞬间笑喷，哈哈，金沙王竟然觉得小团团是真正的高手，这也太搞笑了。666，小团团可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啊，金沙王还觉得小团团是真正的高手。兄弟们，我忽然想到，金沙王这么说好像也有他的道理。毕竟玄一子大师说过，小团团只是异能量没有攻击性，但异能量其实很强大。我靠，好像是这么回事。金沙王这种高手应该能看出小团团体内澎湃的异能量，还真以为他是高手了。观众们一开始只觉得搞笑，这么强大的金沙王竟然会误以为小团团是真正的高手，这也太搞了。不过细想之下，有些人明白了。玄一子说过，小团团体内异能量很强大，只是没有攻击性，靠着这股强大的异能量，或许真能忽悠住金沙王。小团团在此时都怔了一下，我去，你说我是真正的高手？兄弟们，听到了没有？这可是现在出现的最强 BOSS 给我的官方认证啊！小团团现在只感觉自己终于有那么点主角的样子了。金沙王此时还一本正经的摆好架势。苗条俊，出手吧！第83章穿山甲超兽。团团你藏得挺深啊！金沙王让小团团出手。小团团在此时都快忘了自己要拖延时间了，简直激动不已。我去，这个金沙王竟然叫我的全名，太不容易了！这样的反派也太可爱了。小团团感觉激动不已。自从他误打误撞完了苗条俊这个角色，因为颜值不行，体型不行，和天宇的好感度自始至终都没法涨，没法涨好感度也就算了，所有人都在游戏中叫他胖墩，就连玄一子师傅都是这样。要知道他现实中可是很苗条的好不好？终于有人在游戏中叫他苗条俊了，这反派 BOSS 实在太对他胃口了。金沙王，苗条俊，你在搞什么鬼？出手吧！你要是不出手，我就先出手了。小团团一听，急忙回神，你要先出手，那我不就瞬间凉凉了，还怎么拖延时间？嗨嗨，金沙王，好，那就让我们来一决高下吧。小团团从怀中拿出了一样东西，菜刀。这一幕将周围的金像族奴隶都看傻了。小团团想要用菜刀去砍超兽武装，你怎么不用菜刀去砍传说中的星云体啊？
金沙战神此时也不说话的看着他，小团团有种在风中凌乱的感觉。其实这只是一把切菜用的菜刀，并不适合用来战斗。小团团将菜刀收了起来，把手再次伸到怀里。真正的武器就在这里。金沙王瞬间摆好防御架势，而小团团在此时直接从怀中拿出了一个长筒状的东西。观众们一看，这有点像激光枪的呀。小团团什么时候还藏了这样的武器？怎么仔细一看，怎么好像又不太像？金沙王的防御姿态已经收了起来，此时逐渐的失去耐心。小团团见状干咳两声，嗨嗨，其实这就是一只用来做发型的吹风机，也不适合用来战斗。小团团将吹风机直接扔到了一旁。观众们看到这一幕，一个个的快笑到不行了。哈哈，小团团这怕是个逗逼吧？这种拖延时间的方式，我是万万没想到。团团，你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吗？笑死，我刚才还真以为小团团藏了一把激光枪呢，结果是吹风机。哈哈，小团团那口袋能装多少东西？估计接下来没道具用来拖延了吧。小团团这种逗逼的拖延时间方式，将观众们都整笑了。果然是小团团的直播风格，现在也让哲学家金沙王体会到了。金沙王逐渐的失去耐心，苗条俊，你到底还出不出手？小团团现在确实没道具了，心念急转直下，出手！哈哈，小团团在此时直接背过身去。金沙王见状，苗条俊，你这是什么意思？小团团摆了摆手，金沙王，你还不配让我从正面出手，来吧，我就先让你从我背后出手吧。金沙王在此时却有些怒了，放肆！我从来都不在别人背后出手的。金沙王感觉小团团让他从背后出手，简直是在侮辱他。小团团听完却眸子一亮，不从别人背后出手，这么有武德，哈哈，简直天助我也！小团团刚才背过身来，只是他现在越发慌的一批，不想让那么聪明的金沙王看出破绽。没想到金沙王竟然还这么讲武德，不从别人背后出手，简直太棒了！小团团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是吗？那就随你的便了，反正你不配让我从正面出手。金沙王怒声，赶紧转身！不转，有本事你就从背后攻击我呀！观众们看到这一幕都有些看傻了。卧槽，小团团还能这么玩呢？没想到金沙王还这么讲武德，小团团这是误打误撞碰上了吧？难道小团团还能这么拖延时间？你不要逼我破例！金沙战神向着小团团走了几步，小团团心中慌的一批，我靠，你个金沙王可一定不要破例，要继续讲武德啊！金沙王来到小团团背后，却仍旧没出手，赶紧转身，不然我一样会出手的，不转我就不转！小团团在此时也和金沙王耗上了，身后一时间没有动静传来。小团团心中窃喜，看来金沙王还是讲武德的，那用这种方法拖延住时间，他简直是天才啊！然而正当小团团这么想的时候，他就看到金沙战神在此时绕到了他的正面。小团团，我不转身，金沙王你就绕来我的后面，这样我就不是背对你了。我特喵你个金沙王好聪明啊！观众们瞬间笑出了声，哈哈，小团团还想用这种方式就拖住金沙王，没想到吧，金沙王比你聪明多了。小团团刚才的表现，我可是切切实实清楚了，什么叫表面稳如老狗，实则慌的一批。而金沙战神即将一拳砸下来的时候，小团团急忙又转过了身去。这样又成背对金沙战神了，没毛病。金沙战神的拳头一停，再次绕到了小团团的正面。小团团又急忙转了过去。正当两人几乎是比谁转的快比谁绕得快的时候，小团团还是快不过金沙王。这次金沙王绕到他的正面之后，直接连说都不说，一拳直接砸了下来。小团团看到躲不开了，等等，金沙王很讲武德，在这时候还真停住了。小团团慌的一批的咬了咬牙，好，看来你非要逼我是正面出手了。兄弟们看好了，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史上异能量最强的超兽战士。金沙王听得有些疑惑，小团团这句兄弟们是在和谁说？难道是在和那些金像族的奴隶们说？可是看起来他和那些奴隶应该并不熟悉的样子。而小团团在此时直接召唤超兽，超兽武装。小团团超兽武装完成，穿山甲超兽。观众们，卧槽，小团团你都能超兽了，团团你藏的可真深呐！不是这一次，我都不知道小团团都能超兽了。这么来看，只有泰雷和小团团是第一次就进入超兽。不过泰雷靠的原正外力，小团团纯靠自己。看来苗条俊这个角色体内异能量真的不小啊，也不是不能玩。第84章，金沙王是故意的，团团心态崩了。如果不是小团团在此时超兽，
观众们都不知道，原来小团团都能超兽武装了。关于火灵飞这个角色，他们很多人都在玩，具体能力多少也都有所了解。不过苗条俊这个角色，哪怕放眼所有的玩家，只要先看了直播了解过的，可以说就没有玩的，只是把那些没看直播的观众坑了一把。大主播里更是只有小团团和骚猪这两个大冤种玩了苗条俊这个角色，很多人都缺少足够的样本，不清楚苗条俊的具体实力。现在这么一看，或许战斗能力弱，但这异能量真不少啊。好，金沙王见小团团终于超兽，控制着金沙战神一拳打了过来。小团团也很硬气，下一刻直接我去逃啊！小团团控制穿山甲超兽，直接想都不想的就逃窜。看到这一幕，有观众不禁笑出了声，哈哈，果然是团团，根本帅不过3秒。看来不管异能量多高，没有战斗能力这一点真是实打实的。想逃，金沙王向小团团追了过去。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小团团的穿山甲超兽速度奇快无比，他竟然根本追不上。海啸劫，金沙战神远程连发好几发海啸劫，都被小团团用奇快的速度配上风骚的走位扭开了。把他给我拦住！金沙王指挥着自己驾驶着摩托闪驰的手下，是足足4个金沙族士兵骑着闪驰前来拦截小团团。面对他们，小团团可就不怂了，直接撞了过去。这4个金沙族士兵直接被他撞得人仰马翻。小团团在此时也有些嘚瑟，哈哈，就算我的异能量没有攻击性，超兽状态下的体型和重量也是真的，连太雷的雷象闪驰都能撞翻你们，我还撞不翻你们。直播间观众们看到这一幕，直接毫不留情的调侃，哈哈，团团不用超兽状态下，你平时这个苗条俊角色体重和重量也是真的，团子你要是努力一点，说不准你现实中的体型也能变成这样。小团团看到这种吐槽也感觉有些郁闷，不过在此时急忙专门逃跑。金沙王见用技能无法打中小团团，手下们也拦不住小团团。苗条俊，没想到你这样的体型还能跑这么快，怎么不可以吗？小团团头也不回，刚有些嘚瑟，又感到有些气愤。喂，什么叫我这样的体型？兄弟们，我收回之前的话，这个反派 BOSS 一下子就不可爱了呀。小团团误打误撞完了苗条俊这样的角色，最不想听到的就是有人说他体型了。这一幕让观众们更快笑喷，而金沙王没有再说什么，在此时直接变形，由人形态的金沙战神变成了兽形态的金沙超兽，进入了沙漠的底部。小团团一看就懵了，我去这个老六，他一下子进地底了，我根本没法预判他位置啊。刚才泰雷就狠狠吃过这招的话，小团团现在也根本没有把握应对金沙王的这招。一会儿金沙王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他这还怎么防？除非是能飞上天空的天宇，才不怕金沙王潜入地底。可问题是，金沙王面对天宇也不需要进入地底，用海啸劫就能把天宇轰下来。甚至哪怕天宇不怕黑海深渊，金沙王照样也可以先用黑海深渊吸住天宇，再用海啸劫轰天宇。不是，这关的 BOSS 是不是有些太难打了？战斗技能也太优秀了，容错率贼高，而且还是主场作战。小团团感觉心态大崩，金沙王这么强就算了，偏偏还在沙漠主场作战，真是没法玩。小团团只能尽可能的往远处跑，拉开与金沙王的距离。然而他拼命跑的同时，忽然感觉从侧方传来一股危险的感觉。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整个人连带超兽直接被金沙王撞翻了。我去！小团团现在明白了一个问题，金沙超兽在沙漠地下跑得比我，是游得比我更快，这也太过分了。金沙王这样的主场作战，真的如同鲨鱼进了大海一样，他再会逃也躲不开。小团团好不容易继续往远处逃，尽可能转着弯的逃之后，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前方已经多了一个鲨鱼的大背鳍。啊！小团团又被连人带超兽直接撞翻，这下一时间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受死吧！金沙超兽变为了金沙战神，一脚向小团团踢了过来。小团团感觉这次自己肯定凉了的时候，哈 ！NPC 火灵飞他们已经恢复异能量后超兽，此时幻灵神一拳在金沙王没准备好的时候，将金沙王从半空打飞了出去。小团团见状松了一大口气，乖乖，你们终于恢复了，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们了。小团团急忙逃回了玄武号之中。喂，火灵飞，你们可一定要赢啊！再让我拖延一次时间，我可拖延不住了。放心吧，胖墩。小团团一听就有些郁闷，对他的称呼这方面，好像还是金沙王更懂事一些。想到刚才对战金沙王的时候，小团团又不禁有些支棱了起来。哈哈，兄弟们刚才看到了吧？
我拖延的时间可是相当宝贵的。只不过小团团却没在弹幕中看到预想的流币666之类的字眼，可惜了。NPC 火灵飞他们怎么就及时的恢复了呢？要是刚才看到团团被打死就更好了。小团团，好家伙，你们这到底是哪头的？兄弟们，你们损我没用，哈哈，至少谁也无法否认我这波做出的贡献吧。正在小团团有些嘚瑟的时候，他这边的 NPC 火灵飞他们已经和金沙战神对上了。金沙王此时却一副很失望的样子，你们的异能量竟然要恢复这么久，实在是太浪费我的时间了。NPC 火灵飞都有些没懂金沙王的意思，浪费时间？金沙王语气淡淡，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吗？而且我是故意让你们得逞的。小团团，第85章，金沙战神自带狂徒，小丑竟是我自己。小团团听金沙王说，他早就知道他在拖延时间，此时简直满脸问号。合着金沙王一直以来是故意的，那他刚才自以为拖延时间的天秀操作都变成了小丑，合着小丑竟是我自己。我去，这个金沙王在吹牛吧？刚才我那样的天秀操作，他早就看出来了。小团团感觉心态有些崩，而直播间的观众们一个个要笑喷。哈哈，小团团没想到金沙王是故意的吧？这下心态崩了。我作证，我刚去老女人直播间那边溜达回来，老女人那边的 NPC 苗条俊也拖延住了时间。NPC 苗条俊根本就没用小团团这么骚的套路，金沙王想要杀他都早就杀了，但一直没杀，很明显金沙王是故意的。笑死，小团团一直以为是他秀了金沙王，却不想金沙王是故意逗他玩的。小团团表示，垂死病中惊坐起，小丑竟是我自己。看到金沙王说自己是故意的，观众们也都因小团团的反应笑出了声。而小团团看到有些观众们说呆小妹那边的 NPC 苗条俊只是用正常的套路，是拖延时间，金沙王都故意没杀他，摆明了金沙王不是在吹牛，他真的是故意在等着火灵飞他们恢复。不是，你要等着他们恢复你早说啊，我刚才哪里用累死累活的跑，大家一起坐下来喝杯茶，等他们恢复好了你们再打不就得了。小团团只感觉心态大崩，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更感觉要笑死。而游戏画面中 NPC 火灵飞听到金沙王说是故意在等他们恢复，你什么意思啊？金沙王语气淡淡，要知道找你们这样几个对手平时可不容易，所以我要让你们完全恢复，再彻底打败你们，这样会更有意思。龙简闻言有些愤怒，金沙王，你不要太自负了。金沙王却摇了摇头，这不是自负，是自信，是属于强者的自信。双方直接打了起来。小团团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哈哈，溜了溜了，看小团团挨揍了半天，该去看老女人挨揍了。看到小团团逃回了玄武号飞船之中，现在 NPC 火灵飞他们已经和金沙王打了起来。呆小妹和小团团他们两个的游戏进度差不多，观众们在此时都无比快乐的又去看呆小妹挨揍了。小团团见状就有些郁闷，不是，看我们两个挨揍你们就这么开心是吧？而很多从小团团那里刚过来的观众们一过来就果然看到了呆小妹在挨揍。我去，这个金沙战神也太强了吧，哪来的这么强攻击力啊？呆小妹已经超兽神3合体了，结果还是被金沙王一顿揍。他合龙减天宇在玄武号之中恢复了半天，金沙王之前的伤势应该不比他们轻，怎么和袁正辩论了那么一番之后，异能量就恢复到巅峰了？在呆小妹这边挨揍的时候，小团团也在他这边分析着金沙战神现在的异能量状况。他这个辅助角色除了拖延时间，基本也只能做这样的事了。玄武号的 Lisa 姐很快给了回应，从当前的异能量分析来看，超兽神3合体并不比金沙战神差，可是随之时间越往后，对我们就越不利。小团团听得有些无语， Lisa 姐不至于吧，火灵飞他们可是恢复半天了，金沙王之前一直没恢复，为了揍我，嗨嗨，为了追我还消耗了一些异能量，难道现在还打不过金沙王？由于金沙王体内的异能量分布与这个星球的成分极为相似，所以他能够随时吸取这个星球的异能量，转化成为自己体内的异能量。小团团，玄武号此时扫描出来的信息让小团团简直人麻了。我靠，你是说金沙王能随时随地的恢复异能量？是的，我去，难怪他不怕我拖延时间，原来他也能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恢复异能量。特喵同样都是打架，你多一个银屑剑，这主场优势也太大了吧。小团团都快怀疑人生了，被揍的呆小妹也快怀疑人生了，这一关真的还过得去吗？直播间的观众们只感觉要笑死。666，小团团现在的心态怕是完全稳不住了。哈哈，小团团的话还是不严谨了，
什么叫银血剑？金沙王这等于是被动，说是套了个狂徒更合适。看到金沙王不仅能主场作战，恢复能量还这么强，很多人觉得小团团和呆小妹的处境这下可就要更凉凉了。我们现在必须要做2件事：第一，必须赶紧帮泰雷恢复异能量，并让他召唤超兽加入战斗。单靠3合体无法打败金沙王，被拖延住，没有获胜的机会。小团团一听完全正确，急忙让包布远程帮泰雷恢复。现在将泰雷接近玄武号来恢复是不现实了，包布远程恢复虽然稍慢一点，但也不是不能用。第二，我们必须利用玄武号来减少金沙王周围的黑洞分子，以防他用出黑海深渊的绝招。小团团一听有些一愣，我们的飞船还有这个能力？我们玄武号虽然没有任何攻击性武器，但防御性能却非常强大，可以帮助消除金沙王周围的黑洞分子。我去，原来还能这样！那 Lisa 姐你早说啊！小团团急忙控制着玄武号，攻击金沙王周围蓝色的黑洞分子。玄武号的许多键盘被他按得噼里啪啦，而他没按下相应的按键，对应金沙王周围蓝色的黑洞分子就会减少一些。哈哈，团团可真行，队友在打架，他在这打电动。我去，这一幕看起来很好玩啊，比砸地鼠都要好玩多了。哈哈，如果不是要消灭这种黑洞分子，我都不知道小团团的手速还能这么快。兄弟们，你们说小团团这种手速是怎么练出来的？刚才的兄弟，你不对劲。小团团感觉有些无语，不过在此时不敢分心，奋力消灭着金沙王周围的黑洞分子。金沙王在这个过程中果然再没用过一次黑海深渊。第86章超兽神解体。呆小妹，特喵救我的超兽不会飞啊！小团团奋力的在消灭金沙王附近的黑洞分子。由于这个操作是玄武号的 Lisa 姐指点，呆小妹这边的 NPC 苗条俊也采取了同样的操作。金沙王在这个过程中稍有些疑惑，怎么感觉他周围的黑洞分子这么少，根本不足以释放黑海深渊。呆小妹在这时候终于喘了一口气，先让龙茧主控了一会儿。寒影诀、海啸劫、轰！双方大招对轰，看起来拼了个旗鼓相当。咦，金沙王好像不放黑海深渊了。哈哈，这感情好。呆小妹打到现在大概明白，3合体的超兽神和金沙战神异能量差不多，但大招存在着显著差距。他们的单体技能和金沙王的海啸劫威力差不多，可谁让金沙王有2个技能？只要金沙王一放黑海深渊，简直完全没得玩。如果金沙王放不出黑海深渊的话，他的胜面就大很多了。天宇，你来攻击，直接用大招轰他。好的，阿飞。天宇在此时变成主控，幻天诀。天宇一发幻天诀发了过去。金沙王刚放完海啸劫，技能冷却的还没那么快，现在只能硬接。金沙王在此时被幻天诀整个人砸飞。龙茧看到这一幕都很惊讶。天宇，你现在体内的异能量很强啊。天宇自己都不太清楚，我也不知道，从黑海深渊里出来后，不但没有受伤，反而异能量还增加了1倍。而呆小妹没参与2人的对话，她现在一心都是补刀。哈哈，这个大人头终于是我的了。火云诀，呆小妹直接一发火云诀发了过去。金沙王现在似乎用不出黑海深渊，而他的海啸劫技能当然有冷却，他们这边却是3个个人技能，论技能 CD 怎么都比金沙王赚得快。然而就在他的火云诀即将打中金沙王的时候，金沙王一个闪身避开了火云诀，并且转瞬间就站了起来，看起来就像没受伤一样。呆小妹，不是，这个金沙王怎么回事？恢复能量这么快，这简直开挂了吧。他这边的 NPC 苗条俊也传来信息，火灵飞，金沙王能随时随地的在这个星球恢复异能量，如果你们不快点打败他，就一定会被他打败。呆小妹有些傻眼，我去，还能这样？我也知道要快点打败他，可他恢复这么快，要怎么打呀？为什么现在偏偏在第3平行宇宙？要是换了个平原地形，或许他早就打败金沙战神了。刚才伴随着3发大招，3合体的超兽神异能量已经下降了不少，金沙王却能无时无刻的恢复，自己的异能量已经超过了他们。啊！呆小妹被金沙王一脚踹得远远了。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自信了吧？这是属于强者的自信，而这就是我们的差距。呆小妹简直要怀疑人生。不是，天宇主控的时候你不打，龙茧主控的时候你不打，我一主控的时候你就来踢我一脚，我是和你有仇是吧？超神兽3合体的时候，异能量的消耗是由主控的人多承受一些，如果受到伤害，也是由主控的人多承受一部分。这特喵金沙王怎么专打他主控的时候？哈哈，老女人的心太快被打崩了。
这么一个沙漠主场优势的金沙王，要怎么打？笑死！金沙王主要只打你这还不简单？显然这个 boss 是有程序思维的，知道老女人你是玩家，只要把你干掉了，那你们就彻底输了。看到呆小妹一直在挨揍，直播间简直一片欢乐之色。呆小妹努力站了起来，不行，我们的异能量已经在下降了，必须攻击他背后那个呼吸口要害，一击而中。三人准备攻击金沙王后背的要害，而就在呆小妹冲过去寻找机会的时候，金沙战神在此时突然变成金沙超兽，潜入了地底。我靠，这 boss 好聪明，去地底了，我根本打不到。呆小妹人有些妈了，现在打不到金沙王，他还要防备着金沙超兽的偷袭。不过没关系，我可不是之前只会傻站在地上的泰雷，我会飞。泰雷，你礼貌吗？呆小妹控制着超兽神三合体飞上了天空，这样就不怕金沙王从地底出来偷袭了。只不过这样一来，他飞在天空也要一直消耗异能量，而金沙王在地底却能一直恢复异能量。等金沙王恢复满了出来，和他们再打一波，将他们消耗一波后再进地底。这么消耗下去，他最后还是没法打啊！金沙王这个自带狂徒的被动，还能潜入地底避开攻击的被动，实在太 bug 了。正当呆小妹以为金沙王会这样拖延时间恢复打拉锯战的时候，金沙超兽在此时突然冲出了地底。好在他飞得高，这时候也不怕金沙超兽撞他。然而金沙超兽却秒变金沙战神海啸劫啊！呆小妹惨叫一声，直接从空中被打中，从空中砸了下来。刚落到地面，金沙战神又秒变金沙超兽，狠狠地撞了三合体的超兽神一记，异能量不稳定，被迫退出三合体状态。呆小妹彻底人妈了，大兄弟，你这操作秀啊！各种变形的衔接优势控制的这么好，这让人怎么玩？然而呆小妹还没想到，更让她傻眼的还在后面。超兽神三合体解体之后，她和龙茧、天宇他们都恢复了超兽的状态。天宇的凤羽兽飞翔在天空，龙茧的龙战兽也在天空飞翔。呆小妹左看看右看看，感觉人傻了。我去，怎么就我不会飞？这不得被金沙超兽撞妈了！特喵，我角色名中都带个飞字，竟然不会飞。天宇和龙茧的超兽状态都会飞，根本不怕金沙超兽的地底攻击。可问题是他不会飞啊，尤其是他这火灵飞的角色名中明显还带个飞字，好不好？现有角色名里面唯一带飞的不会飞。呆小妹只感觉破大防了。第87章金沙王死。人的欲望就如同高山滚石一般。哈，不行了，我快笑到肚子疼了。老女人，超兽神被打解体了，可就我不会飞啊！笑死我了，老女人人妈了，我名字中带飞不会飞，神兽都会飞，超兽都会飞，你说是吧？顾拉老女人。老女人表示，你们这些会飞的别得意，早晚我用我的断崖之剑，呸，用我的火云诀把你们都打下来。看到超兽神被打解体，只有戴小妹不会飞，要面对金沙超兽的地底攻势之后，观众们一个个的都快笑疯了。尤其看到呆小妹自己都破防的说她名字中带飞却不会飞，这一幕简直更加搞笑。直播间充满着欢乐，甚至还有观众在调侃，龙飞中名字也带飞，不照样不会飞吗？而且老女人，你角色昵称带飞怎么了？龙茧和天宇名字中还带龙和羽呢，怎么看都比你会飞。阿飞，小心！飞在空中的天宇提醒呆小妹，呆小妹急忙从原来的位置躲开，避开了金沙超兽的血盆大口。然而他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不会飞简直是硬伤。刚落地还没站稳多久，就被金沙超兽的大背鳍重重的撞击。啊！呆小妹连人带超兽都被撞到了天上，火灵飞翼能量不足，被迫退出超兽状态。呆小妹在此刻直接变成了普通武装状态，看到下方就是金沙超兽，呆小妹更感觉人妈了，这次可死定了。然而正在此时，天宇将她接到了凤羽兽的背上。阿飞，你没事吧？嘿嘿，我没事，天宇，谢谢。呆小妹松了一口气，有老婆就是好啊，简直贼香。呸，是有游戏中的老婆就是好，她的取向可是正常的。天宇小声说了一句，我们之间还说什么谢谢？呆小妹感觉有些起鸡皮疙瘩，看着下方的金沙超兽，这么一直待在空中也不是个办法呀。等到金沙王海啸劫的 CD 转好，只要天宇一个躲避不及时，就得从空中被打下去。火灵飞，我来帮你补充异能量。飞在天上的龙战兽中的龙茧说着。呆小妹有些一愣，这样都可以？当然，我的异能量还剩余的比较多，我分你一些，让你能再召唤超兽。龙战兽直接在空中将异能量分给了呆小妹，感受到自己上涨的异能量，呆小妹在这一刻瞬间感觉支棱了起来。哈哈，不会飞又怎么了？
我有天宇和龙简的好感度，有人就有人奶，照样不怕这金沙战神。之前和天宇还有龙简的好感度培养，明显不是白培养的啊！观众们看到这一幕，666，原来这都行。看来不只是包布可以帮人疗伤，超兽战士间互相可以分异能量的。老女人这波确实飘起来了，有好感度就是为所欲为，有老婆就有基友补。哈哈，这一幕在骚猪和马老师的身上肯定是不会出现的。哈哈，快别说了，我已经可以预想到骚猪和马老师玩到这里时是怎样的情况了。呆小妹将好感度培养得高的好处，观众们都看出来了，确实是相当有用。都这时候了，还能有人就有人奶。很多观众还不禁想到，那被朴老师和马老师经营的稀碎的好感度，简直能预想到两人到时候会是多么举步维艰了。幻灵神，呆小妹的异能量恢复差不多之后，再次召唤了幻灵神。天宇和龙简也都下来，三人靠在一起防备金沙超兽。与此同时，包布远程帮泰雷补充异能量也补充的差不多了，泰雷的异能量恢复为 60%， 可以进入超兽状态。小团团这边几乎是类似的情况。看到这一幕，他的眸子一亮，泰雷，快起来参加战斗！泰雷，泰雷，你倒是醒醒啊！任凭小团团怎么呼唤，泰雷就是动也不动。他用玄武号想要查看泰雷为什么昏迷不起来的原因之后，异能量分析不出泰雷昏迷的原因。小团团，我去，这个泰雷在搞什么呀？不会是在装睡吧？小团团在此时感到很无语，看来指望这个泰雷是指望不上了，还是用超兽神的三合体来再拼一波吧。黑洞分子数量正在上升，我去！小团团心神一松，差点忘了继续打电动，呸，是继续消灭黑洞分子。小团团急忙动员起来，而他的手速还是很快的。呆小妹这边的 NPC 苗条俊在速度上也只是和他不相上下。呆小妹这边金沙超兽直接从地底冲了出来，秒变金沙战神状态。正当呆小妹以为金沙王海啸节的 CD 转好的时候，黑海深渊，我去，怎么又发黑海深渊了？快打断他！黑海深渊的威力比他们的普通大招威力高一个量级，要是让金沙王再发出来，他们可就输定了。三人在此时再次进入超兽神三合体的状态，在 NPC 苗条俊的外部调配之下，终于成功。呆小妹直接控制三合体的超兽神冲了过来，用肉体的一拳去阻止金沙王放黑海深渊。金沙王见呆小妹一拳打了过来，也只能先停止释放黑海深渊。轰！双方狠狠地对了一拳。去掉黑海深渊和金沙王的恢复能力这两个因素，纯拼硬实力双方本就不分上下。正在异能量激荡，双方僵持住的时候，泰雷在此时突然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超兽武装，雷象神！小团团表示人都看傻了。泰雷大兄弟，合着你之前真的是在装睡啊？特喵，什么叫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正在小团团吐槽的时候，雷象神已经向着金沙王冲去。之前泰雷用雷象兽的状态狠狠顶在了金沙王的要害之上，但金沙王根本没死，被吸进自己的黑海深渊之后，很快就再次归来。雷象兽的撞击威力根本不够，如果再次使用这样的攻击，无疑会和之前的结果没什么两样。泰雷在此时回忆起什么，形神合一，攻敌一处，奔雷诀。泰雷一发形神合一的奔雷诀，向着金沙战神的背后狠狠打去。金沙王正在全力对付面前的超兽神三合体，根本无法防御，甚至原本的超兽神三合体都快顶不住他的攻击了。没想到这时候会从他的背后传来攻击。金沙战神的后背呼吸口受到重击，彻底破碎。金沙王连同着金沙战神在此时都彻底消散。人的欲望就如同高山滚石一般，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了。金沙王死！一生不愿在别人背后出手偷袭的金沙王，最终死于泰雷的背后偷袭。第88章叶凌云云符军团出动，金沙王就这么死在了泰雷的偷袭之下。看到这一幕，除了呆小妹和小团团感觉有些松一口气之外，观众们一个个的都快炸了。卧槽，哲学家金沙王就这么死了？泰雷也太老溜了吧！2次攻击金沙王全是靠偷袭，这次直接装睡偷袭，真特喵像小团团说的那样，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金沙王之前面对小团团都不愿偷袭，从不在别人背后出手，却死于泰雷的偷袭。不是，金沙王一直以少打多，呆小妹他们一直以多打少还偷袭，这到底谁才是反派？看到金沙王就这么死了，观众们一个个都有些不敢相信。在他们心中，金沙王已经近乎是无敌的存在，这样的主场作战，他们都等着继续看金沙王吊锤呆小妹了。没想到最后金沙王就这么死了，还是死于偷袭。真的，
无论是龙吟还是金沙王，都一直在以少打多。戴小妹他们一直以多打少，这到底是谁才是反派？而戴小妹看到金沙王已死，在此时重重的松一口气，呼，这一关终于是过了。金沙王要是再不死的话，死的就一定是他了。戴小妹刚这样想着，等等，我去，这岂不是这个大人头又被泰雷拿了吗？我累死累活打了半天，就拿了之前那点小兵的经验啊！呆小妹想到这一点，就感觉心态大崩。特喵第二平行宇宙打龙吟的时候，最后龙吟的大人头就是被龙茧收的。龙茧收就收了吧，得知龙吟的悲惨经历之后，他也确实不想杀龙吟。可第三平行宇宙的金沙王，这个大人头又被泰雷拿了，这还玩个锤子！观众们看到呆小妹这破防的样子，一个个的忍不住要笑出声，这样他们的心情还好一点。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老女人太得意才行。泰雷看到金沙王在面前消散，师傅，我终于杀了金沙王，为你报仇了！观众们只感到无语。泰雷，杀你师傅的不是你的那些金像族人吗？虽然是金沙王指挥的，但罪魁祸首是你们那些族人的奴性才对吧？是不是应该去把你们那些族人也杀了？而在此时，半屏 CG 画面中显现出当初泰雷和袁正用学奔雷诀的画面。泰雷兴奋地和袁正说他学会奔雷诀的时候，袁正却只是轻轻摇头，说他是有进步，但还需要更多练习。奔雷诀是一种杀伤力很大的绝招，它的要诀就在于形神合一，攻敌一处。可是你刚才的奔雷诀杀伤力过于分散，如果碰到真正的高手是毫无作用的。那时的泰雷并没有听懂，袁正直接亲自演示了一下，手轻轻一挥，一个能量球体从他手中发出，看似不起眼，却一下子从中间击穿了一排石柱。正当观众们觉得似乎威力也不过如此的时候，轰！所有的石柱就像被精准的破坏了内部结构一样，全部毁于一旦。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很多人都快看傻了。我靠，这是泰雷的回忆画面吧？刚才泰雷就是回忆起了这个，才偷袭打赢了金沙王。原来泰雷的奔雷诀都是他的师傅袁正教的。特喵，我之前还真以为袁正也是个辅助角色呢，这么一看，无论怎样都是个大佬啊！就这威力，不把老女人合体后三合体的超兽神发出的火云诀吊起来打，我为什么觉得就连金沙王都打不过袁正？可为什么袁正不用武力被一群杂鱼杀了？袁正这一招明明看上去那么朴实无华，甚至一开始看起来都没什么威力，结果内在威力竟然这么恐怖。很多人之前还觉得泰雷叫袁正师傅，可能是孙悟空保护唐僧那种关系呢，认为袁正能提升泰雷的异能量，或许也就是类似小团团那样的辅助角色。可现在一看，哪怕袁正别的都不会，就靠这么一招也能将武装状态的呆小妹吊起来打呀，那为什么竟然会死在那一群杂鱼的手里？观众们想要从泰雷的记忆画面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随后他们只见到泰雷为袁正树立了墓碑，跪在墓碑前的泰雷果然又回忆起了一些与袁正的画面。泰雷当初曾一腔热血地说着，如果他成为超兽战士，就一定会推翻金沙部队的统治，让族人重新获得自由。而也正是这时候，袁正告诉他，光靠武力无法让他的族人重获自由，真正禁锢他们自由的是心中的枷锁，是他们心中存在的奴性。那时的泰雷很不解，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去挣脱这个枷锁？袁正摇了摇头，因为他们根本就无法意识到他们内心的奴性，他们只是自然而然的就接受了。我们只有慢慢的留在他们身边，不断找机会让他们发现这个枷锁，然后再让他们挣脱。泰雷有些明白了，师傅，这就是你为什么心甘情愿留在这里做奴隶的原因吗？袁正点了点头。泰雷追问，可是师傅，你这样做有用吗？我的族人他们会明白吗？袁正转过身去，背对着泰雷，我相信无论要度过多大的苦难，只要凭着心中的爱，就一定可以度过的，从心而发的爱。然而在泰雷回忆起这一切的时候，他最后回忆起的却是袁正被那些想要苟活的金像族奴隶用长矛贯穿杀死的一幕。直播间观众们看到这一幕，真的好讽刺啊！而在这时候 CG 画面转到了冥界大殿之中，狮王注视着大殿中的变化，又一道防线被突破了。叶凌云毫不在意，那就再筑一道防线。叶凌云直接召唤了好几个云服战队的士兵过来，你们作为先遣部队去消灭超兽战队。是。领队的队长接到命令，带队召唤云服闪翅出发。叶凌云的话语中透着强大的自信，我绝不会让超兽战队活着通过第4平行宇宙。第89章，金沙王才是正确的。云服战队来袭，叶凌云派出了自己云服战队的先遣部队，向着第3平行宇宙而来。
看到这一幕，直播间观众们一个个都兴奋了。冥界这就来人了，冥界刘弼，太妙了！哈，快点来人干掉老女人吧！666，说不准老女人他们一死，下次进度又回到之前打金沙王的时候，金沙王就不用死了。哈哈，兄弟们可别提醒老女人了，免得让她提前知道，做好了准备。哈哈，没关系，这种重要剧情弹幕是有延迟的。你看老女人现在的样子，像是知道吗？看到叶凌云派先遣部队过来，直播间的观众们一个个的兴奋不已，甚至他们此时都在叫好，希望他们能干掉呆小妹和小团团他们。如他们所说，这种重要剧情弹幕有延迟，戴小妹现在完全不知道云浮战队先遣部队即将到来。现在她的心情除了郁闷大人头被泰雷抢了之外，就只剩下悠闲了。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呀！呆小妹悠哉悠哉，现在根本没有一点危机意识，准备收了泰雷这个队友之后，就前往第4平行宇宙。他和泰雷的好感度已经提升到赏识了，让泰雷和他走应该问题不大吧。看到泰雷还跪在袁正的墓前，他和龙简天宇一起走了过去。泰雷，我们要走了。泰雷站起了身。什么时候？现在。泰雷一愣，这么快？龙简点了点头。黎明王复活还有3天，我们必须得走了。泰雷向几人抱拳表示了感谢。那你们多多保重。呆小妹，这就完了？就完了？不是，我救了你们金象族全族，也等于拖延时间，让你有机会杀金沙王。你就来一句多多保重。嗨嗨，泰雷，我们不是来和你道别的。泰雷大兄弟，和我们一起走吧，去阻止冥王复活。呆小妹说着，天宇在一旁也夫唱妇随。没错，冥王一旦复活，整个宇宙会被他的黑暗所统治。身为超兽战士，加入我们的战队吧。观众们看到这里也没感觉有什么不对，只感觉天宇真是被玄义子教得很好。然而如果他们知道冥王和天宇的关系后，再回看这一幕，天宇老婆，你似乎有些太笑了。正在泰雷犹豫的时候，不要啊，泰雷！所有的金象族奴隶竟然在此时从远处跑了过来，我们需要你留下来保护我们啊！是啊，金沙部队一定会很快就回来复仇，我们需要一个领袖来带领我们对抗他们。呆小妹，不是，你们这群人过来捣什么乱？喂，各位金象族的，你们有没有搞错？就算泰雷留在这里，如果冥王正常复活了，到时候你们不还是要遭受灭顶之灾？连这个都想不明白，观众们也感觉满脸问号。卧槽，这些金象族的人哪来的脸啊？他们之前一群人杀了袁正，虽然那些人都被金沙王杀了，但当时其他人也明显蠢蠢欲动。泰雷不追究他们就不错了，他们还想道德绑架泰雷留下来继续保护他们，还说什么需要一个领袖对抗。金沙王说的话太对了，这些金象族的人已经奴性深种了，他们已经根本不会自己领导自己了。希望老女人的话能让他们想明白吧。呆小妹说的无疑是事实，如果阻止冥王复活的事情出了差错，到时候这些金象族的奴隶哪怕靠着泰雷的保护苟活3天，到时候也一样要死。让泰雷跟着他一起走，去阻止冥王的复活才是正确的。呆小妹本以为他的这番话能点醒这些金象族的人，没想到金象族的奴隶们互相看了看。早知如此，我们当初就不应该起来反抗。是啊，不反抗的话，大不了继续被金沙王统治，至少还有命在。呆小妹，直播间观众们，这一幕将呆小妹都快气笑了。没想到金象族的奴隶们知道这一切，竟然下意识的是这种反应。兄弟们，我他妈真有点想骂人，你们知道吗？玩 LOL 这么多年，他虽然不能1打5，但也基本练就了1喷5的功夫。现在呆小妹真有种想骂死这群人的感觉。骂吧，老女人，这次支持你，只要你骂，就绝对刷礼物。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只感觉气到不行。一生不愿意从背后偷袭别人的金沙王，死在了泰雷的偷袭之下。不仅金沙王的死显得那么讽刺，现在来看，就连袁正的死也显得这么讽刺。袁正一直想着用爱去感化这些金象族的奴隶，而袁正最后却死在了这些只想着被奴役、自私自利的金象族奴隶手里，实在是讽刺。而还没等呆小妹开骂呢，泰雷已经握紧了拳头。难道你们愿意一辈子做奴隶吗？可怜我师父竟然为了你们这帮人白白送了性命。看到泰雷动怒，领头的2个奴隶直接跪了下来。泰雷，你别生气，我们只是心里害怕，冥王的部队一定会把我们所有人都处死的，你就留下来救救我们吧。后排的所有金象族奴隶更是齐齐跪下来，留下来救救我们吧。一群人齐齐大喊，甚至他们不仅是跪着，都在五体投地的给泰雷磕头。呆小妹和龙简天宇他们此时正站在泰雷的身后，等于这些金象族的奴隶们也是在给他们磕头一样。
但这些金像族的奴隶们却毫不在意，只想平息泰雷的怒火，让泰雷能留下来。呆小妹看到这一幕，哎，兄弟们，不骂了，礼物更不要了，行嘞，这群人真是没救了。泰雷的师傅袁正竟然陪伴这群人10万年，还能对他们抱有希望，我是真心佩服。特喵换成是我，估计一天就忍不住亲手送他们上西天。呆小妹感觉连骂这群人的动力都没有，对一群根本没救的人，骂他们有什么用？人家最多只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继续安心的当着奴隶。呆小妹现在才有些明白，金沙王为什么要对这些奴隶是那种处事方法，为什么现在感觉相比袁正，金沙王的做法才是对的。呆小妹心中刚有这种想法，就被自己吓了一跳。我去，她怎么感觉反派是对的？她可是代表正义的主角啊！小团团这边原本同样想下去一喷5的他，也感觉心累到根本不想喷。然而正在这时候，玄武号突然传来提示，发现不明异能量正在进入本区域。第90章，普通云服士兵都能超兽。呆小妹傻眼了，我去，哪里来的这么多不明异能量？突然出现的不明异能量，将小团团都有些看傻了。这一关不应该是过了吗？怎么又来幺蛾子？这么快，冥王的部队就又来了，这效率也太高了吧！呆小妹这边的 NPC 苗条俊更是急忙提醒：火灵飞，你们要小心，有一股不明异能量正在接近这里。话音刚落，从空中突然射下来很多飞镖。一些金像族的奴隶被击中，直接当场就没了气息。剩下的奴隶们一看也不贵了，急急忙忙站了起来，快逃啊！金像族的奴隶们四散逃命。呆小妹看到这一幕，也感觉人有些妈了。我去，这一关不应该是过了吗？接下来就该说通泰雷一起去第4平行宇宙了啊！怎么这时候还要打？让不让人歇歇了？看到这么快，冥界就来了新部队，呆小妹现在不禁感到心累，感觉身体也累了。和金沙王打了半天，她现在是腰酸背痛腿抽筋，还没等喘口气，又要打架。而直播间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反而拍手叫好。好，杀得太好了，多杀几个金像族的人，我看那些金像族的奴隶们就来气。没错，还是杀得少了呀。这支战队是叫云服战队吧？云服战队刘备。看到这些让人恶心的金像族奴隶们被杀，观众们反而拍手叫好。他们早就一个个的看那些金像族奴隶们不顺眼了。而在云服战队的飞镖扔到最后，泰雷反应过来，上前将飞镖接了下来。剩下的金像族奴隶们得以苟活。云服战队先遣部队的队长站在能飞的云服闪池上，居高临下的看着呆小妹几人。你们就是超兽战士吗？这个云服队长的态度让呆小妹感觉很不爽。不是，你个小兵和我装什么啊？武装！呆小妹直接武装。龙简他们见状都齐齐进入武装状态，算上泰雷在内，他们这边已经有了足足4个武装。云服队长毫无惧色，云服战队进攻！整个云服小队驾驶着云服闪池，将呆小妹他们都快撞得怀疑人生了。我靠，我的腰子！特喵欺负我的幻灵闪池不能飞是吧？呆小妹想到之前超兽神被打解体，只有自己的幻灵兽不会飞的那一幕，就感到很是郁闷。现在连这些小兵都仗着闪池能飞来欺负自己，是否进入闪池对撞模式？是否？游戏传来提示，闪池对撞？对撞个锤子！之前和金沙族的士兵闪池对撞，他就根本没撞赢。那次还是仗着泰雷的雷象闪池体积大撞赢的，这次还来什么闪池对撞的话，肯定又得撞输。呆小妹毫不犹豫选择了否。什么闪池对撞不对撞，看我用超兽来撞他们。超兽武装！呆小妹直接超兽武装，召唤自己的幻灵兽。直播间观众们见状都撇撇嘴，召唤超兽欺负普通小兵，老女人可真有你的。他们下意识的觉得，既然呆小妹都召唤超兽了，那肯定能打赢。然而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呆小妹召唤超兽归召唤超兽，但是不是欺负这些云服士兵，可还不一定呢。小团团这边，他用玄武号扫描着这些云服士兵的异能量，一看结果，他就瞬间有些傻眼。我去，这是什么部队？就这么几个普通士兵的异能量，竟然都和火灵飞龙简他们一样高。普通小兵的异能量和他这边超兽战队的战士们一样高，这还打个锤子？绝对是精英怪中的精英怪吧？他们并不是普通的士兵。玄武号传来提示，他们是冥王军团中最有纪律，也是最强大的一支部队——云服战队，由叶凌云掌管。小团团一听有些一愣，又是个没听过的名字。叶凌云是谁？叶凌云是冥王手下4大护法之一，他的超兽状态就是云服神，最高异能量可达到 0.7 个黑洞。看到玄武号 Lisa 姐的解析，小团团反倒有些疑惑，
才 0.7 个黑洞，这不是和龙吟发挥全部实力时差不多吗？没错，小团团现在飘了。0.7 个黑洞，在他口中都是区区用才来形容了。也确实，刚刚指挥着自己这边的战士累死累活打赢金沙王，而金沙战神的异能量已经达到了1个黑洞。叶凌云明显是在金沙王之后的 BOSS， 按道理应该是异能量越来越强，越来越递增的才对，怎么反倒和第2平行宇宙的龙吟一样？ 0.7 的异能量确实很强，但当第3个 BOSS 有点不够看吧？难道这个叶凌云在其他方面有什么过人之处？正在看小团团直播的观众们也很是不解。按游戏的套路， BOSS 应该是越来越强才对吧？怎么到下一关还减弱了？这个叶凌云到底哪里有过人之处？小团团有些疑惑。难道叶凌云是仗着手下厉害？ Lisa 姐，这些云服战队的士兵很厉害吗？不是厉害，而是要用可怕来形容。小团团评价竟然这么高。而此时呆小妹这边，她已经变为了幻灵兽状态。砰！呆小妹撞了上去，直接靠着幻灵兽的体型生生撞翻了好几个云服战队的士兵。哈哈，不是要对撞吗？现在我们来撞撞试试。呆小妹只感觉飘了，用超兽状态来欺负普通士兵可真是舒服啊！幻灵神！呆小妹在此时直接变形成战斗状态的幻灵神，并且还很是嘚瑟的向着这些云服战队的士兵勾了勾手指。来啊，来打我呀！有本事你们这些普通小兵也进入超兽武装啊！还没等观众们开始吐槽，几乎呆小妹话音刚落，超兽武装！云服战队的士兵们纷纷进入了超兽武装。呆小妹、小团团、观众们，呆小妹看到这一幕，直接整个人傻眼了。我去，不是吧？你们这群普通小兵还真能进入超兽武装啊！第91章超兽神4合体。老女人，你只想着用来欺负小兵？看到就连云服军团的普通小兵都能超兽武装，呆小妹是真的感觉人妈了。我去，这些普通士兵都能超兽武装？兄弟们，这过分了，这真的过分了！他当初进入超兽武装可是累死累活，差点被打死，结果现在告诉他这些普通小兵都能进入超兽状态，他不服啊！直播间的观众们一时间也都愣住，看到呆小妹的反应之后，直接一个个的笑出了声。哈哈，老女人这下懵逼了。666，老女人上一刻才嘲讽完，有本事你们也超兽，下一刻人家就超兽给你看，笑死！老女人这波简直言出法随了，属于是。我本以为吕布已经天下无敌了，没想到老女人比吕布还勇猛，这是谁的部将？哈哈，这些普通士兵异能量和老女人差不多，还能全员超兽，这下老女人可有的打了。整个直播间在此时一片欢乐之色。戴小妹刚刚以为对方不能超兽，以为自己是在欺负小兵，结果下一刻人家就直接超兽了，简直言出法随。呆小妹确实感觉心态大崩。现在 NPC 苗条俊还没通知他这些士兵的异能量和他差不多，不然的话他的心态估计更崩。小团团那边，他看到玄武号外的这一幕也很傻眼。我靠，异能量这么高还能超兽，简直不讲道理啊！难怪 Lisa 姐说云服军团要用可怕来形容。而这时候云服战队已经发动了进攻，趁呆小妹还没回神的时候，直接以超兽状态飞了上来，抓起了他的肩膀，看起来竟然是想把他往天上带。我他妈，你们这些小兵也想欺负我？不会飞，放开我！呆小妹挣扎起来，而他现在直接一个人被对方的3、4个超兽武装一起揍，揍得可谓极为凄惨。龙简他们一开始以为呆小妹召唤超兽武装对付这些小兵10拿9稳，并没有第一时间跟上，现在直接让呆小妹一个人最先挨揍了。超兽武装！看到对方都能超兽武装，他们也急忙进入了超兽武装状态，分组歼灭。敌方的云服队长话音一落，这些超兽武装的云服士兵分组向着几人而来，单打独斗，云服士兵的超兽都不是呆小妹他们的对手。然而他们实在是配合得太好了，哪怕对方的云服队长没有出手，呆小妹他们仍旧被每2个云服士兵的配合打得怀疑人生。我去，真的好厉害啊！小团团看到玄武号外的这一幕，都感觉人妈了。难道好不容易过了金沙王，最后却要折戟在这群云服士兵手里吗？而之前被杀了不少的金像族奴隶，在此时残存的竟然不是想着反抗，反而是齐齐对着这些云服士兵们跪下，不停地磕着头，求求你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只感觉真的连说都懒得说了。这些金像族的奴隶们已经完全没救了。泰雷看到这种情况，更是握紧拳头，你们都给我站起来！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们身上的奴性。然而
金象族的奴隶们一个都听不进去，只是不停地磕着头，祈求云服士兵们饶了他们。泰雷见状，也绝了直接劝说这些金象族人的念头。雷象神，泰雷此时召唤雷象神加入了战斗。呆小妹见状，眼睛一亮，泰雷能加入战斗，那他可就轻松多了。云服队长一声令下，进攻！足足2名超兽状态的云服士兵向着雷象神而去，而雷象神靠着霸道的力量，将这2名云服士兵纷纷击倒。云服队长见状，亲自向雷象神攻了过去。泰雷的几拳砸出，全都砸在了空气上。云服队长靠着飞快的速度优势，简直要将泰雷秀翻天。雷象神的后背不知道承受了多少记攻击，最后直接被远远的击飞了出去，摔到呆小妹他们身边。泰雷大兄弟，你没事吧？没事。泰雷站了起来，而金象族的奴隶们还在对着云服军团的士兵不停叩拜。您饶了我们吧，我们再也不敢造反了。泰雷看到这一幕，只感觉心彻底冷了。我决定加入你们，一起对抗冥王。呆小妹眸子一亮，都这时候了，还能柳暗花明又一春？我靠，那感情好。不过泰雷大兄弟，你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泰雷以雷象神的姿态握了握拳头，因为不彻底消灭冥王，我的族人永远都无法逃脱被奴役的命运。看到这一幕，观众们有些满脑袋问号的感觉。不是，泰雷你搞错主次了吧？就凭你的族人这一个个的怂逼样，打败冥王他们一样还这样？没错，没有强者出现的时候，他们或许还能蹦跶几天，一旦有强者出现，就要第一时间想着投降了。估计泰雷也是心冷了吧，知道想要让他们认识到心中的奴性加以改正是不行了，只能先用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打败冥王。这群金象族的奴隶们真是无药可救了。看到泰雷竟然因为这个准备消灭冥王，观众们都感觉有些满脸问号的感觉。不过仔细想想，这也真的是没办法的办法了，侧面说明泰雷真的是心冷了。呆小妹可不管这些，看到泰雷加入，她的心情瞬间大好。哈哈，没想到这群金象族的奴隶们还有发挥作用的时候。如果不是金象族的奴隶们这么废物，估计泰雷现在还不会加入他们。龙简他们都对泰雷表示欢迎。泰雷，欢迎你加入我们，以后我们就可以并肩作战了。呆小妹考虑的可不只是这个。嗨，不用以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并肩作战。来吧，让我们超兽神四合体。我就不信四合体还欺负不了这些云服军团的小兵。直播间观众们，老女人，你怎么总有种想欺负小兵的想法？泰雷的加入，你第一时间想的是用四合体来欺负小兵。第92章云服阵。呆小妹妈了，你们还真能合体啊！卧槽，老女人你也太不讲武德了，想着直接用四合体来欺负小兵。不是，单一超兽武装状态是没打过，可你们连2合体3合体都没用啊，直接上4合体对付小兵，是不是有些过分了？老女人这是之前没用超兽状态欺负小兵，心里不服想继续找场子吧？要是4合体的状态都没能欺负到这些云服军团士兵，那可就搞笑了。看到呆小妹第一时间想着用4合体的姿态来对付云服士兵，观众们忍不住吐槽：刷个小兵直接开大，你当这是联盟开大清兵呢？呆小妹完全不以为意，4合体状态怎么了？我就是要以绝对强者的姿态来获得最终的胜利。胖墩，快帮我们4合体。NPC 苗条俊在玄武号中吐槽了一句：请叫我苗条俊。说完，帮着呆小妹他们进入了超兽神4合体的状态。有着雷象神的加入，4合体的超兽神无疑更加强大。面对这一幕，对面的云服士兵都是毫无惧色，一个个的冲了上来，而戴小妹直接2拳挥去，轻而易举的就砸飞了2名最先冲过来的云服士兵。左右夹击，云服队长一指挥，云服士兵们瞬间变换阵型，向着4合体的超兽神攻了过来。戴小妹在这期间一直主控，双拳打飞2个，一个回旋，又一脚踢飞好几个。刚才那看似不可战胜的云服士兵配合攻击，在此时轻轻松松的就被他砸退。哈哈，果然还是4合体的状态爽。呆小妹感觉自己强大的力量，感觉越来越飘了。这时候终于有放狠话的资格了。对面的，你们在我面前不是逃之夭夭，就是一败涂地。云服队长见状，是吗？云服队长语带嘲讽的反问了一句。呆小妹有些不解，怎么，你们还不服气吗？有本事你们也来搞个4合体啊！哦，不对，你们一共7个人。呆小妹的嘲讽属性拉满了。有本事你们7个人来个合体啊！他还就不信了，这些普通士兵有闪驰有武装就罢了，竟然还能超兽武装，而他现在还就不信这些士兵还能像超兽神这样合体。
如果真是这样，那到底谁是主角？身为主角的自己，总得有点特殊之处的。云服队长没说废话。云服阵，7人在此时全部飞上了天空，而云服队长分明站在最前面，另外6个云服士兵全以某种特定的姿态处在他的身后。呆小妹一开始还没放在眼里，一群人前后站在一起，喊个阵法就叫合体了，看我一拳揍垮你们！呆小妹直接控制着4合体的超兽神，一拳轰了上去。然而在他攻击过去的时候，云服队长双手一动，身前直接出现了一个透明的防护罩。呆小妹打在这个防护罩上，竟然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下一刻直接被弹了回来。我去，这什么鬼阵法，怎么这么邪门？小团团这边看到外面的情况，他也已经看傻了。而他这边，刚才他也已经帮着超兽神进行4合体，不是为了欺负人而想4合体，而是纯粹打不过才进行的4合体。不是，这个云服阵到底什么鬼？玄武号的 Lisa 姐传来提示，这是云服军团特有的传送能量的阵法，可以将每个战士的异能量汇聚在一起，最后再由领头人来进行战斗。小团团一听就有些懵了，我去，这也太 bug 了吧，这岂不是能集中他们所有人的异能量来对付超兽神合体吗？人数越多，这威力就越强啊！这个云服阵简直变态到极点，只有7个人就能有着这种威力，要是再多来几个人，那还得了。但小妹在这期间又连续发动了几次攻击，结果别说能打败这云服队长了，甚至很多次完全就是在挨揍。而他这时候也收到了 NPC 苗条俊传来的提示，知道了云服阵的运行机能。不是吧，这群普通小兵都有这么强的阵法，这不是能堪比我们的合体了吗？毕竟超兽神的合体也基本是将异能量的想家。观众们看到这一幕，一个个的都快笑喷了。哈哈，感觉今天的老女人多少带点言出法随的天赋。刚才老女人，你不是嘲讽这些云服士兵们不会合体吗？结果人家马上就给你来个合体。云服阵这种合体虽然不是像你们这种合体，但也是另类的合体了。笑死我了，嘲讽人家不会超兽武装，人家马上就超兽；嘲讽人家不会合体，人家马上就合体。观众们一个个的笑得不行。呆小妹嘲讽什么就来什么，这一幕真快将观众们笑死了。重点是呆小妹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挨揍，我他妈还真就不信了。我是主角，都4合体了，还能打不过这些小兵？就算他们能超兽，就算他们能合体，肯定也没大招。要是有大招，他们早就放了，看我用大招来轰他们。呆小妹准备用大招来轰他们，但之前放了好几次大招，她现在整个人都快虚了。泰雷在此时开口，让我来吧，毕竟这里本就是我的家园。呆小妹眸子一亮，对啊，泰雷你的奔雷诀那么厉害，不是说什么形神合一攻敌一处吗？单体攻击应该是我们现在最强大的，直接用大招轰他。泰雷在此时掌握了超兽神4合体的主控，与受到6位云服士兵充能的云服队长对峙着，形神合一，攻敌一处。奔雷诀，泰雷一个奔雷诀就打了过去。呆小妹见状信心满满，无论如何，对面这群小兵也不可能再有大招了。他这时直接变为主控，准备一会儿收残血的人头。就在奔雷诀要攻击到那云服队长的时候，云服黑洞，一个小型的云服黑洞在他身前出现，直接将泰雷释放的奔雷诀生生吞没。呆小妹，第93章云服黑洞。特喵，我被自己的大招打死了。看到4合体超兽神释放的奔雷诀都被云服队长用云服黑洞吞没，呆小妹是真的感觉人妈了。我去，这些小兵还真有大招啊！这些云服士兵有闪驰，能武装，能超兽，能合体，竟然还有大招，这还玩个锤子！然而奔雷诀被云服黑洞吞没之后，还根本不是结束，把你们的攻击还给你们！云服队长话音一落，被吞没的奔雷诀直接从相反的方向反弹了回来，狠狠地砸在了4合体的超兽神身上。啊！呆小妹惨叫一声，整个人连带超兽神4合体被打得人仰马翻。刚才她想着收残血的人头，在泰雷的奔雷诀放出后，直接变为主控，准备紧跟着攻击上去收人头。结果谁曾想到奔雷诀还能被反弹回来，作为主控的他又承受了主要的伤害，把他都快疼死了。观众们看到这一幕，一个个的真快笑到肚子疼了。不行了，老女人这嘴是真快笑死我了。哈哈，没想到吧，云服士兵们还真有大招。尤其看老女人这样子，变成主控是想上去捡人头的吧？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又把大部分伤害全承受了。笑死，楼上的兄弟该纠正一下，老女人她可不聪明，哪里来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哈哈，实锤了，
泰雷的奔雷诀确实是现在单体攻击最强大的，听老女人刚才的惨叫就能听出来了。看到云符士兵还能放出云符黑洞来吸收反弹攻击，呆小妹明显又在啪啪打脸，观众们都笑得不行。尤其是呆小妹这变成主控想上去捡人头又被打翻的一幕，实在太搞笑了。呆小妹站了起来，整个人在此时气到不行，而对面的云符队长还充满嘲讽地看着她。强者眼里没有弱者的席位，呆小妹更加气愤。我还就不信了，他们这个云符黑洞的大招一定有吸收上限。刚才奔雷诀他们都没第一时间反弹回来，这一定就是他们的弱点。看我的！呆小妹的大招现在也残得差不多了。火云诀！呆小妹一个火云诀砸了过去。然而下一刻，云符黑洞，云符队长的云符黑洞又将他的火云诀吸收，随后直接反弹了回来。啊！呆小妹再次惨叫一声，意识在这一刻更是瞬间短暂模糊，面前的画面直接黑了。被云符黑洞吸收反弹的火云诀攻击，你被自己的大招打死了。呆小妹，我去，他竟然就这么死了！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死亡提示简直有毒吧！我去，兄弟们，这个死亡提示简直不当人啊！呆小妹只感觉破大防，而直播间的观众们在此时直接快笑疯了。哈哈，老女人自己被自己的大招打死了！不行了，如果不是看刚才老女人那不服气的样子，我还真以为她在故意逗我笑。被自己的大招打死，我只想称之为好活。哈哈，云符士兵刘必，给我们报了金沙王的仇了！呆小妹看到直播间粉丝们不仅不向着自己，反而还都在调侃自己，呆小妹更感觉破大防。不是，什么叫给你们报了金沙王的仇？你们就不想看到金沙王死，想看到我被打死是吧？而且金沙王是泰雷打死的，我根本没吃到经验啊！想到之前金沙王的大人头让泰雷拿了，呆小妹更感觉心态大崩。郁闷之余，她读取了自动进度。尽管她现在的状态已经很不好了，腰酸背痛腿抽筋，但这一关必须要过去。只有通往第4平行宇宙的固定时间用来休息是最好的，不然白白浪费现实中的时间。读取进度后，呆小妹就看到一个奔雷诀在她眼中无限放大。我去！啊！呆小妹刚读取进度就被反击回来的奔雷诀轰中，她万万没有想到读取的进度竟然是从这里开始的，直接惨叫一声被打飞了出去。兄弟们，这系统的进度点怕是在故意搞我。当读取进度就又挨了一记，呆小妹都快站不起来了。而直播间的观众们当然是一个个的感觉笑不活了。呆小妹十分清楚，接下来只要她再放一个火云诀，就又会被吸收将自己打死了。不是，难道这些云符士兵就没有弱点吗？呆小妹思考了一番，他们有闪持，能武装，能超兽，能合体，近战冲上去最多僵持一会儿，远程发技能人家又有反弹，好像真的毫无弱点啊。等等，合体。对了，我们超兽神的合体是一个整体，他们这种合体虽然能让领头人有着这种力量，但其他成员在这时候将异能量输送过去是很弱的。呆小妹眸子一亮，云符战队的这种合体和他们的合体并不一样，这肯定就是突破口。呆小妹将她的这种想法说给了天宇龙、简泰雷他们。一会儿我们用超兽神4合体进攻，进攻的瞬间天宇与我们解体，我们用超兽神的3合体牵制敌人，让天宇从背后攻击他们的其他士兵。龙简他们一听也都感觉这个主意可行，不过多少都还有些疑惑，为什么是天宇解体去攻击他们的背后？呆小妹说着，那还不简单，因为我和龙简是超兽神的核心，我们两个分不出去，不然超兽神就解体了。只有泰雷和天宇能分出去，天宇行动更敏捷，当然是由天宇来进攻更好。其他人一听确实也有道理，呆小妹和龙简分不出去，只有组成超兽神4合体腿部的泰雷，还有组成翅膀的天宇可以分出去。泰雷的机动性确实不如天宇，让天宇来进攻最好。而呆小妹会这样决定，其实还有一个理由，她没和泰雷他们说。哈哈，谁让天宇和我的好感度这么高呢？我吃不到的经验让给天宇吃，肯定不会亏。以天宇对他这爱恋到极致的好感度，肯定永远不会背叛他。难道天宇还能不站在他这边，还能是冥界的人？那必然不可能。将天宇的异能量和等级养起来，什么时候都绝对不亏。第94章，云符士兵还有几千个。呆小妹，多少？龙简他们采用了呆小妹的策略，至于天宇更加不会反对。呆小妹直接控制着4合体的超兽神，一拳向敌方的云符队长打去。砰！正在双方短暂僵持的时候，解体，组成超兽神翅膀的凤羽神在天宇的控制之下，在此时分离了出去。
这一幕让云浮队长都是一愣，三合体的超兽神还足以阻挡云浮队长一会儿。天宇直接控制凤羽神飞到了整个云浮阵的后面，幻天诀天宇一个幻天诀直接干掉了2个云浮士兵。呆小妹见状眸子一亮，哈哈，好样的天宇！然而下一刻，我去！呆小妹被云浮队长一个攻击砸了出去，云浮队长却没有紧接着攻击三合体的超兽神，而是向着天宇而去。凤羽神受到攻击，从空中跌落下来，先干掉他！你想得美！呆小妹控制4合体的超兽神来到天宇面前，帮他挡住攻击。天宇在这时努力地站了起来，又控制凤羽神飞到了云浮阵的后方。幻天诀，天宇的一记幻天诀再次干掉了2个云浮士兵。这下算上对方的云浮队长在内，对方只剩下3个人了。云浮队长一拳轰开呆小妹之后，再次向着天宇而去。去死吧！天宇又受了一记重击。不过现在云浮队长只有来自2名云浮士兵的异能量加成，攻击力远不如之前，对天宇的攻击根本不致命。呆小妹见状直接冲了过去护住天宇。云浮队长飞上天空，云浮阵，呆小妹没将他们放在眼里。不是7个人的时候也就罢了，3个人时你还给我装。现在天宇收了4个小兵的经验，接下来这3个总该落到他手里了。火云诀，呆小妹一发火云诀打了上去。云浮队长现在的异能量已经不足以发出云浮黑洞，只能在身前形成一个防护罩来抵挡。然而只有2名士兵异能量加成的他，此时根本挡不住超兽神3合体状态下的火云诀。云浮队长连同2名云浮士兵在空中彻底爆开，击败普通云浮军团士兵乘2，获得经验；击败云浮军团先行队长，获得经验。看到经验提示，呆小妹感到极为舒服。哈哈，终于是打赢了！这几个经验终于是拿到手了，拿了2个云浮士兵加1个云浮队长的人头，简直舒服。这下总归没人来了吧？呆小妹随口说着，说完甚至下意识地捂了捂嘴，总不能再次言出法随，乌鸦嘴把敌人招来吧。不过看说完之后，半天都没什么事情发生，呆小妹终于是深深松了一口气。观众们看到这一幕简直要笑喷，哈哈，看来老女人现在自己都怕了她的嘴了。打7个云浮士兵差点被打死，再来7个估计她就真顶不住了。老女人，你竟然让天宇老婆被打，简直没谁了。想着将能让的经验都让给天宇，龙简太雷知道后表示，老女人你礼貌吗？看到直播间的很多观众都在调侃吐槽，呆小妹在这时候也没忘了超兽神解体之后，自己走上前将天宇拉起来。天宇，你没事吧？没事，阿飞，谢谢你刚才一直努力挡在我的身前。天宇的声音让呆小妹又有些起鸡皮疙瘩，不过心中也是满满的自豪感。哈哈，兄弟们看到了没有？我和天宇的好感度这么高，天宇什么时候都肯定是站在我这边的。果然将刚才4个云浮士兵的经验都让给天宇是正确的。呆小妹在心中计划了一下，能吃到的经验自然优先给我吃，像刚才那样我无法解体出去攻击的，就优先让给天宇，再不济连天宇都吃不到的，就让给龙简，最后的最后才是泰雷。他自己的实力提升肯定最重要，在他经验吃不到的时候，就优先给和他好感度这么高的天宇，再往下的话就是龙简，毕竟龙简的族人都没了，基本也没处可去了，把龙简的等级养起来也不怕他跑了，最后才会轮到泰雷。呆小妹看得出来，泰雷答应一起对付冥王只是为了这些金像族的奴隶们，就算最后真的成功，泰雷也会离队回来继续和这些金像族奴隶待在一起，养泰雷的等级就血亏了。想到这个，想起金沙王的大人头让泰雷拿了，呆小妹就感觉还在心痛。而观众们吐槽归吐槽，也不得不承认呆小妹这样的思路其实没什么毛病。金像族的奴隶们一看这一小队云浮战队都被消灭，此时也不跪了，泰雷留下来吧，我们需要你继续保护我们啊。呆小妹一听忍不住了，喂，你们这群金像族的人怎么回事？看到敌人被消灭了，一个个就感觉又行了是吧？泰雷已经答应去消灭冥王，肯定是不会留下来的。泰雷没有说话，只是用行动表示着他的决定，一步步向着玄武号走去。呆小妹见状很是满意，和龙简天宇几人一起都回到了玄武号之上。玄武号即将向第4平行宇宙行进，预计消耗时间小时，玩家此段时间处于游戏中或处于现实中，游戏时间会同等度过。看到玄武号正在向第4平行宇宙行进，呆小妹的心中深深的松了一口气，这一关比第2平行宇宙时难多了，好在是终于过了。飞船前进时游戏时间和现实世界同等度过，她现在终于是可以下线了。
在现实世界好好休息，就能以最好的状态应接下一关。下线之前，呆小妹想着知己知彼，在此时又一阵嘚瑟。兄弟们，咱们不慌，像刚才那种云服士兵级别的，绝对是精英怪了，数量上肯定没多少，估计也就这几个，不然早就派更多的人来了。Lisa 姐，你说是不是？资料不详，不过至少有几千个。呆小妹随口一句，你看看，我就说。反应过来后，呆小妹瞬间傻眼。多少？第95章，人气值大爆，金沙王和袁正太烧脑。像刚才这样的云服士兵还有几千个，我去，可别这么搞我啊！呆小妹一听就心态大崩，这句多少只是她在震惊之下的感慨。Lisa 姐都一本正经的再次回答，至少几千个。呆小妹，7个他就打得这么艰难，你跟我说还有几千个？这打个锤子啊！直播间的观众们更是惊到了，卧槽，像这样的云服士兵还有几千个，这不简直无敌了吗？这还怎么打？仅仅6个普通士兵加一个队长，7个人就差点把超兽神的4合体干掉，结果还有几千个。哈哈，不管怎么说，老女人这下是懵逼了，说好的最多就几个了。哈哈，老女人今天这嘴真是没谁了，以为这些小兵是精英怪不会很多，结果人家有几千个。仅仅这么7个士兵组成的云服阵，差点把超兽神4合体单刷，还要靠着天宇解体去攻击后方才能胜利。几千个，观众们简直无法想象那会是怎样的场景。想到呆小妹接下来肯定没得打了，很多观众只感觉充满了欢乐，呆小妹更感觉彻底懵逼。妈妈，我不打了还不行吗？我去，现在死掉能不能将进度回到之前？要不我去投靠金沙王吧？呆小妹心中想着，越想越感觉怀疑人生。小团团那边，他在问到了 Lisa 姐这个答案之后，整个人也傻眼。我去，几千个云服士兵，这没得打了呀！虽然他不用亲自下去战斗，但他这边的超兽战士要是全覆灭了，他还怎么玩？他在此时不禁联想到了之前问过的叶凌云的异能量问题，怪不得那个叶凌云只有 0.7 个黑洞的异能量，却能够当第4平行宇宙的 BOSS。特喵有几千个这样的士兵，简直无敌了好吧？哪怕是第3平行宇宙的金沙王，或许都会被云服阵群殴打死，这还怎么玩？小团团也根本想不出破局的办法。看到玄武号飞船已经在向第4平行宇宙自动行驶，再待在游戏中也没有意义。呆小妹和他几乎都是一脸懵逼的，在此时退出了游戏。我靠，又已经晚上了。看了看外边的天色，呆小妹直接愣住了，没想到她又直接玩到了晚上。而扫了一眼直播间的弹幕之后，呆小妹瞬间感觉破大防。哈哈，老女人好好休息吧，明天还得打第4平行宇宙呢。没错，第4平行宇宙可是有几千个云服士兵要打呢，不好好休息怎么行？哈哈，不过好像就算好好休息，老女人也打不过几千个云服士兵啊。兄弟们别说话了，给老女人留个面子。笑死，我似乎已经看到老女人在第4平行宇宙被狂揍的那一幕了。呆小妹感觉破大防了，什么叫她就算好好休息也打不过几千个云服士兵？要不要说的这么直接？呆小妹郁闷的和直播间粉丝们打了招呼之后，选择下播。小团团那边倒是好一些，不过之前自认为拖延时间的操作结果是被金沙王返秀，小团团也感觉郁闷到不行。两人都感觉身体很累，在此时下播。下播之后却没有立刻休息，而是弄了点东西吃，边吃东西边看自己的直播回放，看看有什么他们错过的细节。上次看第2平行宇宙的直播回放，他们看到了龙吟的悲惨过去，甚至在龙吟死亡之后，直播间观众们还为此感到意难平。这一次，难道金沙王也会有什么悲惨过去？从这第3平行宇宙的直播回放里，两人倒是没看到什么金沙王的悲惨过去。只不过，不是，泰雷的师傅袁正也太可惜了吧。我原先以为袁正就是个普通老头而已，结果连泰雷的奔雷诀都是他教的。我去，就这威力，袁正怕是都有可能可以吊打非超兽状态的金沙王吧，就这么死了。哎，袁正口口声声说着爱，没想到真的贯彻爱到了最后，也太可惜了。两人之前第一视角玩下来，对袁正的死没什么太大的感受，就当只是个普通老头而已。现在回看直播间的一些 CG， 没想到袁正并不是没有力量反抗，是因为贯彻这种爱之理念才不去反抗，这也太伟大了。同时两人的心中多少也都有种相同的疑惑，袁正和金沙王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在过去的 CG 画面里，金沙王还很尊敬地称袁正为袁正长老？两人感觉太烧脑了，简直都快糊涂了。观看完 CG 之后，两人吃完东西，很快就准备休息了。特喵因为超兽武装，我都快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了。超兽武装生生将他们的作息都改了，但没办法，
谁让他们都想着能第一时间在玄武号抵达第4平行宇宙的时候第一时间玩上，为了卡这个时间，只能早睡早起了。毫无疑问，这就是超兽武装的特殊魅力所在。主人获得来自呆小妹直播间人气值加99999，主人获得来自团团直播间人气值加99999。呆小妹和小团团基本是玩的进度最快的一类主播，基本没有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就算真有浪费，也是在游戏中死亡花费的时间。看完他们的直播后，了解了第3平行宇宙的剧情，很多还在加班亲自玩不了游戏的观众们感觉心痒无比。叶天的人气值在这个时候更是直接大爆了一波，收到人气值大爆的一排排提示。叶天正巧也玩完了他2周目的一段剧情，摘下 VR 头盔，好家伙，人气值又增加了这么多。第2平行宇宙结束的人气值大爆，主要取决于玩家们对龙吟死亡的意难平。至于现在第3平行宇宙剧情结束的人气值大爆，自然是离不开哲学家金沙王贯彻爱信念至死的元正哦，还有结尾的云服军团首次出现。这提示来的都影响我和龙吟老婆你侬我侬了。叶天只是扫了一眼，就继续进了游戏中和龙吟你侬我侬。谁让他提前解锁了2周目权限呢？他玩的剧情可是和其他人大不相同的。而在叶天人气值大爆的时候，微博上的热搜更是瞬间被引爆。第96章热搜爆炸。超兽武装是主线简单的游戏，伴随着一些主播和玩家们玩通了第3平行宇宙的剧情，哪怕没玩通的，也通过呆小妹小团团他们的直播了解了剧情之后，整个微博上的热搜瞬间就被引爆了。在没有国家大事发生的当下，毫无疑问，超兽武装霸榜了整个微博热搜前30，甚至现在很多热搜中都不需要提及是超兽武装，网友们就完全清楚那是来自超兽武装，一眼望去简直夸张。第3平行宇宙关卡难度飙升，恐怖的金沙王。金沙王是大哲学家吧？人的欲望就像高山滚石一般，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人生导师金沙王，如果你长时间盯着深渊，深渊也会凝视你。金沙王说太雷很像10万年前的他。元正与金沙王相识10万年，又是10万年，10万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明显就是大佬的元正，为什么至死都不出手？和金沙王又是什么关系？正派以多打少还偷袭，反派以少打多，从不从背后出手。不是，这到底是谁是反派？卧槽，这到底是超兽武装还是哲学武装？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直播，结尾恐怖的云服士兵足足有几千个。带小妹小团团心态崩了，密密麻麻的热搜实在太多太多，就连其他相关话题下也全都是有关超兽武装的讨论。卧槽，第3平行宇宙也太难打了，金沙王的主场优势加上黑海深渊简直无解，不想看到金沙王死啊！这么一个大哲学家就这么无了。没错，我最喜欢那句人的欲望就像高山滚石一般，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了。还是那句最喜欢，你们没有错，我们也没有错，只是我们比较强大，所以规则也由我们来定，简直真实。超兽武装这反派设计我是真的服了，不用说呆小妹他们玩的时候了，怎么感觉我玩的时候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过。微博的各大相关话题下全都是关于超兽武装的讨论，这种热度简直恐怖。而现在在讨论超兽武装的根本不只是微博这一个平台，头条、抖音、慢手、B 站各大火爆的新闻视频网站评论区，铺天盖地的全都是有关超兽武装的讨论。大部分网友都在讨论金沙王乃至金沙王的死。除此之外，元正和金沙王的关系，还有他们又一次提到的10万年前，也让观众们所注意。10万年前，又是10万年前，有没有人详细来告诉我10万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呀？金沙王看 CG 曾对元正很尊敬的样子，后来为什么又让金像族的奴隶杀了元正？哎，元正死的也太不值了吧！真像金沙王所说的那样，世上最可悲的就是强者被弱者杀死。卧槽，快别说了，越说越感觉金沙王就是个大哲学家。不是，你们都不在乎关卡本身的吗？接下来有几千个会云服阵的云服军团士兵，这下怎么打？超兽武装的诸多10万年前伏笔，让网友们简直都觉得烧脑到不行了。很多网友都在关心金沙王的事，关心元正的事，反倒对于关卡本身都不那么看重了。甚至还有观众在调侃，他们能不能过关不重要，先看呆小妹他们挨揍更重要。超兽武装的这种火爆程度，相比于之前更要火翻天。玩家们都在热烈地讨论着这一幕，不知多少人都在激动不已。然而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有一个人正脸色无比难看地看着这一幕。垃圾游戏公司的老总真辣。之前真拉以为超兽武装最多试玩版火爆一阵，正式版就要凉了，结果正式版的第2平行宇宙创出了新高。
之前他刚刚嘲讽超兽武装只会仗着这重上世纪都不用的苦情剧情节吸引眼泪，结果第三平行宇宙的剧情和热度，甚至于高度都创出了新高。看到这种情况，真拉的脸色可谓铁青一片，整个人都快麻了。就算他在此时想当鸵鸟，网友们可不会忘了他。在对袁正的死感到遗憾，甚至对金沙王的死都感到遗憾，外加对金沙王的哲学震撼到的网友们，一个个的几乎都来垃圾游戏公司的官方号和他的个人号下方嘲讽。来啊，垃圾游戏公司老总真拉不是阴阳怪气说超兽武装没哲学吗？继续跳啊，接着奏乐接着舞啊，不是说没有哲学的游戏就不算好游戏了吗？怎么的，超兽武装让你满意了没？真是笑死爷了，这个真拉估计现在想花身地鼠打洞钻进去了，恰好我喜欢玩打地鼠。在超兽武装火翻天的时候，垃圾游戏公司的官方号都快被玩家们冲烂了，现在能退款的玩家，能打低分的玩家也早已退款，外加之前垃圾游戏公司的离职狂潮，现在垃圾游戏公司的处境无疑已经很艰难。不过看到这一幕，真拉的脸色还是一副猪肝色，难看无比。超兽武装，真拉狠狠地攥了攥拳头，没想到超兽武装第三平行宇宙的剧情活生生打了他之前的脸，即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第三平行宇宙的一切真的充满哲学，很多词他听都没有听过。然而他可不想就这么认输，一定还有能抹黑超兽武装的地方。建模抹的黑，玩法抹的黑，互动抹的黑，打斗没的黑，连哲学和深度都没的黑。真拉忽然眼睛一亮，他想到了。当下他直接登上垃圾游戏公司的官方号，编辑了一条新微博。一款主线太过简单的游戏根本不配称之为好游戏，即便其中蕴含哲学，但只仗着打斗和建模一关一关的打，到最后打死复活后的 BOSS， 这种简单至极的剧情安排在上个世纪的游戏中就早被摒弃了。游戏开发者都不愿意在主线上面下功夫的游戏，必定不是一款好游戏，必定不是一家好的公司。一款好的游戏注定是在主线上能带给玩家意料之外、主线丰富的游戏。真拉感觉很是满意，黑不了其他的，他就黑超兽武装的主线。毕竟超兽武装的主线他一看就太过简单，一个宇宙一个宇宙的打，最后那什么冥王复活，什么超兽神合体冲上去，在这一路上练练级，到时主角光环再开挂，打死冥王就结束了。就这么简单的主线，难道还能再玩出花来？绝对不可能。即便超兽武装的其他方面做得再优秀，主线方面同样是他可以抹黑的点。而在真拉将这条明显在暗指超兽武装的微博一发出去之后，毫无疑问，本就爆炸的热度瞬间更加炸裂了。第97章金沙王，加入我们强者的行列吧。马老师好。超兽武装第三平行宇宙的人性哲学深度剧情过后，正处于全网热议的爆炸程度之中。真拉在这时候跳出来阴阳怪气说主线简单的游戏不配被称之为一款好游戏，毫无疑问让相关的热度更加炸了。我特喵，这个垃圾游戏公司的真拉怎么这么恶心？说超兽武装是主线简单的游戏，这么高的自由度，你说超兽武装主线简单？现在超兽武装的剧情估计进行了一半都没有，竟然说超兽武装的主线简单，小心被打脸。呵呵，看来玩家们的退款狂潮，公司的离职狂潮，这真拉还是一点没长记性。我看这真拉怕是觉得自己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不最后出来跳几下就没机会了吧？有没有大神巴巴垃圾游戏公司的黑料？看看高低能不能给这个真拉送进去。真拉在这个时候阴阳怪气超兽武装的主线简单，一关一关的过，最后打死复活后的冥王拯救世界，这让一票超兽武装的粉丝们都瞬间怒了。整个垃圾游戏公司的官方微博号等等更是快要被冲烂了。很多玩家们都在说真拉这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甚至很多人都想着找垃圾游戏公司的黑料，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真拉送进去。看到这种情况，那些从垃圾游戏公司离职的员工们一个个的心中感到无比庆幸，他们早就被垃圾游戏公司压榨够了，之前超兽武装的事件成为了一个导火索，让他们一个个的选择离职。现在来看，选择简直不要太明智，既有游戏玩又有大厂能进，不比这垃圾游戏公司更香。真拉看到这种情况却只有冷笑，再怎么样你们也改变不了超兽武装主线太过简单的事实，这样的游戏只能火一阵而已。通关以后想要玩家们再次回味再次多周目，简直做梦。真拉似乎已经看到了玩家们通过超兽武装后，超兽武装那热度越来越低，直到完全无人问津的场面。叶天在游戏中和二周目的龙吟互动了半天，退出游戏后看到相关消息，直接把他给整笑了，说超兽武装是主线简单的游戏，如果不是这个真拉太没脑子。
叶天简直都要怀疑是不是系统安排的托了。先说嘲讽说超兽武装没有哲学，又讽刺说超兽武装主线太简单，这不是一个个的往枪口上撞。叶天懒得去搭理这个真拉，到时候就让事实来说话好了。伴随着玩家们的退款低分值狂潮，员工们的离职跳槽狂潮，垃圾游戏公司现在根本就是一种慢性死亡的状态，估计蹦跶不了几天就会真正的走向死亡。如果他心情好愿意动弹的话，或许还会再添一把火，加速这个真拉的灭亡。微博和各大评论区对真拉都是骂声一片。这时候基本各大主播们和有时间玩游戏的玩家们都玩完第三平行宇宙的剧情了，在被第三平行宇宙的人性哲学震撼到之后，玩家们对于真拉的骂声自然更猛烈了。而这时候还有主播没有开播，甚至还是大主播级别，马老师和朴老师现在都还没开播。两人昨天累死累活玩第二平行宇宙的剧情，搞了一堆骚操作，把好感度玩崩了。结果最后累死累活的还要打架，一觉睡到今天大下午的才醒。醒了之后，马老师也没有立刻开播，而是看了看呆小妹小团团他们的直播，包括观看直播回放了解剧情。了解完全部，马老师的眼睛瞬间一亮，超兽武装的第三平行宇宙设置竟然是这样的，哈哈，简直天助我也！马老师想到了根本不用累死累活就能通过这一关的方法。随后在这时候准备好了一切，迫不及待的开播。观众们收到消息，看那个真拉的发言看得真晦气，来看马老师的直播洗洗眼睛。马老师终于开播了，看来昨天被揍的让马老师累得不轻啊。哈哈，说的是我已经可以预想到马老师要玩得多么艰难了。老女人的超兽状态不会飞，有天宇帮忙救援，有龙简帮忙输送异能粮，马老师的好感度崩得那么彻底，看马老师怎么通过这一关。很多看到真拉的言论感觉晦气，骂了真拉半天想要洗洗眼睛的观众们涌过来看马老师的直播，尤其是马老师之前的骚操作玩的太多，导致好感度都崩得没法玩。观众们都想过来看看马老师是怎么挨揍的。马老师看到这一幕，心中胸有成竹，想要看我挨揍。兄弟们，你们这次可想多了，看我怎么呜呼起飞。马老师进入了第三平行宇宙的剧情，一开始玩的倒还挺正常，反正一开始就是那些金沙族的士兵杂鱼都很好对付。等到金沙王出场，对马老师等人开启嘴遁攻势之后，来吧，各位，加入我们强者的行列吧。金沙王向着马老师等人伸出了手，泰雷还没来得及说话，马老师直接一句好。金沙王，观众们，马老师答应的这么痛快，倒是将金沙王有些整不会了。观众们更是满脸问号，好家伙，马老师你真的打算进入冥界啊？马老师还怕金沙王不相信，直接说着，金沙王，我加入你，一起奴役金象族玩，哈哈，咱们冥界是最强的，我又怎么能和这些超兽战士为伍？泰雷听了瞬间愤怒，大司马，你！玩家马老师使用昵称大司马，与泰雷好感度降为深恶。泰雷听到马老师要加入金沙王，尤其听到马老师要帮着金沙王一起奴役金象族，整个人自然愤怒到了极点，好感度一下子就降到距离死仇只差一线了。龙简同样感到匪夷所思，大司马，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玩家马老师使用昵称大司马，与龙简好感度降为深恶，龙简的好感度同样降了下去。马老师丝毫不慌，好感度有什么用？在这个世界，实力才是一切。第98章，我把天宇关起来，到时候不得当个护法。金沙王看到马老师真心加入，欢迎你的加入，大司马。泰雷，你们呢？泰雷和龙简在此时都不打算屈服，没有闯不过的关口，没有打不垮的敌人，自由权力归众生。两人明显都想和金沙王决一死战。苗条俊抱着包布从玄武号上冲了下来，大司马，你疯了吗？竟然想要加入金沙王？马老师直接开口，我没疯，我现在可很清醒。金沙王，这个就是超兽战士的总指挥苗条俊，那个是负责疗伤的包布，只有把他们也全部抓住，甚至消灭，超兽战队就名存实亡了。苗条俊一听更加难以置信，大司马，我真是看错你了。包布，玩家马老师使用昵称大司马，与苗条俊好感度降为深恶。玩家马老师使用昵称大司马，与包布好感度降为死仇。至高好友的好感度，马老师都能将其直接搞成生物，简直没谁了。至于和包布的好感度直接成了死仇，马老师丝毫不慌，好感度有什么用？这个世界实力才是一切。不过早知道的话，还不如用默认昵称火灵飞呢。现在这样，总感觉游戏角色在骂我本人是怎么回事？马老师感觉稍有些郁闷。
没使用默认昵称火灵飞或者自定义其他的昵称，在这时候总感觉是自己在挨骂。金沙王见状，太雷，既然你们这么冥顽不灵，那我就成全你们。大司马，你别出手，对付太雷他们，我自己就足够了。超兽武装，金沙王召唤超兽武装，对付太雷几人。马老师知道金沙王很讲武德，现在不用他一起出手，他也更乐得逍遥，躲在一边吃瓜看戏。哈哈，兄弟们看到了没有？加入金沙王才是最明智的决定。金沙王那么难打，咱们累死累活的打他做什么？就算打赢了，第4平行宇宙还有几千个云服士兵等着我们，在这里直接加入金沙王躺平不香吗？兄弟们，看马老师给你们五虎起飞。马老师在此刻极为嘚瑟。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卧槽，突如其来的骚，闪了老子的腰。没想到马老师在这时候还真的能在搞骚操作啊！我靠，马老师这次好像真的没翻车，金沙王都欢迎他的加入了。感觉这次马老师说的确实没错呀，就算打赢金沙王，接下来的几千个云服士兵怎么打？在这里加入金沙王或许更好。难道这一次马老师的选择才是最明智的？看到马老师这次的决断似乎真的是明智的，加入金沙王不用累死累活的打金沙王，还能在第3平行宇宙逍遥快活，好像确实是香啊。似乎这一次马老师真的没翻车。金沙王与太雷他们的战斗几乎也进行到了最后阶段，太雷和龙简2个人自然不可能是金沙王的对手。黑海深渊，金沙王放出黑海深渊，龙简和太雷更加无法抵抗的时候，此时突然从黑海深渊里飞出一个凤羽神幻天诀。金沙王猝不及防中了一击，不过根本无伤大雅。金沙王很惊讶地从其中看着飞出来的天宇。马老师表示，这我熟啊。金沙王他叫天宇，也是超兽战士，甚至超兽战队就是他一手组织起来的。他有从这种冥界黑洞中飞出来的能力。哦，金沙王有些意外，可是这样似乎仍旧解释不了天宇为什么能从黑海深渊出来。玩家马老师使用昵称大司马，与天宇好感度降为死仇。多么熟悉的死仇好感度！之前马老师在第1平行宇宙嘚瑟了半天，结果天宇突然飞回来，还能超兽武装将他打死的时候，就是这种好感度。不过马老师现在丝毫不慌，他的背后可是有金沙王做靠山了，还怕个锤子的天宇？难道天宇背后也有靠山吗？就算有，还能有金沙王这个靠山大吗？怎么看，他这次都是最后的赢家。太雷他们所有人自然都不是金沙王的对手，尤其是他们现在那边虽然有3个超兽战士天宇、龙简、太雷，但却根本无法超兽神合体。超兽神合体的核心至少需要幻灵神和龙战神组成核心，然后太雷和天宇负责腿部和翅膀等等。没了马老师这个核心，即便他们那边有3个人，照样无法超兽神合体。普通的超兽武装状态更不可能打赢金沙王。众人全被金沙王打的被动解除了武装状态。我不杀你们，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要不要加入我们强者的行列？金沙王重新向太雷等人发出了邀请。太雷等人的回复自然仍旧很硬气，不可能。马老师见状出着主意，金沙王既然不杀他们，那不如让他们全在这当奴隶吧。玩家马老师使用昵称大司马与，毫无疑问，马老师此言一出，和太雷、龙简甚至苗条俊等人的好感度瞬间都降到了死仇，现在直接全员死仇好感度。金沙王却摇了摇头，不，强者从来就不是奴隶。太雷之前会选择当奴隶，也只是为了保全金象族的族人。马老师一愣，好像金沙王在面对呆小妹他们的时候是说过类似的话。马老师眼珠转了转，既然金沙王你不杀他们，也不想让他们当奴隶，那不如把他们关起来，反正冥王还有几天就复活了，到时候我们就去冥王面前邀功。嗨，不是，是让冥王亲自决断。金沙王想了想，也好。马老师想到之前以超兽状态将自己打死的天宇，感觉报仇的机会到了。金沙王，我帮你把他们关起来，尤其这个天宇是超兽战队的组织者，到时候你一定要帮我美言几句，就跟冥王说是我亲自把他抓起来关起来的。金沙王也答应。马老师见状更加飘了，这到时候冥王不得把自己嘎嘎一顿提拔。第99章超兽主播界的卧龙凤雏，马护法与朴护法预定了。马老师很是得意，天宇这个超兽战队的组织者都被自己亲自抓起来关起来，到时候冥王见了不得至少把自己提拔当个护法。哈哈，想想就舒服，简直五虎起飞。龙简他们几人中，只有太雷依旧选择当了奴隶，没办法，他有族人所累，为了保全族人只能当奴隶。而龙简他们一个个的都没有当奴隶。马老师亲自将龙简、苗条俊、包布他们都关了起来。
而在关天宇的时候，天宇美眸中充满怨恨地看着他。马老师可以想象，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他怕是能死100遍了。马老师丝毫不慌，怎么，天宇你瞅啥？靠瞪就能瞪死我？你老爸还能是冥王咋的？乖乖给我待着吧。马老师将他们所有人分开押进了地牢，免得他们人数多积攒异能量还能冲出来。至于天宇，他故意给天宇选了一个环境最差最恶劣的地牢，到时候自己直接就以此去冥王面前邀功。马老师感觉这波自己绝对稳了。接下来马老师直接加入了金沙王，拿着发光的鞭子一起奴役金象族，日子过得好不快活。兄弟们，就问你们这波服不服马老师的操作？请把刘币打在公屏上。马老师的心中无比得意，总算是有些主角的样子了。直播间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卧槽，马老师这波操作确实可以啊！666，不过马老师确实不用累死累活打金沙王和云浮军团了，真的舒服。马老师，你竟敢这么对待我的天宇女神，兄弟们来一波取关吧！哈哈，感觉马老师这样玩莫名也有爽点是怎么回事？我早就想亲自抽那群金象族的奴隶了。没错，可惜我这关已经玩过去了，不然按马老师这样玩好像也挺好的嘛。观众们看完马老师这一整波操作，至少现阶段来看，马老师真的没翻车，还过得很是舒服，也不用打金沙王和云浮军团了，完全是逍遥的小生活。金象族的奴隶们，很多观众早就想抽没能抽，马老师这样的玩法也能正大光明一起抽那些金象族的奴隶。除了将天宇这么直接粗鲁的关起来，让很多观众调侃要取关之外，似乎真的没什么毛病。到时候将天宇递交上去邀功，马老师或许还真的能当一个护法。马老师这波竟然真的支棱起来了，简直不科学啊！同样看马老师这种玩法，很多观众们也借此想到了什么。那个真拉还好意思阴阳怪气说超兽武装主线简单，这么高的自由度说主线简单？没错，都不用叶总亲自来回应什么，马老师的这种玩法就打了那个真拉的脸。谁说一定要一关一关的打，最终打败复活大 boss 的？完全可以像马老师这样中途加入冥界。很多观众原本就是感觉看真拉的发言晦气，骂真拉骂够了，想要洗洗眼才过来看马老师的直播。现在看马老师这种玩法，你个真拉还好意思说超兽武装主线简单？这么高的自由度，根本就不止一种主线玩法。观众们看到这里，很多人直接去垃圾游戏公司的官方号下边骂，去真拉的个人号下面骂，想要真拉睁大他的狗眼过来看看。真拉看到这一幕，脸色也有些难看无比，不过随之还是冷笑，这不过只是另辟蹊径一些的小众玩法而已，大方向上的主线还是没变。在大方向的主线上，超兽武装仍旧是主线简单上个世纪就弃用的低领剧情。真拉冷笑着，没有因此就感觉超兽武装的主线多么多变，毕竟在他看来，这只是小众一些的玩法而已。除非大方向的主线最后能来一个意料之外，但那可能吗？而在马老师以这种玩法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起床不久的朴老师看到这一幕，我去，马老师这种玩法可以啊，原来还能这么玩。朴老师感觉佩服不已，他这边的好感度基本也崩得差不多了，尤其是之前超兽神合体那样的拼图游戏，将他的心态都快整爆炸。没想到还有这样不费力气过关的方法，简直爆赞。朴老师心服口服的来向马老师主动取经。马老师见朴老师来了消息，心中更感到成就感满满，借口上个厕所，去了一旁先回了回朴老师的消息。朴老师，你就按我这么玩，直接加入金沙王，尤其是将天宇关起来，故意关他的环境弄得恶劣一些，到时候将这个超兽战队的组织者递交给冥王邀功，怎么着也得拿到个护法当当。听我马老师的，绝对没错。朴老师也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哈哈，马老师，你真是大聪明，老子是真低服了。大恩不言谢，娘西痞的，这下终于可以翻身当主角了。朴老师也迫不及待地采用了马老师的方法。在他这边的游戏里，虽然他没像马老师的火灵飞那样有战斗力，但他玩的苗条俊角色自身的异能量很强大。金沙王最后自然也因为他的这种强大的异能量认可了他，同意了他的加入。PDD 如法炮制了马老师的方法，加入金沙王，将天宇关起来，还故意给天宇整了个最恶劣的地牢环境。玩家 PDD 使用昵称骚猪，与好感度降为死仇。毫无疑问，朴老师这边的好感度也全员死仇了，但朴老师毫不在乎，好感度算什么，抱紧金沙王这个大腿才是最重要的。朴老师拿着小光鞭，一起动不动抽着金象族的奴隶们耀武扬威，日子过得好不快活。到了最后，朴老师直接和马老师兴奋来了一波连麦交流。哈哈，马老师，你这玩法真是太棒了，咱们两个绝对就是超兽武装主播界的卧龙凤雏。
马老师也很嘚瑟，低调低调。朴老师，等冥王复活，咱们就等着当护法吧。我提前预定一个马护法，那我要当朴护法，哈哈哈。两人此时简直都快飘到天上去了，只等着几天后做护法了。直播间观众们看到这一幕，都一个个想吐槽：你们飘成这样，我们怎么这么想看到你们翻车？马老师，做人还是低调点，弄不好最后给你来一波翻车。骚猪，你现在这么飘，要是天宇最后真有个强大背景，到时你可别哭。马老师和朴老师看到观众们的这种吐槽，都毫不在意，他们可是当护法的大好前景，又怎么会哭？强大背景，金沙王都是冥界护法了，天宇还能有什么强大背景？就算其他护法，也就和金沙王平级。他老爸还真能是冥王咋的？那这样他还能来对付自己老爸？绝对不可能。两人都美滋滋的等着最后当护法了。第100章，进入第4平行宇宙。原来真有几千个云符士兵啊！嗡嗡咚。第二天一早，呆小妹又是被她定的一堆闹钟震起来的。闹钟响起之后，呆小妹简直下意识的一个垂死病中惊坐起，一脸懵逼的坐起来，看了眼时间，松了一口气。还好没睡过，她会起这么早，自然只是因为一个原因：超兽武装。对她而言，超兽武装特喵绝对是有更改作息效果的。呆小妹起床之后，手忙脚乱的将其他闹钟都关上。为了避免自己闹钟响起后来起不来，呆小妹按阶梯性的设置了好多闹钟，5分钟后、10分钟后的一大堆。最早的闹钟就将她震起来了，呆小妹手忙脚乱的将其他时间的闹钟都关掉。起床洗漱完，吃完早餐，看到距离玄武号飞船抵达第4平行宇宙还有一会儿，现在上线游戏后还是要等时间。呆小妹随手拿了一块西瓜，边吃边刷着昨晚她睡着后超兽武装的相关动态。我去，马老师和朴老师这么骚，直接投靠金沙王了。呆小妹感觉目瞪口呆。视频软件上不仅有两人的直播回放，还有两人直播的简易剪辑。看了一下之后，呆小妹表示羡慕了。啊呀，早知道这样，我也投靠金沙王了。如果早知道打完金沙王还有几千个云符士兵要打，那他之前还那么累死累活的干嘛？也投靠金沙王啊。现在自然是无法回头了。呆小妹还不知道，她现在虽然羡慕马老师和朴老师，等到她玩到冥王复活的相关剧情之后，那时候就该暗自庆幸了。呆小妹化身吃瓜群众，继续刷着超兽武装的动态。看到有关垃圾游戏公司与超兽武装的动态时，她的倩眉顿时皱了一下。我特喵，这个垃圾游戏公司，这个狗公司的老总真辣，竟然还敢阴阳怪气超兽武装。呆小妹顿时感觉忍不了了，看来她昨天说的还是太客气了，就该好好的对这个真拉一顿才对。呆小妹吃瓜结束，扔掉手中的西瓜皮，打开微博之后，发现和她互关的小团团恰好在1分钟前评论了真拉的微博。小团团的评论只有一个字：呸！呆小妹，小团团，你直播实话那么多，怎么网络上这么言简意赅？上次转发他的回复来了个俺也一样，这次更简洁，直接就一个呸了。呆小妹想了想，索性也直接在真拉的微博下面回了2个字：我呸！而他和小团团的回复下面很快就评论满满了。卧槽，我没看错吧？老女人又起这么早，小团团也起得这么早，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俩都转性子了，还是被夺舍了？看手机和定位倒还真像是本人发的，难不成给团队都发了新手机？哈哈，与其说团队，我更愿意相信这真的是本人发的，毕竟超兽武装有让人自律的魅力啊！哈哈，实锤了，超兽武装还是个自律游戏。观众们有不少都在调侃，原来超兽武装除了校园、末日、机甲、哲学、感情、养成等多方面元素之外，竟然还是一个隐藏的自律游戏。哪怕常年熬夜党的很多人，硬生生被逼得改作息了。呆小妹见时间差不多了，调试好设备之后，穿好体感衣，戴好 VR 头盔，就打开了直播。毫无疑问，他刚一开播，直播间的热度就疯涨，不知多少观众在瞬间齐齐涌入。第一，我是第一！哈哈，我就说刚才的微博评论也是老女人自己发的吧？没办法，为了卡点玩上超兽武装第4平行宇宙的剧情，老女人也是拼了。哈哈，老女人刚才在微博队的硬气，上次还隐含点说超兽武装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能来碰瓷，这次直接点名呸了。观众们齐齐涌了进来，不少人都在说呆小妹刚才微博那波队的硬气。呆小妹见状，腰杆也一挺，感觉整个人支棱了起来。那当然，我又不仗着那什么垃圾游戏公司吃饭，该对就对。我之前还买过他们的游戏，是他们的正版用户呢，怎么着都有资格喷他们。呆小妹可没直播过垃圾游戏公司的游戏，确实不靠着垃圾游戏公司吃饭。
垃圾游戏公司的游戏人气一个个的评价太低了，他要是直播的话，不给他掉人气就不错了。呆小妹对垃圾游戏公司对得问心无愧，想到了什么，呆小妹都忍不住拍着桌子。特喵提起正版用户，我就想吐槽，他们公司做的游戏都是什么跟什么，各种贴图、穿模呆版互动游戏，垃圾游戏，毁我青春！就算不是为了声援叶总，我也早就想对他们了。呆小妹将桌子拍得啪啪响，直播间的观众们一看就要笑死，哈哈，只能说很真实了。老女人和小团团真是神同步，小团团那边也在拍桌子吐槽垃圾游戏公司，哈哈，实锤了！老女人拍桌子的声音还是没团子更响，直播间一片欢乐之色。呆小妹感觉拍的都有点手疼了，为了吐槽这个垃圾游戏公司不值当。见时间差不多了，在此时进入了游戏。兄弟们，进游戏了，进游戏！咱们来好好玩一下第4平行宇宙的关卡。嗨嗨，我感觉之前选5号 Lisa 姐的资料还是不一定准的，总不能真的有几千个云服军团的士兵吧？感觉叶总还是不会那么丧心病狂的。在呆小妹进入游戏后，玄武号正在向第4平行宇宙的行进之中，距离真正进入第4平行宇宙的时间还有一会儿。呆小妹还待在休息舱中做最后的恢复，而这时候半屏游戏 CG 中同步出现了画面，报告任务失败，他们即将进入我们第4平行宇宙。有一人半跪于地向叶凌云汇报：叶萧子，你的部下失败，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对不起将军，我一定会戴罪立功。好，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多谢将军，我一定会誓死守护第4平行宇宙。叶萧子召唤云服闪驰，来到了主殿之外。画面中，成千上万个云服军团的士兵出现在了观众们的视线里。